王爷，臣妾敬您一杯。哇，好糗无聊啊！刚端起酒杯的男人面色那当时就是一顿，琥珀色的眼眸往旁边侧去，就见坐在他身旁的一袭红衣的女人正单手托腮，一脸呆滞的看着台上的歌舞。在台上扭了什么劲儿？来做爷身上扭啦！洛星斐的手一晃，那杯中的酒好险没给洒出来。自他从昏迷之中苏醒过来，就突然就可以听见这女人心里头的那些个嘀嘀咕咕，但是呢，每次听到的那话吧，就颇为的不堪入耳。堂堂摄政王侧妃，怎能如此不知礼仪廉耻，放荡不羁？什么叫坐他身上扭啊？真是放！洛星斐把脑子里面差点蹦出来的脏话都给硬生生的憋了回去，忍住啊，不能被这个女人给同化了。刚醒来就搞这些没有用的东西，昏迷1年还是轻了，下毒的人手就不能再黑点，直接毒死他个臭傻。那个洛星斐就眼角一抽，你死我都不会死。狗男人，看还看你爹我干屁！疯女人，成何体统？王爷，您瞧臣妾做事。哎呀，这女人一开口啊，那语气是透着5分的温柔，3分的羞赧，1分的欲拒还迎，还有1分就我也编不出来了啊。洛星斐是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不动声色地收回了目光，见对方不搭理自个儿，夏婉婉撇了撇嘴，正过了头。毛病。这时一个宫女端着酒壶过来添酒，她站在洛星斐的身侧，见她的注意力都在台上，手腕一侧，一把锋利的匕首直逼男人的太阳穴。洛星斐眼眸微转，身子往后一靠，匕首擦着他的鼻梁而过。一旁的夏婉婉察觉转头，匕首在离他眼前1指的地方被洛星斐拦住啊！啥东西？那宫女见自己败露，一掌劈向洛星斐，后者是伸手一挡，直接将他给震飞了出去。有刺客，保护皇上，保护王爷！殿内的侍卫立即将皇上、骆敬霄跟洛星斐等人都护在了身后，伪装成宫女太监的刺客一见事情败露，立刻拔刀。王爷，摄政王妃温然害怕地躲在了洛星斐的身后。洛星斐冷冷地看着面前这几十名黑衣人，老皇帝，你这傀儡草包，怎么配当我东升王朝的天子？今日我便取你狗命，还这天下一个圣君。你们倒是好大的口气啊！就凭你们几个，怕是连皇上的身都进不了半分。杀！哎，我说宿主啊，你这么大一坨，还想躲哪儿去？赶紧起来！你现在需要去保护男主。我保护他？我能保护他什么呀？他一拳能打10个我，他用得着我保护吗？还有啊，平时有事的时候老娘怎么叫你都不出来，现在他出事了你就知道吭声了。怎么着，你俩才是一对吧？说完了吗？要是男主死了，你就变成了寡妇了。成了寡妇，你可就再也回不去了。这话可比什么都好使啊！夏婉婉噌的一下就坐了起来，从地上随手拿了一个坐垫，然后就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了洛星斐。谁要动王爷，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你在干什么？保护你。夏婉婉是头也不回啊，说的十分的认真。王爷你放心，有我在，一定护你周全。这狗男人万一有个3长2短，老娘当了寡妇怎么办？一听他是害怕自己当了寡妇，洛星斐就冷笑一声：“你放心，本王不会让你当寡妇的。”夏婉婉一怔，诧异的转过头，他怎么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操，这会不会也有什么系统吧？夏婉婉就用怀疑的眼神上下打量了他一圈。洛星斐，傻逼，大傻逼洛星斐无语了。如果不是时候不对，他真想一巴掌拍碎夏婉婉的脑壳子，他就得看看他脑子里究竟装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夏婉婉眼看着一个刺客杀出了重围，奔着洛星斐就来了，他一咬牙呀，抄起了自个儿的小屁垫啊，就怼了过去。呀，弹气呀！撑不动了。眼看着夏婉婉怪叫着螳臂当车，洛星斐那额头上是青筋直冒，直接就大臂一挥，把他给摔了出去。我操！这狗男人，我救他，他还摔我！啊，那女的，她循着声音转头看去，就看见小皇帝骆敬霄正躲在桌子的后面，对自个儿招手呢。夏婉婉看自己啊是帮不上什么忙了，立刻就连滚带爬的跑了过去。过去点儿，皇上，我好歹也算是你半个皇婶儿吧？你怎么能用那女的来称呼我呢？你算是哪门子的皇婶啊？你又不是朕的皇叔明媒正娶进去的正妃。那倒也是啊。夏婉婉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他们都是来杀你的？对啊，他们口中的那个草包皇帝就是朕啊。我去，你
认呐？夏婉婉被他的自我认知都给震惊到了。那有什么不能认的？朕本来就是一个草包皇帝，要是没有皇叔的话，朕这皇帝早就被人给踢下去了。这么说，你是离不开你皇叔了？夏婉婉咂了咂嘴，其实我也一样，我也离不开你皇叔啊。那我们这是属于同病相怜？不，我们这是属于同一个靠山，抱同一个大腿。以后咱们两个人要互相照应，你帮我，我帮你。夏婉婉对骆敬霄伸出了双手，后者不解地看着 Give me five， 拍手啊！哦，虽然不是很懂什么法爱什么，但是吧，骆敬霄听明白了后面那4个字，伸出手跟他击掌。我懵了以后，咱俩就是共同的伙伴了，以后要相互照应啊。夏婉婉说着，就伸头去瞧外面的情况。才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满地的尸体啊，即使是经历了一场厮杀，可身上那似雪的白衣依然是没有受到一丁点的污染，光是往那儿一站啊，这一个背影就足够迷倒众生了。哇，我的皇叔好帅啊！什么你皇叔？小同志你怎么回事？你这想法不对，那是我男人。我皇叔！骆敬霄不服气的仰头，夏婉婉也不甘示弱呀。我男人！李将军，有人惊呼，就见他的后背上有着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太医，王爷，林将军伤得太重，血怕是止不住了。什么意思？你治不了？老臣无能，老臣无能啊！王爷，不要为难他们，臣这一生为国而生，为国而死，光荣值了。他这伤口需要缝合。夏婉婉就不明白了，你说一个刀伤，为什么让他们给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呢？什么缝合？就是把他的伤口缝起来啊！你胡说八道，再胡言乱语，信不信我砍了你的脖子？我去，夏婉婉被吓得那一缩脖子，一下子都不敢说话了。妈了个巴子，好心当做驴肝肺，这伤口缝起来人就没事了，还不让人说，那老子我还不管了呢，反正死的也不是我爹。骆星斐听着夏婉婉的心声，你确定你能缝？能缝，老娘好歹也是当了那么多年的医生，一个简单的缝合还能做不好？那你就缝，缝不好，本王就把你缝了。那我要是缝好了呢？我要是缝好了，你是不是能给我奖励啊？好，你若是缝好了，我答应你的要求便是。我要给您缝合了，会很疼，您忍着点儿。侧妃娘娘尽管缝，臣忍得住。缝坏了，臣也不怪你。骆星斐眼瞅着这么一个外表柔柔弱弱的女生，下手却是如此的痛快，不由得有一些惊诧，多看了她2眼之后，便将这里交给了她，转身走到了剩余的几个活口面前。你们以为你们的计划完美无缺，布局的天衣无缝，本王就知今日不会太平，早早的就在墙外围派了人，怕是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了。早晚有一天，他会从皇位上滚下来。他从皇位上滚下来，谁又能爬上去？把他们的下巴卸下来，当心他们牙齿里藏毒，咬毒自杀了。话音一落，就见好几个刺客突然是身子一僵，口吐黑血的倒在了地上。骆星斐一惊，一把就掐住了唯一的活口的下巴，用力一掰。夏婉婉竟然连这事儿都能够料想得到，想着他就扭过头来，血止住了，不流了，真止住了。老娘这一套操作肯定把这小子迷得神魂颠倒，估计这会儿已经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了。王爷，我把他一并带下去。闻言，夏婉婉一愣，没反应过来。带哪儿去啊？天牢。天牢？夏婉婉一惊，应该不是我理解的那个天牢吧？王爷，你怎么了？我是你的侧妃啊，你不认识我了吗？怎么要把我关起来啊？你究竟是谁？等到时候盘查便全都清楚了。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怀疑我？本王有理由怀疑你。本王可不记得自己的侧妃懂这么多呀。就因为我懂得多，所以你就怀疑我吗？嘿，那夏婉婉别提有多生气了。这他妈是什么狗屁歪理？哪有这样的？我好歹也是救了林将军吧，我只不过就是平时爱看一些医书。其实这种缝合之术在很早很早的医书里就有记载过了。再说了，宫中的太医又不是万能的，又不是他不知道，其他人也不能知道了。那个夏婉婉干巴巴的解释着，带下去。骆星斐完全不管他的解释，冷酷的丢下这句话之后，转身就走。骆星斐，你给我站住！夏婉婉一听自己都已经这么说了，对方还不肯打消这念头，那别提多生气了。有你这么玩的吗？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呀？老娘可是立了功的功臣，哪有不封赏功臣反倒把功臣绑起来的？你他妈是人吗你？一听他不只是在心里面骂自己，还当着面的骂出来，骆星斐扭头就瞪向他。本集又结束了，
我们下集再见喽。一见对方瞪自己，夏婉婉也意识到啊，自己呢秃噜嘴了，赶忙就陪笑道：“王爷我……带下去。”洛星斐依然是不听他的解释。我操！夏婉婉一听也不管那么多了，双手掐腰就破口大骂呀：“洛星斐，我操你大爷！你就是个没良心的兔崽子！”把他的嘴给本王堵上！你还堵嘴？你以为你堵住我的嘴，你就能堵住你这缺德鬼吗？堵不住！你无能！夏婉婉说到一半，就被林将军的兵将直接不知道从哪儿掏出来一个馒头，塞进了嘴巴里。这群小王八蛋！我可是把他们的将军从鬼门关里面拉出来，他们就这么对我是不是？这馒头都馊了！操！那个，对不起，侧妃娘娘冒犯了。说完，这俩人呢就一左一右的架起了夏婉婉，就往外走。王八蛋罗星斐，我操你大爷！你真他妈的不是人！见过狗的没见过你这么狗的！你真他妈是死王八汤，一肚子坏水！妈的，老娘再管你一次，老娘就是你养的狗东西！他摸了摸自己被夏婉婉骂到发烫的耳朵。该死的女人！眼看着那个唯一的活口被先扔了进去，自己呢则是被后推了进来。夏婉婉这下子那可真的是绷不住了，摘下了自个儿嘴里头的馊馒头，一把就抓住了铁笼子。喂，你这是干啥呀？你把我俩关一块干啥呀？没空地儿了。没空地了，你给我拴外面都行啊！你不能把我俩关一块啊！还不是夏婉婉都快要哭了。我刚才阻止了他要咬毒自尽，他现在对我心里窝着火呢。你只要一走，后脚就能给我掐死，你信不信？闻言，小将看了一眼趴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刺客。依属下所言，我不要依你所言。夏婉婉一摆手，你不能这么对我，我好歹也是救了你们林将军，你说是不是？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把我跟刺客关一块儿，他们真是嫌我命长了。听夏婉婉这么说，好吧，那属下就依了侧妃娘娘您的意愿。然后那个夏婉婉就真的被铐上了脚铐啊，给拴在了外头。这半米长的粗铁链子一端在她纤细的脚踝上，另外一头呢就拴在了那个铁笼子上。她就往那儿一坐，再配上脚上的铁链，真就像是被人给拴起来的小狗。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社死，太丢人了！我好想换一个星球生活。这时候也不知道是哪个笑点低的犯人突然就笑了出来。夏婉婉猛然抬起头来，凶神恶煞的就循着声音望去，然后就见到对面牢房里的犯人脸上啊都带着大小不一的嘲笑。不是，你们笑啥呀？夏婉婉一瞧他们还有心思笑自个儿，当时就来气了。同为阶下囚，你们有什么好笑话我的？小姑娘，最起码我们没有被像拴狗一样拴在外面啊。那最起码我在外面，你们呢？说我是拴狗，你以为你们是啥？关猪吗？我们乐意在里边。大胡子犯人毫不在意他说的话，鼻孔朝天冷哼了一声。如果在外面是你这个结局的话，我宁可关死在里头。我操，你有啥好优越的呀？来，你给我出来！你过来呀！老子不是，你们这的人都这么欠的吗？夏婉婉就站起来啊，低头可哪儿找着东西，最后就发现啊，自个儿手里头只有一个馊馒头可以当做武器，当下也不管3七21，直接就给砸了过去。那个大胡子犯人一扭头，那馊馒头呢就从他的脸边擦过，滚到了他身后的角落里。还不是，这挺嚣张啊你！那夏婉婉气得小脸通红。洛星飞领着人一进来，就看到夏婉婉气势汹汹的跟对面牢房里的人在对峙。一看他到了这个地方就能跟别人给打起来，洛星飞扭头看向了自己身后的小将。你怎么没把他关起来？回王爷的话，没地方了。没地方，你也不能这么把他放在外面，他若是跑……我跑个屁啊！你瞎啊？没看见我被拴在这儿了吗？听他这么说，洛星斐这才注意到他脚上确实是有一个铁链。他顿了一下，清了清嗓子，扭过头来，拼命地压制住自己往上翘的嘴角。你在笑吗？哎，我去，我就信了你个邪了！夏婉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还好意思笑？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歹毒的人吗？我立了大功，他一句怀疑我就把我关在了这里，现在见我跟被拴起来的狗似的，他还能笑得出来？还是人吗？这跟我是同类吗？啊！本王有几个问题要问你。洛星斐深吸了一口气啊，压下了自己的笑意。别问就是我啥也不知道。夏婉婉重新坐到了地上，见他这么不配合，洛星斐就从小将的手里头接过了刀，
寒光差一点都闪瞎了夏婉婉的眼睛。下一秒，就见她的盘腿大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谦恭的跪坐。您问你为何会懂缝合之术？我看了很多医书啊，这话我可没撒谎。当初为了考上医生，熬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看了多少本医书，就单单说一个扎针，我就练了多少遍。老娘的血管都要被扎漏了。那你跟那些人可认识？不认识。王爷，我知道你为人谨慎，不相信别人，我能理解，但是你不能这么冤枉人啊！我要是认识这么多个牛逼的人，还在这时候王八憋气。洛星斐见夏婉婉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都一样，可是呢也没有因此就打消了对他的疑虑，但是看他这样吧，确实跟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就算他没什么关系，自己还是想要把他给关一阵子，挫一挫他身上这股子野气。小姑娘家家的张嘴就骂人，而且还是如此的不堪入耳，难听的自个儿现在耳朵根子都烫得慌的。看好他，今天晚上别给他吃饭。小将低下头连忙应了一声。哎，等会儿，不是你怀疑我就怀疑我。夏婉婉一听就急了，你关我也认了，你拴我也干了，但是你不能不给我饭吃，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任凭夏婉婉怎么说，也没有换来洛星斐的一点怜悯。洛星斐，夏婉婉看着走远的男人，气的呀，一拳就砸在了地上。洛星斐那说不给夏婉婉吃饭，那是真的不给他吃啊，他就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其他的犯人到了晚餐时间呢有饭吃，闻着饭菜的香味，肚子饿的是咕咕直叫。夏婉婉啊就看着那大胡子犯人露出了一个讨好的笑容。大哥，干嘛？就白天我冒犯您时给您扔过去的馊馒头，您看方不方便，能不能给我扔回来啊？这种时候我也不能要饭还嫌馊了，我真的快饿死了。哦，你说那个馒头啊？大胡子犯人瞥了眼还在角落里头的馊馒头，脸不红心不跳的，直接就开始撒谎，已经被耗子给叼走了。夏婉婉一听他不给自己，当时就一呲牙。你不会撒谎骗我呢吧？想到时候自己独吞？得了吧，馊馒头谁吃啊？就算是给狗，狗都不吃。嘿，夏婉婉气的啊，那就差没一口老血直接给吐出来。妈的大胡子，老娘出去不仅要拔光你的胡子，还要拔了你的牙，看你还能不能这么嘴贱。这什么味儿啊？温然嫌弃的声音从外面传过来，夏婉婉抬头看去，这死女人怎么来了？对一旁的小将说道：“把她给我插出去，我不允许她探我的肩。”夏婉婉啊，哎呦，那温然笑的呀，擦拭着自己笑出来的眼泪。哎呀，我说你还端着架子呢，你也不瞧瞧你现在是什么德行了？你也有今天了。看着他脚上那铁链子，扑哧一下又给笑出来了。夏婉婉，你是狗吗？还被铁链子给拴上了。一听他骂自己是狗，气得从地上立马就站起来。夏婉婉指着他：“你别在那儿老母猪戴胸罩，一套又一套，老娘没工夫跟你废话。赶紧滚蛋！”见他对自己这个态度，温然也不生气，而是绕着他转了2圈，就好像呢是来动物园里头参观猩猩的游客似的。你看什么？你看！夏婉婉被气的那是火气一阵的上涌。你再看，信不信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当泡菜？好大的口气啊！温然双手环胸，冷哼一声：“都什么时候了，夏婉婉你还不懂得服软？王爷把你关在这儿，你以为你还能完好无损的出去啊？我劝你呢，还是老老实实的招了吧，以免受些皮肉之苦。”眼看着眼前这个挑衅自个儿的女人，夏婉婉眯起了眼睛，咧嘴一笑，手抬起来薅住温然的肉团子，就是一阵的用力。哎呦，那温然也不知道是疼的还是受到了惊吓，直接嗷嗷一嗓子，差点就把这牢房给震穿了。夏婉婉，你疯了是不是？你往哪儿捏呢？那个一旁的小将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啊，他有一些尴尬的扭过了头去。这摄政王的侧妃好生勇猛啊！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慌个劲儿啊！夏婉婉恶意的伸出自个儿的手爪啊，抓了2下空气，坏笑道：“哎，我也有，不过你这有点小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有2个后背呢。看着挺大，摸起来可能也就是个腿。”
一进来就听到夏婉婉说 A 什么的，然后呢他就愣了愣，有一些疑惑。对 A 是什么东西啊？哼，对 A 什么东西？对 A 啊，你要不起。再看到自家王妃那一副被人给非礼的样子，而自家侧妃则是一副非礼人的样子，洛星斐就知道啊，自己肯定是错过了一场恶战。王爷，您快瞧瞧妹妹啊！我担心她在牢房里会受委屈，我特意过来瞧瞧。可是她倒好，她竟然不领情。这演技照夏弯弯是差了点。眼看着这温然演起来了，夏婉婉那也是不甘示弱呀，演戏谁还不会了？只见他腿一软，扑通一下就给坐在了地上，那立马就是一朵饱受摧残的娇花。王爷，臣妾苦啊！姐姐她好生恶毒，明明知道臣妾在这里又冷又怕的，他还过来嘲讽我。你说什么呀？温然一看见他也开始演起来了，就有一些沉不住气了。我就是好心过来看看你啊，你不领情也就罢了，怎么能这样说我呀？我们好歹都是伺候王爷的，也是一家人，你这样我心里着实是难受。你别说了，我算是看明白了，姐姐你呀，就是82年的龙井，老绿茶了你。洛星斐一听夏婉婉又开始说自个儿听不懂的话，那一双好看的剑眉就微微的蹙起。夏婉婉见洛星斐没有反应，没反应，估计是被老娘我的演技给镇住了。毕竟像洛星斐这种狗直男，肯定分辨不出来什么叫做心机绿茶婊。真是不巧啊，本王分辨出来了。想着，夏婉婉就一狠心，掐着自个儿的大腿根用力的一捏，那眼泪啊瞬间就飙出来了。姐姐，你还不承认？这么多人可都看着呢，你屎壳郎掉蒜臼子，你装什么蒜啊？眼看着这女人哭的就跟死了爹娘似的，洛星斐额角那青筋瞬间就爆起来。果然啊，他又来了。你说谁是屎壳郎啊？谁打枪我说谁了？姐姐听过捡钱的，可没听过捡骂的。你要是硬想挨骂，妹妹也不能拦着不是？王爷，你快瞧瞧他呀，他太过分了。哎呀，行了。看洛星斐生气了，温然也不敢再说什么，愤愤地瞪了一眼夏婉婉。王爷，你能不能把臣妾弄出去啊？你想出去？洛星斐挑眉，这不废话吗？我当然想出去啊！这鬼地方，我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就感觉得少活1年。夏婉婉点点头，可怜兮兮地说道：臣妾不想在这地方，这里又湿又冷，还没有王爷呢，臣妾觉得好空虚，好寂寞，好冷啊！闻言，洛星斐轻轻一笑：哎呦，既然爱妃这么离不开本王，那本王就只能……只见洛星斐面如春风，满含微笑，抬手呢缓缓脱下了自己的外衣，就只能将本王这件衣裳暂借于你。爱妃放心，有他陪着你，爱妃定不会再空虚寂寞冷。说完他便转身走了。夏婉婉就看着扔在自个儿面前的那个外衣，脑瓜子上青筋暴起啊！狗男人狗女人，一对狗男女。叮，请宿主查收任务。我查收你大爷！都这个时候了，你还给我下鸡毛任务啊？你没看见我都出不去了吗？请宿主接收任务。我接。请宿主在12个小时之内离开牢房，任务完成即可获得奖励，任务失败则要接受电击惩罚。12个小时，夏婉婉就扒拉着自个儿的手指头算了一下，还行，够用。想着他就红唇上扬，哼，洛星斐，咱们两个骑驴看唱板，走着瞧。翌日天蒙蒙亮，夏婉婉睡得正香的时候，就被人给强行扯了起来。她晃了一下身子，吃力的将眼睛给睁开。干嘛？侧妃娘娘，您快去看看我们家将军吧。将军他发高烧不退，太医都束手无策的说，再这样烧下去，人就烧坏了。小将蹲下来，将他脚上的铁链给打开。发高烧啦？夏婉婉点点头。给我拴回去来。小将一愣，我说
用的铁链再给我拴回去。侧妃娘娘，您是不打算救吗？小将一听他这么说，一下子就急了呀。就是要救，只不过呢，你们怎么给我弄进来的，就怎么给我弄出去。这样啊。小将一听，面色凝重的点了一下头，回身对着自个儿的同伴招了一下手。夏婉婉还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里，他甚至都在想啊，一会儿这洛星斐来了之后呢，必须得让他跪下来啊，让他把自个儿给背出去。想着，他突然就觉得吧，自个儿脚底下一阵的腾空，一愣，就发现那俩小将把自个儿给架起来。你们干啥玩意儿啊？夏婉婉就懵了，架我干啥？不是侧妃娘娘您说的吗？怎么给您弄进来的就怎么给您弄出去。昨日不就是我们2个人把您给抬进来的吗？所以今儿我们再把您给抬出去啊。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呀。夏婉婉一听他们误会了自己的意思，一下子就懵了。可是呢，那俩小将已经不听夏婉婉多说什么了，一左一右的架着他就往外走。宿主任务完成，相应奖励已发到房中，宿主记得查收。夏婉婉被人给抬出牢门的那一刻，任务呢也随之完成。可他这会儿根本就没有什么心情去管什么任务不任务的，他就知道啊，这好不容易到嘴让洛星斐求自己的机会就这么飞了，他心有不甘呐。放开我！放开我！这头林将军的房中，洛星斐还没有看见夏婉婉，就已经听见了他的叫嚷，心中就无奈呀。下一秒，他就看见那夏婉婉被2名小将一左一右的给抬进了房间里来。脚一落地，夏婉婉就想往外跑，但是呢，却被小将给无情的拦住了。侧妃娘娘，您快救救林将军吧！怎么回事？洛星斐一看夏婉婉不是走着进来的，就眉头微皱。感情他这是不想出来了，昨天不还嚷嚷着要出来吗？回摄政王的话，侧妃娘娘说了，怎么把他弄进去的，就怎么把他接出来。竟然还有这样奇怪的要求！你看看，林将军为何高烧不退啊？能退吗？夏婉婉心中冷笑，昨天老娘我就是特意留了个后手，没给他打消炎针，他自然今日就会因为伤口发炎而高烧不退了。一听夏婉婉竟然是刻意的让林将军发烧，洛星斐的眼中闪过了一丝诧异，同时也知道他肯定是能够把林将军给治好的，就对他说道：还愣着干嘛？赶紧的！一听他命令自己，夏婉婉顿时就一撇嘴：王爷，臣妾也不是大夫，林将军他高烧不退，你找太医找大夫呀，找臣妾干什么？一看他还在装傻，洛星斐气得后槽牙一咬：夏婉婉，你别给本王耍花招，本王知道你有办法。什么办法？夏婉婉无害地看着他。那本王怎么知道？洛星斐就瞪着他。夏婉婉她故意的吧？诚心气我是不是？既然王爷都不知道，那我自然也不知道了。王爷你未免也太看得起我了。一听他这会儿还装呢，哎呀，那洛星斐气的呀都不行不行的。他往前走了一步，用只有2个人才能够听到的音量说道：本王知道你有办法，你不用装，你就说到底要怎么做才肯救林将军。这个嘛，臣妾确实不知道，不如王爷您告诉臣妾，怎么才能救林将军呢？一看夏婉婉如今这么嘚瑟，行，那本王就说说你怎么才能救林将军。来人，把夏婉婉拉下去五马分尸。闻言，在场的人都是一惊啊。2名小将下意识的去看夏婉婉，结果发现她已经不在原地了。再一瞧，好家伙，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都跑到了林将军的床前，开始有模有样的给人家把起脉来了。你妈的洛星斐，仗着自己有点权势就了不得了，小母牛在厕所里跳高，牛逼过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一瞧见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威胁好使，洛星斐这心里头就一阵的好笑。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哈！我好说歹说的时候他不照做，非把我逼急了，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时他才能老实，是不是？你们谁回王府，把我放在房间里的箱子抬过来，那里可都是我的宝贝，是我1年以来兢兢业业完成任务获得的奖励。长安，主子，带几个人回王府，把他房里的箱子抬过来。是。长安的效率也是快，不一会儿呢，就领着几个人抬了2个大箱子回来。夏婉婉一瞧，多了一个长方形的箱子，心里面就有一些奇怪。
这是什么玩意儿？他走到长方形箱子面前，看着长安：“我房间里的？”是，属下按照侧妃娘娘的吩咐，只带你房里的东西。这个长方形的箱子也是在侧妃娘娘你的房里。一听他这么说，夏婉婉就明白了。估计可能是我任务完成，系统随机下来的奖励。这次能是什么呢？夏婉婉有着一种拆盲盒的兴奋感。她先是把箱子给打开，想瞧瞧这里头是一个什么样的奖品。盖子一掀开，夏婉婉就看到一具惟妙惟肖的男娃娃躺在了其中。男娃娃。不仅如此这男娃娃身上他还没穿衣裳，就只是套了一个四角底裤。这东西，夏婉婉就瞪大了双眼，怎么那么像充气尸体？这个时候，门口的小将大喝了一声，所有人看向夏婉婉的眼神就变了，就好像发现了一个把男尸给放在自个儿房间里头收藏起来的那种变态。不是，夏婉婉一看他们误会了，赶忙就抓起了男娃娃。这不是尸体，这是假的。一看这夏婉婉能够单手把一具男尸给扯起来，好家伙，那所有人看他的眼神又变了味儿了。真的不是。夏婉婉急她急着想要证明这不是一个尸体。可是吧，这情急之下，她也不知道是按到了那个娃娃的哪儿。就听见那娃娃突然就发出了一声沉醉的那种叹息，接着呢，有一道那种十分沙哑还带着情欲的那种男声，他就响起来了。宝贝我要用力喽！就你知道吧？就这话一出那现场一阵哗然。夏婉婉当时那整个人汗毛都立起来了。不是王爷，你听我解释，这个东西它……夏婉婉就看向表情都变得非常难以揣测的这个洛星斐。宝贝你好迷人啊！这个时候，那充气娃娃还在勤勤恳恳地说着自个儿的台词呢。接着那就是一连串让人听着都老脸一红的粗重喘息小文妈，你……哎呀，长见识了！好家伙，这一声喘息把洛星斐吓得终于是从震惊之中回过了神来，他面红耳赤的就指着他：“你居然……不是哎呀，这夏婉婉就手忙脚乱的把那娃娃给塞进了箱子里头，去摸他身上，就想看看，不是你说这开关在哪儿啊？这不行，你就让他赶紧闭上嘴啊！你还敢摸？可是吧，这洛星斐一看那夏婉婉那场面，那就跟个老流氓似的，在人家娃娃身上那一阵的乱摸乱找，都气得不行的，那大步跨上前去，一把就薅住他纤细的手腕子。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不是王爷，你真的误会了。然后吧，那在场的所有人有一个算一个，就听到那箱子里头那娃娃，哎呀，他还喘得越来越重了，哎呀，我天爷！洛星斐就更气了，他一掌就直接把那箱子给震成了碎片。然而呢，那是一个万万没想到你说外头那木箱子都给碎了，里头那娃娃毫发无损呢。哎呦，可是呢，估计也是被洛星斐那内力给震坏了他的开关，好歹是停下了那让人羞耻的喘息声。就所有人大眼瞪小眼的盯着那躺在一堆木头废墟里头光着个身子的男娃娃，大家那表情呢都是统一的一种那种说不出的便秘。那个夏婉婉就还是有必要把自己那英明神武的形象给找回来，他就看着还抓着自己手腕的男人，小心翼翼的开口：“王爷，你看我先去给林将军看病行不行？”一听他这么说，洛星斐虽然是生气，但是也不想耽搁正事儿，就放开了他。一恢复自由的夏婉婉立刻就松了一口气，赶忙就跑到另外一个箱子里翻出了消炎药。这个你拿着。小将双手托着一个玻璃药瓶，宝贝的不得了把一瓶退烧药当成了稀世珍宝，这些人真是有意思。事情完成了，夏婉婉就有一些尴尬的抓了抓自己的脖子，看着长安：“那个还有麻烦你再把我的箱子给我抬回去。”是。这个娃娃……你还想要？本王倒是没想到，侧妃你竟如此饥不择食。说起来，倒是本王冷落了你。没有，王爷您一柱擎天。夏婉婉对洛星斐讨好的笑了笑，
干巴巴的解释：“这娃娃臣妾真是一次都没用过。”用没用过谁知道啊？骆星斐冷哼了一声，一甩袖子，抬脚就走。你们把这娃娃给我烧了，别让我再看见他。是。王爷，你等等我，臣妾冤枉啊！两名小将脱下了外袍，把娃娃给包了一个结结实实的，就准备拿出去扔了。结果好死不死的，在路过御花园的时候碰到了骆敬霄。你们这什么东西啊？回皇上的话，这是……那两名小将吞吞吐吐，也不知道这娃娃是个什么种类的娃娃，但意思呢，他们大致的明白。可是跟皇上说这个，那就是大不敬啊！吞吞吐吐的。骆敬霄瞪了他们一眼，直接上前扯开了一部分，结果呢，就跟那娃娃来了一个四目相对。尸体？不是尸体，皇上放心，这是娃娃，从侧妃娘娘房里翻出来的娃娃。这娃娃做的好精致啊，就像真的似的。那这娃娃你们要把它怎么弄啊？回皇上的话，侧妃娘娘说烧了。这么好看的娃娃烧了岂不是暴殄天物吗？这样你们把它送到朕的房间里。皇上，这万万不可呀！有什么不可以的？骆敬霄一听就不乐意了，怎么一个娃娃朕想要，这还不行了？还是说你们想自个儿留着？属下不想留着。哼，不想留着就给抬回朕的房间里，朕倒是要好好的研究研究，这娃娃怎么能够做得如此的逼真呢？是。夏婉婉这头还不知道那娃娃落到了骆敬霄的手里。下去。骆星斐面无表情的看着夏婉婉，别呀，反正王爷你不也是要回去吗？臣妾正好顺路一起回去。懒得搭理他，直接把眼睛给闭上，见他一副拒绝和自己交谈的态度。夏婉婉一撇嘴，切，拽什么拽呀？不就坐你一辆破马车吗？姐姐我要是想，能把你们整个交通全部垄断。要不是姐姐我野心没有那么大，这不早就称霸武林了。骆星斐，你个臭弟弟，有什么资格跟老子横？仗着自己是王爷，手里有点兵权就了不起了，整天牛逼哄哄的，感觉自己都能屌炸天了，不还是被人下毒弄得昏迷了1年？要说下毒灭人也是不长眼，怎么不直接倒2瓶敌敌畏下去，喝他个肝肠寸断？我也省得有这些麻烦，天天绞尽脑汁的想要讨好这个孙子。老娘我真是生的伟大，活的憋屈。唉，人生啊，就是如此的悲催。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生活虐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生活啊生活，请给孩子一次幸福活着的机会吧。夏婉婉一转头就看见那骆星斐直勾勾的就这么盯着自己，吓得他浑身一抖。这兄弟是嘛呢？这是睡觉呢还是干嘛呢？这么直勾勾的盯着我，吓了老娘我一大跳。王爷您有事儿吗？闻言，骆星斐无声地喘了一口粗气，重新闭上了眼。这一路上，夏婉婉就没有停止在心里面的嘀咕声，而骆星斐呢，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听了一路。好不容易到了王府，骆星斐迫不及待地下了马车，就好像夏婉婉是什么吃人的猛兽似的，他慢一步就会被他给吞进腹中。夏婉婉也不知道他跑得那么快干什么呀，暗骂了一声有病，然后呢就跟了上去。你一会儿把屋子里的东西全部摆在院子里，一样都不许落下。骆星斐面无表情地吓着夏婉婉，本王一会儿去检查，一旦发现再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本王就连那东西带你一块给烧了。说完，骆星斐不等夏婉婉的回应，先进了王府。长安走了进来，已经检查过了，再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一听说没有再检查出什么奇怪的东西来，骆星斐淡淡的看了一眼夏婉婉，后者立刻对他露出了一个讨好的笑容。还能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再奇怪的东西能有充气娃娃奇怪吗？逼系统，害死老娘了！骆星斐也就没有再说什么，抬脚离去。叮，任务已送达，请宿主接收任务。又来？怎么还有任务啊？我不是刚完成一个吗？啊，说到任务，我想起来了，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怎么想的？你给我弄个充气娃娃过来，你知不知道我这老脸都差点丢光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有脸吗？嘿，那系统居然还敢反对回来。夏婉婉先是一愣，可随即啊，那一下子就火了。你说谁没脸呢？你一个实体的系统还是靠老娘我活着呢？你信不信我把脑袋插水里，直接给你灌个死机？请宿主接收任务。系统这一次没有再回答。闻言，夏婉婉翻了一个白眼。什么任务啊？
你听好了啊，这次任务完成了，你要是再给我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我可真跟你急。请宿主今晚爬上男主的床，与他同床共枕。一听到这儿，那夏婉婉的脸上立马就闪烁起了异样的光芒。你的意思是让我跟洛星斐来一炮？这不好吧？你说你这系统怎么就这么不正经呢？这夏婉婉立马就害臊起来。我跟洛星斐的感情还没到这儿呢，他可能会脱下裤子跟我来一场激烈的运动。我的意思是同床共枕。啥意思啊？听他这么说，夏婉婉的小脸一下子就垮了下来。意思就是光脱裤子啥也不干呗？哎，对，真他妈有够损。夏婉婉就一撇嘴，开始琢磨起来。如果要是跟洛星斐来一炮的话，那倒是简单，干柴烈火情到深处，那自然就来了。问题是就光躺着只睡觉的话，洛星斐他不得给我踹下来啊。当天晚上，夏婉婉就跟做贼一样的溜出了自己的房间。可是啊，还没走2步呢，就突然听到自个儿的身后传来一阵幽微的那种哭声，然后伴随着一阵的阴风。哎呀，那夏婉婉只觉得自己全身的汗毛歘一下就立起来了。什么玩意儿？他惊恐的就循着这声音望去，就看到不远处的树底下依稀是蹲着一个人。他本来是不想管的，可是奈何人的好奇心作祟，越是害怕越是想往上凑。等到夏婉婉反应过来的时候，自己已经走到了那个人的身后。那个正在哭泣的人察觉到自己的背后有人靠近，就转过了头来。夏婉婉就以为啊自个儿会看到一个流着血泪面目全非的那种女鬼，结果啊不是，就只是一个梨花带雨的小丫鬟啊。这小丫鬟她有印象，就是在自个儿的院里头伺候的。侧妃娘娘，你哭什么？回侧妃娘娘的话，今天家里送信，说是奴婢的父亲生病了。生病了？什么病？说是很奇怪的病，都不识人了。难不成是阿尔兹海默症？我也解决不了问题，生病了就看病好了。谢谢侧妃娘娘。侧妃娘娘，奴婢斗胆求你一件事情。你说吧。奴婢今儿个像管事的求了几天假，想要回去看望爹爹，可是遭到了拒绝，就连预支半个月的封禄舅舅节，那管事的也不让。爹爹和娘亲就奴婢这么一个女儿，家中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奴婢却一点忙都帮不上，奴婢实在是不想啊。你先别哭，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你想请假回去看望你爹爹倒也是正常，只是这一来一回耽误的时间不说，就光是路费都要花不少钱，有那钱你倒不如直接寄回家去。夏婉婉见他不吭声，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大方的从自己的怀里面掏出了一个钱袋递给他。这钱你拿去吧，不用还了，拿着，不够再跟我说。谢谢侧妃娘娘，娘娘的大恩大德，奴婢一辈子都不会忘的，当牛做马都会报答您。哎呀，行了，多大点事儿，起来吧。然后呢，转身就走了。他先是趁着那个长安出去打热水的那个功夫，就溜进了洛星斐的浴室里。洛星斐一看那夏婉婉光是看到自个儿的上半身，就已经脑补出如此多的剧情。更加可怕的是，他还流了鼻血。哎呦我去，第一次呀！你说堂堂一王爷，他居然也尝到了什么叫做被一个恶霸给盯上的良家妇女。哎呀妈，他那慌乱的呀！哎呀，赶紧就是扯那挂在架子上的衣服，把自个儿给挡上。哇哦！可是这样的行为有用吗？很显然没有用，流鼻血都阻止不了夏婉婉继续去看她的身材。那夏婉婉就用手指头堵着自个儿的2个鼻孔，就那么直挺挺地瞅着洛星斐的胸前呀。这2颗小肚肚也太可爱了吧！夏婉婉，你流氓！我的个天爷呀！你说你这话还能听吗？哎呦，那洛星斐好不容易把那架子上的衣服给薅下来，就慌乱的往自个儿身上套呢，一边套一边气得还哆嗦。你把眼睛还有嘴都给宝宝闭上！一看洛星斐开始给自个儿套衣服了，夏婉婉也意识到啊，自己这样太过激了，对吧？太激动了。不过这事儿也不能怪我呀，我都好久没有看到男人的身体了，冷不丁的这么看一下，肯定是把持不住啊。想着，夏婉婉就狠狠地把那鼻血往肚子里头一吸，用手捂着自己的眼睛。王爷你穿吧，臣妾保证不看。说完，那手指头一分，都能放进4个大眼珠子。
那挡着哪儿啊？就只能挡着四周，那眼睛还露在外面呢，叽里咕噜的直转呢。洛星斐一瞅他这样，都气得不行不行的。后者见势不妙，赶忙就捂着自己的脸往旁边躲去。等他再去看的时候，发现洛星斐啊已经穿好了衣服站在那儿了。这么快啊？我还没瞧够呢。夏婉婉还有一些意犹未尽，而洛星斐穿上了衣服，就觉得吧自己啊安全了。二话不说就上前拎起了夏婉婉的衣领，扯着她就往外走。等等，王爷，你等一下，我不走。夏婉婉找死是不是？谁让你进来的？我自己进来的。你怎么进来的？走着进来的。洛星斐这个气呀，虽然自己问什么夏婉婉都是如实回答，可他就是觉得气。你进来干什么？我进来反正肯定不是想看王爷你洗澡的。说完，那夏婉婉还十分不可信的咧嘴笑了一下。你既然不是进来看本王洗澡的，那你进来干什么？这是浴室。洛星斐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还咬牙切齿啊！我说我走错了，你相信吗？夏婉婉就无辜的眨了眨眼，怎么可能走错？洛星斐昏迷这一年，姐姐我早就把王府各个角落混得明明白白的。我知道洛星斐在这里头洗澡，但我就是刻意过来的，本想跟他来个鸳鸯戏水，结果半路就被他发现了。不过这也不亏，好歹也是看到了美男的肌肉，不是吗？想着，夏婉婉就又忍不住的吸溜了一下口水。听着夏婉婉心里面的想法，洛星斐额角的一根大筋那歘一下就蹦起来了。夏婉婉，你想死是不是？怎么会呢？我活得好好的，怎么会想死呢？夏婉婉还是很无害的，就那么看着洛星斐。王爷你别生气呀，要不我去给你暖床。你的目的就是这个吧？洛星斐冷哼一声。夏婉婉，怎么本王把你那个破娃娃扔了，你按耐不住了，所以迫不及待想过来找本王？王爷，大家都是成年人，而且我也是你明媒正娶从后门抬进来的侧妃，不是？咱们两个要是干点什么，那不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我来之前是不知道，可我现在都来了1年多了，王爷你一次都没有过，你不憋得慌吗？男人不能一直憋着的，容易憋坏了，到时候憋得缩水了，或者是不孕不育了，那多合不来啊！你不知耻！这话啊，是一个姑娘能说的吗？哎妈！洛星斐光是听他说的那些话，都觉得自个儿啊面红耳赤的，都不好意思，都羞臊，你知道吗？可是你再看看夏婉婉，她本人居然觉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哎呀，这个女人到底是打哪儿来的？这种事情有什么好害羞的呀？夏婉婉嘿嘿一笑，王爷，臣妾只不过就是实话实说而已，要不然咱们两个试试嘛。见他这么一副贱兮兮的样子，那洛星斐直接就被气笑了。下一秒，他就被这男人给毫不留情的扔出了浴室。夏婉婉呈大字形，啪的一下就趴在了地上。洛星斐这个狗男人到底是不是男人？他是不是不行啊？我一个女人都这么表明意思了，他怎么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正常吗？侧妃娘娘拎着热水回来的长安见他这么奇怪的趴在地上，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你干嘛呢？啊，做运动的，没见过吗？在这儿做运动吗？长安瞥了眼自家主子的浴室，侧妃娘娘跑到主子的浴室来做运动，这是不是有些太无比奇妙了？对啊。夏婉婉理所当然的点点头，只要心有运动，在哪儿都能做。是这样吗？长安扯了一下嘴角，那侧妃娘娘你接着做吧。人一走啊，夏婉婉一翻身就侧躺在地上，单手支着脑袋。这办法行不通，那我就再换个办法。洛星斐从浴室里面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准备休息，就准备上床，结果却发现自个儿的床铺呢诡异的鼓起来一块，那心里头霎时之间就浮现出一丝不祥的预感，伸出手试探的想要把那被子给掀开，看看那床上躺着的究竟是不是他自己心中所想。结果呀，他还没碰到被子呢，那被子自个儿就先掀开了，就看到那夏婉婉一脸欢喜的洋洋得意的就看着洛星斐。 Surprise！ 洛星斐被吓了一大跳啊，他算是发现了，自从他认识了夏婉婉之后，那不是在惊吓，就是在被惊吓的路上。你怎么又来了？阴魂不散，夏婉婉，你是不是要烦死本王？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我刚才不是跟王爷你说了吗？我来给你暖床。哎呀，来上来吧，我都已经给你捂得热热乎乎的了，保证你一上来就该感叹有媳妇儿的幸福。出来！我不要，我发现了，王爷你的床比我房间里的床舒服好多呢，这么舒服的床，我想在这儿睡一晚上。
夏婉婉，你给本王出来！洛星斐咬牙切齿地瞪着他，你别逼本王给你扔出去！你怎么这样啊，小气鬼！就因为你的床舒服，所以就不想让我睡是不是？行。洛星斐点了一下头，拿起架子上的披风往自个儿的身上一披，作势就要出去。见此，夏婉婉就是一惊啊，那哪能让他走啊？你干什么去？既然你厚着脸皮不肯走，本王便出去，随了你的愿。夏婉婉就急了呀，她赶忙下床，从后面一把就抱住了洛星斐。洛星斐的呼吸一滞啊，耳朵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起来。他从小家教就严，以前到了要侍寝丫鬟的年纪，他的父亲也从来没有给自己张罗过，因为在父亲的眼里看来，这女人啊是会影响到男人的判断力和决策力的。所以呢，从小他就不近女色啊，这么多年以来，他都已经习惯性的养成了一种禁欲的性子，离女人呢那也是越远越好。像这种近距离的相处，那他也是头一回遭遇啊，一下子是懵了好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等到他反应过来，那才发现，好家伙，那夏婉婉虽然是在后面抱着自己，可是你知道吗？他那双作祟的小手啊，却一直在自个儿的胸前那是摸来摸去，捏来捏去。很明显他是在开自个儿的油。哎呀，你说自个儿这堂堂一个7尺男儿啊，被一个踩到自个儿胸口的女人这般的追着调戏，洛星斐就觉得自个儿作为男人的尊严都被对方给践踏了。别碰我的胸！这还不好意思啊。夏婉婉一听啊，赶忙就把手给收回来了。果不其然，这胸跟看起来一样都是那么结实，捏起来手感好好哟。夏婉婉，本王现在给你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你出去，第二个选择是本王出去。那有没有第3个选择呀？有啊，那就是本王把你扔出去。说完也不等夏婉婉回应，揪着她的衣领给丢了出去。夏婉婉第2次被扔出门。奶奶的，什么狗东西，这是男人吗？正常谁能干出这事儿？女人都往他被窝里钻了，他还能把人扔出来？那咱们就走着瞧。到了后半夜，一直属于是浅眠状态的洛星斐敏锐地感觉到自个儿的身边啊有个什么东西搁那儿雇佣来雇佣去的。他猛然睁开眼睛，起身一把就掐住了那人的脖子。别！又是夏婉婉的声音。别杀我！我是你的臭宝啊！我是夏婉婉。一听又是夏婉婉，哎妈！洛星斐赶忙就翻身下床，就看到啊，他就坐在自个儿的床上，揉着脖子，笑眯眯的瞅着自己。不是你怎么进来的呀？你怎么又来了？洛星斐真的就那种无力，你知道吗？无力呀！哎呀，怎么办呢？你说你把他给扔出去都2回了，那夏婉婉这女人，哎，她又爬回来2回，她到底是不怕死还是没有脸皮呀？我这不是害怕王爷你晚上睡觉害怕，所以过来陪陪你嘛。本王不会害怕，反正你在这，本王才会害怕。洛星斐面无表情的就那么瞅着夏婉婉。赶紧给我滚下来！我在这儿，你害怕什么呀？有臣妾在这儿，王爷你才不会害怕呢。洛星斐一听自己是好说歹说，他都不听啊，那也就不惯着他了，直接就准备上去把他再给揪起来丢出去。王爷，哎妈！那夏婉婉一看洛星斐又要扔自己，那赶忙就苦下了小脸。求求你了，你就体谅体谅臣妾的心吧。一看这少女要哭了，洛星斐先是一顿，随即又想起他的诡计多端，这回啊肯定是装的，也不搭理他。我就只是想待在王爷你的身边而已。你又想耍什么花样？王爷，夏婉婉苦着一张脸，臣妾只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王爷难道没有喜欢过一个人吗？听他这么说，洛星斐一下子就不说话了。看你这样子，肯定是有喜欢过什么人吧？那你肯定明白想要跟自己喜欢的人亲近的心理吧？其实臣妾从来没有想过什么，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姐姐抢什么，就只是能够待在王爷你的身边，偶尔能在第2天早上醒来时见到王爷你，这对臣妾来说就已经是莫大的恩赐了。臣妾保证就只是跟王爷你躺着，以解相思之苦，什么都不干。难不成他说的是真的？他只是想要跟我同床共枕的睡一晚？夏婉婉见洛星斐看着自己不说话，便是轻叹了一口气，自嘲的笑了笑。也对，臣妾也没问问王爷到底讨不讨厌臣妾，就像姐姐说的，王爷一定很讨厌臣妾吧。那臣妾就不打扰王爷你休息了。随即啊就要往外走，看着少女就连她的背影都充满了落寞。哎呀，洛星斐就觉得她可能是真的伤心了，嘴快了脑子一步，还没有来得及细想呢，嘴就已经在挽留她了。如果只是躺下睡觉的话，你便留下来吧。说完，
洛星斐也被自己给吓了一跳啊！我说了什么？我怎么能留夏婉婉在这儿住呢？不等洛星斐后悔，夏婉婉面容一喜，开心的转过身来，谢谢王爷。然后啊，他就直接跑到了床上。王爷你快上来，臣妾晚上睡觉很老实的，从来都不抢位子打人的。看他这么一副兴奋的样子，洛星斐无声的叹了一口气，知道自己现在呢，就算是后悔那也晚了。与其这样，反正她也是我的侧妃，我们2个人住在一起也没有什么不对啊。躺下的时候呢，他还特意的去看了看夏婉婉，就见她眼神发亮的紧盯着自己，这倒是让他有一些好笑了。不过就是留她在这睡一晚而已，她至于兴奋的跟什么似的吗？看来夏婉婉确实很喜欢我。一想到这儿，洛星斐就莫名其妙的得意起来，他闭上了眼睛。不过她就算是再喜欢我，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的话，那是想也没想。夏婉婉看着躺在自己身边的男人，嘴角控制不住的往上翘。洛星斐这大傻叉，闭着眼睛正准备要睡觉的洛星斐，听见他在心里头又开始嘀咕了起来，便是不动声色的屏息凝神，想听听他到底能够说些什么。我不过就是装模作样了一小下，他就以为我喜欢他喜欢的不得了。刚才说那么多，就只是为了能在你身边睡觉而已。看来洛星斐这人吃软不吃硬，下次再有什么事儿，我还拿出这一套，保证套着小傻子一套一个准儿。听到了这儿哈，洛星斐才意识到自个儿又是上了夏婉婉的贼当了。什么迷恋自己啊，什么喜欢人的心情啊，那都是假的，骗人的。哎呀妈，夏婉婉就敏锐地察觉到洛星斐身上的气压是越来越低啊。他咋的了？怎么睡觉还生气了呢？不是害怕我对他做啥吧？这怂蛋，我就算真想做什么也做不成啊。不过他是为谁守身如玉呢？这么多年了，不会还只是个小处男吧？哼，那太搞笑了。叱咤风云的摄政王是什么都没干过的纯情小处男。你到底要不要睡觉？臣妾这不是要睡呢吗？也一直没说话呀。这小子抽什么风？一听他这么说，洛星斐就只能是无声的喘了一口粗气。我不能生气，气坏身体无人替。深吸一口气，重新把眼睛给闭上了。反正任务也算是完成了，好好的睡一觉吧。接受着夏婉婉一晚上几乎就没有停歇过的18套王八拳法，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天亮啊。叮，宿主完成任务，奖励已发放到房间，请记得查收哦。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之中响起，把夏婉婉给吵醒。夏婉婉傻笑了一下，一大早就能摸到美男的肉体，真是幸福啊。想着，夏婉婉还捏了捏，无论摸多少次，都会被洛星斐的胸肌所震慑到啊。你摸够了没有？王爷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呀？早？本王一晚没睡。王爷你一晚上没睡，结果我这个美人在他怀中睡觉，他也会睡不着啊。一听夏婉婉竟然还以为自己是因为他在自己的怀里，这才导致自己没有睡着。洛星斐啊，直接就给气笑了。夏婉婉，你不是跟本王说你睡觉老实吗？啊，我睡觉可老实了呀。老实？老实？洛星斐一听他到现在居然还死咬着说，哎呀，自己睡觉可老实了，就气得从床上给坐下来。你那叫睡觉老实？什么意思呀？难不成昨天晚上我闹得他一晚上没睡？王爷，我睡觉真挺老实的呀，也没人跟我说过我睡觉不老实。你跟谁一起睡过？洛星斐危险地眯起了眼睛。哦，那倒是没有。没有谁能告诉你你睡觉不老实。洛星斐险些没被给气吐血呀，一晚上都没睡，让他眼前都有一些发昏了。他是连晃了好几下脑瓜子，这才勉强地找回了一丝的神智。夏婉婉看着走出房间的洛星斐，我一个貌美如花的美少女睡觉应该不会打人的呀。不管了，反正任务完成了，我要赶紧回去看看是啥奖励啦。夏婉婉往自己庭院跑的功夫，就遇到了温然。你刚才是从哪出来的？从哪儿出来？姐姐，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哎呀，我这腰啊，经过昨天晚上那么一折腾，真是差点就废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是呢，他这暗示已经够明显了。昨天晚上，夏婉婉竟然在王爷的房间里睡觉，他们俩干了什么？我自从被王爷娶回来到现在，他一次都没有在我房间里留宿过。
就算是血魂之夜，都是我独守空闺。可是现在，夏婉婉居然被王爷宠幸。夏弯弯一看他这么一副背过气的样子，心中就觉得好笑，走上前打算帮他一把。姐姐你也别灰心，今天是我，说不定等到那个什么猴年马月就是你了呢。如果你要是实在好奇我跟王爷发生了什么的话，我也可以跟你学学。王爷那在床上那可是相当的勇猛，我都险些招架不住呢。夏婉婉，你这小贱蹄子！温然抬起手，一巴掌就抽了过去。夏弯弯有所防备，伸手一挡，反手就是一巴掌打在了温然的脸上。娘娘，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打王妃娘娘！你居然敢打我！夏婉婉，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啊？你有什么资格打我？那你也没有资格打我呀！刚才要不是我伸手挡一下，你那巴掌不就抽在我脸上了吗？怎么着，姐姐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是？看来你还是没有认清自己的身份呢。来人呐，把这个贱人给我拉下去，重打50大板！就这几个小喽啰也敢在姑奶奶我面前造次，不自量力！温然眼看着自己身边的2个人都被夏弯弯给撂倒了，下意识的就往后退了一步。夏婉婉，你好大的胆子！我罚你竟敢反抗，你真的是目无尊卑，分不清你自己是谁了。我是分不清，不如姐姐跟我说说什么是尊，什么是卑啊？温然看着朝自己步步紧逼的夏弯弯，一个劲儿的往后退，一屁股就跌到了地上。夏弯弯见他自己坐下了，冷笑了一声：“哼，温然也就这点出息，我还没怎么着他呢，他就自己先坐下了。”就在这个时候，夏弯弯和温然都听到了远处传来的一声闷响。夏弯弯转头看去，这让他脸色一变，当下也不管温然了，转身就走。见夏弯弯突然走了，以为他是害怕的，想要落荒而逃。乖，你以为你能逃到哪里去啊？我一定会向王爷告状，让王爷惩罚你这个贱人！他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放烟花的地方，那是一座位于城中心的2层鼓楼，牌匾上挂着8573个字。老板，你可算来了，快进去瞧瞧吧，里面有闹事儿的。这年头还有人敢在姑奶奶我的地盘闹事儿？老板！少年一看到夏弯弯来了，眼泪就掉了下来，那小模样简直十足的惹人心疼。怎么回事？老板是这样的，这位客人喝多了，阿青正在台上跳舞，这位客人二话不说，上来就对他又萌又抱的。阿青跟他解释，他只卖艺不卖身，可是这位客人不听，非要把他带走，所以就闹成这样了。对不起，老板。别说这样的话，这位客人，我们这边的小官都是只卖艺不卖身的，顶多就是陪你喝2杯而已。你若是想要找个陪你睡觉的，出门左拐，一直往前走，那儿有个楼子，你可以去那儿。谁呀你？戴个破面具，你装什么神？弄什么鬼你？你干什么？这是我们老板，你注意点。老板又怎么样？哼，我瞧你这老板身段不错哎，还不如你跟着大爷我去玩一玩。那你想跟我玩什么呀？哎，当然是玩点成年人该干的事儿啊。是吗？下一秒，他一把拽住醉鬼的手，转身一个过肩摔，就把比自己重出许多的男人狠狠地摔在了地上。解决了店里的事情，夏弯弯哼着小曲儿，打算再上其他的店铺里面逛逛，瞧瞧客流量多不多。人来人往的街上，夏弯弯一眼就看到领着长安往这边走过来的洛星斐，但是夏弯弯呢也没有太大的反应，因为他戴着面具，洛星斐断然是不可能认出他来的。于是呢便更加的猖狂，一蹦一跳的与洛星斐擦肩而过的时候，夏弯弯的心里面就嘟囔了一句：狗男人。就是这么一句话，让洛星斐猛然就停下了脚步。他转过身去，夏弯弯也正转过头来盯着洛星斐。他不是认出我了吧？夏婉婉，洛星斐一开始还以为自己是听错了，可是夏弯弯心里再这么一嘀咕，他就能够确定戴着面具的人啊就是他。我操，太他妈荒唐了！我戴着面具，我爹妈都未必能认得出我来。洛星斐又火眼金睛，他是孙猴子吗？哎，大兄弟你干啥呀？我认识你吗？你还装？洛星斐一把就摘下了他脸上的面具。洛星斐就不明白了，你戴着面具可哪晃什么啊？谁规定我不能戴着面具可哪晃了？那你方才看见本王，你为什么不打招呼？
要不是我天天在心里骂，怕是都认不出来的。在大街上看到自己的丈夫，他连招呼都不打，他想怎么样啊？我没看见你啊，这面具眼睛做的有点小，我视线受阻，没瞧见。你又撒谎！他要是没瞧见我能骂我。夏婉婉这个女张嘴就是谎话，她是谎话成精吗？真没骗你。后者嘿嘿一笑，正想跟洛星斐说点其他的转移话题的时候，他眼尖的就瞥到了阿青急匆匆的往自己这边赶过来。很明显呀，他是在找自己。别动别动！夏弯弯一手紧抱着洛星斐的腰，一手抓着他的胳膊，千万别动。洛星斐以为他在大街上就敢摸自己，那顿时就是大惊失色，挣扎着就想要去推他。夏弯弯瞥到阿青从自己的身边跑过，不等洛星斐把他给推开，自己就先放开了他。不对啊，我一直都是戴着个面具的，那他看见我也未必认得出我来啊，我躲什么呀？你在躲什么人吗？没有啊。那你突然那一下是干嘛？我是闻王爷你身上有股特别香的味道，我想闻闻是啥味儿。真香，快让我闻闻是什么味儿，让人这么上瘾。洛星斐被他气得不行。你们这是要去哪啊？跟你没关系。别介啊，带我一个呗。我一去。夏婉婉怎么什么都想插一脚啊？带我一个吧。夏弯弯厚着脸皮跟在洛星斐的身后，同时伸出了小手去扯他。疯女人，在大街上你就不能老实点吗？那我老实，王爷你能不能带我一块儿去啊？一看自己甩不开夏弯弯了，洛星斐也就没有再说话。我发现这个洛星斐看着脾气挺不好，也不是说特别难相处。然而这样的想法夏弯弯很快的就收了回去，因为他亲眼看到洛星斐在牢房之中一脚就直接把犯人给踢出了几米开外，那个人撞到了墙上，又重新摔到了地上，吐出了一口鲜血，然后就起不来了。哎呀，夏弯弯看着洛星斐那背影啊，我收回洛星斐打人一拳都奶夫妇的这句话，早知道他是来刑部的牢里审问犯人，我就不跟着过来了。洛星斐看着奄奄一息的犯人，一双平淡如水的眼眸没有一丝的波澜。成年人的骨头有206根，也就是说你只要能挺住，本王就能砸206下，也算是砸得过瘾。哎呦，洛星斐知道的挺清楚呀，看来是没少砸人家的骨头。感情他表面是个摄政王，其实背地里是个抡大锤的呀，抡一锤喊一声80，抡一锤喊一声80。回去的时候，夏弯弯路过了自己开的奶茶店，那店里面人来人往的还挺多呢，他就扯住了洛星斐。哎，王爷，我去给你买杯奶茶吧。不喝。可好喝了，你喜欢喝什么味儿的？那你在这儿等我，千万别走，我马上就回来。说完他就转身跑了过去。夏弯弯抱着3杯奶茶回来，结果发现洛星斐已经不在原地了。他这紧赶慢赶的，才在洛星斐刚进摄政王府的时候追了上来。王爷，我不是说让你等我吗？你怎么不等我呀？本王何时说等你了？好像是。可是我给你买奶茶，你就不能等我一下吗？夏弯弯说着就递给了洛星斐一杯。你尝尝，我特意给你买的，买了个符合你身份的味道。不喝。你尝尝嘛，可好喝了，给个面子。来，长安小哥，你也喝一杯。多谢侧妃娘娘。你俩快尝尝，可好喝了。长安见到夏弯弯喝了，闻着味道挺香的，便打开盖子喝了一口，入嘴苦涩，但是又带着香甜。长安咂了咂嘴，有一些惊奇。侧妃娘娘，这是什么味道的？巧克力，味道不错吧？我觉得特别符合你的身份。闻言，长安一直木讷的脸上多出了一丝笑意。一看夏弯弯给长安选择了巧克力口味的，洛星斐的心里就有一些好奇，他会给自己选择什么样的口味呢？怎么样？夏弯弯期待地看着洛星斐。本王这是什么口味的？草莓味。闻言，洛星斐的脸立即就沉了下来，一把将奶茶给扔到了地上。干嘛呀？你扔它干嘛呀？什么？草莓味？洛星斐的耳朵噌的一下就红了。夏婉婉，你成心的是不是？你给本王买草莓味，还说符合本王的身份。该死的女人！我堂堂一7世男儿，她竟然说我是草莓味的，她凭什么给长安买什么巧克力的味道？听起来就比我6男子气。草莓味怎么了？她这样红着脸跟我争辩，她不是草莓味，才更像草莓味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下次不准再把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带进王府。洛星斐气哼哼地回到了书房，一直等在门口的温然见他回来了。王爷，你可算是回来了。
一看他又哭哭啼啼的过来找自己，骆星斐无声的喘了一口粗气，没理会他，直接走进了书房。他看着坐到书桌前的骆星斐，摸了摸自己红肿的脸颊。你可得替臣妾做主啊！你又怎么了？妹妹她今早打了臣妾一巴掌。闻言，骆星斐依然是不为所动，只是一直盯着书。王爷，臣妾跟你说话，你听到没啊？妹妹她打了臣妾。他为何打你？虽然夏弯弯行事张扬，行迹古怪，但是呢，他也不是那种主动的去招惹别人的人。如果不是温然先去招惹他，他必然不会动手。臣妾也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他为什么打你？是啊，王爷，你可一定要给臣妾做主啊！说着，温然就哭起来了。王爷，你可知现在外面的人都怎么说呀？说王爷您宠妾灭妻，只需你不主动招惹他。什么叫只需要臣妾不主动招惹他呀？王爷啊！行了，骆星斐被他一口一个王爷叫的有一些头疼，他抬起头来。那你想怎么样？臣妾倒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看着温然的粉色手帕，想到了夏弯弯说自己是草莓味的事情。夏文婉那个疯女人，我最近确实太管着她了，以至于她在我面前越来越放肆，倒不如趁此机会给她点教训，让她长长记性，也好堵住温然的嘴，省得她在这边一直吵我的耳朵。本王知道了，会给你个交代的。那臣妾可就等着你给臣妾做主了。夏弯弯这头回到房间换了衣裳，就准备看看自己完成任务，系统又给自己发放了什么样的新奖励。看着能够装下一头小象的大箱子，夏弯弯心慌地啃着手指，不会又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吧？他现在拆箱都不是惊喜，而是惊吓了，生怕又会出现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这什么啊？这不对讲机吗？系统，你给我一堆破对讲机干嘛？让我卖废铁啊？这可不是普通的对讲机，这是不需要充电，光靠太阳能就能运转的对讲机。大笨蛋！可是这有什么用啊？而且还有这么多，少说有几百个吧？你们是不是有钱烧得慌？能不能送我点实际的东西？还太阳能对讲机，我要这么多对讲机有屁！想着，夏弯弯灵光一闪，那如果我给每片区域都发上固定的对讲机，这样想要点餐的人不就可以直接从对讲机里跟店里联系，从而隔空点餐吗？就相当于现代的外卖，这也是个来钱道啊！想着，夏弯弯看着对讲机的眼神就变了。任务下达，请宿主接收。我刚完成一个任务，这又来了，总要给我喘气的时间吧？现如今赋税问题，百姓苦不堪言，有些百姓因为无力承受，现已无家可归，成为被有钱人使唤的奴隶，任其辱骂虐杀。宿主要做的就是改变现状，拯救难民。你把我当成救世主了，我怎么可能改变这个世界的现状？我连我自己都管不了。宿主要是不接受任务，那系统将停止其店铺所需要的一切原料供应。你威胁我啊！夏弯弯见鬼似的瞪大了眼。要是停止店铺的材料供应，那我这一年的努力和辛苦不都白费了吗？我就破产了！该死的系统！系统能听见？我知道你能听见，我接受任务还不行吗？系统察觉到夏弯弯的不情愿，安静了半晌，才说道：宿主，慢慢的你会理解。什么意思啊？夏弯弯一头的雾水，系统不再说话了。夏弯弯看着眼前的对讲机，拿起一个，起身走出了房间。他趁着没有人看见，从王府的后门溜出去，跑到了没有人的小巷子，向着天空发射了一支莲花的烟花暗号。等人的空档，夏弯弯的眼角突然瞥到了什么，就看到一个几岁左右的女童正蹲在巷口的垃圾堆里面翻找着什么。突然，女童像是看到了什么，只见她宝贝似的从垃圾堆里面拿出了半个脏兮兮的包子。都脏了你还吃？夏弯弯拽住了女童，这么脏，吃了会生病的。可是我不吃的话会被饿死的，我已经2天没有吃饭了。一听他竟然说他2天都没有吃饭了，夏弯弯有一些惊讶，正思索着，一个穿着黑衣长相清秀的少女就走了过来。这个少女名叫弄影，是1年以前夏弯弯从街边救下来的。那个时候她要被她的赌鬼父亲卖进篓子里，是夏弯弯花了大价钱把她给救下来。1年的时间，她早就已经成为了夏弯弯的心腹，什么事情交给她，夏弯弯都很是放心。大佬，你去买点包子过来。闻言，弄影看了一眼女童，明白是怎么回事，便点头转身去办。你不要吃这个啦，那个姐姐去给你买干净的食物，一会儿就给你送过来了。现在还会有人因为吃不上饭而饿死？侧妃娘娘，您在里面吗？怎么啦？王爷说叫您去一趟书房。叫我去书房？
难不成后悔了？想再喝杯草莓味的奶茶？他乐颠颠地跑去了洛星斐的书房。您叫臣妾来有什么事儿？刚才王妃跟本王说你打了他。是啊。行，既然你这么痛快的承认，本王也就痛快的罚你。等一下，你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啊？你这个时候不应该问问我为什么打他吗？本王不需要知道。你需要知道，是他先打我的，我只不过是正当防卫而已。一个就完事儿了。去吧，跟着门口的丫鬟过去，她会告诉你要干什么。可是王爷……一听夏文王还磨叽这事儿，洛星斐面无表情地抬起头来，这个眼神直接就给夏文王吓得没音了。王八蛋，不分青红皂白就说我的不是，有他妈这么狗的人吗？转身就走了出去。小丫鬟领着他来到了后花园。夏弯弯看着面前的一片花海，带我来这儿干嘛呀？拔草？不是的，侧妃娘娘，草已经早就被人清理干净了。侧妃娘娘需要做的事情是施肥。施什么东西？施肥？对，施肥。王爷说了，侧妃娘娘今天要把这一片的肥全都施了，说是完不成就不让您吃饭了。我操！洛星斐这个黑心王八蛋，他还能再损一点吗？他居然让老娘我施肥，怎么想的呀？真是癞蛤蟆日青蛙，长得丑玩的话。侧妃娘娘，请吧。他娘的，不就是施肥吗？这点事儿还能难住老娘了？夏弯弯捏着鼻子，颤抖着手，舀了一勺肥料，用力的一扬。哎呀，看着桶里头那稀不溜丢、黄不拉几的粪水，夏弯弯舀一下就哕一次。结果呢，人倒霉的时候那真的是喝凉水都塞牙。夏弯弯刚把一舀的粪水给扬出去，一股子邪风就吹了过来，直接就把那粪水给吹回来，尽数全部都飞到了夏弯弯的身上。夏弯弯这下子是再也忍不住了，扔下了勺子，趴在地上就吐起来。站在不远处的洛星斐一瞧他这蠢样，眼中闪过了一丝畅快，脸上的笑容那别提有多恶劣了。哼，小弯弯，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这么无法无天。想着，洛星斐转身就要走，结果呢，眼角瞥见了站在自己身后的长安，见他手里还拿着那杯奶茶。长安一瞧见自家主子盯着自己手里的奶茶看，就眨了眨眼。主子，你要喝吗？没有回答，抬脚就走。可是走到一半呢，又觉得心里头有一些不平衡，就说道：这么长时间了，一小杯你怎么还没喝完？长安不知道自家主子的火气到底是打哪儿来的，想解释，这个你别弄得像是没吃过好东西的可怜孩子似的，赶紧喝。是。一听自家主子这么说，长安也不敢有异议。洛星斐又回头瞪了一眼还在干呕的夏弯弯，一甩袖子转身离去。直到傍晚，夏弯弯这才忍着恶心，把一大园子的花全部都施肥完成。他拖着自己恶臭又疲惫的身体回到了房中，正打算叫人烧一桶热水好好的洗一个澡的时候，他眼尖的看到自个儿的房顶上有着一个黑影闪过，这让夏弯弯神色一凛，不会是过来杀洛星斐的吧？想着，他也顾不得自个儿身上臭烘烘的，立刻就往洛星斐的书房跑去。洛星斐那个狗男人仇恨是不是拉的有点太多了？才消停了几天，就有人要过来杀他。侧妃娘娘，你有什么事儿吗？我找王爷有要事要说。什么事情？长安可以代为转达。你怎么转达？我刚才看到有一个黑影在房顶上跟忍者神龟似的，咻咻咻，跑得老快。我看八成是刺客。刺客？长安一惊，立刻警惕地往四周看去。你现在看有什么用啊？你以为刺客傻呀？光明正大的站在那儿让你看，他肯定藏起来找机会杀你主子呢。这样啊。长安看着夏弯弯这副样子，再配合他之前一些莫名其妙的举动，总觉得他是在撒谎，借口想要爬自家主子的床。长安知道了，长安会注意的。你光是注意有什么用啊？我不放心。夏弯弯说着就要进去，我要进去亲自看着你家主子，我看着他我才能放心。要是洛星斐那狗儿子被人家弄得一命呜呼了，我还回不回去了？果不其然，侧妃娘娘心里又是憋着什么坏主意。唉，侧妃娘娘，如果你真的想见主子的话，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那也麻烦你稍微洗干净一些，你现在身上这味道，主子闻了怕是唯恐避之不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夏弯弯一听就急了，感情你以为我是为了找你家主子睡觉，所以我才过来编谎话的是吗？长安没有说话，看那模样算是默认了。哼，行，我也不跟你废话，反正你家主子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别说我没提前告诉你，气死老娘了。这主仆俩都是一个德行，好心当做驴肝肺，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绝对不会弄错，那个刺客肯定是过来刺杀洛星斐的。想着，夏弯弯的眼中闪过了一丝金光，他立即转身朝着某处跑去。夏弯弯鬼鬼祟祟地钻进了洛星斐的房间，四处的瞧了瞧，思索了一下，还是钻到了床底下。这样如果刺客一会儿进来了，我还能搞个偷袭。夏弯弯在床底下，这心里头呢盘算的倒挺好，可殊不知他的一举一动已经被躲在床边柜子里的刺客给收入了眼底。正犹豫着要不要在洛星斐来之前先解决这碍事儿的东西时，房门就被人给推开。黑衣人的呼吸一屏，以为进来的是洛星斐，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进来的不是洛星斐，反而是鬼鬼祟祟的温然。夏弯弯在床底下见到温然走进来，心里头就泛起了嘀咕，他怎么来了？温然一走进来就迫不及待地把自个儿的衣服脱了一个溜干净，然后呢就钻进了洛星斐的被窝里。他不相信夏弯弯都能勾引得了洛星斐，自个儿就勾引不了他呀，就豁出去脸面，无论如何都得跟他圆房。这是什么意思啊？温然他这是想要学我爬上洛星斐的床啊？那他来的可真不是时候，说不定一会儿来的不是洛星斐，而是刺客，到时候把他光溜溜的一刀砍死在床上，温然他可就真是留名于千古了。就这样，三人各怀心思的等待着洛星斐回来。你在干什么？洛星斐一走进来就看到温然躺在自己的床上。谁让你进来的？王爷，穿上衣服滚出去！王爷。温然一瞧自个儿都已经投怀送抱了，可洛星斐竟然还让自己穿着衣服滚出去。您就让臣妾侍奉您一晚上吧。我说穿上衣服滚出去。果然是洛星斐啊，这事换作是另外一个人都干不出来。洛星斐冷硬的表情突然就有了松动，他无声的转动眼眸，不留痕迹的瞥了一下床底下。为什么夏婉婉可以我就不可以呢？这么多年来你把臣妾娶回来，却从未动过臣妾一根手指头。外面的人都羡慕臣妾是摄政王妃，可是谁知道独守空闺的苦啊！我的妈，洛星斐够能忍的呀！美娇娘娶回家，愣是一个手指头都没碰。这么多年啊，她到底是柳下惠啊，她还是没有家伙事儿啊？本王说一遍，出去！王爷，你就应允了臣妾这一次好不好？臣妾保证你会爱上这样的感觉的。一听温然这么说，夏弯弯差点没有忍住笑出声来。温然，本王明日便去将军府，告诉温老将军他的女儿都干了什么。你去啊，正好你可以让爹爹知道这几年来臣妾都是怎么过的。你把臣妾娶回家来，我那摆着理都不理。你这样折磨臣妾到底是为什么呀？臣妾究竟是哪里做错了，要得到王爷你这般的对待？温然不提这事还好，他一提，洛星斐的眼中就闪过了一丝冷意。本王为何这么对你，你难道不知道吗？令尊是怎么利用自己的身份向皇上施压的？不需要本王提醒你吧？闻言，温然的脸上闪过了一丝难堪。当年他因为他爱洛星斐，因为爱而不得，所以就央求爹爹利用自己的身份向皇上施压，以此来达到让洛星斐娶自己的目的。他本来以为就算洛星斐现在不喜欢自己，可是经过自己的努力，他也会慢慢的爱上自己。可是他突然的中毒昏迷，皇上不知道哪儿听来民间的偏方，非要说给王爷冲喜。本来以为呢就是往王府里面塞一个人的事情，可没想到的是夏弯弯竟然如此的讨洛星斐的喜欢。再这样下去的话，夏弯弯可能会代替那个人，这样一来自己这么多年所做的努力就全部都白费了。看来温然之所以能嫁进摄政王府，都是因为有个牛逼的老爹啊，怪不得呢。洛星斐连正眼都不给他，感情温然比我还不讨喜，好歹我是被弄进来冲喜的，温然呢纯粹就是膈应洛星斐的。所以这么多年来你还一直怨恨着臣妾？怨恨谈不上，但本王也希望你可以本分一点，不要老是做这些让本王生气的事。那如果换作是夏婉婉呢？如果是夏婉婉今日这么做，你会怎么样？我倒是想听听洛星斐这丫在心里究竟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你回去吧。温然见他没有回应，全当他是想要偏袒夏弯弯，便是凄凉的笑了一下，没有再硬留下来，识相的出了房间。怎么不回答呀？夏弯弯趴在床底下急得都不行了，看着走出去把门给关上的温然，
骆星斐微微的侧眸，冷声呵斥：“出来！”这一声出来，让藏在柜子跟床底下的2个人都是一惊。刺客以为自个儿是被发现了，正要出去拼死一搏的时候，他就看见夏弯弯从床底下跟个肉虫子似的雇佣着爬了出来。王爷，你啥时候发现我在这儿的？一进门，这么厉害，老娘我都快把自己给憋死了，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就怕骆星斐会发现。结果这货还是发现了，看来他确实是孙猴子转世。孙猴子，猴子就猴子，孙猴子是什么意思？猴子还有姓？你藏在本王床底下干什么？臣妾担心你啊，臣妾刚才看见有刺客闯进了咱们王府，怕那个刺客对你不利，所以就赶紧过来替你打探一番。我居然被一个女人给发现了？是吗？夏婉婉，如果你还想要干什么，你最起码应该把你自己洗干净了进来才是。你就这样进来，你真以为本王来者不拒？什么样的都能接受啊？骆星斐好笑地看着夏弯弯，身上一股子粪臭味，就算我听不到他的心声，他这股子味道我也能一下子就闻出来似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你不相信我啊？你真以为我骗你呢是不是？哎，你出去吧，骗不骗的能怎样？反正我也不会再上当了。我告诉你，你别不相信，说不定那个贼人他现在就在这屋里头。好啊，你既然说这屋里头有刺客，那你说在哪儿？在哪儿？是啊，在哪儿呢？我从进来到现在也没看到有个人进来。难不成是刚才在床底下和你聊天呢？娘的，人活着就是要一口志气，书可忍，神不可忍。我今天就非要找给骆星斐看，找不着算我倒霉。我告诉你王爷，你别不信邪，要是我现在就把那贼人翻出来，你要怎么办？你别把人都当成菜干粮，全天下好像你最厉害似的。夏弯弯说完就打开了柜子，万万没想到的是，竟然真的跟里头的那刺客来了一个大眼瞪小眼。哎妈，那刺客估计也没有想到夏弯弯就会突然的把衣柜的门给打开，露在黑布外面的眼睛也是充满了诧异。这2个人呢都有一些发懵，下一秒夏弯弯就把柜门给关上了，那眼睛瞪得老大呀，就跟一副见了鬼的样子。我操，这么邪门的吗？贱女人，拿命来！不是，你到底是来杀谁的？藏骆星斐房间，出来第一时间砍我，这刺客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啊？刺客跟骆星斐都没有功夫搭理那吱哇乱叫的夏弯弯啊，2人就快速的扭打在了一起。夏弯弯知道自己也帮不上什么忙，就识相的退到了一旁，那手里头还握着一个花瓶，以防万一。眼看着骆星斐一脚把那刺客给踢飞了出去，夏弯弯就举着手欢呼道：哇吼，王爷太帅了！他这么一喊，吸引了骆星斐的注意。也就是那么一瞬间，那刺客突然飞起，直接挥刀就砍向了骆星斐。狗儿子！夏弯弯也没有思考别的，直接就扑上去了。几乎是在一瞬之间，他就看到刺客的刀奔着夏弯弯的后背砍去了。他想都没想，抱着少女就侧身一躲。这个时候呢，屋里的打斗声惊动了外面的长安，他立刻就冲了进来。刺客一瞧自己占了下风，也不再恋战，直接就从窗口窜了出去。见此，长安也立即从窗口追了出去。哎呦，完了，我要死了，我肯定要嗝屁儿了。闻言，骆星斐去看他的伤口，结果就发现那伤口虽然是在流血，但是呢，可以依稀的看见嫣红的血液下面有什么亮晶晶的。骆星斐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紧绷的脸顿时就缓和了。看着赖在自己怀里面哎呦直叫的少女，骆星斐知道他就是装的，于是呢就一脸无奈的开口说道：起来。起不来了，要死了，要死了。你装什么呀？还要死了？夏婉婉这个鸡贼的女人，她能死？王爷，你容臣妾说一句大逆不道的话，你这说的是人话吗？我好歹也是为了救你受的伤不是？你就算是不扑上来，本王也能躲。王爷，臣妾是不是要死了？唉，死不了。骆星斐都不想搭理他，正准备把他给推开呢，可夏弯弯就抱住了他的胳膊，力气贼大，哪像是什么受了重伤的人呢？可偏偏这样，他却还在叫唤着：哎呀，我感觉我是要不行了，天都红颜呐！一听夏弯弯这么说，骆星斐都被逗笑了，他无奈的摇了摇头：我有个秘密要跟你讲。你说。
我房间柜子底下有一个暗格。你弄个暗格干什么？里面放什么了？里面放了一本《极品春宫图》。我真服了。洛星斐就无语啊！不是你就跟我说这玩意儿，你的暗格里面你就藏这，你还能不能有点出息了？那好东西可不能被糟蹋了，我要是断气了，你千万要给我挖出来，跟我葬在一块。一听夏弯弯说他在房间里面弄了一个暗格就为了放那么一本春宫图，洛星斐那脑门上顿时就浮现出3条黑线。我到底对这个女人抱有什么期待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王爷，你千万要把我们葬在一块，要不然我死不……洛星斐懒得再搭理他，直接把他给推到了一旁，踩着窗口就飞了出去。我操！洛星斐他还是人吗？这是人干出来的事儿吗？夏弯弯坐起来，从自己的怀里面掏出了还带着血的方形玉石，只见上面被刺中的地方已经有了裂痕。如果不是自己提前有所准备，弄了这么一块东西和假血包在自己的身上，怕是今天自己真的会小命呜呼的。这头洛星斐跟着长安留下来的线索追到了一家破庙。这是，朝廷的神坛如今真是浑浊不堪，受苦的都是这些百姓。本王必会一点一点去除这神坛的污浊之气。洛星斐看着地上的馒头，想起了之前的往事。一个白衣少女蹲在满身脏臭的乞丐面前，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丝毫没有嫌弃对方的意思，把手上热腾腾的肉包子给递了过去。阳光洒在她的身上，就好像是仙女下凡了一样，让自己无论过去了多久，想起来都会心动。把他们带走，不要惹人注目，找个地方先给他们安顿下来。是。长安应声就走上前去。你不要过来呀！那些人被虐待怕了，也不知道二人的善意，一瞧见长安过来，吓得是惊恐大叫。这头夏弯弯按照系统的指路，好不容易追上了2个人，还没等他歇口气呢，就听见了惨叫声。他一惊，立即就跑过去。住手！你怎么跟上来的？我跟长安的脚程可不慢，夏弯弯居然能追过来。你在干什么？与你无关。你要杀了他们，洛星斐，你有没有人性啊？这些人都已经这么可怜了，洛星斐怎么还能对他们下杀手？侧妃娘娘，您误。长安一听，刚要解释，洛星斐大手一挥，示意他闭嘴。他看着怒气冲冲的夏弯弯，轻笑一声：不装了，他不是挺会装温柔的吗？怎么这会儿不装了？我装你奶奶个腿！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动他们，我跟你没完。他们要是有点事儿，我就他妈玩完了。好啊，本王倒是想看看你能怎么跟本王没完。你别动他们，他们我来处理。你要是敢打他们的主意，当心姑奶奶我打断你的腿。侧妃娘娘一个弱女子能干嘛呢？我还是听主子的话，趁天黑把他们换个地方安顿下来。大佬，前面有个破庙，那里面有些难民，你先把他们带回去安顿。切记尽量不要跟长安碰面，必要的时候掩面救人。打起来可以，不要真伤了长安。我之前把弄影带去学武，弄影天资聪慧，尽得他师傅真传。2个人要是打起来，弄影这一根筋的再伤到长安，到时候洛星斐那狗儿子肯定没完，察觉出来点什么就麻烦了。闻言，弄影一愣，点了一下头，转身去办。结果第2天，他却是从弄影送来的信件之中得知，昨天的那波人已经被长安悄悄带走，并且安顿好了。这个时候，夏弯弯才明白自己是误会了洛星斐。夏弯弯，夏弯弯，你一直说洛星斐是狗儿子，结果到最后你才是那只狗，咬吕洞宾的那只狗。哎呀，他来到书房，就只看见了长安，心中奇怪：长安，你家主子呢？皇上叫主子进宫，主子刚走不久。又是那个小皇帝，他怎么老跟我抢男人啊？只能等着洛星斐回来，再给他老人家好好的道歉了。村庄里现在有咬人的妖怪出现，而且还有传染的现象，闹得人心惶惶。我们朝廷如果要是再不出面，只怕民心动荡啊！哎呀，我们朝廷唯一能做的，就只是派太医和侍卫去。光是派太医和侍卫去能有什么用啊？但是我觉得也应该让个有威信的人去。那你觉得有威信的人是谁呀？洛星斐见他们看向自己，冷笑一声：果然，我就知道这几个老狐狸下套给我呢。皇叔也不能去啊！你们也说了，那地方十分的凶险。皇叔要是去了，有个什么3长2短的话，那该怎么办呢？皇上，其实那地方
也没皇上您想的那么危险，只是咱们现在必须要让有威信的人去稳定民心。可是皇上啊，这最好的人选呐，就是摄政王爷。皇上，行了，本王会去。从皇宫回到了王府。哟，这个疯女人怎么来了？昨天晚上不还梗着脖子跟我吵架呢吗？你来干什么？不是受伤了吗？怎么还可那跑？疼死了！可是臣妾一想到昨天臣妾对王爷你那么过分，臣妾就觉得好愧疚。哎呦，所以就赶忙过来道歉了。说完，夏弯弯就把点心放到他的面前。点心明显少了些个，一看就是被他给吃了。这个疯女人，道歉也不诚恳一点。我天，还在这装！我都看到那一刀被那个亮晶晶的东西给挡住了，还装！王爷，你就不关心臣妾吗？不怕臣妾死翘翘吗？一想到洛星斐昨天晚上对我冷淡的那副样子，小心脏就拔凉拔凉的。他怎么一点都不在意？就算是个普通人，为他豁出命的挡道，他多多少少的也应该露出那么一点点关心的表情，心里也应该有一点点触动的吧？洛星斐这家伙是铁石心肠吗？有本王在，你死不了。得了吧，这几天你在府中安稳待着，尽量不要跟王妃碰面。什么意思啊？王爷，你要去哪儿吗？出趟远门，办点事情。去哪儿啊？我来到这儿还没有出过远门呢。这哪跟你没关系，你只要在家里安生待着就行了。王爷，要不然你带上我吧。不行，你以为本王是去玩吗？本王这次去十分危险，不知道回来是什么样，你只需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就行。洛星斐这狗儿子弄得怎么像是刘遗言似的？那不行，如果洛星斐真是要去什么太危险的地方，我肯定是要跟着的，最起码能保护他，不能让他有危险啊。他要保护我？洛星斐微微的转眸，心中有了波动。夏弯弯可真是自不量力，就他这样的能保护谁呀？王爷，你就让臣妾跟你去吧，我保证我去了不给你添乱，说不定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得了吧，你的保证本王从来不信，本王不让你去你就别去，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快的话不出几天我就能回来，说是慢的话不行，我必须要跟着洛星斐去。瞧那孙子的模样，他不是真的要去什么危险的地方。既然有危险，我就不能把他自己扔在那儿，毕竟我们两个的命啊，现在是拴在一起的。任务下达，请宿主接收，请帮男主解决此次困境，任务完成，奖励黄金10万两。哦，这不就来钱了吗？我现在可正缺钱呢，看来我是一定要去了。接受。第二天一早，洛星斐就上了让人提前一晚上就准备好的马车。长安坐在外面驾车，轿子的后面跟着2行侍卫。洛星斐闭眸休息，半梦半醒之间，他突然就好像听到了夏弯弯的声音。哎呀，急死我了！到哪儿了？能不能出去了呀？啊！洛星斐猛然惊醒。天哪，出现幻听了吧？我怎么又听见夏弯弯那女人的声音了？这马车哪有地方藏啊？这里面为了放一些东西，都是空心的。若是藏的话，只有这里能藏。如此想着，洛星斐就伸出了手，有一些忐忑的要将上面的盖子给掀开，结果手才刚刚碰到盖子，那盖子就自个儿弹了起来，吓得洛星斐一屁股就坐到了矮榻上。憋死我了！夏弯弯，你什么时候在这里头的？今天早上啊，趁你们不注意的时候。哎呀，到哪儿了，王爷？停车！这个该死的疯女人，她怎么想的？她竟然敢偷偷跟过来，她不要命了是不是？我不下，我都跟过来了。再说了，回去的路我也不认识。本王会找个人把你送回去。那多麻烦呀，我倒不如直接跟着王爷你去。不行，你以为本王去玩的是不是？你要是去玩，我才不跟着你呢。我知道王爷你这次去的地方肯定是很危险，就是因为危险，所以我才要跟着你去的。洛星斐没想到夏弯弯会这么说，一下子也是愣住了。原本一直如同一滩死水的眼眸，此刻仿佛是被人丢进了一颗小石子一般，荡起了涟漪。反正我不管，我就要跟着你，除非你现在把我脑袋砍下来。就算那样，我化作鬼魂我也要跟着你。洛星斐要是死了我也得死，与其这样，倒不如死在一块儿。而且有我在，我能看着洛星斐点儿，说不定他也不会死。什么意思？洛星斐眯起了眼。什么叫做我死他也会死？长安，接着赶路吧。
本王再提醒你一句，本王去的这地方很凶险，稍不留神你就会死。最好的结果是我们平安回来，不好的结果是我们死，再不好的结果我们就变成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怪物，这样你也无所谓。无所谓啊，不过什么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怪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有100余口的小村庄，本来那村庄祥和安宁，但近日就接连出现怪事，突然出现了吃人的怪物，被它咬了之后那人也会传染，人传人，现在受害的已经有10几个人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还有几个变成怪物的人逃进了深山里，时不时的就会出来攻击普通人。我勒个去，这不是丧尸吗？那他们攻击人一般都在什么时候啊？晚上出没？这怎么越听越像丧尸啊？不对，如果从医学的角度去说的话，那这很有可能是……应该不会那么凑巧吧？看来还是要去实地的考察一下才行。洛星斐一听到夏弯弯想到一半就不想了，心中着急，但是呢也不好问出口啊，便是抿紧了薄唇看着他。众人在半路停顿休息，夏弯弯跳下了马车，伸了一个懒腰，一转身就看到不远处正有几个身穿补丁、面黄肌瘦的人跪在地上在挖着什么，其中甚至还有背着刚刚满月婴儿的母亲。夏弯弯皱了皱眉，这些人挖什么呢？聚精会神的，不会是什么宝藏吧？接着夏弯弯就看到了让他震惊的一幕，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翁挖出了带土的草根，急切地塞到了嘴里，之后他就看到有几个人也是如此，挖出草根就往嘴中塞去。侧妃娘娘，喝点水吧。他们怎么吃草根啊？他们都是难民。又不是难民，难民现在遍布天下了吗？竟然真的有人饿到吃树根啃树皮，这一刻他终于明白系统的那句会理解是个什么意思。夏弯弯看着眼前的这群难民，看到有2个人因为争抢一个树根而大打出手，这一刻他才突然觉得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他一直认为这只是一个虚拟的世界，这些人本来就不存在。夏弯弯也从未将谁放在过心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被系统强制，心里却从来没有情愿过。但现在他知道了，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真真假假，只要存在那便是真实。他把头扭到了一旁，甚至不忍再去看眼前的这副惨状。你还好吗？夏弯弯觉得心口发酸，他吃饭的时候总是会挑食，碰到不喜欢吃的他就不吃了。那时候又有多少的人因为吃不上饭而会饿死？你是谁啊？我是仙女姐姐，过来救你的。你等一下。他蹲在少年的面前，将便当盒子给打开。那快吃吧，仙女说话算数，我会救你和所有人的。你在干什么？夏弯弯被迫跟着洛星斐往旁边走了2步。我在救人呢。你这是救人吗？你这是在害他，你就不该给他东西吃。你说什么？人都要饿死了，这还能不管吗？洛星斐这个没有人性的，都是因为他们这些当官的只可着他们舒服来，完全不顾百姓们的苦，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现在我只不过是给点吃的，他就不乐意了。听夏弯弯在心里如此的想自己，洛星斐气得不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引起骚乱？哼，什么骚？夏弯弯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就听到了一旁的声响。他转过头去，就看到那名少年的四周都是人，那些人饿得眼睛都绿了，看到食物就跟疯了一样。那少年聪明，把食物扔了出去，不然一定会被那些扑上来的人给撕成碎片的。那群人一起朝着食物扑去，打成了一团，大人的叫喊，孩子的哭闹混杂在了一起，最后还是长安带着人将他们给分开。无论是给食物还是给钱，都只能解决眼下。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得从根源开始。我必须要改变这个国家的现状，救这些无辜的百姓出水火。洛星斐看着面前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少女，听着他心中所想，心中竟然有着一丝的触动。之后夏弯弯借口去厕所，悄悄地联系了弄影，让他带人把这些人都给带回去安顿。插曲过去，众人接着赶路，才终于是在1天之内赶到了村庄。只不过天色已经黑了下来。王爷，咱们要不然在这儿住一宿？都到村门口了，为何要在外面住一宿？不是说那些怪物最喜好晚上出来攻击人吗？所以我觉得吧，咱们一起在外面住一宿，等到天亮了再进去，不是比较安全吗？若是缩头缩尾什么都怕的话，那便不要来了。一听他这么说，夏弯弯忍不住的咧了一下嘴，思来想去，还是壮着胆子跟了上去。奇怪呀，为什么这村子里一个人都没有啊？家家户户连灯都不亮。夏弯弯就眼尖的瞥到前面的草垛旁边蹲着一个什么人。哎，你们看那是不是有个人啊？一听他这么说，众人都看过去，一见果然是个人。洛星斐便打算过去瞧瞧。你别去，我瞧那人好像不对劲，也是有什么问题。闻言，洛星斐的眉头微皱，并没有搭腔。
长安见此就要上去，你干什么？你也别上去啊！那什么，你过去瞧瞧。侧妃娘娘，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过去看看？属下不敢。那侍卫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见此，夏弯弯翻了一个白眼，正想训斥他2句的时候，长安就先有了动作。他轻轻地抚开夏弯弯的手，先走了过去。长安这熊孩子怎么跟他主子一个德行？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就好像那人要是有问题就刁别人不刁他似的。你好，这位大哥，我们是朝廷派来解决怪物咬人事情的负责人。大哥，长安愣神之际，那男人就突然朝他扑了过来。长安的身手好，灵巧的就躲了过去。我就说那人有问题吧，听不听？这下知道了吧？你们还愣着干什么？人多力量大，那人就算是再凶猛，一时还是被人给控制住，直接摁在了地上。看这状态，好像确实有点像狂犬病啊。狂犬病？什么叫狂犬病？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了，放过我儿子吧！我们不会杀你儿子。那就好，那就好呀。妇人一听就放心的笑了。之后这妇人就领着几个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中。晚上几个人便在妇人的家中将就的睡下。夏弯弯坐在炕坑前，看着里面的火炭，开始嘀嘀咕咕起来。系统啊，我想要能治疗他们现在狂犬病的血清，你能给我吗？可以是可以，但是宿主必须要完成超难的任务才能获得血清。那感情好啊。那超难任务是什么？宿主启动超难任务，请宿主偷出男主所有的内裤，一条都不给他留。你这任务叫超难？你这叫超猥琐吧？为什么要偷人男主的内裤啊？系统没有回答。夏弯弯撇了撇嘴，那是不是他身上的都不能留啊？当然了，你小学语文没学好啊。那确实是挺难的。要是偷外面的我随时都能偷，可是偷洛星斐身上的，我要是去扒他裤子，他是不是得一掌劈死我呀？洛星斐这一走过来，就听到夏弯弯搁那边嘀咕着要扒自己的裤子。他脚步当时就是一顿，下意识的就攥紧了衣摆，但是呢还是鼓起勇气走了过来。你怎么不睡觉？王爷，你怎么也没睡啊？睡不着啊？屁嘞，怕是这儿的环境太恶劣，娇生惯养的小王爷受不住了吧？你也睡不着吗？我不是睡不着，我在这烤土豆呢。土豆还能烤着吃？当然了，我跟你讲啊，蘸点盐可好吃了。王爷你要不要来一点？保证你吃过一次就爱上啦。你自己吃吧。我最不喜欢吃的就是土豆了，平时做成熟的都不爱吃，何况是现在这种的。夏弯弯虎之八尺，早晚有一天吃出毛病来。说完转身就走。夏弯弯看着洛星斐的屁股，双眼眯起。屁股挺翘，老娘怎么样才能把他身上那条内裤从他的小翘臀上给扒下来呢？哼，听他说这话，洛星斐左脚绊右脚，险些没把自个儿给摔死。他知道夏弯弯肯定是在后面盯着自己的屁股，便是有一些慌乱的加快了自己的脚步。当天晚上，夏弯弯就潜进了洛星斐的房间。他站在床边，看着躺在床上熟睡的洛星斐，视线猥琐的下移，一双眼睛就跟2个电灯泡似的冒出了贼光。洛星斐看似是在睡觉，但是他在夏弯弯刚刚进来的时候就已经醒了，也知道他这会儿正盯着自己的裤子看。他也没有立即的起来，而是躺在那儿按兵不动。不管了，反正我只要动作快，直接连裤子加内裤一块扒下来，转身就跑，任务不就完成了吗？想着，夏弯弯动了动，手指颤颤巍巍的就奔着洛星斐的裤腰带而去了。你干什么？他还真敢脱。我看王爷你穿衣服睡觉怕你不舒服，所以我想着帮你把衣服脱了，让你睡得舒服一些。撒谎！我都知道了，夏弯弯他想要脱我的内裤，他到底是怎么想的？眼下都什么情况了，他还要借此玩闹？一听洛星斐这么说，夏弯弯就知道自己想要把他身上的内裤给扒下来，那是难如登天啊。于是呢，就一屁股坐到了床上。洛星斐立刻防备的往后退了一步，紧紧的盯着他，以防他突然扑上来。王爷，我今天就跟你摊牌了吧，你身上那条内裤扒给我。你要我内裤干什么？洛星斐一听他这会儿光明正大的说出来，
脸蹭的一下就红了。夏弯弯，眼下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闹是不是？我没闹，我是在很认真的跟你说，只要你把内裤脱给我，我立马救他们。你想用本王的清白换这些人的命？对，你现在说什么都对。你觉得我用你的清白换这些命也行，还是觉得我就是个死变态，想要你内裤，那我也认了。反正这内裤你今天脱也得脱，不脱那我就不管了。干嘛？玩床洞啊？夏弯弯，上一个这么威胁本王的人，你知道是什么下场吗？你是不是要说已经被你剁成肉馅，包包子喂狗了？一听他把自己的台词给说了，洛星斐一时语塞。你要本王的内裤干嘛？收藏。我也实不相瞒，我就有这种收藏内裤的爱好，我还就喜欢你穿过的带味儿的。洛星斐这一刻才体验到什么叫做人到中年落得一个出卖色相的下场。只见他一脸悲愤地从床上坐起来。行，本王给你拿。真的？你出去等着。好嘞。洛星斐看着被关上的门，双手握拳。其实觉得很是屈辱，可是他依然坚强地告诉自己，这都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一会儿洛星斐就面如死灰地出来，把叠成方块的内裤递给了夏弯弯。其他的呢？其他的也给我。你要其他的干什么？给不给？全部吗？全部，一个不留。闻言，洛星斐瞪了夏弯弯一眼。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转身进屋，不一会儿就拿了几条内裤出来。给你。你带这么多内裤干嘛？用你管。洛星斐别扭地瞪他一眼。夏弯弯拿过了内裤，结果系统并没有提示自己任务完成，就知道洛星斐这小子肯定是藏了私货，便对他伸出了手。干什么？洛星斐的眼睛一瞪，夏弯弯也懒得跟他废话，对他点了点手。看他这样，洛星斐知道自己也没有什么藏下去的必要了，便心不甘情不愿地从自个儿的怀里又掏出了一条，重重地拍在了夏弯弯的手上。可以了吧？夏弯弯依然没有听到系统的提示音，便又点了点手。真的没有了？你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吗？赶紧拿出来。见此，洛星斐那叫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又从自个儿的袖子里面掏出了一条内裤，扔给了夏弯弯。这次真的没有了。宿主任务完成，奖励已发到房中，请注意查收哦。这还差不多。夏弯弯心满意足的拿着一堆的内裤转身离去。看着走出去的人，洛星斐有一些不自然的扯了扯自个儿的裤子，那叫一个又羞又愤的。混蛋！堂堂一国摄政王居然沦落到挂着空档出门。哎呀，斯文扫地啊！夏弯弯回到了房中，就见床上放着一个铁质的箱子，他跑上前打开，就见里面都是血清。哎呀，这内裤偷的值啊！夏弯弯把内裤拍到了床上，拎着快有自己重的大箱子出了房间，然后呢，就让侍卫把所有染上狂犬病的患者都给带过来。这东西是打哪儿来的？我怎么没见夏弯弯带了这么大个箱子？保密。夏弯弯对他神秘地眨了一下眼睛，拿起了一针血清，走到他的面前。把手伸出来。干什么？洛星斐看着细长的针头，眉头微蹙。我先给你把血清打上，免得到时候你不小心还受了伤。行了。你不扎一个吗？我不用，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医生，什么样的病人没见过？再说了，血清就在我身上，要是有什么意外，我随时再扎就好了。夏弯弯熟练地给狂犬病患都扎上了血清。你们把他带回去，还是先关起来观察一段时间，等到他们什么时候恢复正常了，什么时候再把他们放出来。是，谢谢大善人，谢谢大善人。还剩下一只，大娘，我们去给你儿子扎上吧。好。而他们面前的铁笼不知何时已经被打开了，妇人的儿子已经不见了踪影。为了防止妇人的儿子跑出去再咬伤其他人，洛星斐立即派侍卫连夜搜查。最后有人说看到他往山上去了，洛星斐立即带着人进山围堵。一会儿有什么事情你躲在后面，不要往前冲。你关心我呀？他倒是难得的有心，还知道担心我。本王不是担心你。洛星斐的表情有一些不自然。只是剩下最后一只血清，若是到时候你被咬了，本王肯定不会选择救你的。切，我就知道
没良心的狗儿子！抓到了，王爷，抓到了！夏弯弯也怕再耽误下去会生出其他的事端，就准备上前将血清注射给他。本王来吧。众人没有防备，被甩了出去。之后那个人就奔着离他最近的洛星斐而去。夏弯弯一瞧见洛星斐要挨咬，想都没想，直接就扑了上去。可想而知啊，最后挨咬的是他。洛星斐的脸上这个时候也是难得出现了慌乱。我打过了。洛星斐红着眼眶瞪着夏弯弯。夏弯弯，我打过了。我忘了，该死！当时看到洛星斐要挨咬，根本没想那么多，哪还能有时间思考他打没打过呀？你是不是傻？你有没有脑子？夏弯弯知道洛星斐这么吼自己也是因为着急，也没有冲他发脾气，只是甩了甩手。哎，我没事儿。怎么没事？洛星斐说着就想起来还剩下的最后一支血清，他立即从地上捡起来，没有犹豫的就要给夏弯弯注射。不要啊！求求你了，求求你们了啊！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儿子嘛！最终还是选择了无视那妇人的求救，针头对准了夏弯弯的皮肤，就准备刺进去。可这个时候，夏弯弯就突然拦住了他。你干什么？你想死是不是？夏弯弯，你要是想死，找个没人的地方去死，不要死在本王的面前，害本王的眼。我不是想死，我是见你手抖得厉害，我怕你给我扎坏了，所以我自己扎。我不骗你，这可是关乎我命的事儿，我能跟你开玩笑吗？听他这么说，洛星斐也觉得夏弯弯不可能蠢到拿自己的命去换别人的命，于是就把血清给了他。夏弯弯看着洛星斐笑了一下，突然回身直接就把针头扎进了身后那人的脖子里。夏弯弯！洛星斐一惊，伸手去抢，可是已经晚了，血清已经注射到那个人的身体里，也就意味着最后一支血清也被用掉了。夏弯弯没有了，眼见着洛星斐一副被雷给劈了的样子，夏弯弯轻笑了一下。王爷，你又骗我！洛星斐突然就激动起来，眼眶红的就像是要滴出血来一样。暴怒之下，男人脖梗处的青筋都爆了出来。你怎么能又骗我？夏弯弯，你这个该死的骗子！眼见着男人这副样子，夏弯弯的心间机不可闻的颤了一下。他正想说两句俏皮话缓和他们之间僵硬的气氛时，他就见到洛星斐突然站起来，抽出长安腰间的佩剑，直接指向了自己。长安脸色一变，上前一步。主子，王爷，你这是干什么？你被咬了，那就留你不得，不然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完。主子，行啊，你杀了我吧，我不相信，不相信洛星斐是个这么没良心的人。我救了他，他还要杀我。如果他真能对我下得去手，那我继续待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攻略这种没心没肺的男人，倒不如去死。闻言，男人的手抖了抖。来吧，王爷，给臣妾一个痛快。看着眼前无所畏惧的人，洛星斐后槽牙紧咬，直接把长剑扔到了地上。把他带走，记得关进铁笼子里。不用把我关铁笼子里吧？夏弯弯觉得自己有必要争取一下宿舍环境。其实我现在还没变异呢。带走。洛星斐不听他废话，长安害怕别人动作粗鲁会伤害到夏弯弯，就上前将他扶起。走吧，侧妃娘娘，侧妃娘娘，委屈你了。长安用水把铁笼子里里外外的给擦干净之后，又到轿子上拿了一床软垫过来铺到了里面。等回去啊就好了。谢谢你啊，长安。哎呀，我真是跟狗过不去了。一开始被人像狗一样用铁链拴在牢房外面，现在可倒好，干脆直接进了个大铁笼。夏弯弯嘟囔着，蜷缩在笼里，闭上了眼。真是难办，这可该如何是好呢？想着，他敲了敲脑袋。系统啊，能不能再给我弄支血清来？再给我一个比较难的任务，我完成了之后，你给我一支血清。宿主挑战超难任务已现实，请42小时后重试。42小时啊！系统，咱俩好歹也算是老熟人了，你不能这么公事公办啊！系统没有回答。哎，得，42小时就42小时吧，2天而已，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当天众人就启程回京，夏弯弯被关在铁笼里。回去的路上依然是跟洛星斐坐一辆马车。王爷，你回去之后打算把我怎么处理啊？杀了你。得了吧，我不信你会杀我。你为什么觉得本王不会杀你？你以为到了眼下这种时候还能跑得了你吗？唯一的一支血清，本王也不知道你为何大发善心的就非要给别人，你知不知道？洛星斐瞪着一脸无所畏惧的夏弯弯，声线轻颤。你保得了别人，本王就保不了你。那你有没有想过，我若是保不了他，他就会被他的村民活活烧死？那又与你何干？对王爷你来说，那条命不值钱，与你无关，就可以不用管。闻言，
洛星斐一下子就不说话了。见此，夏弯弯轻笑一下，没有再说话。二人就这样一路无话的在傍晚赶到了皇城。然而他们还没有进城，就被一排拿着刀的侍卫拦在了外面。不长眼的狗东西，摄政王的马车你们也敢拦？安首领，就是因为是摄政王的马车，所以属下们才要拦。现在朝中大人们都知道了，侧妃娘娘不幸被咬，只是请摄政王以大局考虑，请摄政王将侧妃娘娘交由我们处置。你们好大的胆子，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侧妃娘娘是你们想动就能动的？王爷，夏弯弯听到外面的吵嚷声，就知道有人是要把自己给带走。他看着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甚至连表情都没有变化的洛星斐。参首领，若是您再不让开，我们就只能自己上前抓人了。我看你们谁敢！参首领，您这是要违抗皇命吗？皇命究竟是皇上的命令，还是某些居心叵测的人搞出来的鬼？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今天有我在这儿，谁都动不了侧妃娘娘。王爷，那些人一看就是联合起来，非要把我抓过去。洛星斐那么在意那个小皇帝，万一他们要是向小皇帝那施压，洛星斐保不齐就会把我送出去。正想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夏弯弯就瞧见洛星斐突然有了动作，他心中一咯噔，往后一躲。王爷，他本以为洛星斐是要把自己给抓出去，结果没想到那男人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就出了轿子。这是什么意思啊？主子，这几个人非要将侧妃娘娘带走。本王听见了。洛星斐从长安的手中接过了长剑。王爷，您这是干什么呀？不干嘛，反倒是想问问你们想干嘛？王爷，我们也是奉了皇上的命令，请您不要为难属下们。本王的侧妃，本王自然会处理，轮不到你们。王爷，可是皇上已经下令了，您是想要违抗皇命吗？皇命，谁若是敢拦，杀了他。是，来呀，老子给你们放放血。王爷你好厉害啊！夏弯弯听到了洛星斐方才在外面说的话，只觉得他帅毙了。洛星斐也太帅了，一个人就把那一群人都吓退了，牛啊！洛星斐看着变身为小迷妹的夏弯弯，没有说话，只是将眼睛给闭上。王爷，他怎么也跟着回来了？我怎么不能跟着回来啦？臣妾听说夏弯弯他被咬了，王爷，你这样带他回来，就是带了个危险回来呀。危不危险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多管闲事儿。把他带进去。是。王爷他到底怎么想的吗？夏弯弯都已经被咬了，不赶紧杀了他，还把他给带回来？难道是要牺牲所有人，保他一个？皇上，那你是什么意思？温老将军看着洛静霄，听你这意思，这夏弯弯是要保了？皇叔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如果想要保夏弯弯，那我肯定会帮助他。但是他这样不言不语的，我也摸不清楚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呀。皇上，是不是你给句话呀？是保还是不保呀？朕就是要保，你能奈朕何？臣能拿皇上如何呀？就是说皇上要为了夏弯弯一人而丢弃全城的百姓于不顾了？朕哪是那个意思？夏弯弯他现在又不是说一定就会咬人，万一他是一个特例呢？老天爷不会去伤害一个好人的，当然也不会放过一群没有良心的坏人。众人知道洛静霄这是在指他们。皇上，还请您以大局为，今儿个夏弯弯你让烧便烧，不让烧也要烧。皇上，您要是不说话，臣可就当你是默认了。你们谁敢？王爷，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你这是要保他了？本王要保又如何？怎么，温老将军难不成还要将本王一起烧了？臣就算是有100个胆，也不敢动摄政王你一根汗毛。可是这夏弯弯现在就是个祸，留他不得。若是王爷你一定要保他，那老臣就只能公事公办了。你好大的胆子呀，温将军！臣不是胆子大，臣不过是为了国家考虑而已。你为国家考虑，本王和皇上就不考虑了？你不过就是一个臣子而已。王爷，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只是本王知道，但看来温老将军你并不知道啊，是不是这高位坐得太久了？温老将军都忘记了自己是什么身份了。皇上是君，本王是主，你是仆。你刚才的一番言论和你所做的事情都是以下犯上，相信本王不用提醒你，应该也知道以下犯上是什么罪吧？王爷，
这个洛星匪简直是欺人太甚！我征战沙场那么多年，就算是先皇都要给我几分薄面。可是他竟然当着这么多人说我是仆！夏弯弯，你们谁都不能动，谁动他一根汗毛，本王就敲断谁的骨头。闻言，在场的人心中都是一个咯噔，不敢再说别的。任务刷新，宿主是否开启超难任务？开启，可算是到时间了。再这样耗下去，我怕是真的要蹲死了。宿主开启超难任务，任务请宿主与男主洞房。上次是同床共枕，这次是洞房了。这任务还真是循序渐进，再这样下去，岂不是下次的任务就是让我给他生个娃？算了，夏弯弯眼下也思考不了别的了。不过就是洞房而已嘛，他就当是被狗给咬了一口，只要能够保住命就行。毕竟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是吗？哎，你干什么？我救你出去。你现在救我出去，这不等着天下大乱吗？我不管天下，我只管你。大佬，你为了他们做了多少，就救了多少的难民，他们凭什么这么对你？一看弄影都要哭了，夏弯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哎，你别哭啊，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是谁啊？我是你大佬，怎么可能因为这点小事就嗝屁啦？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有事的。弄影，我是最相信你的，我这里你不用担心，你只要做好我交代给你的事情，不要让我分心就好了。看着气定神闲的夏弯弯，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是啊，大佬这么聪明，这次也一定不会有事的。我不能自乱阵脚了，给大佬添麻烦。你放心吧，你交代给我的事情我会办好，但如果你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不会放过那个狗王爷。那狗儿子怎么可能那么好对付？都是成了精的王八，活得久还精。送走了弄影，夏弯弯就在长安给他送水的时候，让他把洛星匪给自己叫过来。看着有一些疲惫的男人，夏弯弯知道他为了自己的事情也是操了不少的心。哎呀，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救我的办法。什么方法？这个办法吧，肯定有效，但是可能要牺牲王爷你。夏弯弯还是有一些难以启齿。你说呀，什么方法？我都为了他跟那些老狐狸撕破脸皮了，还有什么不能牺牲的？就是这次可能要牺牲王爷你的清白了。夏弯弯咧嘴一笑，闻言，洛星匪的眼中闪过了一丝诧异。你确定这个方法有效吗？你别糊弄本王。我这次真的没有糊弄你。夏弯弯看着洛星匪，那叫一个跃跃欲试。哎，你别磨叽了，粮食苦短，赶紧的吧。再拖延下去，我真的发狂了，到时候洛星匪怕是都摁不住我。一听他这么说，洛星匪也不再犹豫，深吸了一口气，便转过头将脸给凑了过来，看他仿佛是放了慢动作一样的速度。夏弯弯不耐烦地翻了一个白眼，直接就捧住洛星匪的脸亲了上去，两瓣嘴唇贴到了一起。洛星匪立即是闭上了眼睛，双手握拳。夏弯弯看他就跟个木头似的干挺着，便很是主动的直接就把他给放倒了，自己就坐到他身上，然后呢就开始去扯他的衣服。洛星匪有一些慌乱的去推他的手。不是，你等一下，我还没做好准备。哎呦，你还需要什么准备啊？夏弯弯翻了一个白眼，就要去解他的衣服带子。不是，等下，你能不能让我在上面？这样感觉实在是太怪了，我才是个男人不是吗？磨磨唧唧。夏弯弯不耐烦的啧了一声，直接就呈大字形的躺到了床上。来吧。一瞧见他就跟一只死猪似的躺在那儿任人宰割。哎呀，这洛星匪的眼里头闪过了一丝的无奈，他坐起来连忙深呼吸了2口气，这才低下了身子准备去吻夏弯弯。就在2张嘴唇要贴到一起的时候，洛星匪的眼角瞥到少女手腕上的伤口，白皙的手腕，触目惊心的齿痕。他想到了夏弯弯扑到自己身上时的场景，再看他闭着眼睛的样子，洛星匪眼眸微闪，低下头在他的伤口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夏弯弯心头一颤，猛然睁开眼，一转头，男人就直接地吻了上来。这次的吻不如刚才的紧张僵硬，反倒是柔和了许多。夏弯弯渐渐的呢，也沉沦在了这场柔情蜜吻之中。人类在这方面上，总是不需要刻意的去教，就能够弄得明明白白。洛星匪虽然是从未进过女色，但这个时候也知道去脱夏弯弯的衣服，躺着不方便脱。洛星匪便坐起来，让少女跨坐到自己的身上。这样的姿势，夏弯弯都觉得有一些不好意思了。还没有来得及张口，
洛星斐就又吻了上来，同时呢，伸手脱下了她身上的外衫，看着少女白皙光滑的脖颈，男人的眼底翻腾着情欲，试探性的轻啄了一下，引得少女一阵的战栗。洛星斐他不是不近女色吗？怎么这么熟练？夏弯弯被男人这一连套的举动撩的是身体发软，很轻易的就被对方放倒在了床上。洛星斐看着脸通红一片的人儿，觉得有一些好笑。你害羞了？男人的声线因为情动而染上了一丝的沙哑，带着一丝诱惑。谁害羞了？是你害羞吧？脸红得像个猴屁股似的。好，那就是我害羞了。等一下，洛星斐，你跟我说实话，你之前是不是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没有。洛星斐答得飞快，吻就像是毛毛雨一样轻而密地落在了少女白皙的肌肤上，所到之处都泛起了红晕。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还说没有？你这像是没有的样子吗？无师自通啊！洛星斐说着，再次堵住了少女一直说个不停的小嘴。床幔散下，两人的衣服一件一件的被扔了出来，隐隐约约的能够听到男人粗重的喘息和少女娇柔的呻吟结合在一起。意乱情迷之际，他听到系统默默的关了机，这让他一下子就清醒了不少。这会儿系统已经不再监视他们了。等一下，王爷。即使男人动了情上了瘾，可是在夏弯弯让他停下的时候，他还是十分听话的止住了动作。他看着小脸通红眼眶湿润的少女，以为是自己的动作吓到了她，便是不自觉的揉下了声音。怎么了？我要是说这个时候让你停下来，你会不会杀了我？不解毒了？应该这样就够了。这就够了？够了。洛星斐他应该不会霸王硬上弓吧？夏弯弯正想着，身上的男人突然又有了动作，他起身背对着夏弯弯。走吧。一听他这么好说话，夏弯弯有一些惊喜，抱着被子挡住自己，从床上坐起来。一坐起来，他才发现男人的后背上有着一道触目惊心的疤痕。这是怎么弄的呀？这么长，洛星斐当时一定九死一生吧？到底是谁想让洛星斐死？而且他之前还中毒，洛星斐的性格不可能不追查到底，他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查呢？闻言，男人的眼眸微闪，长长的睫毛挡住了他眼中的思绪。不是不查，而是不能查。一定很疼吧？想着，夏弯弯就伸出了小手去摸男人后背上的那条疤，这样的触感让男人倒吸了一口凉气。你要是再这样乱摸，就走不了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想摸什么时候不能摸？没有必要非要现在摸。不好意思啊，王爷，那我就先走了。好险好险！本以为要假戏真做，没想到系统竟然还懂半路关机。这样他哪知道我有没有跟洛星斐成啊？只要我一口咬定了，系统也无从得知，不是？温老将军，你这是来做客的？做客什么时候都能做，今日老夫不是来做客的，是来抓人的。将军，你这就说笑了。摄政王府有什么犯人，还要你这么兴师动众的来抓呀？夏弯弯，主子已经说过了，侧妃娘娘的事情他会处理。难不成你们摄政王府要袒护一个怪物？爹爹，你可算是来了。你若是再晚来一些的话，这个夏弯弯就不知道害死多少人呢。你别在那儿给我胡说八道啊！我在屋里面待得好好的，你叫人把我抬出来干嘛呀？干啊！自然是烧了你这怪物，去把那个怪物抬过来。谁敢上前一步，杀无赦！温老将军可不能让这个怪物跑了，要是让他跑了之后，我们都要完呐！这是在闹什么呢？哇，这是泡了一晚上的冷水澡啊！洛星斐可以啊！王爷，我们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将这人带走，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人我们是必须要带走的。本王不是说了吗？你们谁若是敢动夏弯弯一根汗毛，本王就敲碎你们的骨头。王爷，爹爹也是为了您好啊，也是为了大家好。夏弯弯他就是个祸害，现在不出，留在这世间早晚都会害人的，不能留着他呀。是你把他抬出来的，我分明警告过他，不让他插手夏弯弯的事，他这是把我的话当成了耳旁风。王爷，然而他也是为了大局着想，也请王爷你想清楚，牺牲一人总比牺牲满城人强。是啊，王爷，那夏弯弯他已经被咬了，那他就是个祸害，必须要将他烧死，以绝后患。还请您为大局考虑啊！这牺牲一人救满城的人，这买卖何算？感情你把老娘我的命当成买卖了是吧？夏弯弯气得一呲牙，
哎呀，瞧瞧，他现在就对人呲牙了，说不定一会儿又要咬人了呀！这王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算他再舍不得他的侧妃，可是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个怪物呀，总不能让我们所有人都给他陪葬吧？说的不就是吗？王爷，你看，这都激起民愤了。你若是今天不给个交代，哪怕是这事儿就不会过去了。宿主任务完成，奖励已发放到身上，请注意查收哦。闻言，夏弯弯神色一喜，立即在自己的身上摸索起来。那文官一看，拍手高呼道：呀，看看他，这就会开始抓自己了，马上就要咬人了。大家赶紧把这怪物抓起来烧了！烧了他！烧了他！我有血清，快把我放出来！哼，我有血清，不是我不打，而是时候还没有到。我必须要在挨咬后的一定时辰之后才能注射血清，这样才能有药效。不过才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你们就等不及的要把我烧死了是吧？你这血清是真的假的呀？也是假的，糊弄我们所有人。我糊弄你干什么？你就是诚心想烧死我是吧？臣也不过就是秉公办事而已。这若是换做臣辈呀，那臣肯定自己直接了结自己，可不活着在这儿讨别人的嫌，给别人添麻烦。是吗？夏弯弯一听就笑了，他的眼底闪过了一丝冷光，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一下子就扑上了前，拽住那个文官，一口就咬在他的脸上。我被咬了，我被咬了！这下好了，你不是说换作是你可宁自我了结，所以我就给你这么个机会。我还没打血清就咬了你，你现在被我传染了。拉开自己的衣袖，当着所有人的面，毫不犹豫地将针头扎进了自己的皮肤里，将血清给推了进去。不要！把这怪物拉下去，烧死！怎么还不赶紧把这怪物拉下去啊？你们刚才抓我的时候不是挺有动力的吗？怎么说的来着？是你吧，老头？你不是说要烧死我吗？不赶紧把他拉下去，千万不要为了一个人祸害了满城的人啊！夏弯弯，你这恶毒的女人，你既然有血清，可以解你自己身上的毒，你为何还要伤害他人？哼，恶毒？什么叫恶毒啊？老头儿，你不要忘了当时在山上，我身上带着最后一支血清，我给了其他人，我这叫恶毒？我倒也是想善良，可老娘我的善良在你们这边换来什么了？你们刚才不是还对着我喊口号吗？说要烧死我！求求你了，求求侧妃娘娘，给我一支血清吧，求求你了！没有啦，最后一支被我打了呀！你马上就要变成怪物，被人烧死了，还不赶紧把他带下去？你刚才不是一身正义的要烧死夏弯弯吗？怪物就在你旁边呢，不带走！王爷，你就要这么容忍你的侧妃无法无天，残害无辜的人是吗？温老将军不是对无辜这两个字有什么误解，本王倒是想问一下，在场的各位谁无辜？温老将军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但他也知道夏弯弯已经打了血清，他们留在这儿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作用了，便是甩了一下袖子，领着人就走了。夏弯弯喘了一口粗气，你不用放在心上，他自己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闻言，夏弯弯勉强地扯了一下嘴角。王爷，温然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看着洛星斐，后者表情淡淡，也不搭理他，转身就走。洛星斐这几日见他的侧妃是天天不着面，早出晚归的，也不知道干什么。这天，他从皇宫谈完了关于边境贫困村庄的事情回来，正往王府走的时候，就注意到街边的吵嚷声。他看到了一个身材很像夏弯弯的红衣女人，夏弯弯这头正在给一个稍微年轻的男人推销他手里的对讲机，可男人一听到小小的东西竟然能够传出人的声音，吓得险些没尿了裤子，屁滚尿流的就逃出老远，人影都抓不着了。让古代人接受这些东西真是够费劲的，再这样下去，我怕不是要被他们当成妖怪给抓起来。想着，夏弯弯一抬头就看到了站在自己面前的洛星斐，他吓了一跳，由于上一次他一眼就认出了自己，夏弯弯这一回也有一些心虚，赶忙就把头给扭到了一旁，轻咳一声。请问姑娘，这是什么东西？就在夏弯弯想着逃跑的时候，洛星斐突然就开口了，语气疏离且冷漠，好像并没有认出他来。夏弯弯一听他并没有认出自己，赶忙就清了清嗓子，压低了声音，闷声说道：回王爷的话，这是对讲机，可以隔空传话。可以隔空传话？这么个小小的东西竟然会隔空传话？姑娘，你在骗人吧？夏弯弯既然不想让我认出他，
那我就将计就计，看看他究竟想干嘛。真没骗你，不信王爷你摁下旁边的按钮。这里。洛星斐试探地摁了下去。然后呢？洛星斐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另外一个小姑娘手里的对讲机之中传了出来，她吓了一跳。一旁的长安也伸出了头。主子，你快放下，这怕不是个妖物。这孩子是不是傻？这么稀奇的东西啊，姑娘从何而来啊？夏弯弯房里的那些东西我从未见过，我能肯定的是，并不是我们本朝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它又是打哪儿来的？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呢最会做这些东西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做出来的东西各顶各的厉害，这小东西就是从他那里做出来的。好朋友。洛星斐把玩着对讲机。那本王倒是有些好奇，这好朋友是谁呀？竟然这么厉害，能做出这么个稀奇玩意儿，还可以隔空对话。那真是不好意思了，我那个朋友早就归隐山林了，不跟外界来往。我答应过他，不能向别人暴露他的行踪。什么归隐山林的高人，怕是夏弯弯他凭空捏造出来的吧？这东西还是来历不明。王爷，想要一个吗？这东西不只可以隔空对话，还可以隔空点餐呢。什么意思？就比如说小人旗下有很多个不同种类的店铺，王爷今日想吃火锅了，就躺在家里调到频道1就可以点餐。在店里的员工听到王爷你的点餐后，就会把你要吃的食物给你亲自送到王府来，之后你再进行给钱和额外的配送费，这就行了。这人小聪明真是一大堆，什么东西都能想到赚钱，也真是能耐啊，竟然想出这点子。王爷要一个？不要，本王想吃什么叫人直接买回来就是。对，洛星斐一个有几百人伺候的摄政王，跟俺们这些贫苦小百姓比什么呀？姑娘，本王瞅你怎么这么眼熟啊？越瞅越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王爷，我也瞅你很眼熟，特像一个人啊。什么人？我的男人。哎呀，我跟您开个玩笑，您别当真啊。店铺开着，王爷随时都来捧场啊。所以听夏弯弯的意思，城中这些稀奇古怪的店铺都是他开的，就只靠他自己一个人吗？那他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又从哪里来？反正我是绝对不会相信他口中那个朋友的存在的。夏弯弯他究竟是什么人？主子，要不长安去帮你要一个？要什么？要对讲机啊！长安看你好像很喜欢。谁说本王喜欢了？你不要随意揣测本王的想法。我分明就是感觉到主子想要嘛。本王昏迷的那段时间，你们是在哪儿找到的夏弯弯，把他娶过来给本王冲喜的？长安不知，只知道当时皇上下令要给主子你娶个侧妃冲喜，就找了全天下的喜婆，最终挑了侧妃娘娘。也就是说，没人知道她从哪儿来。是。那个喜婆你还记得她吗？长安点点头。你找个眼生的人去打听一下，问问那个喜婆夏弯弯是从哪儿来的，记着封住口，到时候多给点钱，别让她把我们问的事情泄露出去。好，主子，你是怀疑侧妃娘娘什么吗？本王不想怀疑，只是夏弯弯她做的事情让人不得不怀疑。可是长安看侧妃娘娘她虽然平时行事有些古怪，让人琢磨不透，但她人是好的。那你就不好奇她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反正不管怎么说，夏弯弯她都来历不明，要好好查清楚。王爷，有什么事吗？洛星斐看都不看他，甚至还加快了脚步，以至于温然都得小跑着才能够勉强的跟上。没什么事。王爷，你用过午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吃吗？不用了，本王还有点其他的事情。王妃若是没吃，就自己去吃吧。娘娘，您别难过了，王爷现在在气头上，说不定等过几日消气了就好了。他生气和没生气的时候，对我又有什么两样？反正都没有正眼看过。夏弯弯这头也遇到了瓶颈，他发现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敢听自己讲解对讲机的，就更别提他们敢用了。老板，这怎么办啊？他们都不敢用这东西。哎呀，不过也不用说他们呀。就算我知道咱们老板竟然会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回来，但是我看到这个，我还是忍不住的有些害怕。你害怕什么啊？夏弯弯转过头来，就是他居然能够传出人声来，而且无论隔多远都能隔空对话，这确实是有些吓人呢。但如果是这样，我的外卖店什么时候才能开得起来啊？要是有一个特别有威信的人告诉他们，这个东西不会伤害他们，还能帮助他们就好了。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上哪找那么有威信的人去啊？哎，你们这儿就没有什么受大家追捧的人物吗？闻言，那两个小姑娘对视了一眼，脸颊都有一些红了。一瞧他们这状态，
就知道肯定是有的。夏弯弯急声问道：“谁啊？”就是刚才跟老板你说话的摄政王啊。他呀。哦，老板，你不知道啊，我们这里的人都特别崇拜摄政王。他年纪轻轻征战沙场却多年，每次他领兵打仗，无论是陷入多大的困境，他都能取得胜利，还我们百姓一片安宁。而且他长得还好看。是啊是啊，像摄政王这样又好看又厉害的男人，大家怎么可能不喜欢啊？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明白了。啊？明白什么了？明白应该该怎么办了呀？啊，老板，你想出办法了吗？我们可以利用明星效应。当天下午，夏弯弯换好了衣服之后，拿着对讲机就大摇大摆地回到了王府，直奔洛星斐的书房。侧妃娘娘，你怎么会有这个？哦，我看路上人推销的时候觉得有意思，我就拿过来了。侧妃娘娘，你胆子真是大。哎呀，这跟胆子大有什么关系啊？这叫追赶潮流。你主子在书房吗？在呢。行，我进去找他。王爷，你在想什么呢？你今天怎么不敲门啊？忘了。洛星斐看着他没有说话，只是瞥了一眼他手中的对讲机。王爷，你是不是对这东西特别好奇呀？这个可以隔空传话，我听着可新奇了，所以就拿回来了。哦，是吗？本王知道，在街上的时候，有一个跟你很像的女子向本王介绍了。跟我很像的女子？那有我漂亮吗？看来洛星斐是真没认出来那个人是我。那天他是怎么认出来的呢？难不成我不小心露了什么马脚？不知道啊，戴着个面具看不出来。哦，也是，你干大事的人都比较神秘。王爷，我特意把它拿来送给你的，我觉得你可能用得上。用不上。怎么用不上啊？你用得上。都说了用不上，你想干嘛？他为什么非要把这东西给我？别又是搞什么花样。不想干嘛呀？就是我一个，王爷一个，这样就算我们相隔万里，也可以随时跟对方说话呀。闻言，洛星斐的表情一松，瞥了一眼自己面前的对讲机。夏弯弯见此，赶忙又拿出了一个，晃了晃。我们两个一人一个，弄一个相同的频道出来，这个频道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你想我的时候，随时都能跟我说话；我想王爷你的时候，也随时能跟你说话，这不好吗？这下子，洛星斐倒是没有再坚决地说不用，而是低下了头，没有吭声。听起来倒是还不错。一见他这样，夏弯弯赶忙就把对讲机塞到了他的手里。王爷，你以后要随身带着，这样我就可以随时找到你了。随身带着？他为什么要我随身带着这东西？难道是想随时偷听我在干嘛？夏弯弯点了一下头，把对讲机挂到了自己的腰带上。我也随身带着。来嘛，王爷，你起来，我给你挂上。不用了。洛星斐一脸无奈的被拽起来，眼看着夏弯弯把对讲机用一个小挂钩挂到了自己的腰带上。你看我们这两个是不是夫妻款？别人一瞅就知道我们两个是夫妻。离本王远点。远点当然可以啦。王爷，你吃过午饭了吗？没吃。那我就先随了他的意，随身带着。谈到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再叫人把东西摘下来扔出去就是了。我倒是想要看看他到底要搞什么鬼。没吃，咱们两个一起去吃吧。好不容易让他带上了，必须出去溜达一圈。不用了，本王不饿，你自己。哎呀，走吧。夏弯弯没等洛星斐把话给说完，扯着他就往外走。等到外面的长安一看自家主子的腰上挂了一个对讲机，眨了眨眼睛，有一些奇怪。主子不是说他不想要吗？出了王府，夏弯弯就领着洛星斐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街上的人也立即就注意到洛星斐的腰上挂着一个对讲机，都纷纷地窃窃私语了起来。哎，你们快看摄政王，他腰间也挂着那个东西，不是那个什么对讲机吗？侧妃娘娘也挂着呢。是啊是啊，看来这个东西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危险啊。那我也得赶紧去要一个，跟摄政王大人用同款。对，我也去，赶紧的，别一会儿去晚了就没有了。说完，那些人就三三两两的跑去要对讲机了。夏弯弯的主要目的就是领着洛星斐溜街，让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他身上挂着一个对讲机，以此来达到让他们接受这个东西的目的。你不是要吃饭吗？吃什么？随便吃点什么吧。我们去吃面吧。去那儿吃？老板，给我来2碗牛肉面。这里人流是比较大。他是有意到人流大的地方。本王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奇怪的地方？是有点怪啊。哪里怪？怪帅的。哎呀，我开玩笑的。他们为什么这么盯着本王看？
有吗？可能就是看王爷你长得帅吧。哎，真的耶，他真的带了一个。我们真的跟摄政王有一个东西啊！他们怎么都有？这个东西是送的。大家有很稀奇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当然会有了，有你这个活招牌在这儿，他们还不赶紧追你同款？闻言，洛星斐这才明白夏弯弯为什么突然弄这些事儿，感情就是为了让自己给他宣传。一想到自己就这么的被一个女人给利用了，洛星斐心中不平，就要去摘掉。你干什么呀？可不能摘，好不容易让大家都接受了，他现在摘下来不全都白费了吗？别人带的东西，本王不带。我真是信了夏弯弯的鬼话，才带这个破东西。一瞧他这样，夏弯弯想了一下，拍了拍洛星斐的手。我给你想个办法，保证让你跟其他人不一样。说完，夏弯弯就把自己耳朵上戴着的耳坠给摘下来，蹲在洛星斐的面前，将耳坠挂在了对讲机上。喏，这样不就跟其他人不一样了吗？夏弯弯，你哄小孩子呢？是啊，就是在哄你这个小宝宝，好好的给我打广告。夏弯弯嘿嘿一笑，把自己的另外一个耳坠也给摘下来，挂到了自己的对讲机上。你瞧，咱们这两个，这不还是一对吗？见此，洛星斐的嘴巴张了张，桌上的手指弯了弯，见他突然就老实了，夏弯弯险些没有笑出声来。我的妈，这摄政王也太好哄了吧！一听他说自己好哄，洛星斐的脸上就浮现出一抹不自然的红晕。他低头看着少女的耳坠，修长的手指不自然的弯曲。女孩子的东西都这么可爱吗？上面是个兔子吧，跟夏弯弯一样。王爷，夏弯弯为了避免洛星斐的注意力全部都放在对讲机上，便是岔开了话题。我看你这几日忙前忙后的，在忙什么呀？是你在忙前忙后吧？洛星斐心中想着，嘴上说道：边境有一个贫困村庄，那个地方因为太过偏远，食物和东西运进去都十分困难，所以他们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夏弯弯小聪明一大堆，或许我跟他说了，他能想出什么点子来呢？毕竟他连让我给他当活招牌的主意都能想出来。让他们都搬出来不就好了吗？你说的边境是不是就在两国的交界点？对，他们的村子正好就卡在了边缘，若他们过了那条线，就不归我们管了。可偏偏他们在这条线里。那就搬出来啊！说真有那么简单就好了？那些人顽固不化，死活不肯搬出来，说什么死都要死在他们生长的地方。钉子户啊！钉子户是何物？钉子户顾名思义，就是像钉子一样的房主。洛星斐点点头，他见到夏弯弯没有放在心上，手指动了动，十分做作地叹了一口气。干嘛呀，王爷？还真是故意弹给我听的吧？听自己被拆穿了，洛星斐有一些不好意思，但是觉得既然都已经起了一个头，做点庄下去啊，便说道：本王这不是发愁吗？愁得连饭都吃不进去了。王爷，这件事情愁不得的，饭还是要吃的，总不能不吃饭吧？可是本王一想到边境的那些百姓吃不起饭，这饭本王就吃不进去嘴里。那哪行呢？夏弯弯老戏骨了，一眼就识破了洛星斐是在演戏，他憋着笑配合：饭还是要吃的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要是饿坏了，边境那些可怜的百姓谁管呢？话是这么说没有错。洛星斐叹息，还以为夏弯弯是上当了，根本没有想到他这会儿看到自己蹩脚的演技，憋笑憋得都快要哭了。可本王一日想不出办法，一日寝食难安啊！夏弯弯听到这儿就明白了，感情洛星斐是想让我帮他出主意啊。一听夏弯弯猜出来了，洛星斐清了清嗓子，心虚的都不敢去瞧对方的眼睛。宿主任务：帮助男主解决此次困境，奖励10万两黄金。一听系统让自己帮助洛星斐解决这一次的事情，夏弯弯不动声色地眯起了眼，轻笑道：办法我可以帮王爷你想啊。你有办法？洛星斐一听，立即就抬起头来，眼神有一些发亮。办法是有，但是你要先吃饭，你把饭吃了，我再告诉你。洛星斐一听，赶忙拿起了筷子，学着夏弯弯的样子，大口的吃了起来。看他吃的这么香，夏弯弯也觉得下饭。原来看好看的人吃饭是一件这么下饭的事情。一碗牛肉面见底，洛星斐拿出手帕擦了擦嘴角，看着夏弯弯：你说的办法是什么办法？我方才就有在想，你说既然他们不肯搬出来，那他们买食物等一系列东西又十分的困难，那为何我们不让食物主动到他们那里去？
什么意思？他不会还有成了精的食物，自己长腿跑过去吧？要是这样的话，我都怀疑夏弯弯是不是妖精了。边境的风景应该不错吧？确实不错。既然不错，我们为何不利用大自然给的优秀条件，将那个地方改成旅游景点，把那里改好了，有吃有喝有玩，自然就可以吸引大批游客过去了。这样的话，那个村庄不是解决了生存的问题吗？你的意思是要把那里变成可以吸引人主动去的天堂啊？那本王可以跟皇上商议一下，看看那个地方好不好动工，可不可以见到你说的那个旅游景点？好。骆星斐来到皇宫找骆敬霄商议此事，一来到他的寝宫，就见到一帮人都站在院子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王爷，您来了。你们这是在干嘛？不知怎么了，皇上突然让奴才们在这儿等着，没他的允许不准靠前。闻言，骆星斐一愣，心里不知道骆敬霄又在搞什么，但还是走到了他房间的门口，正要伸手敲门的时候，就在里面听到了一丝不寻常的声音。他一愣，把耳朵往门上一贴，就隐隐约约地听到男人粗重的喘息声。他本以为骆敬霄是青天白日的跟他手底下的妃子在干什么，脸上闪过了一丝尴尬，心中好笑，这骆敬霄啊，倒是真的长大了。骆星斐想着正要走的时候，就听到骆敬霄尖叫了一声啊！他这一嗓子让骆星斐也不想别的了，立即转身一脚就将门给踹开。皇上，您没……他跑进去，话说到一半，就看到骆敬霄蹲在床边啃着手指。他面前的床上正躺着在夏弯弯的房里面搜出来的那具玩偶，而他方才听到的粗重喘息声，正是从这个玩偶的口中传出来的。真是见鬼了！这娃娃夏弯弯不是给烧了吗？怎么跑他这儿来了？皇叔，我不是。我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这样的。可怜的小皇帝急得都忘记了用朕来称呼自己，他以为这就只是一个逼真的玩偶，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还会这样。这下完了，我怎么解释啊？皇上，您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我那天就看到有人把它给抬出去，我瞧着这娃娃做的精致，我就好奇，让人把它给抬到我这儿来了。然后呢？然后我这几天就一直让他陪我睡觉。骆星斐一看骆敬霄那么大一小伙子，这会儿还掉起了眼泪，直接就被气笑了。皇叔，这也太吓人了，我竟然搂着他睡了好几天呀，皇叔，我不干净了，皇叔。别哭，多大点事儿，值得您掉眼泪吗？骆星斐无奈地看着骆敬霄，瞥了一眼床上还在啊的玩偶，头痛地扶着额。皇叔，你快把他给带走吧，我不想留他在这儿了。他这样一直叫个不停，您让我怎么把他带走啊？骆星斐看着那玩偶也有一些发怵啊，他都没办法想象自己一会儿出去啊，带着这么一个一直叫个不停的玩偶，那别人会怎么看自己啊？那怎么办呢？我不能让他在我这里继续的待着了，我也不能再搂着他睡觉了，再搂着他睡觉，骆星斐一看骆敬霄说着说着又要哭，就把手指放到了嘴上，示意他安静。骆敬霄的眼睛就眨呀眨的，硬生生的把哭意给憋了回去。我是怎么跟你说的，让你有个皇上该有的样子，怎么能随便掉眼泪呢？皇叔，这东西我会帮你想办法的。骆星斐说着，把被子往那娃娃的身上一盖。今日我找过来，是想要跟您说一下关于边境贫困村庄的事情，办法已经想出来了。啊？什么办法呀？骆星斐就把夏弯弯的主意说给了骆敬霄听。可以，朕批准，此事交给皇叔你全权负责，朕相信你。一会儿朕就传令下去，让所有的人都全力配合皇叔你。好。骆星斐点了一下头，看了一眼床上不知何时已经停下来的娃娃。皇叔，要不然你赶紧把这个东西给拿走吧，我可不要了。见他没了动静，骆星斐就连娃娃带着被子一块给包起来，扛到了肩上。皇上，我这一走可能时间比较长，你要照顾好您自己，记着我说的话，谁都不能相信。有什么事情立即飞鸽传书给我，我会马上赶过来。骆敬霄点了一下头，骆星斐也没有再说什么，扛着那东西就往外走。守在外面的下人们一瞧骆星斐出来了，肩上还扛着一个什么东西，
都以为他是把皇上给扛出来了。王爷，皇上还好吗？他没事。骆星斐看都不看老太监，脚步不停。闻言，老太监犹豫了一下，想问问骆星斐肩上扛的到底是不是他们的皇上，可这嘴张开，还没有来得及问，他们就听到了一阵让人面红耳赤的声音。声音的来源正是骆星斐肩膀上扛着的那个。就算在场的小太监、小宫女儿都没有经历过这事儿，可是光听这声音就知道这是个什么声音。那一个个都是脸颊通红，看骆星斐的眼神就好像在看一个变态色狼似的。骆星斐也没有想到他突然又会叫起来呀，暗骂了一声该死，扛着那东西利用轻功直接就飞到了树上，消失在了众人的眼前。公公，王爷肩膀上扛的是什么呀？不该问的别问，不要脑袋了是不是？骆星斐就扛着一路啊的那东西来到了皇宫的焚烧场，见东西被烧毁，骆星斐又潇洒地转身离去，留下在场的人是大眼瞪小眼。与此同时，温然因为骆星斐对自己的冷漠，心中是越发的不平。他回到了娘家，向自己的爹爹哭诉。温老将军一看到自己的女儿因为夏弯弯委屈成了这样，对于夏弯弯的敌意那就更加的大了。爹爹，你说我该怎么办吗？再这样下去，那王府都快成了夏弯弯的了，女儿就没有容身之地了。你就一点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历？温然一听，这心里头更是委屈，摇了摇头。我瞧那个夏弯弯身份不简单。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爹爹，你怕是不知道，夏弯弯的房里都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啊，没人知道他那些东西是打哪儿来的。那夏弯弯身份不明，来历更是不明，东西又稀奇古怪，他本身就有问题。我会找人去查夏弯弯的身份，我倒是想看看他究竟是哪个狐狸洞里蹦出来的狐狸精。确定消息无误？是，消息确定无误。骆星斐，你果然是个操心的命。为了骆敬霄那个草包，你还真是一刻都不肯停歇呀。这回我倒是想看看你还能怎么帮骆敬霄那个蠢货。提前做好了充足准备的骆星斐在第二天就准备出发。王爷，你来干什么？我跟着你一起去啊，主意是我出的，之后有什么问题我也肯定能够解决。你若是不带着臣妾，到时候出了什么事儿，臣妾可不管啊。一听夏弯弯这么说，骆星斐也觉得有一些道理，便点了一下头。正要跟着他上马车的时候，温然也领着丫鬟。王爷，你又要干什么？王爷，臣妾想同你一起去，也想借一下微薄之力。姐姐，仆氏妹妹嘲笑你，你说你能去干嘛呀？你是能扛啊，还是能拎啊？我可以照顾王爷啊。王爷由我来照顾就行了，不需要姐姐你帮忙。你照顾我不放心，这么多年来，王爷一直都是由我照顾，包括他昏迷的这1年。哼！一听温然提起了自己昏迷的时候他照顾自己的事情，骆星斐剑眉微蹙，看了一眼夏弯弯，看他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王爷，你就让臣妾跟着你吧。臣妾知道此次会有很多的辛苦和艰险，臣妾实在是不放心王爷你一个人去。骆星斐是一个念恩的人，他即使是看不上温然，但是自己也念及昏迷1年的时候温然对自己的照顾，于是便一抬手，起来吧。我星斐耳朵根子怎么这么软，人一说他立马就同意了。我带他们2个人去，真的没错吗？主子。这个时候长安注意到后面又来了一辆马车，骆星斐歪头看去，马车稳稳地停在了他们的身后，出来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人，竟然是骆卓义。兄长，我听说你要到边境去解决贫困村庄的事情，我想同你一起解救村民于水火之中啊。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啊？怎么王八扯淡一串一串的？先是我，又是温然，现在又来了个这人谁啊？好像没见过，但怎么有点眼熟呢？想着，夏弯弯就眯起了眼睛，紧紧地盯着骆卓义。他这双眼睛好像在哪里见过。骆卓义要跟着，骆星斐当然是不能不同意，便也没有说什么，转身先进了轿子。到底是在哪里见过他？这眼睛怎么那么眼熟？夏弯弯，骆星斐的声音在轿子里面传来。你走不走？哦，来了。哎，算了，先不想了，反正之后也会见面，早晚都会想起来的。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出了皇城，骆星斐看着手里山上的布防图，又递给了夏弯弯。你看，这就是大致的面貌。看着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布防图，扯了一下嘴角。这我看不明白这个，等到了地方，我用眼睛去观察，就能明白个大概。也好，
哎呀，我说妹妹啊，你怎么就连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布防图都不会看呢？那你跟着去干嘛呀？我跟着去当然有我自己的用处，自然不可能只是去照顾人的。该死的夏帆帆，不用你诚惶，等到爹爹查明了你的身份，我定让你万劫不复。边境离皇城较远，需要赶上个2天1夜的路程才能够到达。当天晚上，众人就在山中找了一处空地，暂时的安营扎寨。王爷，你喝吧，臣妾都给你吹凉了。骆星斐没有说话，单手接过，看着坐在对面一边啃着包子一边盯着不远处骆卓义看的夏弯弯。他到底在看什么？从刚才起他就一直盯着人家脚。骆卓义脸上有花吗？想着，骆星斐的心里就有一些不畅快。夏弯弯，夏弯弯因为聚精会神地盯着骆卓义，压根儿就没有听见骆星斐在喊他。一瞧自己都已经喊他了，他还盯着人家瞧呢。这骆星斐气的就抓起地上的石子砸向他。怎么了？你刚刚在想什么？当着我的面这么直勾勾的盯着一个男人，夏弯弯是不是太不把我这个丈夫放在眼里了？没想什么呀。他确实什么都没想，因为我也确实没听见。只是他越没有想就越奇怪，他到底盯着骆卓义一个劲儿的看什么呀？王爷，我之前有没有见过就是坐在那边的那个人啊？哎呦我的天哪！我说妹妹你不是吧？现在连二王爷都不认识啊？我不记得跟这个二王爷打过交道啊，但为什么就是觉得他眼熟呢？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臣妾觉得他有一点眼熟，之前我们成婚的时候他是不是有来过呀？我说傻妹妹，你是个侧妃，还是被冲喜娶进来的，所以你当时就只是被2个人抬着花轿从后门给抬进王府的。若不是后门挂着2个红灯笼啊，怕是都没有人知道王爷他娶了个侧妃进来呢。我知道，用你说嘛。哎呀，算了，不想了，可能是我感觉错了吧。虽然微然这话说的有些讨厌，但他说的也没错。我当时就只是被个小破轿子抬了进来，也没有人过来道喜。毕竟那个时候骆星斐还晕着，谁敢过来道喜？那不找死吗？所以关于那个二王爷，应该真的是我想多了。哎呦，王爷，那我就先回去睡了。王爷，今天你要不要跟臣妾一起睡啊？不用，王妃自己睡吧。骆星斐看都不看他，起身前往了夏弯弯的帐篷。王爷，你怎么过来了？本王没想到你们2个人会跟着来，多出来2个人就多出来了2个帐篷，没有空闲的帐篷了。哦，所以王爷你的意思是想要跟臣妾一起睡了？看着眼前贼兮兮的夏弯弯，骆星斐的眉头一下子就皱了起来，觉得自个儿多余进来，感觉就是进了贼窝了，便头也不回的就要出去。你别走啊，来都来了你还想走？我这帐篷宽敞的很，别说是住咱俩人了，就是再来一个人都能住得下。再来一个人？你想让谁来？难不成是骆卓义？骆卓义？谁啊？一听夏弯弯不知道二王爷叫什么名字，骆星斐的表情立刻就缓和下来，他贴着床边坐下来。你放心，我睡觉很老实的，不讲被子不打人。一听他把自己曾经跟他说过的话说给自个儿听，夏弯弯就知道他这是诚心的挤兑自己，心中好笑。行，有王爷这句话，臣妾就放心了。那王爷请自便啊，臣妾就先睡了。真是有够蠢的，我好歹也是个男人，当着我的面这么就睡了，不害怕我对他做什么吗？想着，骆星斐摇了摇头，贴着个边儿躺了下来。夏弯弯睡到半夜，觉得有一些冷，便下意识地往温暖的地方凑去。迷迷糊糊之间，他觉得自己好像被一个人给抱住了，宽实的胸膛给了他不少的温暖，让他再次的熟睡了过去。翌日天蒙蒙亮，夏弯弯就被外面的声音给吵醒了。他揉着眼睛从帐篷探出了头，就见到所有人都在忙活着收拾东西，准备要上路了。他走出来，伸了一个懒腰，又动了动发酸的脖子。所以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露营了，怎么睡怎么不舒服。哟，昨天晚上睡得挺好。睡得还行吧，有王爷陪在身边，那睡得能不好吗？该死的夏帆帆，我看你能猖狂到何时。众人走走停停，终于是在天黑之前赶到了边境的村庄。哎呀，这地方可真是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这哪里是贫困，这简直就是穷掉底儿了吧。这整个村的人加在一起，怕是连50两都凑不出来。这是什么？好香啊，是能吃的吗？是啊，这是可以吃的。嘿，姐姐，这个好香啊，吃起来会更香，你拿回去跟家里人一起吃吧。谢谢姐姐。长安，你去把食物挨家挨户的分一点，特别是有孩子的人家，你多给一点。好。长安应了一声，
就招呼人去卸车上的食物。夏弯弯，你把食物给了他们，我们吃什么呀？夏弯弯白了他一眼，温然气得不行，天彻底的黑下来。这个村的村长这才姗姗来迟，将他们领进了村里的空院子，让他们住在里头。哎呀，这鬼地方怎么住嘛？你们村里就没有再好一点的地方啊？没有了，这已经算是好的地方了。我们的村子，相信你也看到了。真是，你要是嫌弃，你可以回去啊。我不回去啊，我要留在这里陪着王爷。兄长，不是我说你，知道的你是过来帮村里脱贫，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到这里来享清福的。早知道能带着女人过来，我也带几个了。洛星斐听出了他话里的嘲讽，没有说话，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他一说话，夏弯弯就注意到了他，紧紧的盯着他的那双眼睛。该死的，这双眼睛怎么就这么眼熟？我到底是在哪儿见过呀？洛卓义察觉到了夏弯弯的眼神，便转头看过来。侧妃嫂嫂为何这么盯着我呀？我们在哪里见过吗？侧妃嫂嫂，你想说的是前世见过吧？一听洛卓义开这样的玩笑，夏弯弯觉得好笑，摇了摇头。一旁的洛星斐将他们二人的互动收进眼底，他微微的沉下脸色，眉宇之间透着一丝的不开心。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夏弯弯当着我的面就跟别人说说笑笑的，他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当天晚上睡觉之前，温然又开始作妖了。王爷，臣妾不敢一个人睡啊，你可不可以陪着臣妾啊？你若是害怕，就叫你的贴身丫鬟陪着你。臣妾不想嘛，无论有谁在身边，都没有王爷在身边来的安心啊。所以臣妾希望今天可以跟王爷一起睡。哼，我倒是没有想到，洛星斐现在都好色到这种程度了，就连到这里都要带着2个女人。一旁的夏弯弯见此，眯了眯眼睛。这小蹄子，我就知道他跟过来肯定会作妖，想跟洛星斐睡，想得挺美。想着，夏弯弯就清了清嗓子。王爷，臣妾也怕王爷陪臣妾一起睡嘛。这深山老林的，要是有吃人的大马猴把臣妾给叼去了怎么办？妹妹，你胆子比较大的，不像我生来胆小。我呀，最害怕的就是住在这个地方了。臣妾不管嘛。只见他脚一跺，身子一扭，一把就抱住了洛星斐。洛星斐可没见过这么硬核撒娇的，一下子就给愣住了。臣妾就要王爷陪着臣妾睡，臣妾不管。夏弯弯的脑袋就像是被人摇起来的拨浪鼓似的，都晃出重影了。洛星斐一见他这样，直接就被逗笑了。这样的情况下，恐怕也就只有洛星斐觉得好笑了。无论是温然还是洛卓义，表情一个是冷漠，一个是难看。温然摆明了就是被夏弯弯的撒娇给吓傻了，都回不过神来。夏弯弯趁他愣神的空档，扯着洛星斐就往自己的屋里去。王爷，来嘛，你陪臣妾睡嘛。王爷，温然一惊，正想追上去再做纠缠的时候，长安就在一旁伸手拦住了他。王妃娘娘，主子一路舟车劳顿，还请王妃娘娘让主子好好休息。你什么意思啊你替夏弯弯拦着我？王妃娘娘误会了，长安只是心疼主子。我自从嘉靖王府来，长安跟我说话的次数10个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平日里更是连瞧都不瞧我，怎么这个夏弯弯却能引得他相助呢？先是王爷，又是长安。这头的夏弯弯一进屋就跟做贼似的把门给关上了，拉着洛星斐这个大宝贝儿来到了自己的床边。见夏弯弯这副小心翼翼的样子，洛星斐觉得好笑。行了，咱俩睡觉，想从我身边抢走洛星斐，温然那个小贱蹄子他也配。山里的蚊虫比较多，夏弯弯睡到半夜就被蚊子给叮的是翻来覆去。洛星斐觉察到身边的人睡得不踏实，便坐起了身来，就发现他的手一直在乱挥，很明显是在赶蚊子。见此，洛星斐从一旁的柜子上拿起了不知道放在这儿多久的蒲扇，抖掉了上面的灰，在夏弯弯的上方微微的扇了起来。迷迷糊糊的夏弯弯感觉蚊子不再叮自己了，便是安安稳稳的睡了过去。等他再睁开眼睛，天都已经亮了，而洛星斐依然不在身边。而洛星斐等人正围在院中的一个圆桌前看着什么。等到夏弯弯走过去，就听见洛星斐说：就这么办啊，你醒了，厨房里有食物还热着呢，你去吃吧。夏弯弯点了一下头，看了一眼用怨毒的眼神盯着自己的温然，心中好笑。嫉妒吧小垃圾。他来到厨房，就看到里面有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看骨架应该是一个小孩。夏弯弯喊了一嗓子，
把那个身影给吓了一跳。他转过身来，见到有人来了，撒腿便跑。还想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呀！你怎么过来偷东西啊？我没有偷，我就是过来借。你不问人就拿，那就是偷。对不起啊，姐姐，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实在是太饿了。你父母呢？我父母都饿死了。怪不得呢，那些孩子都敢抢他手里的食物，原来是个孤儿。唉，想着，夏弯弯轻叹了一口气，拉过小女孩看了一眼锅里的东西，发现肉都没动，反而是一块干粮被啃了一口。你怎么不吃肉啊？我已经来偷吃姐姐的东西了，我不敢吃了。那吃吧。小女孩还有一些不敢拿，怯生生的。夏弯弯轻轻一笑，这是姐姐给你的，不算偷。谢谢姐姐。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小马，我爹娘说给我取这个名字是希望家里什么都满满的。是个好名字。小马啊，你想不想一直都有鸡腿吃啊？想，小马想。那你以后跟着姐姐好不好？姐姐，我想跟着姐姐。好啦好啦，姐姐可不喜欢爱哭的孩子。我不哭，我不哭。之后，夏弯弯就领着小满来到了前院。骆星伟几人一看，他就到厨房吃个饭的功夫，就领了一个孩子过来，都有一些奇怪。王爷，夏弯弯看着骆星伟，心中还有一些忐忑，担心他不答应。这孩子现在是个孤儿，我想收养他。闻言，骆星伟的眼中闪过了一丝诧异，他垂眸看着正在用大眼睛期待地望着自己的小满。夏弯弯见骆星伟不说话，心里就打起了鼓来。他是不是不同意呀？也是，收养孩子也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决定的。哎，不过也不要紧，骆星伟若是不同意，我就自己养。反正我也不是没有能力养个孩子。妹妹啊，你怎么突然想着要收养这个孩子呀？这收养孩子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我跟你说啊，这里面的事情可多了，你也不能说见一个孩子可怜你就都收养了吧？要是这样的话，那王府成什么了？孤儿院了。你何必如此刻薄？臣妾。骆星伟蹲下来，对小满招了招手。小满还有一些怯生生的，他不知道这个好看的大哥哥是不是喜欢自己，便是小心翼翼地抬头看向了夏弯弯。后者对他点了一下头，拍了拍他单薄的肩膀，示意他可以过去。这下小满才放心地挪着小步子走了过去。见他在自己的面前一副拘谨的样子，骆星伟从怀里面掏出了一颗糖递给他。谢谢哥哥。小满接过来，乖巧地笑了一下。骆星伟没有再说话，意思已经很明显，就是他答应了夏弯弯。夏弯弯没有想到骆星伟一个古板的古代人竟然能够答应自己，心里不禁有一些暖意。骆星伟这狗儿子可真是当了次好人。听着夏弯弯这个时候在心里面夸自己，都带着骂自己的意味，骆星伟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无奈。我到底是怎么得罪了他呀？之后夏弯弯就给了小满梳洗一番，他带来的衣服都比较的大，就只能是现剪裁，虽然是没有原件的好看，但是呢也已经算是小满穿过的最好的一件衣服了。洗干净的小满多了几分的灵气，解决了小满的事情，夏弯弯就跟着骆星伟几个人上了山。但是他为了方便，就把小满留在了家里。小满是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他知道夏弯弯对他有恩，不想给他添麻烦，于是呢就在家里把脏衣服都给拿出来，坐在井边洗干净。温然见他洗衣服也不客气，直接就把自己的衣服扔到了盆里。连我的一块洗了。小满没有异议，乖巧的点了一下头。这里风景倒真是不错，光是站在这里看着就觉得这山没白爬。这有多高啊？我们爬上来就用了那么长时间，你说有多高啊？这么高，适合坐高空缆车。什么车？高空缆车，就是用最结实的钢绳在悬崖的两边固定，人坐着车就可以从这儿到那边。什么？这么高，怕是没人敢坐吧？就算有人敢坐，可能坐到一半就吓得尿裤子了。我刚才看爬上来的山路实在是太难走了，
所以我们这边要弄高空缆车，下面必须要弄出台阶来，方便到时候游客上下走动。可是高空缆车会不会太危险了？怎么会啊？只要做得牢固，什么危险都不会有。有什么危险？我以前还做过好几次呢。最喜欢坐的就是高空缆车了。他坐过？他在哪里坐过？高空缆车？这光是听着就觉得奇怪。若是哪个地方真的有，怕是早就已经传开了吧。几人一边往下走，一边商议着这高空缆车该怎么做。夏弯弯一下去，就听到了瀑布的声音。这附近是不是有瀑布啊？众人往前走了大约有几十米，果然就看到了一处天然的大瀑布。这里可以做露营时的营地，到时候在这里建几个小木屋，里面有床就行。游客们可以花钱租这里，睡觉的同时还能看到免费的瀑布。只是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野兽。若是有的话，你这办法就行不通了。到时候你让人在附近转一转，要是没有的话，这个方案也可以用。谢小妮子，平时吊儿郎当一副不正经的模样，但到了正事上面是一点都不含糊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我们是朝廷派来帮助你们的，你们村长没跟你们说吗？说了，可是他说的就好像是唱的一样，他相信你们，我们可不信。有那个时间啊，倒不如给我们运点粮食来，让我们先解决温饱，这才是最有用的。给你们运送食物只能解决眼下，不能解决根本。总之，你们不许在我们村子里弄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我们不允许有人破坏。不是破坏，我们是在帮你们。这些人到底是哪个石头缝里面蹦出来的老顽固？要是真的帮我们，就把食物拿出来。昨天晚上不是已经分给你们了吗？这些人可真是不可理喻。你们那些东西根本就不够塞牙缝的，我们吃了一顿就没了。赶紧的，把食物拿出来。你们这些刁民，好心为你们着想，你们倒是想干打家劫舍的事儿，也不看我们是谁，你们居然敢打劫我们！别伤了他们，他们不过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罢了，不必跟他们计较。是，怕什么？为首的男人说着，从地上捡起了一颗石头。咱们是百姓，他们朝廷不敢对咱们百姓动手，砸他们！砸他们！砸他们！接着，那些人就像是疯了一样，向着众人掷石头。主子，我看看。一看他受伤了，夏弯弯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冷光，从怀中不知道掏了一把什么东西，直接就扔向了那些村民。东西掉到地上，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响？你扔了什么东西？炸药吗？可听声音不像啊。摔炮。摔炮。骆星斐闻所未闻，就是你们这儿小孩过年时放的鞭炮，只不过我这个不需要用火，只要往地上一扔就行。我是害怕这山里有猴子，所以带了点，用来吓猴子的。结果猴子没吓到，倒吓到了一群大猩猩。你们倒真是好大的胆子，跑什么？夏弯弯一见他们躲自己，就冷哼了一声，对他们大声的呵斥：哼，刚才你们一个个的不都跟小母牛坐飞机牛逼上天了吗？怎么这会儿他妈的怂了？你们以为你们这是在作践谁呢？这是摄政王。摄政王也知道是谁吗？当今皇上的叔叔，皇上的叔叔。听夏弯弯一直重复这句话，骆星斐就有一些臊得慌，伸手轻轻地扯了他一下，示意他差不多就得了。可是偏偏的夏弯弯上了头，觉察到有人扯自己，连头都不回，直接就拍开了骆星斐的手，瞪着面前被自己给唬住的村民们：你们再动他一个试试。闻言，那些村民一个两个的就像是斗败了的公鸡似的，低着头不敢再吭声了。看把你们能耐的！夏弯弯见他们不再吭声，直接就翻了一个白眼。长安愣愣地看着夏弯弯，那叫一个满脸的敬佩。侧妃娘娘真是好生厉害，你又何必多跟他们计较？骆星斐无奈地看着夏弯弯，我不跟他们计较，他们都能把咱们砸死啊！就像他们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惯着他们。闻言，骆星斐无奈地摇了摇头。众人回去，温然瞧见骆星斐受伤，也是吓了一跳，就跟那花孔雀求偶似的，围着骆星斐直打转。哎呦，王爷，您这是怎么了？这怎么出去一趟还受伤了呀？喂，你们怎么保护王爷的呀？行了，跟他们没关系。还没有关系啊？你说你一个当王爷的受了伤，他们倒是一点事都没有了，这能跟他们没关系吗？哼，瞧瞧某些人不就是吗？像个没事人一样。是啊，当时王爷护我护得紧，我当然没事了。该死的夏弯弯！王爷。夏弯弯得意地瞪了一眼温然，扯着骆星斐就往房间里面去。臣妾那儿有药，王爷你随臣妾来，
臣妾给你涂一涂。这下温然可找不出话来反驳了，因为他那里并没有治疗跌打扭伤的药，就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洛星斐被夏弯弯扯进了房中。洛星斐坐在椅子上，夏弯弯从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里翻出了小瓶药。有点疼啊，王爷你忍着些。夏弯弯不说还好，一说洛星斐就倒抽了一口凉气，他皱着眉往后躲了一下。你这什么药啊，这么疼？哎，我的药保证比任何药都好，一般人我都不给用的，身上那么一道长疤都受了，这点疼就受不了了。闻言，洛星斐抿了抿唇，把伤口给处理好。夏弯弯这才放下了手。好了，保证不会在你这张英俊的小脸蛋上留疤。留疤？本王才不在意，男人留点疤又算得了什么？是啊，这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夏弯弯好笑地看了他一眼，轻叹了一口气。只不过这些村民实在是太刁了，要是想让他们配合，怕是有些困难。他们可能看此事不切实际，所以才不肯答应的。那既然不切实际，你为何答应了？夏弯弯好笑地看着洛星斐，听他这么问，洛星斐就不说话了，他把头给扭到了一旁，耳垂有一些发红。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相信了夏弯弯这听起来就很天方夜谭的话，可是依自己目前对他的了解呢，越是一些不可能听起来就很荒诞的事情，从夏弯弯的嘴里面说出来，却总是能够办到，而且呢还会做得很好。见他不说话了，夏弯弯撇了一下嘴，也没打算再逗这个小王爷。求你把我这衣服洗的呀！温然愤怒的声音从外面响起，吸引了屋里两个人的注意力。洗破了，你会不会洗衣服呀你？对不起啊！接着就是小满怯生生的道歉。夏弯弯一听，赶忙起身跑了出去。怎么回事？姐姐，可是王妃姐姐，小满若是有哪个地方做的不对了，你可以过来跟妹妹说。那至于让姐姐亲自教育，她不过就是个小丫头，若是将姐姐你的身子气坏了，这多不值当。哼，夏弯弯，你少把话给我说的好听啊！说白了，不还是你要收留这个野丫头呀？你瞧瞧这野丫头有什么用？这留下来什么都干不了，现在更是厉害，直接把我的衣服都给洗碎了。哎，你知不知道这衣服要不少钱呢？姐姐的衣服为什么要让她洗啊？夏弯弯眯起了眼。妈，这温然有没有心呢？小满都这么可怜了，他连一个孩子都针对，要不是在场的人多，我非把他这张恶毒的嘴脸撕碎不可。我看他在洗你们的衣服呀，就想让他顺手把我的衣服也一块洗了，谁知道他偏偏洗成了这副样子。切，我看呢，他就是故意的。姐姐，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哟，小年纪你还撒谎是不是你？而且报复心还那么强，就你这样的留在这儿能行吗？我想姐姐是误会了，我呢留小满在这儿，并不是想让她当丫鬟伺候人的，所以以后洗衣服这种粗活或者其他的重活都交给该干的人去干吧。哼，要不然有些人连自己分内之事都做不好的话，留他又有什么用呢？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姐姐，妹妹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害怕小满这粗手粗脚的，要是哪天再把姐姐你这昂贵的衣服给洗坏了，这该如何是好啊？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还要继续留在身边了？是啊，是妹妹之前说的话，姐姐你没听清楚吗？我要收养小满，以后小满便是王府的人了。夏帆帆正要发火的时候，听到全部的洛星斐就从屋里面走了出来。哎呦，王爷，您快瞧瞧这死丫头呀，把臣妾衣服全部都给洗坏了。臣妾说她两句，妹妹就不乐意了，还这么护着她。小满看温然竟然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急得都快要哭了。要是王爷哥哥听了这个坏女人的话，误会了姐姐怎么办呢？你是以为本王聋吗？还是说王妃你对于本王留下小满一事抱有质疑的态度？王爷，不是，臣妾没有那个意思。你有没有那个意思本王还不明白吗？方才本王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你还想说什么？小满不是王府招来的丫鬟，下次再有洗衣服这种活别给她干，你身边不是没带丫鬟。王爷，难不成您还要把她带回去当成女儿一样养啊？不就是洗件衣服吗？又累不着她。王爷怎么回事？这夏弯弯胡闹，他就让他闹。现在更好了，竟然还帮着夏弯弯一块护着这个小野种，又不是他自己的亲女儿，他至于这么宝贝着吗？至于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让我没面子吗？好，既然你说累不着，那之后大家的衣服就由你来洗。王爷，你让臣妾洗衣服？一听洛星斐让温然洗衣服，夏弯弯险些没有笑出声来。小满听到这儿也放心的笑了，因为他知道王爷哥哥并不会相信坏人的话。你不是说很简单吗？怎么到你这就不情愿了？长安，吩咐下去，
只要有脏衣服就一并拿过来。王妃娘娘体恤下属，要亲自给他们洗衣裳，让他们不用客气，该拿的全都拿过来。是。王爷，温然一听洛星斐这么说，气得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可洛星斐呢，也不再搭理他，只是走到了小满的面前，摸了摸他的头发，轻声说道：以后洗衣服这种活不叫你干，你还小，不是你该干的事情。王爷哥哥，你人真好，和姐姐一样好。王爷，夏弯弯瞥了一眼表情臭的就跟吃了屎一样的温然，对着洛星斐竖起了大拇指。你好帅啊！一看他又不正经起来，洛星斐无奈的看他一眼，并没有再说话。温然这下子可是有苦头吃了，他当真是洗衣服洗到了吃晚饭都没有洗完。洛星斐也是体谅人，告诉他呢，你可以吃完了晚饭再继续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可温然哪干过这样的活啊？一双胳膊累得就跟面条一样的软，就连筷子都拿不稳了。夏弯弯看他这样，心中骂了一声：活该。今日地形已经勘察的差不多了，明天我们就可以动工了。只不过有些人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有些需要动工的地方就在那些人的土地上，说是直接就开始，他们怕是不能干啊。这倒是，相比材料怎么运进来，让这些人同意才更是困难的。材料运进来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偏远了，就算是搞好了，怕是那些想来旅游的人都会因为路途遥远不知道怎么过来而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想过这里远，却没想到这么远，特别是在古代这种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想让那些人徒步走那么远来旅游，谁干啊？你说的这也是个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是一定没有办法解决，就是不知道王爷你能不能同意。你先说说什么办法？这家伙脑袋转的是不是太快了？这一会儿就有办法了，还是说他早就在心里盘算好了？咱们可以弄一个旅游团。旅游团？就是可以一个人带其他人过来旅游的工作。就比如说我们凑够了10个想来旅游的人，就可以让他们花一点路费将他们送到这里，等他们结束后再送回家中，这不就可以了吗？就算这个地方到时候建成了，来旅游的也肯定会是那些达官贵人、有钱人，一般人家就算说免费过来旅游，他们也没那个时间。这样一来，这个地方就成了富人们的专属休闲区。本来这些有钱人就有这个行宫那个避暑地的，我这旅游景点的新鲜玩意儿又多，不愁吸引不来人。到时候旅游团带货旅游一条龙，白花花的银子，这不就轻松到手？我夏弯弯果然是个小天才。夏弯弯觉得自个儿这么聪明，都快要佩服死自己了。殊不知他的这点小心思全部都被洛星斐一字不落的给听进去。他看着双眼直冒金光的夏弯弯，就真的很好奇，他到底为什么这么需要钱？他的那些店铺赚来的钱应该已经够他衣食无忧的了吧？他又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命的挣钱呢？他之前赚的钱都去哪儿了？你说的这个办法倒也是可行啊，只是这旅游团本王从未弄过，怕是会弄不明白。没关系啊，你放心，有我在，等到这次回去之后我就着手准备，不出1个星期我保证给你弄得明明白白。人力这方面也不需要担心，这里有这么多的难民，可以找一些合适的人过来做工，到时候给他们算工钱，也能解决了他们的温饱问题。这就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夏弯弯果然跟普通女子不一样，她想的甚至比一般男子都要多，如此结果可不是一般人费尽脑汁就能想出来的。侧妃嫂嫂倒真是聪明，竟然连这种方法都能想得出来。这谁说女子不如男？侧妃嫂嫂可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二王爷过奖啊。一旁的洛星斐见洛卓义主动的和夏弯弯搭话，便是默不作声的端起了茶杯，刚放到嘴边，他就听到夏弯弯在心中嘀咕：什么意思？怎么就突然跟我搭话了呢？难不成他是看我聪明看上我了，想让我给他当媳妇儿？可是我是他嫂嫂啊。果然好吃不如饺子，好玩不如嫂子。洛星斐还没憋住，直接就给笑喷了出来，开着莫名其妙的一笑，让所有人都是一愣。夏弯弯他一天都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他是个这么自恋的人吗？侧妃嫂嫂竟如此有远见，想法与做法都是本王从未见过的。不知侧妃嫂嫂这是何处听说的旅游景点和旅游团一事啊？这些东西本王简直闻所未闻啊！二王爷你不知道也是正常，
毕竟你也没出去见过什么世面，头发上见识短也是能理解的。闻言，骆卓义嘴角一抽，这头发长见识短，不是形容女人的吗？一旁的骆星斐见骆卓义在夏弯弯这儿吃了一个鳖，上扬的嘴角都快要控制不住了。他低下头，用手捂着嘴，以免让别人看到自己都憋不住笑。骆卓义的表情则是有一些难看。哈哈，侧妃嫂嫂还真是用词恰当啊。这头发长见识短是形容男人的吗？吃东西有固定性别的吗？二王爷头发不长啊。这个夏帆帆，我叫他一声嫂子，他真就把自己当成长辈了是不是？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活得不耐烦了吧他？怎么一瞧他生气就更觉得眼熟了呢？行了，既然地形已经看好了，那就可以动工，之后就剩下运输材料了。本王一会就写信回去，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将所需要的材料全都运输过来。王爷，最好是找个信得过的人，运输材料这事儿不能有任何的纰漏。若是被有心人知道后，在材料上面动手脚，那就会有安全隐患。到时若是出了什么事情，工人受伤不说，我们都得跟着遭殃。你放心吧，人选本王已经定了，那个人绝对没问题。一听骆星斐这么信任那个人，夏弯弯下意识的就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长安。感情长安不是骆星斐唯一信任的人啊！完喽，长安小朋友要哭鼻子了。村长，突然，外面传来一道细微且小心翼翼的声音：“你在里面吗？”一听有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候来这里找村长，众人就奇怪的相视了一眼。村长不在这里，他为何要到这儿来找村长，而不是去村长家里头找？啊，对不起啊，我找错地方了。他来这儿找什么村长啊？骆星斐没有说话，而是起身往外走。见此，夏弯弯赶忙就跟了上去。哎，王爷，等等我呀！你跟过来干什么？那王爷你追他干什么？你白天的时候有没有见到村长的妻子？村长的妻子啊？这我还没有注意啊。本王见着了。那又怎么了？不是的。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村长有媳妇儿，但是因为这个女人不是村长的媳妇儿，他大晚上的跑过来找村长，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两个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那你这是要去捉奸啊？不是，本王看那名女子长得很漂亮。夏弯弯冷笑，心里就有一些不开心了。王爷，刚才只不过是一眼而已，你就能知道人家长得漂亮？果然，骆星斐怎么说都是个男人，看女人的第一眼肯定是看脸。那我在他的心目中算是好看，还是算是难看呢？本王的意思是说，那个村长长得活色掉牙的，如果只是单独论长相的话，这名女子绝对不会跟他好。所以最好的解释就是，村长肯定能给他一些他没有办法得到的好处，所以他才委屈自己，跟他保持这样见不得光的关系。哦，夏弯弯看着往院中扔小石子的妇人，这破地方能给他什么好处啊？你觉得呢？你说的好处应该不会是粮食吧？这穷山恶水的地方，村民们都快饿死了，那他们最需要的好处就只有一个，粮食。可是他们这地方哪有粮食啊？所以啊，本王才跟过来的。你是怀疑那个村长有弄粮食的门道？夏弯弯看着骆星斐完美的侧脸，骆星斐点头。夏弯弯也不再废话，紧紧地盯着那名左看右看的妇人。不一会儿，他就看到那肥头大耳的村长慌乱地跑出来。你怎么这个时候来找我呢？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来家里来找我，而且还这么晚，让我媳妇看见怎么办？村长，我求求你了，我也是被逼无奈啊，家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明儿个就得饿肚子了。这我能饿，可是孩子饿不了啊。给你的小米儿这么快就吃完了？你们怎么吃这么快？比我家吃都快。哎，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他吃的比较多，我已经在控制他了。求求你了，村长，您就再给我一些吧。我也不能老给你，我要是给多了，到时候我媳妇儿察觉出什么来，我跟你一块儿分担。一听村长这么说，那妇人安静了一下，随即便像是做了什么巨大的决定，一把就抱住了村长。求求你了，村长，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这美人在怀，村长一下子就没了脾气。我操，是个老变态，这么不要脸。行了，你去前面等我，我再回家给你拿点小米来。谢谢村长。我们要不然现在去抓个村长的现行，逼问他从哪里来的粮食。不要着急，
不要打草惊蛇。不一会儿，他就看到那村长端着一个碗，鬼鬼祟祟地走了出来，一边走一边往四处瞧，任谁看了他都是有鬼。他那碗里装的什么啊？油吗？你没听到吗？那女子是过来问他讨要小米的。两个人跟着村长来到了一处背人的山坡，接着他们在树后面蹲了下来，看着不远处对面站着的两个人。这怎么才半碗啊？这已经不错了，这半碗小米那还是我们家省吃俭用省出来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就这些，你爱要不要？你要是不要，我就拿回去。要，我怎么能不要啊？家里的娃还等着吃饭呢。谢谢村长啊。一听他要了，村长就露出了让人恶心的猥琐笑容。你既然要谢，你就不如呢好好的谢一谢。村长说着就把咸猪手伸向了那妇人。妇人见此咬了咬牙，随后就像是一个工具人似的，直接就躺到了地上，任由村长这个癞蛤蟆一样的人趴在自己的身上。不一会儿就传来了让人面红耳赤的声音。这就是骆星匪口中的等待时期。这下好了，也没法出去了。村长当的可真是尽忠职守，居然拿粮食干这种勾当，真他妈丧心病狂。而且就只是半碗小米，能干什么呀？竟然能让一个女子甘愿出卖自己。听着那声音越来越大，夏弯弯下意识的去看骆星匪，就发现他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那两人的身上，而是盯着脚边，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一瞧骆星匪对着野外活春宫都能是无动于衷，夏弯弯有一些不信邪，伸出手在他的面前晃了晃。王爷。骆星匪抬眸，表情与往常无异。你想什么呢？本王在想，村长到底是哪里来的粮食？这里这么偏远，平时1个月能猎到1只野味已经算是不错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哪里来的小米啊？我去，不是吧？这种情况下，这大哥还能思索问题？他就不觉得这声音听着让人有点啥想法吗？我还不信了，他可是个男人，哪个男人看到这场景，听到这声音会没反应啊？想着，夏弯弯就刻意的说道：“王爷，那你看他们这样，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本王能说什么？还有什么好说的？那你没什么感觉？感觉？他们这是在行苟且之事，你让本王有什么感觉啊？本王若是有什么感觉，那本王这个人就有问题。骆星匪说完，已经不想再继续的听下去了，起身便走。这男人真行啊，遇到这事儿当真一点感觉都没有，妥妥的正人君子啊。主子，之前你让我调查侧妃娘娘的事情，那人已经把信送过来了。信上面说啊，喜婆也不知道侧妃娘娘是打哪儿来的，就是她正找人选，她突然就冒出来了。她甚至都不记得是如何认识的侧妃娘娘，若不是我们的人去问了她，她怕是都想不起来这件事情了。喜婆还说了，侧妃娘娘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凭空里冒出来的一样。她忘了？是啊，忘了。夏弯弯进的是王府大门，这喜婆忘了谁？怎么可能忘了夏弯弯呢？这一点确实很奇怪。是，喜婆说自己向来记性很好，凡是她配对成了的姻缘一直都会记得，可若不是经过我们的人提醒，她怕是都想不起来她有促成过这么一段姻缘。所以就是说，她好像是被谁操控了，无意识地干了这些事。应该是这样。听起来倒有点像塞外的巫蛊之术。骆星匪眯起了眼，长安一听，又回头看了一眼夏弯弯的房间。主子，你是怀疑侧妃娘娘是塞外的人？她的那些东西，首先肯定不是本土拥有的东西，本王从未见过。每次问起她来，她都能很巧妙地把话题转移开，很明显，她是不想提这件事情。本王总觉得她不是这里的人。让人接着查，有任何夏弯弯的事情，立即飞鸽传书，不得有误。是。房间内的夏弯弯就站在窗户边上，透过细缝看外面正在说话的主仆二人，心中有一些打鼓。他们两个说话就说话，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往老娘这边抢？他们两个是在说关于我的事情？按骆星匪方才烧信纸的动作，想必一定是件很重要、很私密的事情。难不成骆星匪是怀疑我什么了，或者他知道了我哪方面的秘密？夏弯弯是越想越闹心。妈了个巴子的，秘密实在太多，我一时都搞不明白骆星匪发现的是哪个了。嘟，地瓜，我是土豆，地瓜听到请回答。土豆，我是地瓜，我收到了，请讲。一听弄影居然还真的按照自己教他说的这么回答，
夏弯弯险些没有笑出声来。这傻孩子，我告诉他一定要对暗号对讲机才能好使，他就真的傻乎乎的上当。我让你办的事情，你办的怎么样了？还在办，有任何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佬你的。行，我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要交给你去办。大佬，你说，你帮我查查，洛星斐最近是不是在找人查我什么东西？那个王爷查你什么？他是不是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应该不会。洛星斐来了，你赶紧查清楚，等我联系你啊。说完，他不等怒影回应，就直接关了对讲机。你回来了，王爷。那头找人调查我，这头你还能自然而然的进到我的房间里头来。洛星斐，你呀道行挺深的。闻言，洛星斐的心里面一咯噔，这家伙怎么知道我在找别人调查他？难不成我露馅了？不应该呀，我何时调查一个黄毛丫头还用得着这么费劲儿？我都已经小心再小心了。夏弯弯就算是再聪明，也未必会知道我在调查他。但是他心中所想，又如何解释呢？这一刻，两个人的心里都是乱成了麻团。虽然这样，二人还是和平的挨着对方躺在了床上，谁都没跟谁说话。两个人就这样的各怀心思，渐渐的昏睡了过去。第二天一早，夏弯弯难得的比洛星斐起得早。他妈的，这是公共厕所吗？我要憋不住了呀！大哥，这里蹲的是谁呀？他到底是拉屎呢还是拉肠子呢？这么半天都不出来。哎呦喂，侧妃娘娘，您可千万别瞎说，这里面是二王爷。原来是那个看着十分眼熟的人啊。夏弯弯啧了一声，也不好意思利用自己王妃的身份把前面的这些人给赶走。人家都排了那么长时间的队，我一来就挤在前面，这多不要脸啊！妈了个巴子的，那个二王爷怎么蹲那么长时间的坑？到底是他妈的穿越了，还是有痔疮不敢拉得太使劲儿，所以上厕所才这么慢啊？夏弯弯是越想越憋不住，就想着不在这儿上了，随便找一个草丛解决得了。随后他就着急忙慌的来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确认旁边没人之后，就胡乱的解着自己的裤子。可偏偏好死不死的，洛星斐正巧就走了过来，正看见夏弯弯把裤子脱了半截，露出了一个大白屁股。他吓了一跳，赶忙就转过了身，脚步慌乱的便是要走。夏弯弯听到声音，这一回头就看见男人慌乱的背影，那尿意瞬间就消失的是一干二净。他一把裤子给提起来，就喊道：你给我站住！本王什么都没看到。一听有人喊自己，洛星斐慌张的张嘴，第一句就是本王什么也没有看见。可这恰巧就证明他什么都看见了。哎呦，这夏弯弯只觉得臊得慌啊，气急败坏的就走过去。洛星斐尴尬的眼睛都不知道往哪看了。王爷，我可一直敬你是名君子，你看到我一个女孩在这解决生理问题，你不知道回避吗？本王回避了？怎么没回避？我马上就转身了。不过这夏弯弯怎么回事？前面没有茅房吗？怎么跑这儿来了呀？这也就是我瞧见了，若是再有其他人呢，他不就被看光了吗？一个姑娘家的，怎么这么不害臊啊？你这叫回避了？你回避你不还什么都看见了吗？本王已经最快速度回避了。还有，你以为本王想看吗？妈了个巴子，你的意思是你看我屁股你还吃亏了？你能不能不要屁股的？你害不害臊？行，那我不说屁股，我换个文雅点的词，我说臀行了吧？您老人家看了我的臀，感情还污了您老人家的眼睛是吧？本王不是那个意思，你怎么能曲解本王的意思呢？我曲解你的意思？你是说我不讲理？本王没有说你不讲理啊。你这不就是在说我不讲理？本王都没说话好吗？我都没说什么，夏弯弯是不是有些太不讲理了？你还没说话，你都说了多少句了？本王的意思是，本王并没有说你不讲理。你不用说，我都感觉到了。那是你自己觉得，你也觉得你自己不讲理是吧？我没。还有，你怎么能在这种地方解手呢？来来往往的都是人，让别人看见了怎么办？我有特意挑个隐蔽的地方好吗？夏弯弯被洛星斐这么一说，竟然觉得自己有一些像暴露狂，好像特意的露屁股给别人看似的。那本王怎么就瞧见了？谁知道呢？说不定你就是低着头故意看呢。那你呢？洛星斐一听夏弯弯把自己给当成了偷窥狂，就给气笑了。为什么非要在这种地方解手啊？你是不是觉得往地上一蹲，只要不抬头，遍地都是茅楼啊？
算了，何必跟他做这些无谓之争？反正夏弯弯的脾气秉性最不服管教，我就算是说了，他也不会听。你干什么去？自然是去茅房啊，总不能像你这样头不抬眼不睁的，就以为这是厕所了吧？洛星斐脚步不停。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王爷，不是我说啊，那厕所可是有人的。有人等等就是了。啊，对，你亲爱的弟弟在里面一蹲半个时辰，他也不知道那茅房里边是不是有金子，他在屎堆里找钱呢。半个时辰。洛星斐停下来，并不相信，只觉得夏弯弯是在随口胡诌，瞪了他一眼之后就往茅房走去。夏弯弯不信那个邪，便提步跟了上去。我今天就盯着洛星斐看他憋不住了，是会继续等茅房，还是随地解决。洛星斐一过去，等在厕所外面的那几个人就立马给他让地方。洛星斐往他们的身后一站，不用，本王不插队。哼，这狗儿子可真是高尚，我倒是想要瞧瞧，等他一会儿憋不住的时候，是不是还能说什么他绝不插队这种话。里面的人是谁？回王爷的话，是二王爷。好家伙，这还在里面蹲着呢，他是在里面跑屎玩呢吧？一听洛卓义果然在里面，洛星斐就皱了皱眉。进去多长时间了？这估计快有小半个时辰了吧。小半个时辰？这人还活着吗？在厕所里蹲半个时辰，先不说为什么上厕所这么费劲，就那里面的味儿都够给他熏晕过去了吧。想着，洛星斐就想叫人去看一看洛卓义是不是还活着，可又想到人家在厕所里头蹲着呢，自己叫人去敲门，这实在有一些不太好，便打算再等等，要是实在不行的话，他再叫人去打探情况。偏偏这个时候有人吹起了口哨，洛星斐前面的几个人都是不由得夹紧双腿，露出了痛苦的神色。洛星斐扭过了头，就见夏弯弯的嘴里面叼着一根狗尾巴草，一脸的嘚瑟。口哨就是他吹的，很明显啊，他就是故意的。洛星斐的脸色一黑。夏弯弯，怎么啦？王爷憋不住了呀？哎，要臣妾说呀，您憋不住了就赶紧随便找个地方解决吧，就像您说的，只要不抬头遍地是毛漏，实在不行臣妾给您找个纸袋子往头上一套，也没人能认出来您是王爷不是？这个该死的疯女人竟然敢调侃我！哼，狗儿子，姐姐我今天就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有多大的膀胱，能憋到几时。想着，夏弯弯咧嘴一笑，又开始吹起了口哨。这口哨吹的呀，洛星斐前面的几个人是真的忍不住了，纷纷露出痛苦的神色，撒腿便跑。偏偏洛星斐就站在那儿不动，似乎是在较劲儿。夏弯弯瞧他这样，心中更是好笑，嘿，我还不信了。于是呢，这口哨吹的就更加的起劲儿了。行啊，跟姐姐我较真儿似的，狗儿子，我就瞧瞧你这膀胱的承受力，能不能憋到那个便秘的二王爷出来。够了。怎么了，王爷？你管天管地，难不成还要管臣妾吹口哨了？你一个姑娘家吹什么口哨？你有没有个小姑娘呀？嗨，我说王爷，您可别装了，您就是听我吹口哨憋不住要尿裤子，所以才不让我吹的吧？你要是真的憋不住，您瞧那墙根儿，您往那一站，反正你们男生也不用脱裤子，也不用担心您那尊贵的臀部会被人给瞧见啊。夏弯弯，这个该死的女人，我要掐死她！王爷，你别喊臣妾呀，这个时候你就算是喊咱娘都没用。我说你就别忍着了，这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人有三急，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啊？成年人的膀胱容量呢是300毫升到500毫升，最大也就是800毫升。臣妾瞧王爷您这状态，估计是到最大了吧？再憋下去，膀胱要是憋炸了，大罗神仙都救不了您。要是王爷您成为了第一个被尿憋死的人，这怕是要让人笑死了。夏弯弯，正好这个时候，茅房的门打开了，在里面蹲了半个时辰的洛卓义，他终于是出来了。一瞧见洛卓义出来了，洛星飞也没那个功夫跟夏弯弯计较这些，瞪了他一眼，便立即跑去了茅房。兄长怎会如此着急啊？他娘了个腿的，他还好意思笑话别人？狗儿子我能笑话，别人能笑话吗？他在厕所里蹲了半个时辰，那就相当于现在的1个小时。
在厕所里蹲1个小时，他是有什么毛病？河里面进餐呢？要不是因为他在厕所里蹲那么长的时间，我能被洛星飞给瞧进屁股吗？都是他。哼，二王爷，您出来的挺快呀。这本王确实蹲久了一些。您这是久了一些吗？您这是要蹲到天荒地老吧？二王爷，您是不是大便干燥啊？我给您弄点开塞露啊。骆卓义一听夏弯弯这么说，脸蹭的一下就红了，像鬼似的瞪着他。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她一个女人家，她说话怎么如此粗俗？我可是一男子，她张嘴就说我大便干燥，她要不要脸啊还？你要不是大便干燥，你就是有痔疮，都脱落了吧？你少管那些。哎，我也不想管你的事儿，我只是觉得你这一上厕所蹲这么长的时间，别人实在是等不起。实在不行，麻烦您老人家下次造福一下野生植物吧，随便找个地方刨个坑在那里面解决行吗？你这样可倒好，所有人都要等你，你考虑过我们大家的感受吗？你骆卓义被夏弯弯这话给说的那是一个字儿都反驳不上来。正好这个时候骆星斐走了出来，看他那轻盈的脚步就知道他肯定是方便完了，整个人都变得神清气爽起来。哎呦，看把我们家王爷憋的，这要是憋坏了怎么办？夏弯弯，你没完没了了是不是？王爷，臣妾这也不是为了你好吗？这二王爷自己拉不出屎，还让人憋着不上，缺不缺德呀？闻言，骆卓义的脸彻底的黑了下来，他咬了咬后槽牙，又羞又恼的瞪了一眼夏弯弯，便是一甩袖子负气离去。就他这样的还好意思生气？你行了你这张嘴就不能闲着点吗？那真是不好意思，臣妾口淡，闲不了。我真服了。骆星斐无语。众人吃过了早饭之后，骆星斐就把村长给叫了过来。参见各位主子。村长不用那么客气，起来吧。谢谢王爷，谢谢王爷。村长请坐吧。哎，好，谢谢王爷，谢谢王爷。毕竟以后本王可是还要仰仗着村长大人您呢。哎呦，王爷啊，您这么说话不是折煞小的了吗？王爷，您为了我们这个村子做了多少努力，小的能帮点什么忙，那自然是尽全力帮。毕竟小的是村子里的村长啊。你说的对，你能有这样的觉悟，自然是好的。既然如此，那村长就给本王分享一下你是如何得到粮食的呀。哎呀，王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呀？小的怎么一点都没听明白啊？什么粮食啊？这村子里边哪来的粮食啊？是啊，这村子里哪来的粮食啊？但若是没有粮食，村长你都在哪儿弄的粮食呢？主子，这他妈的狗逼村长实在是可恶。现在呢？王爷您别误会啊，这些粮食都是小的自己买来的，并不是什么来路不明的粮食啊。买来的？你如何买？这地处偏僻，一来一回那么长时间，你这么长时间不在家，村里的村民不会起疑心？闻言，村长一下子就不说话了。你不说是吧？行，那我就只能将昨天晚上那名女子叫过来了，让她跟你来个当堂对质。我相信她应该很乐意跟我们说关于你的事情。什么意思？什么女子呀？这个晚上你又干什么去了？不是夫人。哟，听起来这是个惯犯呢。哟，那这是第几次了？不是，侧妃娘娘，你可别听他胡说，他一个妇道人家，胡说八道的。好啊，你这个不要脸的，你又出去鬼混了是不是？你这个不要脸的，你这么大岁数，你到底要不要点脸了你啊？你怎么想的呀你？哎呀，行了，哎呀，你可饶了我吧，夫人呐！事到如今，你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你若是照实说，本王还能饶你一命；你若是不肯说实话，本王就只能公事公办了。王爷，小人什么都说。其实后山啊，它有一条捷径，来回只需要2天的时间。家里的粮食都是通过那个捷径去买回来的，并不是来历不明啊。你说有捷径？是啊，确实是有一条不为人知的捷径。那你之前为何不说？有捷径你不说，反倒自己一个人藏着，你是何居心？小的不是不说呀，王爷。除了有捷径之外，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本王？
没有了，王爷，小的就只有这一件事是瞒着王爷的，剩下的什么事都不敢瞒着王爷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长安，你去跟那个村长看一下结晶在哪儿，把它画下来。是。看着走远的几个人，夏弯弯压低了声音：王爷，你这就饶过他了？不然呢？你相信他说的话？老娘都不相信，洛星斐他能相信？不相信能怎么办？他是村长，日后留着他还有用。再加上这里的村民本就对我们不信任，若是我们一来就把他们的村长给弄下去了，他们怕是会更对我们产生惧意。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起到润滑作用的人。现在除了这个村长外，没有任何合适的人选。一听洛星斐这么说，夏弯弯也觉得有道理，即便是心中不平，可是呢也没法子呀。长安弄清楚了路线之后，洛星斐立刻是飞鸽传书，叫人运输材料。第二天傍晚，运输材料的车队就浩浩荡荡地进了村儿。村里的村民都好奇地围过来。夏弯弯发现，为首运输材料的是一个自己没有见过的人。最主要的是，夏弯弯也觉得他十分的眼熟。侧妃娘娘，好久不见呀！他认识我？夏弯弯一愣，我怎么不记得我有认识过这个人啊？侧妃娘娘这么快就忘了臣呐？我们好歹也是当了一晚上的狱友，不是吗？狱友？是啊，虽然那时我们不是特别的融洽，但好歹也是一起坐过牢的。你就这么把臣给忘记了，臣实在是伤心呐。听他这么一说，夏弯弯就猛然反应过来，他盯着男人的眼睛看了半天，脑海之中快速的闪过当时自己拿馒头砸的那个大胡子犯人，有一些不敢置信。你是那个时候在狱中的大胡子？开什么国际玩笑，他们两个根本就不像啊。虽然我有听说过易容术，但我还是没有办法将眼前这个俊美少年和那个胡子拉碴说话还特别贱的大胡子联想到一块去啊。侧妃娘娘想起臣了？我勒个，你真是他呀？你谁啊？他若不是犯人，为什么要易容进入牢房里假扮犯人？若是犯人，他又怎么可能会出来？而且还干运输材料这样重要的事情，圣狗儿子这么相信的人可没有几个。哎呀，看臣这迹象，都忘记跟侧妃娘娘介绍自己了。臣姓石名运，石运，乃是王爷营中的军师。你是王爷的军师？既然是王爷的军师，你那时为何会在牢里面？这个呀，这可是个秘密。得，白问。不管怎么看，他都没有小长安可爱，讨人喜欢。王爷，臣刚才看了，这座山在这儿纯粹是占地儿，两边被他这么一隔，要绕很远的路，所以最好的办法呀，就是将其打通。这些人是哪里来的？王爷说他们呀，他们就是城中的一些难民，没工作没饭吃，我想来想去，就把他们带过来了。他们也说了，只要管饭保命就行，这样也好，也算是给他们生存的机会。往日若是再用人，就从难民里面挑。是。与此同时，骆卓义坐在房间里，正在看着从城中飞鸽送来的信件。正当他看得入神之际，窗户突然被人给敲了两下，他犹如是惊弓之鸟一般的转过了头，就见夏弯弯跟个地痞流氓似的趴在窗口，对自己吹了一个口哨。一瞧他这样，骆卓义就有一些莫名其妙起来。侧妃嫂嫂有何要事啊？我有个东西要给二王爷。有东西要给本王？什么东西啊？你把手伸出来。闻言，骆卓义皱了皱眉，但还是听话的把手给抽了出来。夏弯弯在他的手心上放了一个小瓶子。这是什么东西？开塞露。开塞露是什么？就是治疗便秘的。你把这个东西塞进你的屁股里头，你就能拉屎顺畅了。夏弯弯说的是一脸的真诚，骆卓义却黑着脸，直接就把开塞露给扔到了地上。你干什么？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在这很珍贵的？珍贵你便自己拿去用，本王不稀罕。我也用不着啊，谁会像你啊，蹲半个时辰都拉不出来屎。你快拿去用吧，就当是体谅体谅我们了。要不然你明天还是蹲那么长的时间，我们这些人不还要憋着吗？本王想你是误会了，今日本王就只是突然换了地方，有些不方便而已。得了吧，像你这样的病人我可见多了，觉得自己的病难以启齿，所以就撒谎骗大夫。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呀？不可讳疾忌医。便秘这种事情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好意思。二王爷你不用瞒着我啊。骆卓义看着眼前一脸的苦口婆心劝自己的夏弯弯，那后槽牙呀就咬的是咯咯作响，便一把拽住了他的衣服领子，将他往里面扯。你给本王进来！
干什么？不是，你这东西必须要你自己上，我可不好意思帮你往屁股里面塞啊。谁让你帮我那个了？简直不要脸啊！我怎么可能干那样的事情？又怎么可能会让别人帮我干这样的事情？那你拽我进去干什么？你不会是对我有什么想法吧？骆卓义一听，夏弯弯竟然还以为自个儿对他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哼，直接就给气笑了。我说，你是不是太高估你自己了？兄长他当时昏迷被迫娶了你，可并不代表你真的成了个万人迷，谁都想要追着你。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你兄长昏迷被迫娶的我？哼，难道不是吗？不然兄长就算眼瞎了，都不会喜欢上你这样没脸没皮、臭不要脸的女人。我说姓骆的，你是不是太没有良心了？老娘我好心过来给你治病，结果你可倒好，把老娘我的好心当做驴肝肺是不是？你要属狗的吧，逮谁咬谁。这便秘仔可真是不知好赖，我关心他的粑粑，他却说我不要脸，什么玩意儿啊？你是谁老娘？夏弯弯，你说话注意些分寸。你放心吧，我是谁老娘都不可能是你的老娘，我生不出来你这鳖孙儿子。你说什么？你打女人？本王哪有打你？你这就是要打我。这个夏弯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从哪儿冒出来的？他是疯子吗？洛星斐到底是怎么受得了他的？我还带了开塞露给你。你不要再提开塞露了，你给本王滚，不要再让本王看见你。凭什么你让我滚我就滚啊？我是好心过来给你送开塞。都说了，你不要再给我提开塞露这3个字。骆卓义一听夏弯弯把自己的话给当成了耳旁风，气的是头顶生烟，他一把就拽住了夏弯弯的手。夏弯弯一瞧啊，他这表情就跟是要吃了自个儿似的，再瞧他拽住了自己，那第一反应就是他气急败坏啊，他要打自己了。夏弯弯那也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主，一般这种情况之下，他肯定是会主动出击的。于是呢，他想都没想，一脚就直接踹向了骆卓义的胯下要害。哎呀，就是那种夺命猪裸脚。骆卓义的身体那先是一僵，紧接着疼痛便是伴随着红色席卷了全身。夏弯弯就见他那张脸涨成了猪肝色，赶忙就甩开他的手，躲到了一旁。这可不怪我啊，是你突然间要对我动手的。骆卓义啊，因为那玩意儿现在已经疼的都说不出话来了，他夹着自个儿的双腿，直挺挺的就跪下来了，随即扑通一声就倒在了地上。哎呀妈！夏弯弯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我操，这不完犊子了吗？不会要吃席了吧？主子，王爷，你可算是回来了。某些人呢，又闯祸了呢。怎么回事？说话。我不是故意的，我就踹了他一脚。踹哪儿了？将他踹成这样。骆星斐回头看了一眼躺在床上面如死灰的骆卓义，心中竟然还有着那么隐隐的一丝畅快啊！你说说，毕竟吧，这骆卓义平日里可没少跟自个儿作对啊。现在瞧他这么半死不活的躺在床上，哎呦，自个儿这心里难免是觉得有一些畅快。一听问他踹哪儿了，夏弯弯就小心翼翼地瞥了一眼骆星斐的身下，就只是一眼，骆星斐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不敢置信地瞪大了双眼。他居然踹了骆卓义那儿！我就说长得又小又矮的夏弯弯，怎么可能把骆卓义一个大男人打得爬不起来了？感情他是踹了不该踹的地方。夏弯弯他是疯了吗？他知不知道骆卓义是谁？是他名义上的小叔子，他就这么把他给踹了，这不是让人请等着看笑话吗？无论怎么样，夏弯弯都是我娶进门来的人，他做出了这样的事情，我怎么着也应该表示表示。想着，骆星斐便抬脚走上前去，正想着安慰骆卓义2句的时候，就惊奇地发现他竟然哭了，一滴清澈的泪水顺着他的眼角滑落，留下了一道水痕。骆卓义哭了。哎呦，这骆星斐不敢置信地瞪大了双眼，他左右看了看，就见其他的人也都是一脸的惊诧。骆星斐一头的问号，这还是那个跟我一直争斗不休，让我当成对手的骆卓义吗？他竟然哭了，被夏弯弯给弄哭了。骆卓义也发现自个儿哭了，似乎是觉得丢人，就直接拿起被子蒙到了脸上。他不想哭，可是他憋不住啊，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竟然会被一个女人给踹成了这副德行啊。
洛星斐所有的话，因为洛卓义的一滴泪水，全部给噎回了肚子里。他吩咐一旁的人好好照顾好洛卓义之后，便是转身往外走。洛卓义竟然被夏弯弯给弄哭了，真是荒唐。我又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想啊，谁知道他那么不抗踹。一看夏弯弯这副压根就没有做错事情的样子，洛星斐只觉得头疼，他喘了一口粗气。哎呀，我说妹妹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瞧你今儿把这事儿给闹的，以后王爷跟二王爷再见面的时候，那多尴尬呀！谁是我踹的，跟王爷有什么关系啊？怎么没关系啊？你好歹也是王府的人，这干什么事情都是代表了王府的。你说跟王爷没有关系啊？王爷，你也别生气了，妹妹她不懂事，你总不能指望着一只山鸡能像凤凰一样飞得高吧？王爷，不好，有人受伤了！一听到有人受伤了，洛星斐先把夏弯弯的事情给扔到了一旁，转身迎了过去。洛星斐过来，就看见一个40出头的男人被人放到了地上。这是怎么回事？本王在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回来这一会儿功夫就出了这事儿？这些人不是正儿八经的工人，对于这方面不太了解，操作不当，所以受了伤。唉，这可如何是好呀？你问本王吗？哦，不是，老臣是在自言自语。这人啊，怕是不行了。不行了？是啊，这钢筋都穿透了腿，就算是拔下来，也未必能活。所以，一听他又是这么一套说辞，洛星斐干脆就不听他废话。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他看着自己脚边的男人，虽然他就只是一个难民，可他也是活生生的一条人命啊！若是自己就这么放弃了，心中实在不甘。正当洛星斐犹豫着要不要给男人一刀，直接给他一个痛快，免得他这么活受罪的时候，夏弯弯突然冒了出来，直接就推开了洛星斐，蹲下来检查男人腿上的钢筋。侧妃娘娘，太医说了，这人没救了。太医是你爹啊，他说没救了就没救了。那他说你以后娶不到媳妇儿，你也信啊？一边在心中问起了系统，谁的血型和他相匹配？嘿，傻宿主，此人在场有一名至亲哦。王爷，这人是不是一直有个至亲跟他在一起？听他这么问，洛星斐扭头看向了一旁的时运。是有一个儿子，今年刚满20岁。果然有至亲在场，把他儿子找过来。然后就揪出了一个20出头的青年。侧妃娘娘，这人就是他的儿子了。你爹现在受的伤你也看到了，如果不管，他肯定是活不成了。但是如果要管的话，那就必须要给他输血。你是他的至亲，你可以给他输血，你能救他的命。你让我给他输血，我不干。你不干？对啊，我当然不能干了。我傻吗？我救他，我不就死了吗？你不会死的。那我也不干。他是你爹，你是不是疯了你啊？连你爹你都不救。我怎么救啊？再说我救他有什么用？他就是个废物。如果不是他没有能耐，我又怎么可能过来跟他吃苦受耐啊？再说了，你把他救活了又能怎么样？他现在腿都伤成那样了，救活了之后也是一瘸一拐的，也是个废物。难不成我还要照顾这个废物一辈子吗？你别想，不可能。你们愿意救你们就救，要是救活了，他一瘸一拐的成了废物，你们养着我可不管。你现在嫌你爹麻烦？你爹在你连话都不会说，屎尿都往裤兜子里面拉的时候，怎么没说嫌你麻烦，把你一屁股坐死呢？现在让你救你爹，你不乐意，你还害怕他之后成为瘸子给你找麻烦，你他妈是什么你？侧妃娘娘，跟着人废什么话呀？直接把他摁在那儿，像杀猪一样直接放血，还用听这畜生玩意儿的意见啊？那我不干，我不干！侧妃娘娘，放哪里？我不干，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这是我爹，我说不救我就是不救了，你们凭什么管闲事？你还敢说？把他放了吧。你不是说要输血救人吗？不救了？家属放弃，捐献者不愿意捐血救人，当大夫的勉强不了。不救了？闻言，夏弯弯没有说话。看来是要给他一个痛快了。受伤者是 O 型血。O 型血？他竟然跟我一个血型。什么 O 型血？他在说什么？把人抬屋里头去，小心点。你有办法了？你知道该怎么救他了？闻言，夏弯弯点点头。夏弯弯让长安把男人给放到床上，
自己就从小箱子里头翻出了手术需要用到的工具，迅速的给男人清创。接着他从箱子里头翻出了针管，拉开自己的衣袖进行了消毒，随即便把针管盖用嘴给咬下来，直接就用针头扎进了自己的血管里，开始往外抽血。你干什么？救人啊！他儿子不救，你的血好使吗？你又不是他的女儿。谁跟你说非得是女儿儿子才能救的？你不会还认为滴血认亲这东西是真的吧？滴血认亲难道不是正确的吗？夏弯弯没敢抽的太多，害怕抽太多自己迷糊之后就没有办法进行手术了。哎呦我的天哪，这跟这塞外的邪术怎么那么像啊？塞外的邪术啊，对啊，你不会连这都不知道吧？时运点点头，看着床头挂着的血袋子，忍不住的咧了一下嘴。塞外有一种蛊叫血蛊，就是用人血铸成的蛊，跟现在侧妃娘娘干的事差不多，只不过呢，就是比种血蛊的时候稍稍的干净了一些。真正的血蛊是需要把自己的至亲血肉全部碾成肉泥，再把蛊种埋进肉泥之中，然后连带着蛊种和至亲的肉泥一块喂进被中蛊之人的肚子里头，手法真是又残忍又折磨人呐。那下蛊之人会有什么症状啊？一开始是口干舌燥，只想喝水，慢慢的就会出现幻觉，听说会吃人呢，把人当成了鸡鸭鹅一样，而且还是生啃。到最后就开始以人血为生。怎么会跟之前的吃人村庄那么相似？是巧合吗？这场缝合手术进行了将近1个小时。怎么样？只要不感染就没事了。哎呀，侧妃娘娘，您这是在哪儿学来的这身治人的本事？老夫真是从未见过，而且这已经不止一次了。侧妃娘娘，您真是厉害，老夫不得不敬佩您呐。行了，有那功夫拍我的马屁，你倒不如回去多读点书，好好深造你治人的本事。别什么事都说尽力了，没办法了。人没事了，现在就是要好好休养。没事吧？哎呦，有事儿，不行了，没力气了，一点都走不动了。你抱我回去吧。一听夏弯弯这个时候还跟自个儿玩这套，洛星斐的眼中也是闪过了一丝无奈。他看着少女苍白的脸色，知道这一次他不是装的，洛星斐便真的是拦腰抱起了夏弯弯往外走。见此，长安和时运相视一眼，两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丝姨母笑。王爷，滚开！洛星斐看都不看他，抱着夏弯弯直接就错过了他。该死的夏弯弯！洛星斐将夏弯弯放在了床上，替他盖上了被子。怎么样？你好吗？还好，放心吧，我福大命大，死不了。能不能别老把死挂在嘴边啊？不过本王没有想到你竟然会为了救一个难民用自己的血。难民怎么了？难民也是人啊，总不能不管他们的死活吧？是，就算是难民，当然也不可能不管他们。只是本王有些好奇，缝合之术你是在哪儿学的？夏弯弯。洛星斐喊了2声，见夏弯弯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有再继续的喊他，又替他掖了掖被角，这才转身离去。洛星斐在试探我。想着，夏弯弯的眉头就微微的皱了起来。夏弯弯失血过多，洛星斐让厨房做了许多个补血的菜，给他亲自的端了过来。夏弯弯看着面前色香味俱全的饭菜，对着洛星斐咧嘴笑了一下。王爷，你居然特意给臣妾端来饭菜，臣妾真的好幸福啊！行了吧你，本王就只看见你救人有功，所以才把饭菜给你端过来的。那听你这么说，是不是我要是不救他，就没有这待遇了？废话。那还好我救了他。闻言，洛星斐无奈的看他一眼，把吹凉的粥递给他。我动不了了，王爷，你喂我嘛，你就看在臣妾救人有功的份上，喂臣妾吗？你这个疯女人，能不能不要脸皮这么厚？你老是样子蹬鼻子上脸向别人邀功，你就算是救人有功，本王都不想跟你算功了。洛星斐嘴上这么说，但还是舀了一勺粥递到了夏弯弯的唇边。后者一看，立刻就咧嘴笑了出来。谢谢王爷。就这样，两个人是你喂我吃，很是欢乐的把这顿饭吃进了肚子里头。王爷，臣妾能不能再向你许个愿啊？没完没了了是吧？你还有多少个愿望？就一个愿望了，你就满足臣妾嘛。夏弯弯说着，
还眨了眨自己的眼睛，企图猛死洛星斐。后者见他这副样子，无声地喘了一口粗气。说来听听。王爷，你能不能亲臣妾一口啊？什么？你说什么？我说你能不能亲臣妾一口啊？臣妾想着，王爷要是亲臣妾一口，臣妾肯定恢复的特别快。夏弯弯，你还真是会得寸进尺。你怎么回事？你害不害臊？他竟然想让我亲他，这个夏弯弯真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我就不能惯着他？又不是没有亲过。夏弯弯不开心地看着洛星斐，听他这么说，洛星斐一下子就想起了之前的事情，耳朵根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就红了起来。见他肯定是想到了什么，夏弯弯便是坏笑道：哦，王爷脸怎么这么红啊？是不是想到了什么？没有。王爷，咱们两个都是夫妻了，亲一亲又能怎么样啊？你亲亲我嘛，你亲亲我，我就好了，就不难受了。要不然我这脑袋迷迷糊糊，难受死了。看着眼前可怜兮兮的少女，洛星斐身侧的手指微微的动了动。即便明明知道他说这话那就是胡说八道，他就是想要调戏自己，可是洛星斐还是选择了相信他，低下头，如同蜻蜓点水一般的在夏弯弯的脸颊上快速的亲了一下。亲完之后，洛星斐自己还不好意思了，赶忙就转过了身去。行了吧？看着眼前的纯情大男孩，夏弯弯扑哧一下就笑了。王爷，你这亲的又快又轻，臣妾都没感觉到呢，你再重新亲吧。你别吃了猪心想猪肝啊！想讨价还价是不是？臣妾说的都是真的。王爷，你就再亲亲我嘛。不亲了，都亲完了还要亲，没羞没臊的。洛星斐红着脸白了他一眼，便抬脚往外走。见然是不好意思了，夏弯弯没有忍住，扑哧一下就笑了。这狗儿子真是够纯情的了，不过越纯情斗起来就越有意思。主子，你脸怎么这么红啊？守在外面的长安不知道自家主子被夏弯弯给调戏了，见他出来的时候脸这么红，以为他是不舒服，便有一些担心。要不然叫太医过来看看？那群太医都是个废物，叫他们有什么用？说的也是，那要不然叫侧妃娘娘看看？叫她干什么？她能知道什么呀？我的脸之所以这么红，就是拜夏弯弯所赐，还用得着她看吗？可是侧妃娘娘当真好生厉害，太医都束手无策的时候，她却能将人从鬼门关里拉回来，而且她一个女子懂这么多，真是很厉害。一看长安提夏弯弯的时候满脸的赞叹，洛星斐皱了皱眉毛，心中隐隐的有着一些不快。听你这话的意思，你是很崇拜那个夏弯弯了？侧妃娘娘又聪明又厉害，甚至比一般男子都要厉害，长安佩服。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佩服什么呀？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就这点本事就把你收买了，怎么没听说你佩服本王啊？主子也很厉害，可是这天底下厉害的男子多了去了，但像侧妃娘娘这么厉害的女子可不多见，长安佩服侧妃娘娘也是正常的呀。你怎么说都有道理。洛星斐无奈地瞪了一眼长安，心里隐隐的有一些不平衡。那本王问你，本王若是跟夏弯弯一起掉进了水里，你救谁呀？这问题可是把长安给问住了，他眨了眨眼。这是什么刁钻的问题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出现吧？就算是出现了，主子也用不着我救吧？就他那功夫，在水上漂都没有问题。再说了，有主子在，那还用得着我救侧妃娘娘吗？可是我不回答的话，怕会惹主子心里不畅快吧？那我是如实回答呢，还是撒谎哄一下主子呢？长安正犹豫着，洛星斐就不畅快了。你犹豫了是吧？行啊，长安，以前这种问题搁在你身上，你怕是不会犹豫，现在你倒是犹豫起来了，你小子真是有出息。主子，你误会了。长安一听就想解释，但是洛星斐完全就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瞪了他一眼，便是抬脚离去。见此，长安一惊：“主子！”哟，长安小兄弟，你这是怎么惹王爷的呀？那可以呀，连王爷你都敢惹，一段时间不见，你脾气倒是长了。我没有，主子刚才问了我个问题。问你什么问题啊？他问我，他跟侧妃娘娘掉水里，我先救谁？我没回答，主子就生气了。王爷当真这么问你啊？是啊，主子确实这么问我了。这种问题主子以前都不会问的。军师啊，你说主子这是什么意思啊？王爷怎么不问我呢？这都什么跟什么呀？那个便秘仔出来了。便秘仔。洛星斐一怔，转过头来就看见了洛卓义，当下脸上闪过了一丝无奈。夏婉婉，你差不多就得了，你把人家踹了，人家还没说找你算账，这就已经算是不错了，你感恩戴德吧你。哼，那我给他送开塞露也没错。闻言，洛星斐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个时候呢，洛卓义也注意到了他们二人，一看见夏弯弯呢，他那额角的青筋就爆了起来，他气的是浑身发抖，好像下一秒就要火山喷发一样。他身后那侍卫一看到自家主子都给气成这样了，赶忙是轻声的询问：主子，您没事吧？你看我像是没事的样子吗？洛卓义紧咬着后槽牙，死死地瞪着一脸无害的夏弯弯。该死的女人，只要瞧见她我就觉得不安，好像下一秒就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一样。晦气！主子，侧妃娘娘，这是怎么了？刚才工地出了些意外，山体崩塌，砸了好多人。什么？闻言，洛星斐跟夏弯弯都是一惊。不远处的洛卓义听到这儿，眼中闪过了一丝金光。山体崩塌？夏弯弯跟着洛星斐赶忙带人前去救人。等他们来的时候，已经有不少的人被救了出来。立即救人。是。长安一瘸一拐的也要跟着上前，夏弯弯拦住了他。你这会儿都这样了，还想去帮什么忙啊？可是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我没事儿。你说没事就没事，你这一瘸一拐的，很明显也是受了伤。你不要再动了，先过来，我给你包扎一下。见此呢，长安就愣了愣，回头看了眼没有注意到这边的洛星斐，顺从的坐到了夏弯弯的面前。夏弯弯蹲在地上，轻轻的将长安的裤脚给挽起。不是长安，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都不知道说一声呢？没事儿，相比别人受的伤，长安受的这点伤并不代表什么，而且长安以前伤惯了，并不觉得有多疼。长安的年纪也不过才18、19岁，这又是哥现在还在读大学呢，就是个还没长大的孩子。可对于长安来说，他却受了那么多的伤，以至于都伤习惯，感觉不到疼了。那他之前都受了什么样的罪呢？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碰到我，现在你碰到我了，你可以觉得疼了。侧妃娘娘，他看着认真帮自己处理膝盖上伤口的夏弯弯，嘴角微微的上扬。你好像一个人啊。谁啊？我娘。一听他说自个儿像他的娘，哼，夏弯弯清理的手就是一顿，有一些好笑。哼，不是，你不是说你没见过你娘吗？你怎么知道我像你娘啊？就是感觉你像娘亲一样温暖。那是不是如果我不跟你年龄相仿，你都会怀疑我就是你娘亲了？闻言，长安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好了，你接下来还是要小心行动，不要再扯到自己膝盖上的伤，知道了吗？知道了。长安点了一下头，十分乖巧的看着夏弯弯，后者对他笑了一下，也没有再说话，而是起身再去救治其他的病人。洛星斐对于救人这方面没有经验，就只能给夏弯弯打帮手。夏弯弯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十足十的一个小跟班。等到把所有的人都给救了出来，天都已经彻底的黑了下来，几个人又忙到了半夜，这才终于回到了家里。王爷，你可知道臣妾有多担心你啊？臣妾听到山体坍塌，真的是吓坏了，生怕王爷你会出点什么事啊。兄长，我刚才听说山体崩塌伤了不少的人，这不免让我怀疑兄长你的办法是否可靠啊？本王的方法没问题，本王会好好处理他。哦，那兄长打算如何处理啊？这次人员伤亡这么多，若是上报回去，怕是会惹出乱子来吧？朝中的那些人可不会这么轻易的就相信了兄长你说的话。这一点本王后续会交代清楚，就不需要你来担心了。兄长此言差矣，毕竟这次我也有份参与。除了这样的事情，
我总是需要兄长你好好的交代一下，不是吗？本王与谁交代是本王自己的事情，你是否管得有些太多了？这怎么能叫管得多呢？我也是照常询问，不是？若是兄长觉得我管得有些太多了，那我便只能送信回去，由皇上来管此事了。骆星斐当然知道，骆卓义送信回去肯定不是让骆敬霄管此事的，他怕是要送信回去，给他的那些心腹一个信儿，让他们想一个办法来针对自己。想到了这儿，骆星斐便冷哼了一声，面无表情地看着骆卓义。二弟一定要如此？兄长，不是我一定要如此，而是处理此事的可不只有兄长你一个人。本王当然明白。哼，你……王爷确实明白。夏弯弯甩着手走了过来，骆卓义一看夏弯弯来了，表情立即就变得狰狞了起来。他还敢出现在我面前，是不是？他是真的不怕死，他是以为我不会对他怎么样。只不过王爷的事情何时需要旁人来插嘴？旁人？我是旁人吗？哼，最起码对我们来说是啊，毕竟我跟王爷是夫妻，是一家人。二王爷虽然是弟弟，但也只是这样喽。这个骆卓义还敢过来找我狗儿子的麻烦，我都没见过像他这么不长眼的人。看来那一脚还是给他踹轻了，就应该直接踹死他，省得他净干些不是人的事儿。什么叫就也只能这样吧？我没工夫跟你扯。牵起骆星斐的手，转身就走。王爷，这个该死的下饭砖又在坏本王的好事。骆星斐看着把自己扯进了房间，还左看右看的夏弯弯，心中十分的好笑。你这是干嘛呢？做贼啊？我抢了你这么个大宝贝回房间，当然得像做贼一样喽。说吧，你突然把本王拽回来是为什么？还能为什么？给你解围啊，好离那个骆卓义远一点，他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越瞅他越是熟悉，总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他。你瞅谁不熟悉啊？骆星斐有一些吃味儿，看着夏弯弯一挑眉。本王看你看谁都十分熟悉。你这话说的，我是真的看他很熟悉，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特别是他那双眼睛格外的熟悉，我一定在哪里见过。不会是在前世见过吧？亦或者说他是你前世的恋人？骆星斐可没有忘记这之前他们两个人所说的话。一看骆星斐这会儿是没事儿找事儿，他明明是在认真的跟他说，他却是岔开了话题。夏弯弯不禁有一些生气，这狗儿子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冲我发什么脾气啊？我这不也是为了他好吗？没良心。一听夏弯弯还叫自己狗儿子，骆星斐真的很想告诉他不要这样的叫自己，可他又不能直接挑明了说，毕竟人家也没有当着他的面叫出来啊。我懒得跟你争吵。我这是干嘛呢？跟他计较什么？想着，骆星斐便是无声的喘了一口粗气，抬脚就跟了出去。结果这一出去就看不到夏弯弯的人影了。你看见夏弯弯了吗？侧妃娘娘吗？看到了，但是长安与他打招呼，他没理会，好像是生气了。我没惹他生气，是他自己小心眼儿，说两句就气得离家出走，而且还这么晚，他就不害怕吗？你看见他往哪边走了？侧妃娘娘往那边去了。一听夏弯弯还真出去了，骆星斐便嘟囔了一句麻烦，随后抬脚就追了出去。见此，长安轻轻地笑了一下，主子啊，就是嘴硬，但其实心可软了。狗儿子。夏弯弯这头还气哼哼地走在了林间。老娘我是为了你好，结果你可倒好，压根儿就把我的好心当做驴肝肺，什么东西啊？要不是看在你是男主的份上，老娘我才懒得管你呢。正想着，夏弯弯就看见了村子里的几个村民背着一大筐的石头从自己的身边走过。夏弯弯看着他们筐里的石头，眉头微微的皱起，随即就拦下了一个皮肤黝黑，看起来很是憨厚的男人。有事儿吗？哎，兄弟你甭紧张，我就是有点事儿想问问你。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是什么事儿啊？你们这些石头是在哪儿搬来的？哦，好，你放心，这石头是那边山上的，跟你们那座山没关系。那边山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那边也有座山，俺们平时采石头都在那里边。你们平时也会采石头吗？男人点点头。能带我去看看不？不行啊，那俺娘还等俺回去呢。俺要是回去晚了，俺娘该着急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俺叫大牛。那大牛哥，你带我去瞧瞧行吗？我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我就去瞧一眼，然后我就回来。一听夏弯弯喊自个儿叫大牛哥，大牛就懵了，这脑袋是嗡嗡作响。毕竟他们这村里头的女人一个个是又黑又瘦，还不打扮，看起来跟男人也没有什么区别。这突然冒出来一个长得跟个天仙似的姑娘叫自己哥哥，这换谁不懵啊？于是呢，大牛就迷迷糊糊的点点头。那麻烦大牛哥带路了。哎，好嘞，姑娘，你往这边走。两个人往回走了一段时间，夏弯弯终于是看到了他们采石的这座山。这就是俺们平时采石头的地方。姑娘，你看看吧，你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呀？好看呀！你瞧这山砍得多有技术呀！你们把这山弄成这样，怕是要费不少功夫吧？就没有人受伤吗？没有，怎么可能有人受伤呢？俺们这儿的人早就习惯了，拿采石头完全不当回事儿。而且俺们都知道，这石头啊，它该搬哪一块，它什么时候会掉，然后怎么让它掉，俺们都能算得出来。这样啊。夏弯弯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心里却是盘算了起来。两个人一路的往回走，大牛好不容易碰到了一个漂亮的姑娘，就拼命的想要跟她搭话，而夏弯弯也十分和善的有一答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牛哥，以后我要是有什么事儿，我还能去找你吗？就是不知道你嫌不嫌麻烦。俺当然不会了，姑娘，你放心吧，有什么事儿你就找俺，俺一定帮你，尽可能的帮你。那好啊。夏弯弯咧嘴一笑，一抬头就看到了站在那儿面无表情的洛星斐。我操，这狗儿子怎么在这儿？还有这什么表情啊？一副来捉奸似的。怎么了？这人表情怎么那么吓人啊？就好像要吃了谁似的。夏弯弯没有说话，洛星斐见他看到了自己还傻站在别的男人的身旁，这心里头啊就升起了一股子的怒火，随即就对他招了招手。来这儿。这一声来这儿说的是又霸道又酥啊，夏弯弯这心尖啊就是一颤，也不知道怎么的，真就听话的走了过去。这狗儿子怎么回事？突然间搞什么霸道总裁玛丽苏？你干什么去了？洛星斐看着夏弯弯一挑眉，语气轻柔，但确实让人有一种他现在很生气的感觉。我夏弯弯突然就不争气的结巴了起来。我那个溜达了一圈。上哪儿溜达了？就随便溜达溜达。跟谁溜达去了？跟他。他谁？路上碰到的。一听夏弯弯在路上碰到了一个男人，就跟人家有说有笑的，洛星斐就闭了闭眼睛，无声的喘了一口粗气。那个，你别误会啊，我跟他。本王为什么会误会？本王有什么好误会的？再说了，本王误会你什么呀？你跟他干了什么让本王误会的事情？没有，我是说，我看着夏弯弯着急的跟自己解释，却解释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洛星斐就咬了咬后槽牙，淡淡的看了眼大牛，随即呢转身就走。就只是这一眼，大牛就感觉自己好像是被一把锋利的刀把全身都给刮了一遍似的，他忍不住的就抖了一下。这咋回事啊？你生气了吗？没有。还说你没生气，你这是没生气吗？这摆明就是生气了呀。不过他到底在气什么？一听夏弯弯还不知道自己在气什么，洛星斐就感觉自己的心口被压了一块大石头。本王都说了没有，你听不明白吗？你冲我发什么火呀？我也没招你，我也没惹你，我要是哪里做的不对了，你可以跟我说嘛。洛星斐就无语啊。夏弯弯说完，见洛星斐还不搭理自己，便伸出手去拽他，想要让他先停下来，不然的话自己这样追着他实在是有一些太吃力了。可谁知他的手刚刚搭上了洛星斐的胳膊，后者就反应极大的直接把手给拽了出来。你躲什么？没躲。你睁眼说瞎话，你这还没躲，我拽你躲什么？闻言，洛星斐冷哼了一声，直接把头给扭到了一旁。一见他这副样子，夏弯弯就心中气闷。妈了个巴子的，这狗儿子是大姑娘吗？别别扭扭的，有事儿就说事儿呗，跟谁俩在这扭扭捏捏哼哼唧唧呢？我惯着他。即使心里这样想着，夏弯弯的表面上却还是笑嘻嘻的。王爷，咱俩有事儿说事儿，我是哪里惹你生气了？你可以跟我说，我改嘛。你改不了，我算是看明白了。
夏弯弯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男女有别，她已经家为人妻了，就应该离其他的男人远一点。光是我看见，她就跟那人拉拉扯扯的，没看见呢，还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就算是她不会怎么样，可是那么多人都瞧着呢，她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洛星斐的心里面想了这么一大堆，可从嘴里面说出来的却只有那么一句话：切，狗改不了吃屎。什么玩意儿啊你！这家伙说你胖，你还真传上了。猪鼻子插大葱，跟老娘装像是吧？行啊，那老娘我就瞧瞧，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于是呢，两个生着闷气的人就这么一前一后的回到了他们的居住地。说，长安话还没有说完呢，洛星斐就直接错过他，连头也不抬的就这么走了。长安一愣，有一些不明所以，就看到夏弯弯也走了过来，就赶忙跟他说道：侧妃娘娘上。然而啊，夏弯弯也不搭理他。长安看着接连从自己身边路过的人，奇怪的皱了皱眉毛。这两个人是怎么了？为什么突然这样啊？哎呦，想不明白了，是不是不知道为什么王爷和侧妃娘娘都不搭理你？军师知道？当然知道，我是谁？我可是军师啊！那因为什么呀？你既然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也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办事你怎么着也得给我点好处吧。一听他要好处，长安就听话的把钱袋给掏出来递给他。啊！一瞧见他还真的给掏钱了，时运忍着笑意看他，从他的手里面接过了钱袋。看来长安呐，你真是搞不懂也搞不明白。军师，你说为什么呀？主子和侧妃娘娘为什么都不搭理我呀？当然是因为不想搭理你了。嘿嘿，这钱赚得真轻松。时运晃着长安的钱袋，笑盈盈的转身离去。长安愣愣的看着走远的时运，安静了一会儿，随即才意识到自己啊是被他给骗了，眼中顿时就闪过了一丝火气。哼，骗我！吃晚饭的时候，夏弯弯跟洛星斐都扭着劲儿，就是不肯跟对方说话，气氛十分的沉闷。王爷，您多吃点饭啊，虽然出了这样的事情让人头疼，可身体重要啊，您不能不吃饭的。要是饿坏了身子，那些人又该怎么办啊？王爷，你放心吧，有臣妾在，臣妾一定会帮你走出难关的。哼，就知道吹牛逼，还帮洛星斐走出难关，他怎么帮啊？全靠他这张能说会道的嘴吗？可笑。长安，主子，你有什么吩咐吗？你告诉某些人，要是不吃饭就出去，别在这哼哼唧唧的，气谁呢？某些人指的是谁啊？某些人。夏弯弯一听洛星斐这会儿还针对自己，就咬了咬牙。长安啊！长安转过了头来，不解地看着夏弯弯。你也告诉某些人，嘴长在我的身上，我愿意哼就哼，愿意唱就唱，跟他有什么关系？一听夏弯弯这么说，长安可算是明白了，原来他们口中的某些人指的就是对方啊。长安，你再告诉某些人，这不是他的地盘，他要想当大王，那就找他的猴子山去。长安，那你也告诉某些人，让他别再自以为是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要对他阿谀奉承。再说了，也不知道是谁给他惯的臭毛病，扭扭捏捏的，一个大男人怎么好意思的呀？一听夏弯弯还嘲讽自己，洛星斐气的眼睛一瞪，他抬起头来，恶狠狠的就瞪着夏弯弯。长安，你告诉某些人，本王是懒得跟他计较，不想跟他说太多，像他这样的人，跟他说再多也说不通。夏弯弯还敢说我像个大姑娘，那他是什么？糙汉子吗？跟男人拍拍打打牵牵扯扯的，哪有一个女人家的样子呀？哎呦，长安就是一脸的便秘呀。是吗？长安，你告诉某些人，哪个正常人说话会说到一半就不说了？长安，你告诉某些人，就只有他们女人才会这么不讲理。长安，你告诉他，我们女人不讲道理，你们男人是什么东西？莫名其妙吗？莫名其妙的发火，莫名其妙的生气，什么玩意儿啊？有什么话说明白就好了，什么话都不说，怎么着？你以为谁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吗？你心里想什么，别人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夏弯弯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因为什么生气，就跟他玩这么一出，更不知道到底哪儿得罪他了，只觉得洛星斐这家伙怎么就这么讨厌呢？长安，你告诉他，本王不需要说清楚，因为本王懒得跟他计较，像他这样的人永远都是狗改不了吃屎，说了之后他也会当成耳旁风，
长安，你就告诉他，姐姐我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他能奈我何？长安，那你告诉他，他硬要吃屎，也没人拦着他。长安看着明明一来一回都已经在对话了，却偏偏还是要扯到自己身上的两个人，他就抓了抓头发，无法理解呀。可奈何这两个人都是主子，他也没有办法说别的，就只能像是一个工具人似的站在那儿，谁说一句他就看谁。王爷，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他是个什么德行，你还不知道呀？终究是个上不了什么台面的东西，干的一些事情让人无法理解，王爷又何必跟他这样的人动怒啊？不值得呀。一听自己跟洛星斐吵架，温然在一旁插嘴，夏弯弯就眯起了眼睛，咬了咬牙。长安，你去告诉某某人，不该他管的事儿就别他妈的管，跟他有鸡毛关系。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喂，你说什么？你是在说我吗？哎呦姐姐，我可没说你啊，你要是对号入座，那我也没法子不是。夏弯弯以为就他会这招是吧？我不会嘛。想着，温然就瞪着夏弯弯，冷声说道：长安，你去告诉某。长安告诉不了。长安把头扭到了一旁，直接就打断了温然的话。闻言，夏弯弯一抿嘴，险些没直接笑出来。我还真是没白疼小长安。你说什么？长安没有搭腔，对着夏弯弯跟洛星斐点了一下头之后，便是转身离去。王爷，你快瞧瞧他呀，你都把他给惯坏了。他现在这样，有将臣妾放在眼里吗？他到底想干嘛呀？他这个长安，上首王爷对他好，就这么无法无天了是不是？既然如此不将我放在眼里，真的是该杀。行了，贱人。哟，小长安，你怎么出来了？哎呀，怎么啦？苦脸臭臭的，就跟媳妇跟人跑了似的。看他不说话，时运一撇嘴：哎，小兄弟，有什么事儿跟哥说呀，哥能帮你的肯定帮你。那你说，侧妃娘娘跟主子到底怎么了？他们两个明明就坐在对方面前，但为什么还要让我给他们俩传话？明明他们两个说的话，对方都能听见，为什么非要叫上我呢？你想知道？嘿，给点好处。我没钱了。长安的眉头一皱，下一句话就没有说出来。钱袋呀都已经被他给骗过去了，自己还哪有什么钱呀？哎，行吧，穷鬼，那就劝着吧。你要记得啊，你可欠我个东西，我什么时候问你要，你要是不给可不行啊。哼，反正他要的东西除了钱就是钱，还能有什么东西？他呀就不应该叫时运，应该叫掉钱眼。哼，偏偏钱的，真是搞不明白他怎么这么缺钱。理由就只有2个字儿。哪2个字啊？不会是秘密吧？小长安，你现在聪明了呀，都知道我说什么了呀。一听果然是这样，长安就翻了一个白眼，起身就要走。哎，别，还跟你开个玩笑，瞧你这小脾气，不是秘密。哼，爱情。爱情？对呀，爱情是什么意思啊？没听明白。时运把手搭在长安的肩膀上，长安点了点头。这就对了。时运笑着捏了一下少年单薄的肩膀。爱情这个东西啊，本来就是让人不明白的。闻言，长安就皱了皱眉毛，还没再问什么呢，时运就已经把头给扭到了一旁，不打算再跟他继续的说下去了。手收回去的时候，还擦过了长安的脖梗，他下意识的就缩了一下脖子。见时运不说了，长安便是皱了皱眉毛，心中越发的奇怪。王爷啊，时候不早了，早些休息吧。今天晚上到臣妾房中可好啊？一听温然要把洛星斐给叫过去，夏弯弯的耳朵就立了起来，表面上毫不在意，但其实早就已经在听洛星斐是怎么回复的了。看着眼前笑盈盈的温然，洛星斐无声的喘了一口粗气。不用了，本王今日还有事。哼，狗儿子还算是上当，要不要给他一个台阶下，缓和一下我们的气氛啊？闻言，洛星斐的脚一下子就停了下来，眼中隐隐的带着一丝的期待。他要是留我的话，我就给他一个面子。夏弯弯摇了摇头，凭什么呀？又不是我的错，我都不知道哪里惹到他了，我凭什么主动给他道歉，惯他臭毛病？一听夏弯弯这么想，洛星斐咬了咬牙，抬脚离去。王爷，哎呦，这狗儿子真是麻烦。洛星斐别扭的不肯去找夏弯弯求和，又不肯到温然的房间里面睡。长安他们都累了一天了，自己如果是去找他们断然不可能跟自己挤在一张床上，所以思来想去，洛星斐这个孤家寡人就只能是单独的出来住。夏弯弯这头在房间的床上，那也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他想到大牛他们的采食技术，虽然不能让那些村民全都过来帮我们的忙，可是我看那个傻憨憨的大牛应该是没有问题。
或者说可以让那个大牛当指导，他毕竟有经验，可以告诉他们哪个地方安全，哪个地方不安全。想到这个问题，夏弯弯就开始想弄影那边，也不知道他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于是呢，他就掏出了对讲机。土豆，我是地瓜，听到请回答。地瓜，我是土豆。怎么样的事情办的？大佬，你放心吧，这边我处理得很好，我已经找到了一处好地方，现在要做的就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实施我们要准备的事情。你千万要记着，一切事情都要做得隐蔽，不要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更不要暴露自己和我的身份，知道了吗？大佬你放心吧，我办事你放心。你那边呢？怎么样？我这边还行吧。之后呢，他又跟弄影闲聊了几句，交代了几件事之后，就关闭了对讲机。也不知道狗儿子干什么呢，不会跑到温然那里去睡觉了吧？想到这儿，拿出对讲机拨到了他跟洛星斐的频道，小心翼翼地唤了一声王爷。洛星斐这头啊，坐在凳子上昏昏欲睡，一声王爷吓得他一个机灵，赶忙就往四处看了一眼，结果发现并没有什么人啊。他起身打开了门，向院子里面张望，也没有人。他以为自己是幻听了，转身打算回去接着休息。王爷，你睡了吗？声音再一次在身边响起，洛星斐的心里面一阵的咯噔，有一些慌乱的往四处看去。什么东西？听着怎么像是夏弯弯的声音呢？洛星斐的汗毛一下子就竖了起来。不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鬼，人就是鬼啊！没有鬼，没有鬼。洛星斐嘟囔着，就听到身边有滋滋滋的响声，这下子他的心里面也是没底了。谁？不要装神弄鬼，滚出来！然而并没有丝毫的回应，这滋滋啦啦的声音还在继续。洛星斐皱了皱眉毛，顺着声音低下了头，结果就发现声音竟然是从他腰间挂着的对讲机传来的。一听是对讲机，洛星斐整个人都松了一大口气。确定好了声音的来源之后，洛星斐就放下了心。怎么回事？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不会是睡着了吧？睡着了对讲机也应该响着呀。看来他就是故意不搭理我。哎呀，看来王爷是睡着了。这漫漫长夜的，王爷自己睡觉多无聊，不如臣妾唱首歌给你助助兴吧。说着，夏弯弯清了清嗓子，张嘴就来。我害怕鬼，但鬼未向我分毫；我不害怕人，但人把我伤得遍体鳞伤。听着对讲机里头女人毫无声调的歌声，洛星斐就觉得自己的耳朵像是被针给扎了似的。该死的夏弯弯，他是诚心的吧？他就是唱歌逼我跟他说话，那他真是小瞧了我还真就不说。想着，洛星斐就喘了一口粗气。夏弯弯一瞧自己都这么唱了，洛星斐他还一点反应都没有，心中就觉得好笑。这家伙把他给能耐的，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能忍多长时间。狗儿子，你最好一直别说话。想着，夏弯弯就冷哼了一声，哼，接着展现自己美妙的歌喉。你叉叉，穷哈哈，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而我的扫帚只能扫垃圾堆。呼呼。洛星斐见他是越唱越过分，当下也是忍不住了，摁住对讲机就低声吼道：别唱了。怎么了，王爷？你没睡觉啊？你没睡觉怎么不搭理臣妾呢？臣妾还以为你在睡觉呢。狗儿子，在我面前装大尾巴狼，你可胆子真大。洛星斐狠狠地咬住了牙齿。你唱的是什么莫名其妙的歌曲？怎么啦？你知道他有多火吗？夏弯弯翻了一个白眼。你现在在哪里啊？不用你管。臣妾不管谁也不能不管你啊！你是我的心肝小宝贝呀！哼，想到了夏弯弯对长安、对其他人的样子，洛星斐就心中气闷，冷哼了一声：你有多少个心肝宝贝？是不是全天下的人都是你的宝贝啊？啥意思啊？王爷，你把话说明白一点，我没听懂啊。你在哪儿啊？你待着别动，你信不信我能找到你？虽然我确实是在这院子里头，可是院子里头有这么些房间，他能知道我在哪藏着？听洛星斐不说话，夏弯弯就轻轻地笑了一下。王爷要是不相信的话，就等着，臣妾这会儿就来找你。洛星斐听他说能够自己找到，心中不相信，但同时呢，又多多少少的都有着一丝的期待，期待着他能够找到自己。夏弯弯有系统这个智能导航在，自然是很轻松的就找到了洛星斐。夏弯弯是不是真的能找到我？用不用我特意制造点声响来吸引他的注意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会不会太过了？会不会让夏弯弯觉得我很希望他找到我？洛星斐还纠结着呢，门外就突然响起了敲门的声音，他一惊，立即就站了起来，随即又意识到自己这样的话太过于明显了，就不自然的清了一下嗓子，重新坐下。咚咚咚，小白兔在家吗？一听他叫自己小白兔，洛星斐的眉毛便是一皱，
耳朵根子有一些发烫，他不自然地清了一下嗓子，没有说话。那小白兔不开门的话，我可就直接闯进来啦。说完，夏弯弯就直接推开了门，见洛星斐一脸不自然地坐在凳子上，不肯看自己。一看他这样，夏弯弯就没有忍住，扑哧一下就乐出了声音。你笑什么？洛星斐有一些别扭。我这不是笑你别扭吗？走吧，我都过来找你了，你还想干嘛？不回房间啦？不回啊，本王今晚就睡在这里了。你确定吗？在这睡的话会很冷哦。离本王远点。这至于这样吗？讲着，夏弯弯就磨了磨牙，再一次贱兮兮地凑了过去，整个人都贴到了洛星斐的身上。王爷，你干什么？你再这样，本王生气了。生气了？哎呦呦呦呦，小朋友生气了，快让我瞧瞧小朋友哪里生气了。夏弯弯，你再这样，本王把你扔出去了。真的吗？夏弯弯笑盈盈地凑了过去，洛星斐看着凑过来的人，眉头紧皱，正想伸手推开他的时候，夏弯弯突然就踮起了脚尖，在他的嘴上快速地亲了一口。洛星斐被吓了一跳，整个人就跟个木头似的，一下子就愣在了原地。夏弯弯瞧见他被自个儿给一下子亲傻了，就被逗笑了。傻了？夏弯弯，你……洛星斐有一些不知所措地看着他，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哎呦，夏弯弯被他这么一副傻傻愣愣的样子惹得心中欢喜，真可爱。走吧，我们去睡觉。回到了房间之后，干嘛？自己的房间不认识了，又不是进别人的房间。你以为本王像你一样吗？才不会随便进别人的房，更不会跟别人走得亲近。啊？我跟谁亲近了？闻言，洛星斐无声地看了他一眼，喘了一口粗气，没有说话。睡觉。夏弯弯看着躺在床上的人，心中好笑。怎么这性格就这么别扭呢？王爷，你没有发现咱屋子里蚊子都没有了吗？一听他这么说，洛星斐这才想起来，自己确实已经好几天晚上都没有起来赶蚊子了。因为我制作了好几个驱蚊包。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两人就这样的一夜无梦，一直睡到了第二天早上。温然早上一瞧，他们俩昨天晚上又睡在了一起，看着夏弯弯的眼神，就跟是要活剐了他似的。哎，姐姐，王爷哥哥，你们两个睡醒啦？我已经烧好了热水了，你们快去洗脸吧。你这小丫头，每天早上起来都在烧热水，下次这些事情都不用你干，有专门的人去干，你干什么？没关系的，姐姐，你收留了我，我很感激你。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报答你，所以就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傻丫头啊！嘿嘿嘿。在吃饭的时候，夏弯弯看到好久都没有过来的骆卓义，这会儿啊，也终于是肯出来吃饭了。今天早上我排厕所又排了半天，这个便秘仔又在里面蹲了那么长的时间，给他开塞露也不用，真是服了，故意的吧？王爷，想着，夏弯弯就当着骆卓义的面故意的说道：“关于开山的事情，我已经有办法了。”哦，什么办法？骆卓义淡淡的看了他一眼。我昨日出去的时候，看见这村子里面的村民也在踩石头，我还特意叫人领着我去那边看了一眼，他们可比我们有经验多了，而且他们还说可以算准哪个石头会掉下来，什么时候掉，从来都没有受过伤。如果我们能叫他来帮我们，一定可以减少伤亡的。一听夏弯弯昨天晚上跟人出去，竟然是因为这个原因，怪不得呢，所以昨天才会跟那个人一起回来。洛星斐知道自己是误会了他，有一些不自然的抿了抿嘴。你有人选了？洛星斐看着夏弯弯，想到了昨天晚上的那个男人。只不过我还不知道他答不答应，我回头再去找他问问去。吃过了早饭，夏弯弯就准备要去大牛的家里面去找他。本王跟你一起去。不用啦，你先去忙你的，不用管我，那些伤患还需要你去处理呢。交给时运和长安就行了，本王陪你一起去。行吧。看着并排走远的人，时运摸了摸自己的下巴，点了点头。登对，真是登对啊！什么登对啊？哦，没什么。时运耸了一下肩膀，长安奇怪的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话。哎，长安，嘿，一起洗澡啊？洗澡？现在吗？哎，现在不行，现在睡了。等到一会儿出太阳了呀，咱们去洗澡去。我不去。为什么？我不喜欢跟别人去洗澡。嘿呦，你又不是什么大姑娘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咱俩都是大老爷们儿，我还能给你搓搓背。哎，我这好几天都没洗澡了，感觉身上灰都一层了，你也能帮我搓搓背不是？时运说着，
手还在长安的后背上划了2下，做出了搓背的动作。长安早就已经习惯了他对自己的这些小动作，也没有放在心上，扭头瞪了他一眼，看他也不说去不去，时运就笑道：嘿嘿，那我就当做你同意了啊，一会儿我叫你。说完，他不等长安的回应，起身就走。见此，长安的嘴巴张了张，还想要说什么，可是人已经走了。夏弯弯和洛星斐这头一起来到了大牛的家中，他正在院中垒着昨天他捡回来的石头，一看到夏弯弯来了，立刻是咧嘴一笑：嘿嘿，姑娘，你来了。大牛哥，你忙着呢？是啊，垒墙呢。俺娘说了，墙高一点，防人。姑娘，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也没什么事儿，就是给大牛哥你找了个赚钱的活儿，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干啊？赚钱的活儿？啥赚钱的活儿？我们这不是也在采集石头，打通山道吗？可是我们的经验不足，前2天不少工人受了伤，所以我们想请您来当我们的指导老师，而且为了感谢，我们也会给你相应的报酬。啊，这，哎呀，俺哪能啊？俺都没干过什么老师啊什么的，不知道行不行啊？这，哎，一定行的！我相信大牛哥你的采石技术那是一绝的，在村里面你敢说第2，没人敢说第1。哪有那么厉害呀？大牛不好意思的笑笑，被夏弯弯给夸的有一些飘飘然。那你答应吗？如果是姑娘你想让我帮忙的话，那我自然是乐意的。那太好了。你们来干什么呀？娘，他们是请我当指导老师的。什么指导老师啊？就是你吧？啊？夏弯弯不明白什么就是自己啊。昨天晚上就是你跟俺儿子一起走回来的，是不是？让俺们村里的人看见了，说他跟不3不4的女人走在一起，你还敢来找俺儿子？你是不是想毁了俺儿子的清白呀？什么叫我毁他儿子的清白？他一个男人毁什么清白？而且老娘好好的，怎么就不3不4了？洛星斐一听大牛他娘说夏弯弯是个什么不3不4的女人，眼神微冷。娘，你别这么说呀，这位姑娘她不是那样的人，她可好了，她还说她会给我钱呢。他们这些人你也相信呢？你大娘，我们确实是来请大牛哥做顾问的，而且还会给他报酬呢。这个忙俺们不帮，赶紧滚啊！别让俺看见你们，看见你们就心烦。大娘，你看这些钱全给你行不行？这些就只是一小部分，如果大牛哥能帮我们的话，之后我们还会再给他一笔钱作为报酬。一开始大牛的母亲以为夏弯弯是有着其他的预谋，根本就没把他说的话给放在心上。现在眼看着他把钱给掏出来了，那态度啊就急转直下。你说的都是真的呀？当然是真的，我不撒谎。这笔钱我可以先给你作为定金，等到之后事情完成了，我会再把尾款付给你。大娘，你要是同意的话，这笔钱现在就是你们的了。娘，俺觉得可以。这位姑娘她人可好了，她不是那种坏人，俺们可以相信她。啊，行吧，俺可以答应你们，但是你们也必须要答应俺一件事情。行啊，大娘你说，别说是1件事了，就是100件事都行。哎呀，没有那么多，你不许离俺儿子太近了。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俺不管你对俺儿子有什么想法，但是俺儿子以后呀，会找一个清清白白、毫无心机、踏实过日子的女人当媳妇儿，你不合适啊。感情这大牛他娘是担心我图他儿子呀。大娘，你放心吧，我不会跟大牛哥怎么样的。再说了，我已经嫁人了，那他就是我的相公。嫁人也不行，谁知道你这女人是不是水性杨花的主啊？你说话注意一点，你哪只眼睛看见他水性杨花了？不是吗？要俺说呀，你这小子就是没出息，连自己的女人都扛不住。他若不是水性杨花，能找上俺儿子？他只不过就是欣赏你儿子的采石技术而已，并不是看上你儿子这个人。如果你觉得让你儿子与我们一起共事委屈了你儿子，会带坏你儿子的话，那你大可不必勉强。钱还我们再找他人就是。大牛一看气氛有一些尴尬，就出声打圆场。娘，你以后可别这么说了啊！这位姑娘她真不是那样的人。哎呀，俺知道了，俺以后不那么说就是了。你以后跟他们共事的时候，你小心一点，长个心眼儿，别人家把你给卖了，你还帮别人数钱呢。嘿，俺知道了。从大牛的家里面出来，夏弯弯就见到洛星斐的表情还是有一些不好，不免的有一些好笑。怎么了，王爷？我们都说服了大牛他娘让他帮咱们的忙了，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你不在意吗？他那么污蔑你，你不生气？气啥？他污蔑我就污蔑我呗。这大娘一辈子没出过山村，不知得很。
我跟他解释什么？那不是浪费口水吗？这狗儿子还真是护短。那你给本王这个干什么？本王又不是姑娘。谁说只有姑娘才喜欢花了？这小花开得多好看啊！我摘下来送给王爷，王爷就别生气了。本王才不生气呢，反正被骂的也是你。我就多余管夏弯弯，反正别人骂他不在意，我那么在意干什么？夏弯弯见洛星斐还不开心，便是踮起脚，直接把小花别在了他的耳朵上。夏弯弯，洛星斐气得要摘下来。哎，别摘了，这小花这么好看，配好看的王爷你正合适。你看谁都好看。可不是啊，我觉得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人。还算识货，这城中有那么多女子喜欢我，夏弯弯就算是再与其他女子不同，可面对这样的我，怎么可能不动心？想着，洛星斐就有一些臭屁了起来。他昂着头，挺着胸，表情是隐忍的得意。夏弯弯不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如果若是知道，怕是要白眼都翻出天际了。有了大牛的帮助，开山的速度直线上升，而且是又稳又妥。仅仅是1天的时间，进展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产生了变化。王爷，我就说了吧，大牛他论第二，没人敢论第一。你瞧，这下不就又稳又妥了吗？一听他这么夸大牛，洛星斐的表情就变得有一些不好起来。我也做了这么多，怎么没见他夸夸我呢？王爷，温然的声音突然响起。他不甘心把夏弯弯和洛星斐2个人单独的放在山上，于是呢，就叫人弄了一个轿子，把自己给抬了过来。贱人就是矫情。王爷，这么长时间肯定渴了吧？臣妾特意过来给王爷送的水啊。不必了，本王不渴。洛星斐连看都不看他，直接就拒绝了。温然一听就有一些失落了起来。王爷，王爷，你来一下。向他叫自己，洛星斐便走过去。何事？方才有人说这底下有水声，可是这山底下怎么可能会有水声呢？臣一时拿不定主意，所以想叫王爷你过来看看。一听山底下竟然有水声，洛星斐奇怪地皱了皱眉毛，没有说话，只是弯下腰，将耳朵贴在了石壁上。真的有水声？难不成这座山底下是一条地下河？我听听，是有水声，这底下不会有温泉吧？温泉？是啊，你不知道吗？天然大温泉。天底下竟然会有这样的东西？是啊，如果板块交界处附近由于地壳运动导致了火山喷发，或者是死火山地区地底下的岩浆还没有完全冷却，还在不断的释放热能，它附近的含水层的水就会被加热，在地壳的缝隙处流出地表，那就是天然温泉了。或者是因为雨水下渗到地壳深处的含水层变成地下水，地下水受到下方的地热加热，热水温度升高，压力众人蒙圈，沿着缝隙流出。夏弯弯解释了一大堆，洛星斐听的是云里雾里。他扭头看了一眼时运，想看看聪明的他到底能不能听明白。没想到时运也是一大堆的问号，看着夏弯弯的眼睛都冒着光。也可以形成温泉。特妃娘娘，你说的这些臣都没有在书上看到过，你是在哪本书了解到的呀？一本叫百度的书上。夏弯弯就开始胡扯。时运皱了皱眉毛，百度，这是哪本书啊？臣从未听过。等到有机会我找出来给你瞧瞧啊。夏弯弯拍了拍时运的肩膀，洛星斐一瞧，他又开始对人上下其手，眉头就微微的皱起来。时运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一听夏弯弯要把这么好的书给自己瞧，激动的赶忙点头。那就多谢侧妃娘娘了。不客气，如果这里真的是一个温泉就好了，这可是大自然的馈赠啊。这样，你们让人先在这里凿个洞出来，然后找一个人下去看看，到底是地下河还是温泉。行。时运点了一下头，这会儿啊，那就是夏弯弯说什么他就听什么。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因为他的脑子里全部都是那个百度的书，他真的是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书，自己竟然没有读过。之后呢，众人就花费了将近1天的时间，终于是凿出了一个洞来。闻了闻空气之中的味道，就是这儿了。谁下去？我下去吧。你不行。夏弯弯将长安给扯到了一旁，找个攀爬技术强一点的。侧妃娘娘，我可以的。我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这熊孩子怎么回事？底下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呢，他下去上不来怎么办？侧妃娘娘对长安的感情倒是挺深呢，王爷他就不吃醋吗？想着，时运就扭头去看向了洛星斐，见他表情不明的站在那儿，心中好笑。得，王爷这是吃醋了，看来小长安这一趟啊是非下不可了。时运，你下去看看。果不其然。时运好笑，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可当所有的人都瞧向自己的时候，他的脑袋还嗡了一下，他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谁？说我吗？不应该是长安吗？王爷为什么要我下去啊？对，你下去瞧瞧。臣不行吧？王爷呀，
臣是文官，不是武官，这种体力活你叫臣去，臣怕完成不好啊。你聪明，有时候智力远远要比体力更高一些。你去瞧瞧，若是有什么事情，你也可以及时应对。洛星斐看着时运，语气不容拒绝。闻言，时运张了张嘴，也找不出话来反驳，只能扭头看向了夏弯弯。看什么啊？下去啊！看我有什么用？狗儿子都让他下去了，他当然要下去了。我到底什么命啊？怎么这么不受待见呀？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你们可把绳子给我绑得紧一点哈，千万绑紧一点，不然我掉下去，你们就捞不上来我了。得嘞，军师，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把绳子绑得倍儿紧，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不一会儿，时运就被拉了上来。哎呦我的天哪，这种差事下次可千万别再安排给我了，我真的是要被吓个半死了。里面怎么样？有什么？里面别有洞天啊！正如侧妃娘娘所说的，里面确实是有一个温泉，而且空间还很大，但是我没往里走。一听底下还别有洞天，洛星斐就叫人准备一同下去查看。夏弯弯自然是也不可能在上面等着。温然一看夏弯弯都已经去了，心中有一些不服，即便是再不想下去，也只能是硬着头皮跟了下去。众人就顺着绳索一个挨着一个的爬到了山洞底下。夏弯弯一落地就不小心踩到了什么东西，险些摔倒。所幸的是洛星斐在一旁扶了他一下，虽然现在有一些黑，看不清男人的表情，但是呢，夏弯弯却还是忍不住的笑了一下。王爷，温然的声音从上方传来。夏弯弯一抬头，就见他正吃力的往下滑着。这人怎么这么烦呢？人菜瘾还那么大，自己什么样不知道啊，还好意思下来，这不纯粹给人添麻烦的吗？想着，夏弯弯就下意识的去找洛星斐，看他会不会接他。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一转头就发现洛星斐已经不在原地了。见此，夏弯弯的眼睛滴溜溜的一转，突然就伸出手接住了险些摔倒的温然。底下太暗，温然一时没有适应，以为扶着他的人正是洛星斐，心里别提有多么的开心了，整个人往他的怀里一靠。哎呀，王爷，还好有你扶着臣妾啊，要不然臣妾就该摔倒了。听着他娇滴滴的声音，夏弯弯憋着笑，一本正经的回答：不用谢，爱妃。怎么是你啊？我王爷呢？姐姐你别这么说呀。夏弯弯一听温然这么说，就无害的笑着。如果不是有妹妹我的话，你怕是就真的摔倒了。听到夏弯弯这么说，温然磨了磨牙，气哼哼的抬脚便走。爱妃可慢点走啊，我可不能每次都扶着你。夏弯弯贱兮兮的跟在温然的身后，一听到这个时候他还挖苦自己，温然就气得不行。侧妃娘娘你拿着，照着点，小心摔倒了。谢谢。长安抓了抓脖子，有一些不自然的问道：侧妃娘娘，长安不明白。什么不明白？刚才侧妃娘娘为什么不让长安下来？你傻呀你，这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的，你就要下来，万一你上不来怎么办？那其他人侧妃娘娘你就不在意了吗？侧妃娘娘已经不是第一次拦着我往前冲了。一听长安这么说，夏弯弯愣了愣，想来是自己面对其他人时总觉得不真实，只有对身边的小长安和洛星斐接触的多了，觉得他们是活人。随即他就笑了笑，伸出手抬了一下长安的下巴，坏笑道：你不是说我像你娘亲吗？那娘亲保护儿子不是应该的吗？听夏弯弯这么说，长安先是一愣，随即就有一些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来。殊不知他们两个人的一举一动就落在了不远处的洛星斐的眼里。他看到夏弯弯去勾长安的下巴，想到那一天他抬自己下巴的场景，心中这醋罐子呀一下子就给打翻了。他一边走一边想，小弯弯他是不是对我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样，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之分。他可以去勾我的下巴，也可以去勾其他人的下巴，他可以跟我勾肩搭背，也可以去跟其他的男人有声有笑。一想到这儿，洛星斐的心那就跟扣了一口大闷罐似的，让他有一些透不过气来。王爷小心！这个时候他听到身旁有人喊了一嗓子，还没有反应过来，脚下一空，整个人就跌进了温泉池里头，发出了巨大的声响。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手忙脚乱的去捞洛星斐。王爷，王爷，王爷！温然在一旁急的是直跺脚。夏弯弯听到这边的声响，就往这边瞧过来，一见是洛星斐落水了，立马就跑了过来。洛星斐被众人手忙脚乱的给捞上来，他坐在地上，身上往下滴着水，表情阴郁，整个就像是一只大型犬掉到了水里头被人给捞出来似的，又搞笑又有一点可怜。夏弯弯担心的蹲下身来，看着洛星斐：你没事吧？这么大个人怎么还能踩空了呢？这洛星斐不会是想玩水所以才跳下去的吧？我看看有没有摔呢。夏弯弯说着就要去碰洛星斐，可后者却直接把手给拽了出来，面无表情的瞪了他一眼。一看他又开始这样了，夏弯弯整个人都是一愣。不是，这狗儿子又搞什么？
又不是我把他推水里头的，为什么又跟我发脾气？难不成他是觉得自己掉水里头不好意思了，所以才这样打的？哎呀，王爷，你没事吧？可洛星斐就算是再生下弯弯的气，不想跟温然亲近，那依然是不想亲近。他把头给扭到了一旁，一副不想搭理温然的样子。这下温然又碰了一鼻子的灰，表情有一些尴尬。哼，洛星斐就算再跟我生气，也轮不着他显摆的份儿。王爷，要不然咱们先上去吧，你这全都湿了，身上多难受啊！不用，不要紧，不要因为本王耽误了进程。可是，石韵一听还想要说些什么，但是洛星斐已经不搭理他，就这么走了。一瞧他这样，石韵便是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回头看了一眼夏弯弯，后者是一脸的蒙圈。小插曲过后，众人在石洞中开始四处的排查起来。虽然洛星斐生气不是我弄的，但怎么着也得哄哄吧，总不能让人家一直生气着不是？谁让人家是男主大的呢？于是夏弯弯就当起了洛星斐的跟屁虫，他走到哪儿，夏弯弯就走到哪儿。可偏偏洛星斐气得很，无论对方怎么跟他示好，他都不看他一眼，反而是夏弯弯一走过来，他就走。狗儿子！夏弯弯看着又从自己旁边走过的洛星斐，奇怪的皱了皱眉毛，真是莫名其妙。想着，夏弯弯无声的喘了一口粗气，干脆呢也不想哄他了，直接转身自己往一旁走去。往前走了几步，夏弯弯就发现前面好像有一个岔口，里面似乎还有着一个空洞，他心中便觉得奇怪，抬脚走了进去。洛星斐虽然是生夏弯弯的气，但时刻还是注意着他。这会儿他就发现夏弯弯的人没影了，便是不自然的往四处看去，想瞧瞧他又去了哪儿。石韵是一个聪明的，一眼就看出洛星斐的心中所想，嘴角微微的上扬，有一些好笑。随即他扭头看向了旁边的人，问道：侧妃娘娘呢？一听石韵帮自己问了，洛星斐的表情就变得有一些不自然了起来。一听他问夏弯弯去了哪儿，所有人都是面面相觑，他们都在瞅着附近的东西，没有人注意到侧妃娘娘跑去了哪儿。见他们都不知道，石韵就啧了一声：这么大的个人呢，你们都看不住，赶紧找啊！一听他这么说，那几个人赶忙散开去找夏弯弯。石韵笑嘻嘻的看着洛星斐：王爷，你放心吧，侧妃娘娘那么聪明，肯定不会有事的。一听他这么说，洛星斐的耳朵根子就不自然的红了起来，扭头瞪了他一眼，十分傲娇的说道：谁说本王担心了？说完便抬脚走了。一看他这副样子，石韵就觉得好笑。就这还不担心呢？担心都快溢出来了。洛星斐嘴上说着不担心，可行动已经很自然的开始找起了夏弯弯来。随即他就发现了夏弯弯发现的那个洞口，他往四处看了一眼，走了过去。一进去他就看到夏弯弯正蹲在那儿背对着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一看他好好的蹲在这儿，什么事儿也没有，洛星斐的眉头就微微的皱起来，表情有一些不好。夏弯弯啊！夏弯弯回过身来，他这一侧身就把他面前的东西给暴露出来。洛星斐就见到他面前赫然是几具白骨，被吓了一跳。感情他一动不动的是蹲在这儿研究白骨呢，所以都没有发现自己过来。一瞧见这儿竟然有白骨，洛星斐的神色一变，立即就走过来。这些是白骨？夏弯弯一脸无害的看着洛星斐：你不认识吗？本王当然认识，只是这里为何会有白骨？难不成这里在我们发现之前就已经被人知晓了？这我上哪知道去？夏弯弯觉得有一些好笑，抻头往四处看了一眼。只不过我瞧这白骨有些年头了，少说也要10年了。10年？10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多尸体？我刚才数了一下，15具，总共有15具尸体。这么多人，当初这里肯定发生了很大的事情。王爷，你有没有印象啊？没有。而且这15具尸体都不是摔死的，而是直接被一刀穿透了心脏。夏弯弯指着白骨的胸口，这明显就是被锋利的刀刃一下刺透身体，所以骨头断裂的边缘才会如此平整。15具都是这样。洛星斐看着夏弯弯，后者点了一下头。有没有可能是他们当初发生了什么事情，跑到这里来避难，结果发生了口角，便自杀在了一起？可是这15具尸体就只有胸腔明显被伤到了，其他地方一点损伤都没有。要是打架，怎么可能其他骨头没有一点损伤呢？一听夏弯弯这么说，洛星斐也觉得有道理。夏弯弯起身在四处的检查。我们刚才滑下来的地方是刚凿出来的，他们出现在这儿肯定是有其他的入口。听夏弯弯这么说，洛星斐也开始找了起来。夏弯弯想着以前看过的盗墓小说，一边想一边摸索着，想看看墙面上有没有哪里不同。摸着摸着，他就感觉到自己的指尖摁进了一个凹进去的地方。他面色一喜，把手指头使劲的往里面一摁，只听见咔嗒一声，他们二人中间的那面墙就突然的转了过来。我操，真的有机关，真是神了！洛星斐见门开了，便立即走了过来。夏弯弯跟了上去，一边走还一边在跟洛星斐显摆。
哎，你看见了吗？我刚才那手指头往机关里面一摁，这门就打开了，太帅了！洛星斐也没有搭理他，两人在食道之中走了几十米，前方就出现了光亮。两人走到了出口尽头，洛星斐见到有石头在前面挡着，便是很自觉的开始在附近找起了机关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我要再摸一个机关打开，刚才那一下根本就不过瘾啊！听到夏弯弯这样想，洛星斐本要摁下去的手一顿，随即就收了回来。夏弯弯，你到这边来找。洛星斐说完就转身去了别的地方。夏弯弯一听他叫自己到这儿来找，心里奇怪，便也没有说什么。跑过来之后，便在墙上摸索起来，果然又摸到了一个凹进去的地方。他兴奋地跺了一下脚，扭头看着靠在墙上并没有在找机关的洛星斐。王爷，我找到了！透过外面的光亮，洛星斐依稀能够看到少女兴奋的表情。男人嘴角上扬，没有说话。傻瓜！夏弯弯用力地往里面一摁，前面的石门就转动开来。两人一起走进去，都有一些傻了眼，因为这出口通往的就是他们住的地方。这怎么通这儿来了？听到他这么说，洛星斐也没有说话。两人又原路返回，从石壁出来。王爷，你们这是从哪儿出来的？你们一声不响的消失，我们还以为你们出了什么意外呢。不是，是我们发现了一个石头，然后顺着找了下去。那你们找到了什么？什么？跟我们不能说呀？不是不能跟你说，是怕我说了吓你一大跳啊！夏弯弯走过来，哥俩好的就要过去搭石韵的肩膀。洛星斐见此，微微的歪头。石韵可没有长安那么傻。夏弯弯一抬胳膊，他的身子就一歪，直接就躲到了一旁。这小子搞什么啊？解释也解释不清。洛星斐跟夏弯弯就领着一行人从石道回到了他们所住的地方。石韵有一些诧异，是智人通的是这儿，看来这个边境不只是贫困的问题了，还有很多的疑点。王爷，你可真的是太厉害了，这么隐秘的地方你都能发现啊！就是夏弯弯发现的。怎么什么风头都被夏弯弯给出来了，我什么都碰不着。夏弯弯正得意呢，一抬头就看到骆卓义从厕所里面出来，表情还隐隐的有一些痛苦。这大哥又来了，一蹲这么长的时间，说他还不乐意听。这是什么地方？你猜啊？哎，别告诉他，什么事儿都不参与，就跑过来捡现成的。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本王是身体不适。你哪儿不适啊？拉不出屎来吗？夏弯弯，这件事夏弯弯过不去了是吧？无论当着谁的面，都要说这样的话来挤兑我。兄长，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这里是通向哪儿的？你可以自己去瞧瞧。怎么了？二王爷，你不是挺好奇的吗？怎么不敢去了呀？是害怕这里面有什么洪水猛兽把你给吞了吗？哼，有什么好怕的？去就去。说完，他便抬脚走了进去。看来这儿确实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需要好好的排查一下。这10年前肯定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本王会让人去查10年内所有的暗踪，希望能够有所发现。王爷，你这么厉害，一定会找到的。听他这么说，洛星斐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也没有搭腔。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呀！就在这个时候，众人突然就听到了小满惊恐的叫声：“姐姐，救命啊！姐姐！”闻言，洛星斐等人脸色俱是一变。夏弯弯立刻循着声音跑去，他一脚踹开了房门，就看到小满被一个男人给压在了床上。我操你妈！夏弯弯咒骂一声，拿起凳子就直接砸在了那个人的身上，凳子立刻就砸裂开了，男人被砸倒在床上。小满满脸泪痕的爬起来，一下子就扑到了夏弯弯的身上，在他的怀里面痛哭起来。姐姐，姐姐，没事没事，有姐姐在，姐姐回来了。是二王爷身边的人。长安先生了出来，对洛星斐轻声说道：“好了，没事了，去找长安哥哥。”没事了，没事了。你他妈的在干什么？哎，侧妃娘娘，属家长在跟小满玩游戏呢，闹着玩呢。闹着玩？那好啊，我也找几个人跟你闹着玩一下。洛星斐，你手底下的人，你到底管不管？他不是我的人。侧妃娘娘，你误会了，主子管教甚严，绝对不可能让自己手底下的人干出这样的事情来。行啊，那感情好，我他妈还跟你废什么话？说着，他就从地上捡起了一根带尖的木棍，狠狠扎向了那男人。侧妃娘娘，请你冷静一点啊！属下是二王爷的人，就算要管教，也轮不到侧妃娘娘你来管教。我杀你这么一条狗，还需要经过你主子的同意？主子，侧妃嫂嫂，是本王这手底下的人不懂事，冒犯了侧妃嫂嫂吗？侧妃嫂嫂何必亲自动手？她若是哪里做的不对了，你大可以跟本王说，由本王来教。打狗还要看主人，夏弯弯她就不将我放在眼里。我若是非不看你这个主人呢？侧妃嫂嫂这是为何？她到底犯了何事？你问他，你干什么了？属下说话。骆卓义见他越不说话，脸色便越是难看。他能说得出来？他当然不敢跟你说。他刚才对小满都要干什么？会这种东西，丢人现眼！这个没用的东西，成事不足败事。对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他都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他还有什么事情是干不出来的？
这下好了，夏弯弯怕是绝对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的算了。可我若是不保他，岂不是显得我怕了陆星飞，怕了夏弯弯这么一个女人？主子，属下知道错了，是属下的错，属下不应该干这样的事情。你既然知道错了，那就好好的记住今日的教训，切不可日后再犯。是，主子放心吧，属下再也不敢了，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任何的事情，请主子放心。二王爷，就算你要护着自己手底下的狗，可是也没这么护着的呀。如果方才不是我回来的早，大祸就酿成了。你只是一句日后莫要再犯就想了事儿，这是不是有些太轻松了？那不知侧妃嫂嫂想要如何呀？这事怎么能看我如何呢？毕竟这是二王爷你手底下的人，我若是罚的话，二王爷岂不是嫌我的手伸得太长？小满是我的妹妹，二王爷手底下的人对她做出了这样的事情，这对一个小女孩来说，那是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忘掉的阴影。不知二王爷觉得应该如何处理啊？妹妹，哼，侧妃嫂嫂何时多了一个妹妹呀？我领养了她，在王爷同意的那一刻起，她便是我的妹妹，我定不能让任何人欺辱她。她只要受一点委屈，我都要帮她讨回来。姐姐，行，侧妃嫂嫂说吧，你想要怎么样？既然二王爷都让我说了，那我也不客气了。他虽然做了这样的事情，但也算是没得逞。若是直接要了他的命，那未免显得我有些不近人情。倒不如直接阉了吧，这样他以后就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二王爷觉得如何呀？此话一出，在场的人俱是一惊。主子，这可万万不可呀！骆卓义也没有想到夏弯弯竟然会用这样的方法去惩罚他。这夏弯弯好狠，他这是觉得，与其让他一刀死得痛快，倒不如让他一辈子都活在痛苦之中。侧妃嫂嫂，本王觉得这罚的实在是太重了些，还请侧妃嫂嫂看在本王的面子上从轻处理。你在我这没面子，我今日就非要阉了他，谁拦着都不好使，包括骆行匪也是。他若是一会儿敢向着他这个便秘弟弟，老娘连着他一块儿死。我什么时候说要护着陆卓义了？夏弯弯来了脾气，就谁都不管，谁都不顾了是吧？好，很好。既然侧妃嫂嫂都这么说了，那本王也就直说了，这人你想怎么罚都行，但阉割绝对不行。什么意思啊？二王爷这死活不让我对他进行阉割，难不成你是要留着自己用啊？你说什么啊？不是吗？若不是二王爷留着东西有用，你为何这么在意啊？反正割也不是割你啊，不是吗？兄长，你的侧妃说出这等话来，你就不管吗？二弟啊，你还没有娶妻，不理解本王现在的地位。他呀……骆星匪看了眼夏弯弯，摇头。本王管不了。该死的，骆星匪什么时候成这么没有分寸的人了？如果换做旁人，他绝对不可能任由那个人胡来。他由着夏弯弯跟我撕破脸皮，这种情况就只有在以前那个人身上出现过。现在骆星匪却开始对夏弯弯如此，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骆星匪喜欢上他了？二王爷，你听到了？你现在就是找谁说都没用。这人你要不然就痛快的交出来，要不然怎么样？侧妃嫂嫂想要怎么样啊？我就只能动粗了。你好大的胆子！长安，你分不清主次了是不是？本王还在这儿呢，你就敢动手？你是不是这般不把本王放在眼里？骆星匪护着夏弯弯，长安又听夏弯弯的话，他们主仆两人到底是搞什么啊？二王爷没有必要为难一个孩子，人是我让动的，你要找就找我，长安也只不过是听命行事而已。主子，兄长，你手底下的人都不管的吗？二弟啊，长安的脾气秉性你是知道的，他若是上来了脾气，本王说他都不听啊。他若是真想要听谁的话，本王也拦不住啊。所以听兄长这话，就是连自己手底下一个普普通通的侍卫都管不住了？那二弟呢？骆星匪轻轻一笑，似笑非笑的看着他。二弟是否也连自己手底下的一个侍卫都管不住啊？以至于让他干出这种事情来？哎呀，大家都是一家人，何苦闹成这样子呢？哎，二王爷啊，不过就是个手下而已嘛。若是二王爷真的为了一个手下跟自家兄长撕破了脸皮，这多犯不上啊！再说了，这人呢行了这样的不耻之事，这是在给二王爷你的脸上蒙羞啊！像这种给主子蒙羞的东西，哪能留着嘛？日后若是酿成大祸，这不知道还要给二王爷你添多少麻烦呢。所以为了这么个狗东西啊，那实在是不值得。二王爷，你说我说的是不是？军师说的倒也是有些道理，是本王没有想明白，他留在这儿确实会给本王带来不少的麻烦，所以今日本王便杀了他，给侧妃嫂嫂赔罪。二王爷这是听不懂人话。哎呦，王爷，这种畜生哪能轮得到你出手啊？时运接过，一刀就直接刺向那男人的胯下，入土三分。哼，兄长身边的人果然都是奇人异士，一个比一个厉害，一个比一个的不将主子放在眼里。二王爷谬赞了，哎，我也只不过就是听命行事而已。再说了，像这种粗俗之事啊，哪能让二王爷你一个主子亲自动手啊？所以我就代劳了。
还请二王爷莫要怪我唐突啊。时运这句话说的是滴水不漏，骆卓义就算是有火都发不出来，冷哼了一声，转身就走。哎，二王爷，你手底下的这条狗不要了，就算是实行了阉割，说不定回去补救一下还能用呢。便扭头看了一眼他身旁的侍卫，后者心领神会的点点头，然后抬起那人便走。好了，现在坏人已经受到了惩罚，姐姐以后教你一些女子防身术，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了。姐姐，谢谢姐姐。闹剧过后，夏弯弯便把小满带回了房间，安慰他睡下之后，这才离开。看什么？没什么呀。温然把信件收起来，看着夏弯弯冷笑一声，就想好好的瞧瞧你而已嘛。一听温然这会儿这么说，夏弯弯的眉头微微的皱起，隐隐约约的觉得有一些不对劲。可如果说哪里不对劲，他又没有办法指出来。温然见他这样，脸上的笑容更大。夏弯弯实在是不知道他在高兴什么，不过呢，也懒得搭理他，奇怪的歪了一下头之后，便是转身离去。夏弯弯，你完了。夏弯弯找了一圈都没有发现骆星斐的身影，就拽住路过的长安问道：长安，你家主子呢？主子说是去洗澡去了。洗澡？主子说许久未曾洗澡，身上不舒服，所以就去洗澡了。跟谁啊？自己吧。在哪啊？夏弯弯咧嘴坏笑了出来。上次的美男洗浴我还没有看够呢，如果能再看一次。想着，夏弯弯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长安告诉了夏弯弯地点之后，他就迫不及待的跑去找骆星斐。这样背对着我也看不着什么呀。夏弯弯嘀咕着，从地上捡起了一颗石子，扔到了水里。正在闭目养神的骆星斐被吓了一跳，猛然转过身来，见身后什么人都没有，心中奇怪，没有理会，但是呢，也没有再转过去，只是重新的闭上了眼睛。夏弯弯见时机差不多了，这才敢伸头往外面看，见到骆星斐果然是转了过来，半截胸膛裸露在外，他就忍不住的吸了一下口水。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我的妈呀，美男洗浴无论看多少次都看不够，要是能摸一摸。想着，夏弯弯就猫着腰转身往一旁跑去。他在边上小心的入水，然后就潜入了水底，朝着骆星斐游了过去。这口骆星斐敏锐的感觉到水里有什么东西在向着自己靠近，他微微的转头，就隐隐约约的看到有一抹白色在水中漂浮着，往自己这边过来。他当然不会想到是人往这边来了，以为是碰到了什么水中的怪物，神色一变，立即就站了起来，随即手中举起了内力，正想一掌把那个东西直接给拍死的时候，夏弯弯就憋不住气了，站了起来。小弯弯，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王爷，好巧啊，你也在这儿洗澡啊！我的妈，这凶器！闻言，骆星斐一愣，耳朵噌的一下就红了起来，随即坐回到了水里，身子微扭。出去！他老挡什么？我是他媳妇儿，他有什么好害羞的？王爷，一起洗呗，我还能给你搓搓后背。用不着，这个夏弯弯，女人该有的矜持她一点都没有。哪家女人能在男人洗澡的时候跑进来的？王爷，夏弯弯一听他拒绝自己，便绕到了骆星斐的面前，后者一怔，就见到夏弯弯一绺黑发湿哒哒的贴在了脖梗处，顺着那绺黑发往下看去，隐隐约约的都能够看到夏弯弯胸前的景色，好像穿的是粉色的，这让男人的脸更红了，赶忙把头给扭到一旁。夏弯弯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衣服贴到了身上，见骆星斐这样，只当他是不好意思，就一脸坏笑的搂住了骆星斐。王爷，你别不好意思呀，咱俩都老夫老妻的了。谁跟你老夫老妻？骆星斐的脸更红了，他没穿衣服，夏弯弯的衣服又紧贴在身上，二人离得这般的近，他甚至都能够感觉到少女的体温，这让他觉得有一些燥热起来。你跟我老夫老妻，王爷别不好意思嘛，你转过来我瞧瞧你啊。快藏起来，有人来了。有人来了就有人来了呗，我又不是跟野男人一起洗鸳鸯浴，我跟我老公怕什么？看着夏弯弯这无所谓的样子，骆星斐气得不行。这个蠢货，他到底明不明白？他现在这样坐在水里头，说是让别的男人瞧见了该如何是好？这狗儿子搞什么？他是要淹死我吗？慌乱退去，夏弯弯能够勉强的憋一会儿气。他看着骆星斐近在咫尺的8块巧克力，嘴里吐出了2个小泡泡，随即就伸出了罪恶的小手，顺着肌肉的纹理轻轻的抚摸起来。这肌肉放在面前，不摸白不摸，不摸是傻子。这个疯女人往哪儿摸呢？该死的，他们能不能快点走？好不容易等到那2个村民走远了，骆星斐一把揪起了夏弯弯。夏弯弯，你……骆星斐话还没有说完，夏弯弯就一口水吐在他的脸上，把他给吓了一跳。哎呀，王爷，我不是故意的。你就是故意的？不是啊，臣妾不是故意的，臣妾怎么可能是故意的呢？臣妾就是……行了，王爷，臣妾方才摸你，你不生气吗？
生气吗？好像生气倒是没有多生气，就是有点不好意思。你不生气就证明你不讨厌我。本王生气。拉倒吧，你根本就不生气。生气？你这根本就不是生气的样子啊！我就知道王爷你肯定不会讨厌我的，毕竟我这么可爱，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王爷你喜欢我也是正常呀。谁喜欢他？你哼什么？本王不能哼吗？你嘲笑我。本王何时嘲笑你了？你刚才那个哼就是嘲笑我。本王没有啊。你还说没有？你刚才那哼就是在笑我。我夸我自己，你不应和我，你反倒哼，你这不是嘲笑是什么？小弯弯，你是不是又开始不讲理了？管家婆，管天管地管东管西的，哼了一声而已，还哼错了？你还说我不讲理？狗儿子，怪我说我还嘲讽我，要个夸赞而已，还要错了？对，本王就是在说你不讲理，你就是不讲理。行，我不讲理。夏弯弯就被气笑了，他点点头，看着眼前的男人是越瞧越生气，随即一拳就打在了他的肚子上。洛星斐没有防备，被打得一脸栽进了水里，又呛了一口水。夏弯弯，你这个疯女人，这个该死的女人，我真是把她管得没边没际了，她连我都敢动手打。刚才在水里还没觉得什么，等一上了岸，夏弯弯就觉得有些冷了，他一边哆嗦着身子，一边气哼哼地往回走。就在这个时候，一件带着熟悉香气的衣服直接就盖到了自己的头上。我不要你的衣服。你不冷吗？冷死也不要你的衣服。哼！本王没有嘲讽你，这真不是嘲讽。哎呀，穿着吧，别受了风寒。我受了风寒，王爷你会在意吗？在意。闻言，夏弯弯心头一跳，表情止不住的开心起来。这样说话的时候，洛星斐就接着说道：“你若是感了风寒，便会耽误很多进程，这会耽误事情了。”这句话一出，直接就把夏弯弯感动的小火苗给浇灭了，只留下一股可怜的白烟还在飘着。夏弯弯张了张嘴，看着眼前一脸无害的男人，甚至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最后只能是化作一句：“夏弯弯，你怎么说脏话呢？”夏弯弯一口气跑回了他们的住所，把房间的门一关，从里面锁上。洛星斐这钢铁大直男，我真是服了。夏弯弯，你把门打开，让本王进去。别了吧，哼！臣妾这会儿身子不适，怕是感染了风寒，若是传染给了王爷，到时候不耽误进程吗？这罪名，臣妾可担待不起。闻言，洛星斐眨了眨眼睛，收回了敲门的手，随即转身离去。洛星斐这狗儿子，真是一点心都不长，气死我了！你看，夏弯弯气得扑到床上是滚来滚去，把被子当成洛星斐踢个不停。不一会儿，夏弯弯就觉得衣服跟被子全都湿了，在身上很是难受，便起身打算先去换上干爽的衣服，再把被子给换了。结果这一起来，就看到洛星斐端着一碗什么东西走了进来。他还好意思来？你衣服湿哒哒的，穿在身上不难受吗？难不难受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呀，这里美式姜汁，你起来喝点吧，对祛风寒有很好的效果。一听洛星斐刚才一语不发的走了，不是逃避，而是为了给自己熬姜汁啊！夏弯弯瞥了男人一眼，快起来喝呀，凉了效果就不好了。哎呀，我不喜欢姜。哎，不愿意喝也要喝。本王第一次熬姜汁，不知道放多少糖合适，可能不是特别甜。这是你自己熬的呀？我儿子竟然给我亲自熬姜汁儿。我从来都没有为人下过厨房，虽然这次是熬姜汁，可也算是下了一次厨吧。吹吹！一见他让自己给他吹，洛星斐无奈的歪了一下头，但是也没有拒绝他，当真就弯下腰来，轻轻的吹起来。洛星斐见吹的差不多了，便抬起头来看着他。凉了？这就凉了呀？感觉好像没凉，你再吹一吹。凉了，再凉一点就没有药效了。好吧。夏弯弯撇了一下嘴，虽然是心不甘情不愿，但好歹也没有说什么，就这么配合的把汤汁给喝了下去。入口是又辣又烫，夏弯弯忍不住的咧了一下嘴。哇，不是，你这里放糖了吗？放了呀，怎么可能不放呢？可能放的有点少吧。哇，你这是可能吗？哎，你这是要辣死我吧？姜汁本来就是辣的，如果放了太多的糖，就发挥不了驱寒的药效了。别那么多事儿，赶紧喝。一听他这么说，夏弯弯的嘴巴张了张，心中不平，但他瞥了眼洛星斐，还是一股脑的把那一碗姜汁全都给喝进了肚子里。之后啊，小舌头被辣得直往外面吐。洛星斐见夏弯弯这么一副傻样，没忍住，扑哧一下就笑了。笑什么？还不让本王笑了？可辣了，辣死人了。那你想怎么样？又不是什么小孩子了，辣一点就辣一点呗。我想怎么样？这个时候要是有一个蜜饯吃的话……哎，这地方本王上哪儿给你弄蜜饯去啊？这夏弯弯就是想得美，他以为这是什么地方，还想吃蜜饯？这不有现成的吗？夏弯弯说着咧嘴一笑，在洛星斐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一下子就揪住了他的衣领，让他低下头，自己则是直起了身子，很快速的吻上了男人淡薄的嘴唇。
洛星斐哪能够想到夏弯弯会做这样的事情啊，被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随即就有一些慌乱的去推他，想让他放开自己。夏弯弯一瞧，他居然还敢推自己，心中不悦，报复似的在他的嘴上狠狠的咬了一下。夏弯弯，你属狗的吗？你怎么咬人呢？谁让你不让我亲的？本王哪里有不让你亲啊？你刚才不是推我了吗？这就是不让我亲的下场。你下次不让我亲，我还咬。这话洛星斐可没法接啊，满脸的无语。殊不知温然站在门口，把这一幕看在了眼里。凭什么？凭什么？翌日，夏弯弯睁开眼睛，就发现洛星斐已经不在自己的身边了。他打了一个哈欠，正想着再眯一会儿的时候，眼角就敏锐地瞥到枕边放着的一张纸条。本王在石洞里面等你。石洞？夏弯弯皱了皱眉毛，虽然心中奇怪洛星斐有事为什么不直接告诉自己，就叫自己过去，但夏弯弯还是特别听话的起身去找他了。出门的时候，他就见到温然坐在院中，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的杀父仇人似的。夏弯弯被他盯得有一些奇怪，歪了歪头，也没有多说什么，抬脚就往外走。姑娘，你来了。大牛哥，你看见王爷了吗？王爷？没有啊，王爷有来这边吗？他跟我说他在这边等我。哎，行，那你找找吧，可能我刚才忙没看见。难不成是进那里头去了？只不过那里头安不安全啊？怎么样，你们看好了吗？看好了。大牛领导，你就放心吧，果然像你说的没有错，里头确实有一片石头即将要脱落。我们在外面凿了一会儿，里面的石头就该掉下来了。里面已经没什么人，我们都给清空了，保证不会砸到人的。行，那就行。大牛点点头，没有人看到夏弯弯方才走了进去。王爷，王爷！无论他怎么喊，都没有人给予回应，这让他心中有一些奇怪，歪了歪头，继续往里面走。奇怪了，难不成洛星斐口中的山洞不是这个，那是哪个呀？想着，夏弯弯就歪了歪头，打算往回走，结果这一转身，一个大石头就直接掉了下来。夏弯弯立马是往后退了一步，这才勉强没有被砸到。哎呦我去，不会这么倒霉吧？说掉就往下掉啊！外面的人还不知道里面有一个人在，都在卖力的砸着外面的石头。随着他们每砸一下，洞内就有几颗小石子掉下来。夏弯弯深知不好，当下也不再多做犹豫，立即往外跑去。可没等他跑出几步，石头就像是毛毛细雨一般的零散的砸下来。大牛领导，你真是太厉害了，要不是有你的话，我们又得挨砸了。嘿，哪有啊，俺也就是尽了俺自己分内的事儿，只要哥几个别嫌弃俺磨叽就行。这个时候，洛星斐领着长安走了过来。王爷，王爷，怎么样了？回王爷的话，刚才已经把碎石都砸下来了，现在可以继续挖通山体了。再有几日，山体就能被挖通了。很好。王爷，夏姑娘呢？你叫本王为王爷，叫本王的侧妃为姑娘？叫顺嘴了吗？我，侧妃娘娘呢？你找她干什么？不是我找她，是她方才过来找过你，你刚才没在这儿。她说你过来了，然后这会儿不知道上哪找你去了，俺还以为她找真爷了呢。她上哪儿去找本王了？不知道啊。你们看到侧妃娘娘了吗？闻言，几个人摇了摇头，一看他们都说没有瞧见夏弯弯，洛星斐的心里就稍稍的有一些不安了起来。估计可能就是没找到王爷你，所以就回去了吧。王爷您别担心，侧妃娘娘不会有什么事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本王刚才就是从唯一的山路上过来的，他若是回去找本王，本王怎么可能看不见？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找人！众人闻言赶忙点头，就跑去找夏弯弯去了。然而找了一圈，也没有人看到夏弯弯去了哪儿，这让洛星斐的心里越发的不安起来。他的眉头紧皱，脸色十分的难看。哎呀，这夏姑娘刚才也在这儿，怎么这会儿就没影了呢？主子，侧妃娘娘应该不会进洞里头了吧？此话一出，在场的人心里都是一阵的咯噔。不能吧，这山洞里面这么危险，侧妃娘娘怎么可能就会进去了？你有告诉她一会儿会有落石吗？没有啊，这俺也没有想过这侧妃娘娘会进去啊。派人进去找，去瞧瞧她在没在里头。说完了这句话，洛星斐就觉得自己的手心都在冒着冷汗。如果夏弯弯真的在那里头该怎么办？里面刚掉下碎石，她若是在里头，她是已经被压在石头底下了。一想到夏弯弯被压在了石头底下，洛星斐的心立马就揪成了一团。本王进去。主子，这不行啊！你若是进去的话，有什么三长两短可怎么办？没事。洛星斐却已经是不想再耽误下去了，快速的回答一句之后，便是不顾众人的阻拦，直接就走了进去。主子，你们在外面看着，接着搬石头，我进去瞧瞧。夏弯弯，夏弯弯，你在里面吗？夏弯弯。洛星斐挤过了窄道，勉强的能够站稳身子，然后他就看见石头底下压着一块布，那明显就是夏弯弯的衣服，他认出来了。夏弯弯。洛星斐心中一沉，立马就冲上前去。夏弯弯。这一刻，洛星斐才知道什么叫做因为紧张而透不过气来。主子。这个时候，
长安也急匆匆地跟过来。他一看洛星斐这样，就知道他是发现了夏弯弯，也立即跟他一起去搬石头。等在外面的人都十分的焦急，大牛急的是来回踱步，生怕夏弯弯会出点什么事情。他一抬头就瞧见洛星斐头发凌乱，身上脏兮兮的，抱着同样都是灰的夏弯弯从山洞之中跑了出来。哎呀，夏姑娘真在里面，还受了伤，这可如何是好呀？洛星斐一路抱着夏弯弯往住所里面跑去，长安紧紧的跟在后面。太医，太医！坐在院中的温然看到夏弯弯被人手忙脚乱的抱进了房中，桌上的手微微收紧，脸上是报复之后的快感。姐姐，姐姐，把小孩弄出去，不要让他在这儿吵人。姐姐怎么办啊？你放心吧，侧妃娘娘吉人自有天相，她一定不会出事的。这是怎么了？哎呀，人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成这样了呀？听到他这么问，长安抿了抿唇，虽然是不想回答，但也不能够不回答，便是冷声说道：“侧妃娘娘误进山洞，不小心被砸伤了。”我的天哪，这真的是这样啊？那这也太可怕了吧！这么不小心啊，明知道石洞那么不安全，竟然还往里头进，真不知道该说他些什么好了。一听他这个时候还在一旁说风凉话，长安就沉下了脸色，面无表情的瞪着温然。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啊？查你瞪什么瞪啊？我也是你的女主子，你瞪我干嘛？这个狗奴才，手下没手下的样子。长安的主子这辈子只有一个，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说是长安的主子的。你温然气结，他磨了磨牙，一抬头就看到洛星斐从屋里面走出来。王爷，妹妹怎么样了？这怎么好端端的就被石头给砸了呀？可真的是担心死臣妾了。看着眼前嘴上说着担心，可眼神里却没有丝毫担心的人，洛星斐无声的喘了一口粗气，也没有搭理他，只是抬脚走到了院中的石桌前坐下。王爷，你放心吧，妹妹她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不会有什么事的。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我刚刚说什么了呀？我说的也对啊，这好端端的怎么就被石头砸伤了？还不是你们这些人办事不利吗？还有那个什么叫什么大牛的，不是说的很厉害吗？石头在哪个地方会掉下来，什么时候掉下来他都能知道。哼，妹妹当时可是把他吹嘘的好生厉害呢，怎么现在就成这副样子了？行了，把嘴闭上。夏弯弯，你最好是立马就死掉，凭什么你留在这世上祸害他人？临近中午，太医这才擦着汗从屋子里头走出来。王爷，侧妃娘娘现在已经脱离了险境。一听夏弯弯没事儿，温然的脸色一变。什么？夏弯弯那个贱人竟然没事儿，被砸成那样了居然没事？这只不过呢，这侧妃娘娘的伤实在是太重了，不知道何时才能醒过来。臣已经尽力了。人没救醒，你就跟本王说尽力了。本王要你这么个废物有什么用？无论什么时候都想不出一点办法来。王爷，怪臣才疏学浅，怪臣才疏学浅。太医在地上连连磕头。臣知道错了，臣知道错了。夏弯弯那个贱人可真是贱人命大，被石头砸成那副样子，叫没什么事儿。王爷，你也别担心了，妹妹她变成这样是大家所有人都不想的事情了。但是臣妾相信妹妹一定会脱离险境的。夏弯弯好端端的，怎么会进到山洞里头？这臣妾怎么可能知道呀？妹妹想的什么，想干什么，一直都是特别有主意的。思来想去，臣妾也是不知道为何妹妹就非要进那山洞里头。本王在她身上找到了这个。这个是什么呀？石条是在夏弯弯的怀里找到的，是有人冒充着本王的名义，把夏弯弯叫到那里去。怎么可能啊？谁呀胆子这么大呀？再说了，妹妹她也不傻，明知道那里头有危险，就算是有人冒充王爷名义让她进去，她也不可能说进就真的进去啊。话是这么说没有错，可她确实是进去了，反正肯定跟这张纸条有关。若是能找到这纸条是谁写的，本王一定会杀了他。真是该死！夏弯弯那个贱人，就算出了事情，要给我添上麻烦。这张纸条确实是他给夏弯弯的，自己之所以敢这么做，全都是因为他爹送信过来跟自己说，夏弯弯身世成谜，但肯定不一般。他爹已经想好了对付夏弯弯的办法，自己若是能够在这里除了夏弯弯，就算是到时候事情找到自己的身上，他爹也能够想办法帮自己开脱。若是解决不了，就等到事情结束之后回去，他爹来处理夏弯弯。可是昨天他一看到夏弯弯亲了洛星斐，心中就极度的发狂，更加没有办法忍耐，一刻也不想让夏弯弯活在这个世上。当天晚上，温然就趁着洛星斐出去办事的空档，偷偷的潜入了夏弯弯的房中。夏弯弯，你为什么不直接死在那山洞里头呀？像你这样的人，活在这个世上有什么用啊？没人会在意你的，也没有人会考虑你。你活在这个世上，就只会给别人添麻烦。你为什么就非要活在这个世上？碍我的眼，让我心烦啊！都是因为你啊！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王爷他根本就不可能讨厌我，也不可能离我这么远。凭什么呢？啊？凭什么？我才是王爷明媒正娶的妻子，而你呢？随即他就伸出了手，一把掐住了他的喉咙，表情可怖。夏弯弯，太医都说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
与其你这样一直躺着麻烦所有人，我倒不如直接解决了你啊，也省了你在这个世上碍手碍脚的。夏文文，你去死吧你！怎么回事？夏文文怎么突然就醒了？他不是昏迷不醒吗？正当他思索着，洛星斐也从外面走了进来。我还以为你能稳2天呢，可没想到你连1天都忍不了，你就这么希望我死？我，你是想问我，明明被石头砸成那副样子，怎么还一点事儿都没有是吗？当时石头砸下来的时候，我确实是在山洞，只不过我命大，旁边有一个小缺口，我躲在那里头，虽然是受伤了，那也不至于真被砸成了什么样子。之后王爷过来找我，就把我救了出来呀。那你为什么？你是想问我为什么明明什么事儿都没有，还要装作晕倒是吗？当然是为了抓你了，我就知道这件事情肯定跟你有关系。这2天你看我的眼神就不对劲，但我没想到你竟然想害死我，所以连王爷也陪着和他一起演戏来对付我吗？你现在看谁都不好使，你已经露馅了，还想圆回去不成？就算想杀你又能怎么样？我是正妃，你是侧妃，我想杀一个侧妃，还用经得着谁同意吗？我今日就是要杀你，你能奈我何？我有什么好怕的？失义之子，我倒不如破罐子破摔，少体面些，不然求饶不求饶都是一个结果。反正王爷现在对我肯定十分的失望，但他绝对动不了我。我有娘家这个后盾在啊！你要杀我，你还有理了是不是？王爷，你不动手，臣妾就自己来了。听到夏弯弯这么说，洛星斐淡淡的看了一眼温然，表情有一些说不清。没有人知道他这是在生气还是如何。把王妃带下去，没有本王的允许，不允许她踏出房间半步。是。温然听到洛星斐只是给自己关了禁闭，嘴角上扬，他得意的看了一眼夏弯弯，跟着长安往外走。瞧吧，就算我要杀夏弯弯又能如何呀？我也只不过是被关禁闭而已。王爷，这就完了吗？先这样吧。洛星斐深吸一口气，他当然知道自己的判决不公平，他甚至心虚到不敢去看夏弯弯的眼睛。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可即使他知道他这样有失公平，也没有办法。温然的父亲，自己终究还是要忌惮几分的。我若是对温然做出些什么，到时候他爹肯定不会那么轻易的钻。我倒是无所谓，可是皇上，他到时候联合心腹向皇上一起施压，该如何是好？什么就这样啊？怎么就这样了？为什么呀？还要杀我？你就把他关禁闭这么简单吗？我忍这么久就是为了想要抓到温然现行。洛星斐这么配合我抓到了他，就只是关禁闭？开什么玩笑？与其这样，倒不如从开始压根就不抓他呢。本王知道只是关禁闭实在是有失公平，也委屈了你，只是眼下这是最好的办法，剩下的等回去再说。回去再说？回去之后你就不说了？有些事情就应该当面发生，当面解决。你想等到什么时候？现在你不罚他，回去之后你也不会罚他。夏弯弯，本王有本王的难言之隐，希望你能理解。我理解什么呀？你知道吗？差点被砸死的人是我。那如果我被砸死了呢？我被砸死了，你是不是也只是简简单单的关他禁闭？你这不是没有什么事吗？所以听你的意思就是我没被砸死还不好了？本王没有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啊？瞧瞧温然刚才离开那副得意的样子，我真的很想上前撕破他那张嘴脸。越想越不公平，凭什么呀？洛星斐听着夏弯弯心中所想，越发的无奈。是啊，凭什么呀？不就凭他爹有几分能耐吗？人在皇室总是如此的身不由己，就算面对不公，也没有办法直接说出来。本王以后会给你个交代的。以后是什么时候？夏弯弯根本就不知道洛星斐的为难，全当他是想要护着温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心中是越发的气愤。本王知道你生气，你怎么说都好，本王不怪你。事到如今，我还能说什么？我算是看明白了，我这条贱命在王爷你眼里压根就不值钱，就算差点被人杀了，凶手也只是简简单单的被关禁闭而已，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干什么去？其实这事情，本王可以跟你解释。我不想听。夏弯弯把头往旁边一拧，听夏弯弯说不听解释，洛星斐就不说话了。他害怕自己说下去会惹得夏弯弯更加的心烦，他不说话，夏弯弯就更加的不乐意了。我说不听，你就真不解释了是吧？闻言，洛星斐一怔，看着面无表情的夏弯弯，一下子就反应过来，赶忙说道：“温然他……我不想听，谁稀罕听他的破解释？”看着走出去的人，可怜的摄政王一头的雾水。所以这到底是要听还是不要听啊？我这个时候该追上去吗？犹豫再三，洛星斐还是先来到了温然的房间。王爷，说来也真的是可笑，我好好的时候，王爷一次都不来，现在我被关禁闭了，他倒是来了。你满意了？满意？何为满意啊？达到了你自己想要的目的。臣妾想要的就是他死，没有达成，为何满意啊？温然，夏弯弯哪里碍你的眼了，以至于你要对他痛下杀手？夏弯弯就算平时再爱玩闹一些，可是他跟温然也没有太大的仇。我实在想不明白，温然为何要对他痛下杀手。王爷想不明白，
其实臣妾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他夏弯弯在臣妾的心里什么都不是，臣妾从来都没有把他当成对手看待。可是，在王爷的眼中呢，夏弯弯是什么样的存在？王爷，你又为何非要这么喜欢他？王爷，你可知道，臣妾每每看到你跟夏弯弯亲密的样子，心就跟让当挖了似的。说是王爷对臣妾跟对夏弯弯都是一个样子的话，臣妾也不会这么难受。可是你对夏弯弯是特殊的，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你对夏弯弯的崇善，特别对臣妾来说，都是可以杀害他的理由。你如此善妒，臣妾为什么不能嫉妒？是人都会嫉妒的。臣妾不相信王爷你这么喜欢夏弯弯，有朝一日，当他身边出现了一个男人，跟他亲密无间，你会不嫉妒？听到温然这么说，洛星斐的表情就变得有一些不自然了起来。臣妾确实是酿成了大错，所以王爷要打算怎么做呀？要杀了臣妾吗？王爷若是不惩罚臣妾，夏弯弯怕是不会那么轻易的就算了。臣妾则是看明白了，他夏弯弯就是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且王爷也就只是简简单单的把我关了禁闭，怕是夏弯弯会跟你没完吧？当然会明白，现在还生着气，干脆直接不理我了。所以呢，王爷，你打算怎么做呀？杀了臣妾吗？看着眼前明显得意的温然，洛星斐沉下了脸色。自己当然知道，温然心中清楚，自己没办法动他，至少现在是没办法动他的。即使现在本王拿你没法，可本王一定会还夏弯弯一个公平的。还夏弯弯一个公平？在夏弯弯和我之间，何时出现过公平？王爷总是在意着他的感受，何时在意过我？你且好好的在这里面壁思过，没有本王的允许，你别想踏出这房间一步。还有，洛星斐说着上前一步，面无表情的看着温然，你以后不要再去招惹夏弯弯，你若是再招惹他，本王就算是跟你爹撕破脸皮，也绝对不会就这么轻易的算了。闻言，温然的背后涌起了一股凉意，他看着洛星斐没有说话，后者也不想再跟他废话什么，转身便走。王爷！看着走出去的人，温然想要追上去，可是当看到门被毫不犹豫的关上时，他确实又硬生生的停了下来。你说本王这样做是不是对夏弯弯太不公平了？夏弯弯现在对我肯定十分的失望，不过想来也是，换作是我的话，我怕是也会失望。只是我真的没有法子。虽然是不公平，但主子若是跟侧妃娘娘说明白，也许侧妃娘娘会理解的。她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夏弯弯这头趴在房间的床上，气的是直捶被子。妈的，洛星斐，真他妈是看见鬼了！不然那是要杀我的凶手，我也没说让他一命还一命吧，最起码也要让他受点皮肉之苦，长长记性吧。就这么把他关起来了，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早知道杀人也没代价，我也去杀好了。只不过换成是我的话，洛星斐是不是就要公事公办了？他就知道护温然那个小蹄子。夏弯弯，洛星斐站在外面，把门打开。让我开门，想都别想！他去找温然好王妃啊，瞅我干什么？夏弯弯，洛星斐知道夏弯弯在里面，不过就是生气，所以呢不想搭理自己而已，也不怪他，只是伸手一直敲着门，大有一副夏弯弯不开门，自己就一直敲下去的意思。我操，什么毛病啊！我不开门，他心里没个逼数吗？还在这敲。敲门的声音还在继续，夏弯弯实在是受不了了，咒骂一声之后便起身去开门。洛星斐一见他把门给打开了，就收起了已经拍红的巴掌。你怎么不开门呢？不想看见你。本王可以跟你解释。谁稀罕听？你不听是你的问题，解不解释是本王的问题。洛星斐说着就走了进来。夏弯弯一瞧见他进来了，立马就伸手推了他一下。干什么？这是本王的房间，本王进来有什么不对吗？行，你说这是你房间是吧？那我走。你也不能走，这也是你的房间。我不想在这住了。本王理解你为什么这么生气。洛星斐看着夏弯弯，打算跟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去哪儿啊？我乐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反正让我跟这个家伙同床共枕睡在一块儿，想都不要想。听到夏弯弯这样想，洛星斐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那你在这睡，本王出去，你好好睡觉，好好休息。等到你消息了之后，我们两个人再谈。妈了个巴子，本来没事儿，被狗儿子气得头都是开始晕了起来。混蛋！小满看着夏弯弯在第二天就能够自己下床来吃早饭，别提有多么的开心了。小孩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几个大人都看的是明明白白。特别是骆卓义见到夏弯弯今天就好了，温然却不来吃早饭，心里就明白了一个大概。你干什么？吃饭啊。你吃饭就吃饭，老往我旁边蹭什么？不能蹭吗？能，怎么不能蹭？你愿意蹭就蹭你的去吧。我真是一刻都不想跟这个狗儿子待在一起，做错事情了还好意思瞪着一双无辜的狗眼睛看着我，他以为我会心疼他吗？别可笑了。真是一点法子都没有，脾气怎么就这么大呀？
夏弯弯想着，洛星斐吃完饭之后就该干嘛干嘛去了，不会在家里面转。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洛星斐今儿个还真就不去了，一直围着他是转来转去，他去哪儿，洛星斐就跟着去哪儿。问他干什么，他要不就说什么也不干，要不然呢就是不说话。夏弯弯被这样的洛星斐气得一个半死，最后呢直接就躲到了山上去，看着他们在山上凿石头。夏姑娘，还好你没什么事情，俺有今天的全是靠你的帮衬。你说你要是再因为俺出点什么事情，那俺还怎么有脸面对你啊？没事儿，我这不好着呢吗？那倒是。夏姑娘，你不知道啊，昨天王爷他可担心你了。是吗？有多担心我呀？可担心了，自己亲自冲进去的，那么多人在，他都不放心，他就要自己进去找你，他也不害怕石头掉下来会不会把他砸到。反正啊，俺看了都觉得感动。夏姑娘，你能找到这样的丈夫，真是你的福气。听到大牛这么说，夏弯弯的表情就有一些不自然起来。而洛星斐一过来，就看到是他们两个人站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这眉头啊就微微的皱起来。随即他就想到了温然昨天跟自己说的世人都会嫉妒这样的话，他顿了一下，冷哼了一声：嫉妒，像这种最低级的心态，我才不会有。想着，洛星斐便整理了一下表情，提步走过去。一看他又来了，夏弯弯没好气的翻了一个白眼，跟屁虫，他到底要跟我跟到什么时候？王爷，你来了。俺刚才还跟夏姑娘说呢，说王爷你为了救他自己一个人往前冲，都不害怕危险的。这是本王分内的事情，只不过有些没良心的，什么都不知道。是啊，我是没良心，但也比有些人强，压根就没有心。王爷，你们俩人咋了？没怎么样，谁敢跟大名鼎鼎的摄政王怎么了呀？要不然惹他老人家生气，把我关了禁闭，那都犯不上啊。那俺先去忙了。行，去吧。夏弯弯笑着拍了一下大牛的肩膀。洛星斐一瞧，他又跟其他男人动手动脚，歪了歪头，神色有一些发冷。他不跟别人勾肩搭背都说不了话了，怎么老是这样啊？夏弯弯，我们两个谈一下吧。我跟你谈什么呀？无论谈什么都好，总要谈一下吧。你就这样一直生气，我们两个什么时候才能和好？我才没生气，我为什么要跟你和好？你这就是生气了呀！生气就生气，你为什么不承认啊？我都说我没有生气了！夏弯弯怒容满面的瞪着洛星斐，对他扯着脖子喊道，唾沫星子都差点喷到洛星斐的脸上。洛星斐这一下子呀就不说话了。夏弯弯瞪了他一眼之后，转身就走。看着走远的人，洛星斐有一些头疼的叹了一口气。女人怎么这么难哄呢？侧妃娘娘，身体恢复了吗？就可那跑，一会儿王爷看到该担心了。你是在用王爷造句吗？一听他这么说，时运一下子就愣住了，有一些不解的看着他，不明白自己是哪儿做错了。夏弯弯也意识到自己啊冲着无辜的人发脾气，有一些不好意思，便清了清嗓子，转移了话题。抱歉啊，你这什么图纸？就是这里之后要设计成的图纸啊。侧妃娘娘不是提议这里要整一个山洞探险吗？所以正在研究呢，看看这儿合不合适。行，那15具尸体没有查明来历吗？正在查，只不过呀需要一段时间，毕竟时间太久了，没有这么好查。而且王爷他那个时候年纪也小，对当年的事情也不是很了解，调查起来比较困难。不过王爷能娶到像侧妃娘娘你这么厉害的人，真的是他的福气啊。时运看着夏弯弯，开始拍起马屁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不然王爷自己一个人帮衬着皇上的话，确实有些吃力。现在多了侧妃娘娘你啊，王爷轻松了不少。夏弯弯不知道时运为什么突然这么说，奇怪的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时运见他不说话，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王爷表面上是王爷，可其实啊，他人在朝堂，千般众多，很多时候啊，身不由己。有的时候啊，他做起事来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就去做，不然呢，可能会伤害到身边的人。所以有的时候，王爷并不是行事不公，而是没办法做得太过于绝对，他也是为了保护身边的人。狗屁身不由己！王爷这些年啊，经历了很多事情，为了帮皇上稳住皇位，他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难。他逼自己啊，变成了现在的摄政王。在朝廷的很多人眼里，他就是眼中钉、肉中刺，可是又不能不倚仗着他。你觉得他高高在上，其实他只不过就是一颗可以让皇上稳住皇位的棋子。谁敢把他当成棋子呀？谁不要命了？是真的，在王爷的心中啊，没有什么比皇上更重要的。只要能帮皇上稳住他的位置，他做什么都心甘情愿。当然了，自从有了侧妃娘娘出现后，王爷变得开心了许多。无论侧妃娘娘相不相信，在王爷的心中，侧妃娘一定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说完，时运不等夏弯弯的回应，转身就走。洛星斐一瞧自己来了，他却走了，眉头便是微微的皱起。时运跟你说什么？没什么，人家能跟我说什么呀？就是闲聊了几句。见他不想跟自己说，洛星斐呢也不想逼迫他说，紧张的抓了抓脖子。其实这件事情，本王可以跟你解释。不用解释，我知道，身不由己吗？本王确实身不由己，可是
你不用多说，我又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你早跟我说因为什么的话不就好了？一听夏弯弯这么说，洛星斐就觉得有一些好笑。我怎么没说？可是夏弯弯不给我机会说呀。那你就不生气了？我本来也没生气啊。你放心，你受的委屈，本王一定会帮你讨回来的。行了，少在那说大话。当晚，夏弯弯照常的趁着洛星斐出去洗漱之时，用对讲机联系了弄影。地瓜地瓜，我是土豆，收到请回答。你可算是出来了。弄影着急的声音从对讲机里面传来。夏弯弯一看他不按照常理出牌，眉头便是微微的皱起。我怎么跟你说的？我不是让你对暗号吗？是要处理点事情。出什么事了？就之前嘛，你不是让我调查那个狗王爷？你别狗王爷狗王爷的叫，你就叫他名字不行吗？你不是说洛星斐调查你吗？我去查过了，他确实在调查你，而且不止一个人调查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止一个人调查我？还有谁？不清楚啊，只知道还有一拨人正在悄悄调查你。我现在正在查那个人的身份，只不过那个人藏得太深了，需要时间。看来那些人对我的身份和身世什么的都挺好奇的嘛。我还以为像我这样的人没人会在意呢。哎呦，大佬你还笑得出来你啊？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们调查你肯定没有好事。大佬，你一定要万事小心啊！放心吧。还有呢？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啊？还有就是资金不够。不够了？哎呀，这种事情比我们想的还要费钱，资金确实不够了。这样啊，行，我知道了。你先不用着急，接着办你该办的事儿，好好的查清楚，除了洛星斐之外，还有谁在调查我。资金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的。弄影应了一声，夏弯弯从窗户瞥到洛星斐回来了，赶忙随便应付了2句之后，就关掉了对讲机。洛星斐一回来，就看他端端正正的坐在那儿，见他这么老实，心中奇怪。王爷，你很有钱吗？他这一问，倒是把洛星斐给问得一愣，但还是点点头。一般吧。那你有什么事，你直接说便是。没事儿，算了，这种事情还是靠自己吧。听夏弯弯这么说，洛星斐的眉头就微微的皱起。你有事可以跟我说，一定可以帮你。真没事儿。要是说了，洛星斐肯定会怀疑我需要这么多钱干什么，还是别说了的好。他又去抢了。夏弯弯有那么多钱，那些钱都用哪里去了？全部都花了吗？那花的未免有些太快了吧？那我先去洗漱了啊。你不是洗过了吗？再洗一遍，感觉好像没有洗得特别干净。夏弯弯到底在干什么？他为什么需要钱？他到底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系统，那在呢？干嘛呀？最近的事情发生的太多，这系统也没个动静，我还以为他死机了呢。那个，我现在有点缺钱，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更没有白拿的钱。你若是想要钱呀，便要完成相应的任务。可以啊，任务什么的不是很简单吗？边境的传言说，丛林深处，两岸悬崖的交界处，有一朵可以作为药材的花，名叫血芍，极其罕见，实为珍贵。传言可解万毒，你要做的便是将其摘回来。摘回来之后呢？带在身上啊，摘回来送给我自己啊。可是你这哪有做任务得到的礼物是送给自己的呀？我可不可以选择不要？你直接把钱给我呀。不可以，宿主请不要投机取巧。行吧，你说的那个什么血芍，它长什么样子啊？那我上哪儿找去？这里的村民每天都会上山去打猎、砍柴，你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去，但不可让男主知道你去摘血芍了。还不能让他知道？那我怎么跟洛星飞解释啊？那是你的问题。我去，真带劲啊！系统，你现在是越来越酷啦！夏弯弯的心里面盘算着血芍，回到了房间。王爷，你知道血芍吗？你们这个都是？你是知道了？有所耳闻，传言血芍有几百毒的功能，只不过本王从未有幸见过。哦，你问这个干什么？虽然他行事古怪，但也算是有迹可循。他突然问血芍，肯定是有什么事情。没有啊，啥事也没有，就是好奇问问。嘿嘿。第二天一大早，夏弯弯头一次起得比洛星斐还早。侧妃娘娘今日醒得好早。是啊，这些人都不睡觉的吗？怎么起这么早啊？还以为这么早出来不会有人发现呢。娘娘干嘛去？啊，就晨跑去，对身体好。闻言，长安没有再说话。夏弯弯对他咧了一下嘴之后，便是立马撒腿便跑。主子，你醒了？你看见夏弯弯了吗？侧妃娘娘刚才出去了。出去了？出去干什么了？说是晨跑，对身体好。听他这么说，洛星斐也没有想别的，真当他是去晨练了。吃早饭的时候，洛星斐见到夏弯弯还没有回来，心中就有一些奇怪。我们吃饭都是固定的呀，就算夏弯弯真的要去晨练，可是到了吃饭的点儿，他也应该回来的呀。主子，侧妃娘娘去哪儿了？怎么还不回来？本王也想知道了。你们先吃饭，吃过饭后派人去找，
看看他是不是又跑山上去了。是。长安点了一下头，洛星斐也没有太过放在心上，毕竟夏弯弯能去的也就那么几个地方，说不定是又跑去干什么了。但是反正他不可能再犯第二次错误，进那个山洞里面就是了。夏弯弯这头还在赶路中，他撕下了自己的衣摆，绑在了树上，方便自己辨别方向，看看这个地方自己有没有来过。系统，你不会是在搞我吧？那些村民都说了是个传说，别真的什么都没有，你让我白跑一趟。系统不会出错，你只需要按照任务去做便可。还要走多远啊？向东边一直走，不停的话，傍晚便可到。说着，夏弯弯也不停歇，立马就接着往东边赶路。与此同时，长安大人找了一圈的夏弯弯也没有找到他。洛星斐一瞧，他又无缘无故的失踪了，这眉头皱的都能够夹死一只苍蝇了。这个夏弯弯，他有什么事为什么不能跟我提前知会一声？就这么一声不响的消失，可有考虑过我？洛星斐心中生气，可还是加派人手继续寻找，一直到了傍晚，众人也没有寻找到夏弯弯的身影。洛星斐原本平静的心，这个时候也平添了一层的烦躁。他坐在房间里，突然就想起了自己跟夏弯弯有一个可以联系的方式，那便是自己腰间悬挂的对讲机。于是呢，他拿起来摁了一下开关，试探的开口 ：“Hello， 王爷，我听得见。”洛星斐勉强能够听到夏弯弯的声音，见他还回复自己，就松了一口气，随即急声问道。夏弯弯感觉对讲机就像是卡带了一样，洛星斐的声音断断续续的，根本就让他听不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喂，王爷。洛星斐听了对讲机的滋滋声，眉头紧皱。怎么回事？靠，算了，反正洛星斐知道我没事就行。夏弯弯，夏弯弯，怎么回事？夏弯弯，不会是遇到了什么危险吧？想着，洛星斐便站起来，急得在房间里面踱步。他努力的去回想夏弯弯从昨天到现在是否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可除了跟我生气外，他没有任何其他不对劲的反应。要说真的有什么的话，那也就是他突然问我血勺的事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他不会是去采血勺了吧？一想到很有这种可能，洛星斐叫长安跟时运带好了人，自己领着众人往山上赶去。王爷，你们是要找那个你的侧妃娘娘吧？是，你可有见过她？见过呀，她今天偷偷的跟在我们队伍后边，说什么她要去找血勺，然后就往那丛林深处去了。该死的，她往哪个方向去了？去东南方向啊！找到了夏弯弯的方向，洛星斐也不再犹豫，立马就带人去追他。系统还有多久能到啊？再往前走200年，便可到悬崖之间。一听说马上就要到了，夏弯弯也就不再停顿休息，立马起身朝那边赶去。这么高，怎么爬上去啊？这头的洛星斐已经带人进山了，他眼尖的看到绑在树上的布条，直觉告诉他这是夏弯弯留下来的，便领着人接着按照布条的方向跑去。眼看着血勺距离自己就只有1臂的距离，夏弯弯先是露出了胜利的笑容，他用一只手紧紧的攥紧了藤蔓，脚踩着石缝的边缘，伸出手用力的去勾那只血勺。夏弯弯，你若是有事，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系统，我是不是要死了？你不会死，可是我没有力气了。夏弯弯说完，便是眼前一黑，直接就昏了过去，以至于系统说的那句你的幸运星来了都没有听见。夏弯弯以为自己这次是必死无疑，可没曾想他一睁开眼睛，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他的房间。你行吗？谢天谢地，还算是捡回了一条命。老娘真是命大呀，这都没有死。听到他这么说，洛星斐心中郁结，眉宇之间透着生气。他既然都知道谢天谢地保守了一条命，为什么还要干这样的事情？血勺呢？夏弯弯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自己用命换来的东西，在你手里握着呢。你怎么不给我收起来啊？这东西这么珍贵，要是让别人抢去了怎么办？抢他去吗？你怕是不知道你握得有多紧吗？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握了什么稀世珍宝，就算昏迷了都没办法从你手里拽出来。当时他昏迷不醒，太医就觉得他手里握着的东西碍事，打算先拽出来，结果他可倒好，拽得死紧死紧，就好像是长在他手里似的。也不知道他为何如此的防备，昏迷了都不肯松手。这可不就是稀世珍宝吗？反正不管怎么样，血勺我是找到了。你要这个东西干什么？你缺什么你不能跟本王说吗？为什么非要自己动手呢？那怎么啦？我自己动手不是丰衣足食吗？不靠其他人就靠自己，这才对啊！而且再说了，我不是都告诉你了？你告诉本王什么了？你有告诉本王说你要去摘血勺吗？有啊。哪有？我不是提前跟你打听过血勺的事情吗？你这么聪明，在我失踪之后，你肯定会联想到我是去找血勺了。而且我沿途一路不是给你留标记了吗？方便你找到我。你这算是什么告诉？夏弯弯，与其这样，你倒不如直接告诉我，省得费劲了。
那能告诉你吗？系统的指令是不让我告诉洛星斐，我是没告诉啊，只不过就是提了一嘴。幸好这个儿子上当，要不然我可能就真死在悬崖下面了。一听又是系统，洛星斐咬了咬牙，那该死的系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怎么还能理解我和夏弯弯之间的关系？不让他告诉我什么，不管怎么样，有机会我非要一掌拍碎这个作祟的东西不可。夏弯弯，本王告诉你，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要是以后再有什么事情瞒着本王，不告诉本王的话，那干脆本王下次就不管你了，摔下悬崖也好，还是怎么样都好，跟本王一点关系都没有。听洛星斐把话说的这么生硬，可是夏弯弯心里知道，他并不会真的不管自己，便扑哧一下笑出了声。见他还能笑得出来，洛星斐更是生气，他磨了磨牙，没好气的说道：夏弯弯，你觉得这很好笑吗？你生气啦？出事的是我，差点被摔死的也是我，他又没什么损失，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啊？听到夏弯弯在心里这么想，洛星斐不自然地搓了一下鼻子，便起身往外走。见此，夏弯弯一惊：王爷，你干嘛去？与你无关。洛星斐的语气之中还带着气，冷冷地丢下这句话之后，便直接出了房间。系统，躺在。没有得到回应的夏弯弯奇怪地皱了皱眉：咋回事啊？不会摔死鸡了吧？你咋回事呢？主存在欺骗行为。我骗你什么啦？宿主的小聪明全都用在系统的身上了。可是我也没做错什么呀，你不让我告诉，我没告诉。你暗示了。暗示了又不是告诉。一次给予警告，再有第二次，就算你作弊，直接取消奖励。知道啦。那你看我血勺现在也找回来了，接下来要怎么做啊？任务算你完成，奖励已经发到你的手下手中了，让他注意查收。至于血勺嘛，你便随身携带，不可给予他人。我摘回来就是为了带在身上啊！再说了，这玩意儿放不了2天就该干巴了，我不能养着嘛。放心，你很快就用得上。夏弯弯一听系统这么说，就觉得有一些奇怪。什么意思啊？系统却已经不回答他了，这让他的心里越发的莫名其妙起来。很快就用得上是什么意思？不会是还有什么事儿等着我呢吧？夏弯弯受伤，第一个过来看望的便是大牛，他手里还拎着他在山上采摘的野果。夏姑娘，俺来看你了。大牛哥，你怎么来了？听说你受伤了，所以俺就过来看看你。夏姑娘，你还好吗？没什么事儿吧？没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啊？皮厚的紧。夏姑娘，你说你也真是的，你跑到山上干什么去啊？这不是跟王爷吵了2句嘴吗？生闷气，然后就跑到山上去，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谁曾想着就出了这事儿，希望王爷发现及时，把我给找到了。哦，这样啊。但是俺怎么听说夏姑娘你是去山上找血勺去了呢？什么血勺啊？哎，俺听他们说夏姑娘你是打听了许多关于血勺的事儿，还以为你是上山找血勺去了呢。哎，那东西啊，它就是传言，不可信的。啊，你说这事儿啊？你放心吧，我没去找。再说了也找不着啊，那东西哪能是那么容易找到的？那倒是。可是俺听说夏姑娘被救回来的时候，手里头握着个什么东西，通体血红的。俺们村里啊，可有不少人看见了。哎，那是什么呀？那就是棵草。为什么通体血红呢？是因为我的血把它给染的。你瞧我受这一身伤啊，别说血勺了，我都成血人了。这样啊，俺就说嘛，那些村民他就是胡说八道，血勺哪是那么轻易就能找到的？是啊，这还让大牛哥你担心了。你这送的是什么呀？啊，野果子，俺那天上山摘的，平日里俺娘跟俺都不舍得吃，就拿过来送给夏姑娘你。来看病人总不能空手过来嘛，总是得带点什么东西是吧？你别嫌弃就好。哎呦，那真是谢谢你啊！这么珍贵的东西你送给我，大牛哥你拿回去吧，我不需要。哎呀，需要，这就是送给夏姑娘你的，俺不能再拿回去了。这样啊，那真是谢谢大牛哥了。不客气。大牛搓了搓手。那夏姑娘，那俺就接着忙去了啊，山体马上就打通了，再有2日就差不多了。那好，谢谢你了，大牛哥。大牛没有再说什么，便转身往外走。大牛哥，夏弯弯看着往外走的人，突然喊了他一嗓子：啊，怎么了，夏姑娘？没什么，就是觉得在这里遇到大牛哥你这样的人真的很好，你是我在这里交的第一个朋友。听到夏弯弯这么说，大牛一下子就没了动静，他看着他的眼中多出了一丝难堪，随即摇了摇头，低头跑了出去。夏弯弯看着跑出去的人，脸上的笑容微微的收起。他透过窗户看到大牛跑到了院中，一直站在大门口的大牛母亲跟他说了什么，大牛却一直低着头。侧妃娘娘醒了，还有果子吃呢。别动！侧妃娘娘，不是吧？你怎么那么小气呢？不过就是个果子而已，吃一个会怎么样？你这不还有这么多呢吗？让你别动你就别动。大牛刚才在干嘛呀？谁知道呢？侧妃娘娘，臣听说你把血勺给找出来了，要不然你拿出来给臣看看。你看这东西干嘛？瞧你这防备的样子。哎呀，你放心，臣不要。臣就是光听过传说的，没见过长什么样，就想要瞧瞧。侧妃娘娘，给臣开个眼呗。不给。怎么连臣都不给啊？侧妃娘娘可真是小气，难不成你连臣都信不过？这个年头还有谁是能信得过的？哎，行吧。哎，那个侧妃娘娘，你要这个血勺有什么用啊？留着呗，总归是有用的。这样的稀世珍宝留在身边，自然不嫌占地方。那倒是，
侧妃娘娘，其实臣想的是什么呢？你若是觉得这东西没有用的话，可以卖给臣，臣愿意花大价钱去买。你要花钱买？是啊，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错过了呢？你花钱买这个干什么？就像侧妃娘娘你说的这样，稀世珍宝在身上啊，总归是不占地方的。不卖。既然旭统让我把血勺留在身边，那就肯定有他自己的意思，我怎么能把它给卖了呢？侧妃娘娘，宝贝要给对的人，你说你留着它也没什么用，你要它干嘛呀？我乐意。哎呀，你别的呀，侧妃娘娘，侧妃娘娘，你价钱随便开，只要臣能给得起，臣就给，你就把它卖给我吧。我都说我不卖了，你有毒吧你？侧妃娘娘，王爷，哎，不是侧妃娘娘，你怎么还是喊家长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王爷，你快看看时运。哎呀，别喊了，你干什么？不是喊王爷，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主子没在家，我听见侧妃娘娘喊了，你干什么了？什么也没干。得，这主子有人护着，惹不起还躲不起。讲着，时运就笑嘻嘻地拉住长安，搂着他的胳膊往外走。哎呀，我跟侧妃娘娘开个玩笑嘛，侧妃娘娘就当真，扯着嗓子喊王爷，那我能不害怕吗？你少来！我警告你，你若是敢伤害侧妃娘娘的话，我定然饶不了你。切，你好像还挺在意侧妃娘娘的哈。侧妃娘娘可是王爷的人，你跟她走这么近，就不害怕王爷知道了会生气啊？长安对侧妃娘娘只有敬重之心，绝无他意。主子不会误会，她也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就王爷还不是小心眼的人呢？这心眼比谁都小。夏婉婉身边出现的一切凶险，王爷都在意，这叫心眼不小。你别拍主子，说主子坏话。哎呀，这不咱俩唠嗑吗？我倒是从来都没有见过你除了王爷还这么在意一个人。侧妃娘娘待我很好，我自然是要护着她些的。是，你们一家三口多好啊。时运酸溜溜地说道：“老是把我排挤在外面，还不是你自己不识趣，老是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不是，我还有什么了？我不过就是想要买侧妃娘娘手里的血勺而已。你小声点。”长安往旁边看了一眼，主子分明已经说过了，侧妃娘娘得到血勺的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还那么大声，还没人能听得见呢。那你要血勺干什么？这东西对你来说很有用吗？怎么没用啊？用处大的去了。反正我就是想要，可是侧妃娘娘不卖啊。那是侧妃娘娘自己的东西，用命换来的，她不卖那是她自己的事情，你别强迫着人家。你要是欺负侧妃娘娘，我饶不了你。哎，是，长安手顶，小的知道了。夏弯弯本来以为村里来看自己的人到大牛这儿就算是止住了，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到了下午，村里的村民就陆陆续续的拿着家里面不舍得吃的东西过来找夏弯弯，美其名曰是看他。这些人怕是知道我找到的血勺，都想要过来分一杯羹，所以才登我家门的吧？不过可惜了，我说不知道那便是不知道，就算是有也不能给他们。到了晚上，他们都休息了，夏弯弯的耳朵根子终于是清净了。他看着洗漱完走进来的洛星斐，开起了玩笑：“王爷这是来看望我的，还是来打听血勺的？你想要跟本王分赃？分赃就算了，这顶多算是咱俩的共同财产。本王不需要。真不需要啊？这么多人都想要，洛星斐却说他不要。你用命换来的东西，本王不稀罕。再有明日一天，身体必能打通了，其他地方也差不多了。再有几日，这里就算是完成了。是啊，在这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马上就要走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王爷别不信，人的感情就是这样的，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是会产生感情。人也一样，如果跟一个人待久了，也会慢慢的喜欢上他。听到夏弯弯这么说，洛星斐有一些不自然的把头给扭到了一旁。夏弯弯这是说给谁听的？说给我，还是说给他？王爷，你这么爱害羞啊？我这还没说什么呢，我只不过是举个例子而已啊。没害羞。你这就是害羞了。不说的没害羞。啊，王爷说的是，王爷说没害羞，那肯定就是没害羞呗。怎么了？我觉得肩膀这边痒痒，可是我够不着，你给我挠挠呗。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呢？可还是上前去帮夏弯弯抓痒。哪儿啊？这儿。洛星斐还以为夏弯弯是真的痒痒，还在天真的问他哪儿？不是哪儿。那到底是哪儿？心痒痒。闻言，洛星斐一愣，下意识的转过头去瞧他。他这一转头，正好就给了夏弯弯可以偷袭的机会。他快速的在男人的嘴唇上亲了一口。洛星斐吓得往后一个踉跄。又开始了是不是？都老夫老妻了，亲一口又怎么样？王爷，你这样不让人亲，跟那刚成婚害羞的小媳妇有什么区别？你说谁是小媳妇儿？我说你是小媳妇儿，那不然你让我亲一口。说亲就亲，哪个女人家能像她这样不知羞？好儿子害羞了就是害羞了，还不承认，这么大个男人亲一口就害羞，真那么可爱？夏弯弯抿嘴偷笑，一听夏弯弯在心里面笑话自己，洛星斐的表情就有一些不好。感情他以为谁敢亲人，谁就赢了是吧？这一刻，男人的胜负欲突然就涌了上来。洛星斐告诉自己，绝对不能让夏弯弯瞧不起。于是便走上前，在夏弯弯疑惑的目光之下，
捧起他的脸，看着他的红唇，先顿了一下，随即低下头就要亲上去。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吧！就在二人双唇即将贴上的那一刻，外面突然传来一阵的喧嚣，让洛星斐一下子就回过了神来。他看着夏弯弯圆溜溜的大眼睛，也意识到自己刚才是要干什么，脸蹭的一下就红了，随即呢就想起身离开。可是夏弯弯哪能随了他的意啊？只见他伸出手来，突然就扣住了洛星斐的后脑勺，直接就吻了上去。洛星斐是真的没有想到他居然会这么大胆，一下子就愣住了。而夏弯弯也不甘心是浅尝辄止，反倒是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突然洛星斐就像是受到了惊吓似的，一下子就推开了夏弯弯，踉跄的往后退去。你刷牙了吗？夏弯弯以为洛星斐要说什么呢，结果憋了半天就憋出了一句你刷牙了吗？他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扑哧一笑，我要是没刷呢？你怎么不刷牙呀？你吃了什么晚上？大葱。该死的小弯弯，他是故意的吧？吃大葱还亲我？干嘛？不是吧大哥，我只不过就是吃了口大葱而已，瞧给你嫌弃的。主子，王爷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怎么回事？这位夫人说，她的孩子和其他家的小孩一起出去上山采蘑菇，结果其他家孩子回来了，就她家的孩子没回来。经过打听才知道，那几个小孩说他往山上去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这位夫人担心她的儿子会出事儿，可是找了村长和其他村民，那些人都说山上有毒蛇，不肯上去找。王爷，糜府知道之前对你们态度都不是很好，糜府已经知道错了，还请王爷给糜府一个机会，救救糜府的儿子吧。孩子他还那么小呢，他要是有什么事情，糜府也活不成了呀。你不用担心，本王会派人去寻找。多谢王爷，多谢王爷。长安，你跟时运分别带2拨人前去找这夫人的孩子。是。等下，本王跟你们一起去。别了，主子，现在太晚了，山路不好走，而且他们说还有毒蛇出没，山上不安全，主子还是别跟着去了。没关系，你们先准备小人，本王马上就到。说完，洛星斐便是转身回了屋子。夏弯弯坐在床上，听的是一清二楚。哇，你也要去吗？这么多人去找，也不至于非要多你一个吧？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这不是曾经你跟本王说的话吗？感情我说的话你全部都记着，那是不是就证明你特别在意我？得了吧，你在家好好养伤，本王去就回。夏弯弯点了一下头，随即又从枕头底下翻出了一个小布袋。王爷，你把这个带着吧。这什么呀？这里面装的是硫磺。我已经不止一次听这里的人说山上有毒蛇了，所以你随身带着点。不用了，我们在山上过了这么长时间，也没看到一条蛇，怎么可能今晚就碰到？那不一样，我们只是在山外边，你们这次要去的是山里边，那山里边有什么东西谁能知道啊？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东西你必须带着。看来夏弯弯还是挺关心我的，要不然这么多人呢，他怎么就给我放手？还有一个，夏弯弯又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布袋，这个你给长安。见夏弯弯还准备了一个给长安，洛星斐的表情就微微的僵了下来，伸出手犹豫的接过。给长安？你还真是什么事情都拉不下长安啊？啥意思啊？主子，人都已经准备好了。洛星斐没有搭腔，看都不看他，直接就把手里的小布袋塞给了长安。后者一愣，这是什么？夏弯弯给你的。洛星斐抬脚离去。啊，侧妃娘娘给我的。哟，流亡啊！侧妃娘娘这是害怕身上有蛇呀，所以给你拿了一个带在身上防身是吧？哎呦，我怎么没有一个呢？侧妃娘娘是不是待人有些太随意了？见他连这个理都挑，长安白了他一眼，将小布包收好，便跟着洛星斐往外走。宿主要跟着男主一起去啊？不是吧？你跟我开玩笑的吧？我这怎么跟着去啊？我这副残缺的身体，你让我跟着去，我一瘸一拐的，人家不得嫌我麻烦，把我扔回来啊？系统真是想一出是一出，我怎么跟着去啊？听到夏弯弯这么说，系统便没了动静。一瞧他不吭声，夏弯弯忍不住的翻了一个白眼。行，我知道啦，还能怎么办？忍着呗，谁让人家是系统，一不高兴了再给我点什么电击惩罚，谁受得了？狗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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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蛋！往里头去是危险，外面没有狗蛋的声音，他若是进到里面的话，怕是……你放心吧，无论是死是活，本王都会帮你把人找回来。听到洛星斐这么说，妇人感激的对他点了一下头，可还是经过系统的指引，很快就找到了洛星斐。王爷，夏弯弯，这你都要跟过来？我不放心你，多一个人多份力量，我过来帮你一起找找，说不定找到的几率会更大呢。得了吧，你这副样子，过来是找人的，还是让我们照顾你的？赶紧回去。我不回去。王爷你放心吧，我就是走路慢一点而已，眼睛又不是不好使，说不定我真能帮你找到狗蛋呢。洛星斐一看夏弯弯这样，知道自己再多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就喘了一口粗气。好，你既然要跟着，本王也拦不住，但是你
必须跟在本王的身边，不可以自己擅自行动。若是让本王发现你自己乱跑的话，本王立马把你送回去。见洛星斐同意了，夏弯弯点点头，一脸乖巧的模样。洛星斐也不再跟他多说什么，转过身去，接着帮人找狗蛋。但是呢，他考虑到了夏弯弯行动不便，刻意的放慢了脚步，跟在他的身边。众人寻找了一夜，终于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夏弯弯在一个山坡底下发现了蜷缩成一团的狗蛋。人在那儿呢，狗蛋儿！你看，我就说吧，有我在，肯定没问题。我会帮你把人好好的找回来的。娘，狗蛋儿啊，我的孩子呀，还好你没事。你若是有事的话，你让娘怎么活呀？狗蛋看到他娘，这才敢哭出来。所有人都因为找到了狗蛋而暂时的松了一口气，放松了警惕。就在这个时候，那小孩的身后，一条足足有手臂粗2米多长的蛇立了起来，就要缠上狗蛋。洛星斐想都没想，一脚就将蛇给踢开。他只觉得自己的小腿一痛，洛星斐眼神泛出冷光，直接抽出了匕首，扎进那条蛇的7寸，将它狠狠地钉在了地上。洛星斐，你没事吧？没事，死不掉。你傻呀你啊！夏弯弯看他都这个时候了，还在装酷，气得不行。你以为你刀枪不入啊？你用脚踢是吗？哎，你们把王爷背下去。是，不用了，本王一个大男人，背什么背？你现在自己走，越活动血流的越快，到时候毒跑到你的心脉，你就真的没法活了。王爷，快上来！洛星斐没辙，正要趴在那侍卫身上的时候，四周的树叶突然是一阵快速的抖动，紧接着四周就飞出了10几名黑衣人，保护王爷，保护侧妃娘娘！该死的！正要上前的时候，夏弯弯却是拽住他。你现在中了毒，行动不便，不要勉强。你们拖住，我带王爷先走。是，上！他们刚刚跑出去没有多远，就立马有4、5名黑衣人从天而降，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夏弯弯立马就扶着洛星斐转身往回跑，可是这一转身，又有2名黑衣人从天而降。这下他们前后夹击，想跑都跑不了了。王爷，王爷！夏弯弯担心的看着洛星斐，后者摇了摇头，表示没事儿。可看他这副样子，又哪像是没事的样子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洛星斐，你还是别挣扎，乖乖束手就擒吧。你现在中了蛇毒，跑不了了。即使本王中了蛇毒，对付你们几个，本王依然绰绰有余。哼，是吧？那就试试看啊！洛星斐见那群人扑过来，第一反应便是抱起夏弯弯，用力一跃，直接把夏弯弯放在了树上，确保他安全之后，这才跳下来与那群人厮打在了一起。洛星斐，夏弯弯倒吸了一口凉气，坐在几米高的树上，他根本就没办法下来，便只能是焦急的看着打斗在一起的几人。洛星斐的手中没有带武器，再加上对方人数众多，处在了下风，有好几次他都差一点被对方砍中要害，但所幸的是，他每一次都灵巧的躲过。夏弯弯一见他这样，就知道这场架不能够拖到后期，不然的话，时间越久，洛星斐就越是危险。到时候等到毒素全部都渗进了5脏6腑，自己跟洛星斐都得玩完。想到了这儿，夏弯弯就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随后，他就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从怀里面掏出了还剩下一把的摔炮。老天保佑！说着，便是狠狠地往下面一扔，摔炮摔到地上，立马就炸裂开来，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那群黑衣人没有经历过，都被吓了一跳。但是洛星斐经历过一次，早就已经习惯了。他趁着几名黑衣人愣神之际，下手快很准，一刀抹了几个人的脖子，随即跳起，抱住树上的夏弯弯，便直接利用轻功飞走。洛星斐抱着夏弯弯，没跑出多远，眼前一黑，便是直接摔了下去。即使他要失去意识，可在那之前，他还是在半空之中换了一个方向，让自己在夏弯弯的下面给他当垫背。等摔到地上之后，洛星斐便真的是失去了意识，直接就昏迷了过去。洛星斐，你醒一醒！系统，接下来该怎么办啊？此次困境需要宿主自己解决。我操！随即从怀里面掏出了半只血勺，自己咬了一口，剩下的都给塞进了洛星斐的嘴里。虽然系统让他随时带着，可是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将血勺一分为2，一半带在身上，一半放在了家里。夏弯弯知道，光是半只血勺无法救洛星斐，他必须要赶快的把他给带回去。洛星斐，你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可以到家了。洛星斐，你醒醒啊！要是再不醒，咱们2个都得死。接着他便直接脱了手，自己连带着洛星斐一起掉了下去。洛星斐！夏弯弯大吼了一声，惊恐地闭上了眼睛，随即他感觉到自己被什么给拽住了手腕，让他停在了半空里。天可算是醒了，要是再不醒，咱俩都要摔更拔了。洛星斐抱着夏弯弯，利用轻功
就像是人猿泰山一样，抓到什么就缓冲一下掉下去的冲击力。洛星斐的反应极快，让他们2个人从万丈悬崖上平安落地。夏弯弯还是摔趴在洛星斐的身上，让他给自己充当了人形肉垫。他抬起头来，就见洛星斐双眸紧闭，眉头深锁，以为他是又晕过去了，赶忙直起身子，拍了拍他的脸。洛星斐，你别死啊！你快醒醒！你压我大腿筋了！一听他这么说，夏弯弯赶忙就爬起来。你笑什么？本王可从来都没有见过你这么狼狈的样子。你以前不是舔了渣呼了吗？怎么现在不渣呼了？因为你自己好到哪里去吗？你更惨，要不是有我，你早就死了。你还不赶紧感谢你的救命恩人？是，谢谢夏女侠的救命之恩，本王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以身相许用不着，反正咱俩都老夫老妻了，你少跟我玩这一套。别哭了，本来就丑，一哭更丑了。你还嫌我丑？我都没嫌弃你呢。你知不知道，你把我的血勺给吃了，那可是无价之宝。你把它给本王吃了？废话，我要是不给你吃，你现在还有命活着？只不过只有半颗而已，另外半颗在家里。可是那个东西不是你拼命换回来的吗？你那么在意它，就算昏迷的时候都一直握着不肯松开，就这么给本王了，你舍得吗？不舍得，可我总不能眼睁睁的就看着你毒发身亡吧？我们现在走吧。我走不了。还走什么啊？走不动了。为什么走不动了？我身上疼得要命，你背我。夏弯弯故意的刁难洛星斐。好，背。洛星斐说着便要起身，当然是要背夏弯弯。行了你，我让你背你就背啊！你这副样子背谁啊？背2步就摔到起不来了，还不是得我背你？来吧，我扶着你，咱们2个再往回走一走，碰到长安他们就好了。看着夏弯弯对自己伸过来的手，洛星斐轻轻的笑了一下，随即从怀里面掏出了一个纸筒。啥玩意儿？信号弹。信号弹？你有信号弹，你怎么不早拿出来的？我靠，有这东西他早拿出来，还用得着老娘这么一直背着他了？本王方才不是在昏迷着呢吗？洛星斐这借口实在是太强硬了，夏弯弯无法反驳，就重新坐下来。行吧。见他这样，洛星斐也没有说话，只是拔掉了信号的塞子，用火折子点燃，向天空发送了一颗。他们要多久才能来啊？长安看到信号就会以最快的速度过来。长安是个值得相信的人。哦，是吗？那本王倒是好奇，他哪里值得你相信啊？哪儿都值得呀，长安他本来就是个靠谱的人啊。闻言，洛星斐抿了抿唇，没有说话，眉宇之间呢却带着一丝的酸意。夏弯弯也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就只是眨了眨眼，没用上半个时辰，长安跟时运便领着人急匆匆的赶过来。主子，慈妃娘娘，你们怎么样？你还好吗？我听人说主子你被蛇咬了，怎么样？没事。长安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就只当他是气自己来晚了，所以呢在跟自己生气，心中也有一些愧疚，就赶忙叫人把洛星斐跟夏弯弯给弄回去。其中一个侍卫跟时运把洛星斐扶起，长安便打算去扶夏弯弯。洛星斐在一旁看着笑嘻嘻对长安伸出了手的夏弯弯，总觉得有一些刺眼睛，便是沉声说道：夏弯弯，你自己不能走吗？啥？大哥，我都这样了，我怎么自己走啊？吼什么啊？哪有这样卸磨杀驴、敲碗钟打和尚的？背他的时候他不嚷嚷着什么，现在没事儿，他都是嫌我碍事儿，是我自己走了。你之前背本王的时候不是走得挺快的吗？那是危险时刻，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在那种危险时刻，我除了跑我就只能跑，要不然就是死。你说我跑不跑？但是现在已经没什么事儿了，我还自己走，我傻吗我？这话说的实在是太过理所当然，洛星斐没法接，便只能是无言的看着他。一旁的时运见此，眼睛滴溜溜的一转，看着长安说道：哎呀，长安呢？你怎么这么没有眼力见呢？主子现在还受着伤呢，你不过来跟我扶着他。哎呀，你去扶慈妃娘娘。是。侍卫不知道时运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但还是走了过去。长安眨了眨眼睛，虽然是有一些不明所以，但还是听话的走到了洛星斐的身旁。主子，我扶着你吧。我操，这什么鬼？洛星斐他不会是对长安？慈妃娘娘，属下扶着你吧。回到了他们的住所，一直被关禁闭的温然这个时候也跑了出来。王爷，臣妾可担心死你了。臣妾听说你被蛇咬遭到了伏击，臣妾真的好害怕王爷你会有什么事情啊。唉，出事儿的时候见不着他，没事了就过来哭哭啼啼，装给谁看呢？王爷，您让臣妾瞧瞧您伤哪儿了呀？您瞧您这衣服都破了，一定伤得很重吧？臣妾真的……王爷！温然的话还没有说完，洛星斐便是双眼一翻，直接晕了过去。你干什么了？我什么都没干呢，我就是担心王爷，所以看看他的伤口而已。这王爷怎么就说晕就晕了呢？这跟我没有关系啊，我真的什么都没干的。行了，别咋呼了，我知道你什么都没干，你没那个本事。慈妃娘娘，主子这是怎么了？余毒发作了，必须要快点给他吃剩下的半颗血勺，吃了之后应该就不会有事了。哦，一听主子不会有危险，长安便是松了一口气，上前扶起洛星斐，就往房间走去。
夏弯弯跟在后面正要走，就听到身后有人喊道：“等一下！”村长，这什么风啊？怎么把你这大忙人给吹过来了？有什么事啊？侧妃娘娘啊，这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我们听说吧，你在山上还挖到了一只这通体血红的植物，是不是？好像是我们这儿的宝物呢，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你们这儿的宝物？你们这儿的什么宝物啊？血勺啊，还能是什么？啊，就是那个你们那个传言是吧？夏弯弯恍然大悟，随即耸了一下肩膀。啊，可是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侧妃娘娘，你就别藏着掖着，血勺是我们这儿的东西，虽然有你找到了，可是你也不能说一点也不分给我们吧？啊，这样吧，侧妃娘娘，你呢也算是出了力了，你就分一大半给我们，剩下的你就拿回去。我知道了，你们是想过来跟我分一杯羹是吧？哎，对喽。那真是有点可惜了，我没有找到血勺。侧妃娘娘，你也别说那么多了，你就痛痛快快的把血勺交出来。怎么着？你们不会是想要硬抢吧？那哪能啊！我这手底下这么多村民，他们都想要问个清楚。你说我这当村长的，我能怎么办？我看不是别人想问清楚，是你想问清楚吧？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没有血勺，你们要是真的想要，就自己上山去摘去，跑这儿来跟我们耍什么泼？这王爷他被毒蛇给咬伤了，那是没救的事儿。现在王爷他好好的，你说没有血勺，他能平安无事吗？狗大他娘，来，你说，你是不是亲眼看着王爷被蛇咬了？是，我确实看到王爷他被蛇咬了。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王爷是救你儿子才变成这样的吧？你现在这样做，对得起王爷吗？有什么对不起的呀？这个血勺本来就是我们的东西，王爷救了我儿子，我很感激王爷。可是并不代表你们就要把我们祖祖辈辈的宝贝给偷走呀！你们祖祖辈辈的宝贝，哪里记载的血勺是你们的东西？在我们这整着，那就是我们的东西。我呸！你可真是老太太爬被窝，给爷整笑了。东西长在你们这儿就是你们的，你真是吊死鬼打粉插花，死不要脸啊！瞧把你们一个个给能耐的，带着一帮人扛着锄头铁锹就过来了。怎么着？狗咬叫花子，畜生也欺负人是不是？你说谁是畜生？你再把话给我说一遍。我说100遍也是这样。血勺没在我这儿，就算在我这儿了，我摘到了那便是我的，谁管不着？好啊，你果然承认了，血勺就是在你这里是不是？你把我们的东西交出来，这是我们的宝贝，我们祖祖辈辈都在守护的宝贝，你凭什么说摘就摘走？你有什么资格呀你？我守你妈蛋啊！你守了你妈的个祖坟，你守东西在哪儿你都不知道，你守个屁啊！还你们的东西，你们是往那血勺上面滋尿留味了还是怎么着啊？时运听夏弯弯骂人带花，没忍住，扑哧一下就笑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随后他也意识到这个时候呢，自己就不该笑，就赶忙的抿了抿嘴，把笑意给压了下去。真是贱的，今天这血勺我就是不给，我看你们谁敢往前上，谁敢往前上，来一个老娘我杀一个，来2个老娘我杀1双。好呀！村长一听就直拍手。大家听到没有啊？朝廷命官他就是这样啊，他们表面上是来帮我们开发野区，这实际上就是为了血勺来的，他们就是想要抢我们的宝贝，这真是没有天理了！你们这一群刁民！紫薇娘娘，主子好像很痛苦的样子，耽误不得吧？长安，夏弯弯深吸了一口气，凑近长安，然后夏弯弯就在他的耳边说了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长安愣了一下，随即点了一下头，然后便转身回了房间。他干什么去了？干什么去跟你有什么关系？夏弯弯冷哼一声，走上前来，从一个侍卫的手里拿过了弯刀，走到了最前面。怎么，侧妃娘娘这是明抢，被人发现了，所以就打算杀了我们这些人灭口吗？那倒是不能。当今圣上怜爱子民，特意下过圣旨，官家人绝对不可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动粗。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例，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竟然被一些不法之人钻此漏洞。不过也是没有办法，谁让你们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村民呢？我们这些人确实没有办法对你们动手。哼！听到夏弯弯这么说，村长冷哼了一声，表情有一些得意起来。可是并不代表你们若是行凶了，我们也拿你们没办法。夏弯弯的嘴角微微上扬，眼神却是越来越冷。一听夏弯弯这么说，村长几人都是一愣，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下一秒，他们就看到夏弯弯把刀放在了自己的胳膊上，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之下，用力一割。紫薇娘娘，坐在房中一直看热闹的骆卓义见到此等场景，也是露出了诧异的神色。夏弯弯疼得浑身发抖，把刀扔到了地上，用手捂着往外流血的伤口，惊恐的大喊：“他们迷伤人了，快将他们拿下！”一听夏弯弯这么喊，身后的侍卫就立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纷纷朝着村长等人扑了过去。大胆刁民，竟敢谋害侧妃娘娘，凡抓到者杀无赦！没有，我们没有啊！村长等人一看大事不好，立即转身就跑，侍卫们立即提刀追了上去。紫薇娘娘，
像他们这样的刁民直接动手便是，何必拿你的身体去玩呢？你们家王爷那么在意他那个小皇帝，皇上下的命令，你们家王爷舍得违抗吗？我总不能等到他醒来之后就知道我为了救他违抗了皇上的命令啊！慈妃娘娘，我没事儿，情况也已经稳定了，请慈妃娘娘放心吧。我压根儿就没担心，有我在，洛星斐就不会死。我担心什么？村长等人最后被侍卫们给制服，全部被关进了一间破屋子里头，等着洛星斐醒过来之后再制裁他们。洛星斐是第二天早上才醒过来的，他一睁开眼睛就看到温然坐在床头正在抹眼泪，看到只有他，洛星斐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失望。又是这样，之前我中毒昏迷1年醒来的时候，睁开的第一眼看到的便是温然，现在依然如此。夏弯弯去了哪里？王爷，你醒了，你可算是醒了。你知不知道，你都快吓死纯妻了？那群刁民趁着王爷你昏迷不醒，想要过来抢血勺。你说他们过来抢血勺？那他们人呢？他们过来抢血勺，那肯定不会放过夏弯弯。已经被咱们带来的侍卫全部都抓起来了。伤他们了？一听他这么问，温然抿了抿嘴，没有说话。他当然不想跟洛星斐说夏弯弯在他昏迷之时解决了此次困境。说话呀！夏弯弯不会出什么事吧？哟，王爷你醒了。夏弯弯手持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来。这是长安昨天晚上用树干给他削的，方便他走路。见到夏弯弯平安无事，洛星斐就松了一口气，张嘴便问：“你去哪儿了？”语气倒有几分的抱怨，委屈的意味：“我出去吃饭啦。”那些村民在本王昏迷的时候过来闹了？是啊，但也没事了，我让侍卫把他们都抓起来了。你伤他们了？没有，我怎么敢伤他们呢？我若是趁你昏迷的时候伤他们，你起来不得跟我急？狗儿子醒来第一件事情不是关心我，却是关心那些趁他昏迷来闹的刁民，长没长心啊？本王只是不想破坏皇上颁发的条例而已。我不会破坏的，更不会带你破坏。他的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就好像失血过多了似的。王爷，你才刚醒，就不要多说话了吧，你好好休息吧。妹妹，王爷才醒呢，你要说什么话可以等到之后再说吗？让王爷好好休息吧。行吧。便点了一下头，看着温然：“怎么了，妹妹？你不走吗？”“啊，不了吧，我要留在这里照顾王爷呢。”“他有我照顾就行了。”“妹妹，你瞧你现在这副样子，你连你自己都照顾不好，怎么能照顾王爷呢？”“能不能照顾得好，用不着你说，我自己心里有数。”一听他这么说，温然的嘴巴就张了张，随即勉强的笑了一下。他看了一眼洛星斐，模棱两可的说道：“你也不能说王爷醒来你就凑过来照顾吧。”闻言，夏弯弯一愣，没明白这话是个什么意思。洛星斐却听了进去：“是啊，我没醒的时候他不过来照顾我，醒了就往这边凑。而且再说了，温然一直都在照顾我，我若是醒了之后便让他离开，留夏弯弯来照顾我的话，这对他岂不是不公平？”“你再说，你出去吧。”洛星斐打断了夏弯弯的话，看着他淡声说道：“这里有他就行了。”“你他妈烧糊涂了吧？凭什么呀？”“你先出去吧，我要休息了。”“行，我知道了，感情你就是觉得我碍事儿呗，那我走就是了。”“我是不是对他有些太过于苛刻了？毕竟他现在这副样子，照顾自己的困难，又怎么可能一直照顾我？”“王八蛋，凭什么这么对我呀？明明是我把你给救回来的，没日没夜的照顾你，醒来之后就翻脸不认人了，真行啊，洛星斐，操大爷！”夏弯弯正骂着呢，就看到洛卓义的房间冒了烟，他屋里的侍卫都捂着口鼻往外跑。“说怎么了？着火了？”“好像是因为要下雨了，所以电气门烟排不出去，所以烧炕的时候冒烟了。”“活该，别人不冒烟，就他能冒烟，缺德了呗，缺德缺冒烟了。”闻言，长安好笑的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夏弯弯就看到洛卓义也憋不住了，捂着口鼻从屋里面跑出来。“便秘仔憋不住了吧？呛死你丫的！”心里这样想着，夏弯弯脸上的笑容更大。洛卓义捂着口鼻，眉头紧皱，他往四处看了一眼，正好就跟夏弯弯四目相对，便只是一眼，夏弯弯就觉得一股熟悉之感扑面而来。他紧紧地盯着洛卓义那一双带着凶光的眼睛，脑海之中快速地闪过那一日在洛星斐房中行刺的刺客，他当时跟他的眼睛对上了，一模一样。怎么弄的？会不会烧火？不会烧就别烧啊！该死，无论那天的刺客到底是不是洛卓义，都不是小事儿，必须要确定了才行。哎呀，冒烟了！跟你没关系。别这样啊，好歹咱俩也是一家人啊。谁跟你是一家人？哼，有这样的一家人吗？专往人命根子上踹，我都不想搭理他，他还好意思凑过来，真是没脸没皮。你这样不就没意思了吗？我知道我那天踹了你，你心里不畅快，
你要实在不行，你踹回来，你就抓往胸口，直接一脚给我踹吐血，这样你不就解了心头之恨了吗？你以为本王像你吗？是啊，王爷确实不像。二王爷，王爷遭到伏击一事，你可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那自己的兄长出了这样的事情，当弟弟的你就不担心吗？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啊，就是觉得王爷遭到了伏击，一般人知道之后都会觉得很震惊吧。毕竟是什么人能恰巧知道王爷会出现在那里，提前做好了埋伏呢？应该会是我们内部的人吧？你是在怀疑本王吗？我有什么理由怀疑你吗？你不是王爷的亲弟弟吗？既然如此，又怎么可能会害王爷呢？在说话期间，他一直紧盯着骆卓义的眼睛，弄得骆卓义都没有办法去直视他，总觉得被他盯的时间稍长一点，他就会从自己的眼睛里窥探出自己的内心。见他躲闪自己的眼神，夏弯弯的眼底闪过了一丝冷光。有鬼，他肯定有问题。如果当时在洛星斐房中的刺杀的人是他干的，那么这次的事情说不定也跟他有关系，或者洛星斐昏迷的那一年中毒的事情跟他也有牵扯。你说的对，他是我兄长，我又怎么可能会害他？所以侧妃嫂嫂这么问纯粹是多余的。那你不担心吗？本王确实很担心，所以本王会好好的查清此事，看究竟是谁的胆子这么大，竟然敢伤害我的兄长。那真是太好了，有二王爷来查此事，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早日水落石出。看着眼前笑盈盈的女人，骆卓义第一次感觉到了心虚，他不自然地把头给扭到了一旁，干脆不去看夏弯弯的眼睛。见他这样，夏弯弯也就不再说什么，只是往前走了一步，凑近他，盯着骆卓义不敢瞧自己的眼睛，红唇轻启。小子，别被我抓住了。闻言，骆卓义疑惑地转过头，可是夏弯弯已经不在原地待着了，含笑地看了他一眼之后，便是转身离去。看着夏弯弯纤细的背影，骆卓义身侧的手微微地攥紧，眼底翻腾。吃晚饭的时候，温然肚子饿得不行，就只能让夏弯弯来替代自己。洛星斐坐在床头，一边喝粥，一边看着坐在桌边发呆的夏弯弯。他从进来之后就没有跟我说话，难不成还在跟我生气？他心里有这么小吗？夏弯弯，你在想什么？想骆卓义啊。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夏弯弯嘴快地说了出来，不过他这话说的也没毛病，他确实是在想骆卓义，内思肯定是有问题。一听他居然当着自己的面想其他的男人，洛星斐的脸色当即一变，突然就觉得这碗里的粥都跟米糠似的，他吃不下去了。你想他什么？我就是有点关于他的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我倒是想看看骆卓义到底有什么问题，是夏弯弯弄不明白的，以至于要从来时一直想到现在。可是我怕我说了你会生气。你说。但我真是怕你会生气。你说，生气是我的事，不说便是你的事。行吧，就是我今天看到骆卓义。你没事看他干什么？我就是正巧看见他了。你怎么那么巧就能看见他呀？别人你看不见，你就能看见他是吧？哎，你到底让不让我说呀？你要是不想让我说，那我干脆不说好了。你说。今天骆卓义他房间烧火的时候，烟排不出去，所以冒烟了。然后他就捂着嘴巴，像这样，就这样跑了出来。然后我看着他那双眼睛，我就想到了一个人。什么人啊？就是那天躲在你房里头行刺的刺客。你说什么？躲在你房间里头那个行刺的刺客，就是在柜子里头躲着。我一开门跟他大眼瞪小眼儿，我当时就看见了他的眼睛。我一开始看骆卓义，我就觉得眼熟，总觉得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但是我一直都想不起来。后来他今天捂着嘴巴，我才发现我原来是在你的房里头看到过他露在外面的这双眼睛，所以我才觉得眼熟。如果你在房中被行刺跟他有关系，那这件事情说不定也跟他有关系，或者是你中毒昏迷一事也是他搞的鬼，这都是有可能的。可问题是他是你的弟弟，这话我没法说，所以我刚才就在想要怎么让他露出马脚，并不是在想些什么其他的东西。我跟你说话呢，你听没听见？听见了。那你怎么想的？你觉得这件事情跟他有关系吗？在没有得知事情全貌之前，莫要妄下判断。我知道，毕竟那是你弟弟嘛，他怎么着也不可能对你这个兄长做出什么事情来。但是你们皇家的水实在是太深了，谁知道哪个水坑表面看起来很浅，一脚踩进去就没了脖子。我只是担心你，万一你的弟弟真的想对你做什么的话，那可比其他人更加危险。本王知道。那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到时候再说吧。这件事情你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更不要打草惊蛇。无论你有多怀疑骆卓义，但没有在确凿证据面前，你不可以随意猜测，知道了吗？知道了。但为何你中毒一事到现在都不查？你中毒昏迷1年，这可不是什么小事儿，你真的不打算查了？一见夏弯弯又提起了这件事情，洛星斐没有搭腔，只是咂了一下嘴，转过了头。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是谁给你下的毒了？但你怀疑的那个人对你来说很重要，所以你才不打算纠缠下去。洛星斐的性格是绝对不可能任由毒害自己的人逍遥法外的，但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要追查下去的意思，那是不是就代表他其实已经知道了那个人是谁，只不过他不想追查？那究竟是谁能让洛星斐这般在意呢？一听夏弯弯有一点要猜出来的意思，洛星斐的眼中闪过了一丝不自然。正好这个时候，温然走了进来，他看着夏弯弯，轻轻的笑了一下。妹妹，真的是辛苦你了。见温然来了，夏弯弯跟洛星斐的话题就只能是先行终止。好了，你可以回去休息了。你开玩笑的吧？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去哪儿？妹妹，王爷还是有我照顾最好，所以这几天你便到我的房间里去住吧。等到过几日王爷身体好些了，你再回来啊。不好意思，那不行啊。你先回去吧，本王已经没什么事了。可是王爷……温然一听洛星斐竟然对自己下了逐客令，心中一惊，还想要说些什么，但是洛星斐已经把头给扭到了一旁，一看他这是摆明了想要让自己走。温然磨了磨牙，又瞪了一眼有一些得意的夏弯弯，他不想在洛星斐的面前失了分寸，便看着夏弯弯冷声说道：妹妹，那王爷就交给你照顾了，有什么事情你叫我。闻言，夏弯弯撇了一下嘴，没有回应。看着走远的人，夏弯弯冷哼一声：温然可真是随时随地都想跟你睡在一个被窝里头，你可小心点，别哪天真被他爬到被窝吃干抹净了。好歹也是个男人，还能爬了一个女人不成？哎呀，他爬不上你的被窝，我可能爬。夏弯弯得意的把拐棍放到了床头。我要睡觉了。你这款车哪里来的？刀工不错，削挺好的。夏弯弯一听便乐了，有一些显摆的说道：长安给我弄的。一听又是长安，洛星斐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僵住了。又是那个臭小子。长安这孩子可有心了，你说他怎么能想到帮我削个拐棍呢？我都没想到，他为了让我舒服，还在这里特意给我放了一个垫子，让我夹在上面就不会疼了。一个男孩子能细心到这种程度，真是不错。听夏弯弯在自己的身边毫不保留地夸赞其他的男人，洛星斐就咬了咬后槽牙，直接把拐棍扔到了地上。你干什么？手滑了。你这是手滑了吗？你这分明是故意扔的。你挑衅我是不是？没有。那你为什么扔我的拐棍？本王都说了，手滑。洛星斐转过了头。怎么，不行吗？你扔我的拐棍，你还有理了是不是？你给我捡起来。捡不起来。洛星斐，你搞什么？可怜了我的宝贝拐棍，就只能在地上躺一晚上了。就拐上宝贝，夏弯弯真是有毛病。你干什么？盖被子。怎么着？不让我盖啊？你盖被子就盖被子，你拽本王干什么？咱们俩盖的是同一条被子。夏弯弯往他那边发力，洛星斐便往他那边发力。事情进入了尾声，时运嚷嚷着要庆祝，众人一起前往。酒过三巡，众人玩得尽兴。一个喝多了的侍卫踉踉跄跄的过来，给夏弯弯倒了一杯酒，然后呢，又给洛星斐倒了一杯。王爷，侧妃娘娘，这次啊，你们俩人可是主将，若是没有王爷和侧妃娘娘，这怕也是不可能就变这么繁华。哎，这再有几日便要完工了。侧妃娘娘，王爷，你们二人可一定要当着我们的面喝杯交杯酒，大家说是不是？是啊。其他人一听也跟着附和。啊，必须喝交杯酒。洛星斐被他们起哄的有一些不好意思，夏弯弯脸上的笑容啊都快要绷不住了。哎呀，这些人可真是有心，知道姐姐我好什么口，就立马给我安排了交杯酒。这群大老粗的男人们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嘛，最起码还能助点攻啊。哎，王爷啊，你就别不好意思了，侧妃娘娘可都等着呢。闻言，洛星斐看了一眼夏弯弯，后者立马就对他抛了一个媚眼儿。洛星斐心中无奈，所以说夏弯弯关于女孩子的矜持，他是一点都没有。王爷，在成婚的时候咱俩没喝上交杯酒，你说现在算不算是给补了呀？这些人都是你收买的吧？要不然怎么可能会突然想起交杯酒这事儿？哪有啊，估计他们是太喜欢我这个侧妃娘娘了，所以才让我跟你喝交杯酒的。一听他这么说，洛星斐更是无奈的摇摇头，心中有一些好笑。夏弯弯见洛星斐喝了也要跟着喝，可是酒杯到了嘴边他就顿了一下，说酒的味道怎么闻起来这么不一样？不过眼看着洛星斐一饮而尽，他也不再有犹豫，也跟着喝进了肚子里。哦，喝交杯酒喽！呜呼！所有人一看都拍手起哄。哎，侧妃娘娘，我再敬你一杯。上次村民闹事，要不是有你，我们怕是也摆不平。一听闹事的事情是夏弯弯摆平的，洛星斐就愣了一下，没有人跟他提起过这件事儿，他也没问。
就只是认为是这些人合力先把村民给抓了起来。哎呀，那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对付他们那样的人就应该智取，你们光动武那肯定是不行的。可是你也受了伤了呀，如果不是娘娘你自己划伤了自己的胳膊，让我们借着村民伤人的借口把他们抓起来的话，这事儿还是也不会完了呀。没关系。骆星斐听到侍卫这么说，才一下子想起了夏弯弯胳膊上那道又长又深的伤口。难不成就是在那个时候受的伤？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呢？怎么了？你为什么不跟本王说？说什么？你为什么不跟本王说？你的胳膊是在那时受的伤。你说这事儿啊？我以为你知道呢。怎么可能？没人跟本王说呀。我以为他们会跟你说啊。没人跟本王说这件事情，就应该你自己说。你以前不是最会邀功了吗？之前本王昏迷1年刚醒时，你不还跟本王撒谎说这1年是你照顾的，你把本王救醒了吗？得，说再多也没用，他又开始提以前这些破事儿。你就该跟本王说。说了你不会误认为我是在抢功吗？你不是觉得这么长时间以来都是温然在照顾你吗？反正他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疼不疼？疼。下次不要再这样了。而且再说了，本王就算是听皇上的命令，可是也不想因为他的一道命令就让自己身边的人受伤。再有这样的情况，你可以省去让你受伤这一步。闻言，夏弯弯一愣，诧异的瞪大了眼睛。你的意思是说你心疼我？本王何时说心疼你了？本王怎么会心疼你？你若是不心疼我，你为什么说这些话？夏弯弯眼神亮晶晶的看着骆星斐，又往他的面前凑了凑。你就是心疼我，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心疼我。本王没有。这个夏弯弯怎么回事？我哪里有表现心疼他了？你还说你没有心疼我，你这就是心疼我。那看来我是赚了呀。什么赚了？你不要乱说话。我受伤换来王爷你心疼我，你说这是不是赚了？受伤这种事情不要说赚了，他是笨蛋吗？受伤了还在嚷嚷着赚了。你果然是心疼我。都输了没有？这夏弯弯怎么回事？听不懂人话是不是？都输了没有的。夏弯弯看着骆星斐这不好意思的样子，往旁边看了一眼，见大家都在喝酒吃肉，没有人注意这边，就快速的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骆星斐被吓得整个人好像没弹起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看看其他人有没有发现，随即又羞又恼的转过头来看着夏弯弯。你又这样？哪样啦？怎么不让亲啊？夏弯弯，要实在不行你亲回来。真是服他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也敢亲我，真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见他这样，夏弯弯咧了一下嘴，又快速的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这啵的一声可响了。骆星斐吓得一个机灵，赶忙就捂着脸扭过头，诧异的看着夏弯弯，后者得意的对他吐了吐舌头。一瞧他这样，骆星斐直接就被气笑了。没辙，真是拿他一点辙都没有。他怎么这么爱亲人啊？亲我还好，说是亲别人的话。夏弯弯见骆星斐的耳朵都红了，正想再亲他一口动动他的时候，就突然感觉到整个人一晃，他晃了晃头。难不成是酒劲儿太猛，喝多了？怎么了？可能是酒太烈了，喝完之后头有些晕。要不然我回去休息，你们在这儿接着喝。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吗？不然本王陪你回去。不用了，就是喝的有点多而已，不至于醉得不省人事。你就在这儿吧，你要是再走了，他们该觉得没意思了。行吧，有什么事你用对讲机跟我说。知道啦。小满坐在长安的身边，自然是跟他们融不到一块儿去，就想着要去找夏弯弯。结果一抬头就发现夏弯弯并没有在座位上，于是他就起身跑到了骆星斐的身旁。王爷哥哥，姐姐呢？你姐姐喝流俩多了，回去休息了。哦，这样啊，那我也回去吧，这样我还可以照顾姐姐呢。好，本王找人送你。不用了，哥哥们玩的都这么开心，别打扰他们了。我认识回去的路，而且我在这里长大，这里我最熟悉了，我可以自己回去的。好，那你回去小心一点。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小满乖巧的点了一下头，便转身往回跑。夏弯弯这头已经回到了家中，他躺在床上，神志都变得有一些模模糊糊起来。他也没有多想什么，只当是酒太烈，他受不住，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就昏睡了过去，以至于从外面进来了什么人他都没有察觉到。那个人拎着一桶油，一瘸一拐的走出了房间，就将油倒在了四周，随即吹着了一根火折子，一双眼睛在月光的照射之下散发出凶狠的厉光。随即他毫不犹豫的就将火折子扔到了地上，火一沾到油，立马就着了起来。那人瞧见此等场景，便是冷哼一声：“夏弯弯，这是你该受的。”说完，便一瘸一拐的走了。那是不是咱们的宿舍着火了？骆星斐的脸色一变，立马就起身往回赶。姐姐，你醒一醒啊！姐姐，你不要吓我呀！姐姐着火了！姐，那你快点醒醒啊！我抓不动你啊，姐姐！姐姐！小满不知所措的看着昏迷不醒的夏弯弯，奋力的爬到床上，趴在夏弯弯的身上，颤抖的伸出手盖住了夏弯弯的口鼻。
就算是带不走姐姐，我也要保护好姐姐。快救火！小文文，洛星北想都不想的就要冲进去。不行，火势实在是太大了，这个时候你进去会有危险的，你不要做傻事。小文文还在里面。洛星飞仿佛没有听到时运的劝说，便是头也不回的跑了进去。王爷，还不赶紧救火，快点！王爷，眼看着这房子塌了一半，所有人的心都揪到了一起。突然这个时候，窗户被人给撞开，所有人转头就见到洛星斐跟夏弯弯还有小满三个人摔在了地上。王爷，一见他们出来了，众人立马就冲上前去，时运将洛星斐给扶起。夏文文，洛星斐的身体有一些发抖，时运低头一瞧，就见他的手已经被烧伤了。看这个时候他还惦记着夏弯弯，时运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众人手忙脚乱的将夏弯弯给抬到了一旁，太医踉踉跄跄的扑过来，开始对夏弯弯进行抢救。太医！长安脸色一变，一旁忙活的太医听他喊，又赶忙扑过来为小满检查了一番。见此，所有人的心都是一紧，心中都有一些酸楚。长安抹了一把脸，看着自己怀中的小满，眼圈泛红。小满替夏弯弯挡下了所有砸下来的东西，夏弯弯就只是被烟给呛伤了肺，但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等到夏弯弯醒过来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胸腔疼得仿佛是要炸开了似的。你怎么样？发生什么事了？昨天晚上住的地方着火了，火势那么大，你就算是再醉，可是呛也应该呛醒了吧？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我特别困，所以我就去睡觉了。之后便什么都不知道了。就算是喝醉了，可是也不可能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还不醒，怎么可能呢？小满呢？我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吓坏了吧？是不是又哭成小花猫了？怎么不说话？我问你，小满呢？小满的，你哑巴啦？小满呢？夏弯弯，本王跟你说件事情，你不要太激动。一听洛星斐这么说，夏弯弯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愣愣的看着他。夏弯弯踉踉跄跄的跑到了旁边的房间。小满，你看看姐姐，小满。侧妃娘娘，你别这样，小满在天有灵，看到你这么难过，心里也会不好受的。怎么会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小满之前还好好的，他怎么可能会变成这样？昨日侧妃娘娘回来后，小满后脚就跟着回来了。他回来的时候就看见着火了，估计是猜测侧妃娘娘你在里面，所以他便冲进火场去救你。之后可能是你昏迷不醒，小满也拽不动，为了不让你受伤，小满就趴在了你的身上，用他自己帮你挡下被火烧下来的东西。一听到小满竟然是为了救自己才变成这样，夏弯弯的整颗心就像是被人给挖出来了似的。小满这个有瘦有小的小丫头是怎么帮我挡下来那些东西的？她当时一定很疼。小满，夏弯弯才刚醒，身体正虚弱呢，再加上伤心过度，他哭得几乎昏厥了过去。最后还是洛星斐强行把他带走，他这才离开了小满的尸体旁边。我分明答应过小满，要带他离开这里，让他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小朋友。可为什么我最后却连保护都保护不了他？这件事不怪你，就是怪我，都怪我。如果不是我，小满根本就不可能死。为什么就睡得那么熟？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却醒不过来？如果我醒了，我跟小满都会没事，小满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好了，你别再想这些了，人已经去世了，你再难过也没有用。人死不能复生，夏弯弯现在难过成这样，小满也回不来了，而且他的身体也不能够再让他这样的难过下去。洛星斐的本意是好的，可是在夏弯弯的耳朵里，他这句话就是不对劲儿。他不敢置信的抬起头来，瞪着洛星斐。什么意思？小满那么喜欢你，他跟我们在一起生活那么长的时间，现在他走了，你一点难过都没有吗？本王怎么不难过？小满那孩子又乖巧又懂事，我也很喜欢他。他突然去世，我当然是难过的了。可是难过有什么用？人不还是回不来了吗？你就是不难过。你要是难过，你根本就不可能这样。你就是不难过。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回来？你要是早一点回来，说不定小满就不会有事儿了。
你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回来？听到夏弯弯这么说，洛星斐心中也是有愧的。如果当时我跟夏弯弯回来，或者是找人跟着小马的话，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夏弯弯见洛星斐不说话，便将头抵在他的胸口，哭着说道：对不起。一听他跟自己说对不起，洛星斐就愣了一下。我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你的错，我不应该冲你发脾气，对不起。没关系。夏弯弯便伸出了手，握住洛星斐受伤的那只手。疼不疼？一听他这么问，洛星斐的嘴巴张了张，随即摇了一下头。不疼，相比小满受的伤，我有点疼，又算得了什么呢？一定有不对劲的地方，我就算真的喝多了，也绝对不可能就这样还醒不过来，肯定有哪里不对劲的地方。本王也觉得你当时并不像是喝醉后的睡觉，反而有点是像中了迷药昏迷。可是我没有吃什么东西，我也没有闻到什么怪味儿。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头晕的？就是在喝完交杯酒之后。可是那杯酒本王也喝了呀，若是有问题，本王应该也会感觉出来。可是本王什么事都没有。或许就只有我那杯有问题。可是那杯酒是从一个壶里倒出来的。当时给我倒酒那个人，他在哪儿？在外面，本王帮你把他叫进来。说完，洛星斐便起身到外面，把昨天晚上起哄让他跟夏弯弯喝交杯酒的侍卫给叫了进来。侧妃娘娘，王爷，您们叫属下是有什么事情吗？我问你，你昨天给我倒酒的时候，是不是做了什么手脚？没有啊，侧妃娘娘，这属下怎么敢呢？属下没有，就只是倒酒而已。而且酒都是从一个酒壶里倒出来的，属下若是做了什么手脚，王爷怎么会没事儿？就只有侧妃娘娘您有事儿呢。本王就说了吧，这件事情跟他没关系，你就是不信。本王手底下的人，本王自己心里清楚，他断然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是啊，侧妃娘娘，属下就是有100个胆子，都不敢往你的酒杯里放迷药啊。谁跟你说我中迷药了？属下好像是听别人提起过这件事情，但是忘记是谁了。是我吧？我确实当着大家的面说过一嘴，说侧妃娘娘似乎是中了迷药，所以才昏迷不醒的。啊，对，属下确实就是听军师说了一嘴，所以才以为侧妃娘娘真的中了迷药。哈哈哈，感情真是我说的呀？我什么时候说过了？这不就是你说的吗？你说过的。我炸你的兄弟，就你这智商还撒谎，还想害人？你先学学怎么说谎吧，分辨别人哪句话是诈，哪句话是真话时，你再来撒谎骗人吧。啊，不是这样的。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要隐瞒的是吗？你为什么要害我？属下没有。侧妃娘娘，王爷，求你们饶了属下吧。属下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属下以为就是让侧妃娘娘昏迷，将你关进柴房，让你吃些苦头而已，所以属下才在你的酒杯里下了迷药。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为什么？谁让你这么干的？是那个被侧妃娘娘阉割了的人，是他让我这么干的。他说我这么干，他就会给我一大笔钱，因为属下欠下了赌债，若是再不还，他们就该去找属下的家人了。属下听他说这次的事情万无一失，保证不会有什么事情，所以才一时冲动干了傻事儿。属下现在也是后悔，真的没有想到事情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一听竟然是那人的恶意报复，夏弯弯直接下了床，就要去找那个人。你冷静一点。冷静不了，你让我怎么冷静？我真是没有想到，当时他一时犹豫竟然害了小满。早知道他的报复心这么强，我当时就应该直接杀了他。你冷静一点，这件事情由本王帮你做主。怎么做主？你告诉我，你想怎么做？那是你弟弟手底下的人，你打算怎么样？本王会秉公执法，绝对不会让小满受一点委屈。可是你怎么做，小满都回不来了。那也要给小满一个公道吧。当初我就该杀了他，为什么不杀了他？为什么？然后那男人就被长安给押了过来，跟着过来的还有骆卓义。侧妃嫂嫂的身体可是恢复了？侧妃嫂嫂怎么这么看着本王啊？你知不知道你手底下的人都干了什么？你就是这么管教你手底下的人的是吗？侧妃嫂嫂，当初本王是怎么劝你的？让你做事不要太狠，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非要如此惩罚他人，你说这换作是谁受得了？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报复你，其实也不是不能理解。你这么说还是我的错了？当然啊，可不就是你的错吗？不是你的错，你说能是谁的错？骆卓义，他扭过头来，恶狠狠地瞪着骆卓义。小满满，你冷静一点，你现在越是冲动，骆卓义他就越是开心。这个时候，你若是自乱了阵脚，小满委屈谁来报？骆卓义这个老奸巨猾的狗东西，这个时候我越是冲动，他越是开心，说不定他就在这等着我冲动。想着，夏弯弯就吸了吸鼻子，轻轻地推开了洛星斐，面无表情地看着骆卓义。后者一瞧，刚才还十分冲动的夏弯弯，这会儿突然之间的就冷静了下来，讶异地挑了一下眉毛，好笑地看着他。但事情已经发生了，事也确实是你手底下的人干出来的。若是二王爷打算再偏袒自己手底下的人，这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了？侧妃嫂嫂哪里的话，这人不是已经被你给抓过来了吗？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你放心，这次本王绝对不会再护着，毕竟他犯了滔天大罪。本王若是再护着，岂不是显得本王这个主子当得太护犊子了些？就这么简单？你就只是想把人交出来之后，你往后一退，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那侧妃嫂嫂想怎么样？虽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可是本王从始至终都是无辜的呀。本王没有叫人对那个名叫小满的丫头出手，事情发展成这样，本王完全都没有参与。侧妃嫂嫂若是想拿这件事儿把错定在本王的身上，是不是有些太说不过去了？可是2次出事都是你手底下的人干的，即使这样，你也不打算管吗？所以呢？难不成侧妃嫂嫂也想对本王实行阉割？哼，那未免也太过于好笑了些。无论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但都是因为你们而起，结局的走向也确实是你们的错。所以呢，兄长想要怎么样？本王不想要怎么样，本王只是在想，事情发展成这样，本王有理由去怀疑你是否能管住手下，所以本王会向皇上提议，让他暂时先收回你手中的兵符，等到日后你有能力管教手下，再将其归还。你要收回本王手中的兵符？并不是收，二弟莫要误会，就只是对你的能力重新考核。若是你真连自己手底下的人都管不了，任其犯错的话，那这兵符在你手里就是个问题。但你若是能管教手下，兵符自然是要还给你的。洛星斐，你可真是好样的！你是不是早就在这儿等着我呢？见他这会儿就发了火，洛星斐非但是不在意，反而还轻轻的笑了一下。至于你手底下的这个人，相信二弟也不肯再要了，所以本王就暂时先帮你将他收了。兵符的事情回去再说，相信二弟不会有异议吧？洛星斐，把二王爷送出去，接下来的事情就跟他没关系了。是。长安应了一声，便是面无表情的走上前来，对洛卓义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二王爷，请吧。洛星斐，我一定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洛卓义走后，洛星斐扭过头看着跪在地上的男人。你瞧啊，因为你的一时冲动，你的主子将要面临什么？是这个奴才当的倒也是尽忠尽责，临死前还能坑你主子一把。小满年纪这么小，你为何要对他下这么重的手？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对小满动手。洛星斐，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你就是个可怜虫，连自己身边的是什么样的人你都看不清。你杀了我呀？你以为你杀了我这件事情就完了吗？不会的，你永远都抓不到真相。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谁指使了你什么？男人见洛星斐要猜出来了，便是冷哼了一声，干脆直接闭上了眼睛。来吧，要杀要剐随便你，反正死之前捞了一个也不亏。你想死，我偏不让，我必须要折磨你，让你受够了折磨才能死。他必须尝到小满受的苦，他必须要知道小满在死之前都遭了什么罪，不然我不甘心。本王知道了。洛星斐点了一下头，扭过头看向了时运。好老执行。闻言，时运点了一下头，上前将男人给拖了下去。洛星斐，夏欢欢，你们两个这辈子都别想好过。男人被拖下去，嘴巴还在喋喋不休的嚷嚷：“你们一定会付出该有的代价，不相信咱们就走着瞧。”这个害死小满的那个男人的惨叫声，一直从白天到了傍晚，才变得奄奄一息。长安告诉夏弯弯说，他到了最后还喘着气儿，身上没有一块好地方，现在正在盐水缸里面泡着，挺不过今天晚上。夏弯弯听到这里，心里也没有觉得有多么的痛快，反而是更加的难受了。就算是惩罚了杀害小满的凶手，小满也依然回不来了。夏弯弯将小满的骨灰装进了坛子里，说是要带回去。洛星斐也没有拒绝。在这个村庄的故事伴随着工程最后的结束，所有的一切好似都恢复了平静。原本偏远荒废的边境，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型的旅游景点，高空缆车、山洞探险，靠人力就能够转动起来的摩天轮，还有在瀑布旁就可以野营的帐篷营地，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侧妃娘娘真是厉害，连这种办法都能想得出来啊！闻言，长安笑着点了一下头。时运看着扬着脑袋，紧紧盯着上面的长安，嘴角微微的上扬。你想试试？不了，我自己会飞。真是厉害啊！会飞的人就是不一样，可不像我，吓都不会打。可是你奸诈呀！啊，有这么夸人的吗？是，我就告诉他让他平时多读点书，他就是不听。瞧，这不就露丑了吗？哪有这么夸人的呀？你确实奸诈，说你聪明都不够，你老奸巨猾，跟个狐狸似的。要是哪天你想拐谁的话，估计那个人都不知道被你拐了，还帮着你数钱呢。那你说我拐谁好呢？你愿意拐谁就拐谁，跟我没关系。那我怎么有点想拐你呢？黑桃园，你跟我回家。有病吧你？真是有毛病。瞧瞧你，哎呀，我不过就同你开个玩笑而已，你就这般的开不起啊？听他这么说，长安便是没好气儿的白了他一眼，也懒得再搭理他。主子，侧妃娘娘，我们启程了。说完，便是跳上了马车，一行人浩浩荡荡的离开了这里，宛如刚来时一般的场景，只不过是心境变得不同了起来。二人就这样一路无话，顺着捷径走，果然用不上那么长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城角之下。又回来了。一听他这么说，洛星斐一愣，以为他是不想要回来，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憋了好半天，他这才勉强的找到了一个话题。之后你打算把小满埋葬到哪里？山上找一个风景采光好的地方，然后我还想要再开一个孤儿院。夏弯弯看着自己怀里面小满的骨灰，闻言，洛星斐一愣，可以收留全天下没有父母的孤儿的地方。我不想看到更多的小满出现了。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本王可以帮你。好啊，若是到时候资金有什么问题，我可是要跟王爷你借的，你可别小气不给啊。你不是说这是咱们的夫妻共有财产吗？众人的马车浩浩荡荡的来到了城门口，守门的兵将伸出手拦住了最前面的长安。摄政王的马车你也敢拦？活得不耐烦了？长安首领，我们不是要拦王爷，拦的是侧妃娘娘。一听又拦夏弯弯，长安的眉头皱得更紧。拦着侧妃娘娘干什么？经核实，侧妃娘娘似乎是妖物所化，所以妖物便不能进城。什么东西？
你说侧妃娘娘是什么玩意儿？妖物。谁说的？是温老将军说的。切，那个老头子怎么老盯着侧妃娘娘呢？这会儿给侧妃娘娘都弄成妖怪了，以后不知道还会说出什么呢？让开！长安首领，您就别为难属下了。这上面的人已经下了命令，如果看到侧妃娘娘回来了，便立马拦下来，直接押进皇宫。上面的人，哼，上面的是谁啊？皇上。一听竟然是皇上让夏弯弯进宫受罚，长安跟时运脸色俱是一变。主子，又怎么了？有人拦路。他们说什么？又拦？是上头，他们说侧妃娘娘是妖物，需要将她带到宫中。真是荒唐！侧妃娘娘她做了那么多好事，怎么可能是妖物呢？就算不是人，那也应该是天上的仙子下了凡来造福人类。这些人可真是不干好事，一直针对娘娘。你说什么？谁说我是妖物？温老将军。又是温然他爹，什么仇什么怨啊？他真是一日都看不得我好。不用理会，直接走。可这是皇上下的命令。一听竟然还有骆敬霄的事情，骆星斐的眼中闪过了一丝诧异。皇上下的命令？听他们是这样说的，长安也不确定。只不过他们就算是有100个胆子，也不敢伪造皇上的旨意吧？这话是没有错。骆星斐的脸色难看，夏弯弯一瞧他这样，也不想为难他，就说道：“哎呀，行吧，那就去皇宫吧。凡事扯到骆敬霄身上，就别指望骆星斐能护着我了。”一听夏弯弯这么说，骆星斐的眼中闪过了一丝不自然，他把头给扭到了一旁，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是。长安点了一下头，又看了一眼夏弯弯，这才转身离去。别着急，不会有事的，本王会保护好你的。这可是涉及皇上的事情，你真的会护我吗？一听他这么说，骆星斐的表情就变得有一些不自然起来，他低下头，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长安跟侍卫又说了什么，双方的脸色都有一些不好。最后没办法，长安又拐了回来，敲了敲轿子的门。干什么？主子，那些人说侧妃娘娘是妖物，不能坐轿子去，需要进特制的铁笼之中抬进去，而且我们不可以陪同。怎么又是铁笼啊？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想干嘛。说完，他就下了轿子。哟，这大铁笼子是给我弄的呀。这次边境的事情，我好歹也算是大功臣，这铁笼子就是大功臣的表彰，只有大功臣才能做啊。侧妃娘娘，请您不要为难属下们，属下们也只是听命行事而已。我也没为难你们，进皇宫我可以进，毕竟我身正不怕影子斜，你们要查就查去。只不过呢，这笼子我不会进。侧妃娘娘，那侍卫一听夏弯弯这么说，脸色便是微微的沉了下来。你们怀疑他是妖物，但有没有任何证据？现在就将他像妖物一样对待，将他关进铁笼子里面。你们这是在打本王的脸，本王也不想与你们为难，只是你们若是真想关夏弯弯，那就把本王一块关了吧。说着，骆星斐就真的要钻进铁笼子里头。见此，所有人都是一惊。这家伙，王爷，这万不可呀！属下就是有100个胆子，也不敢让王爷坐进这铁笼子里头啊。那你就有100个胆子，让本王的侧妃坐在铁笼子里头。哎呦，真是要命！为什么非要让我们摊上这盘差事？王爷，请上轿子吧。犹豫再三，那侍卫还是没敢让骆星斐进到铁笼子里。在去皇宫的路上，夏弯弯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个镜子，一直在左照右照。你在说什么？就照我哪里像妖怪了呀？既然说我是妖怪，那我怎么也得有个妖怪的相貌吧？人家都说了，妖怪可是特别漂亮的。你说我漂不漂亮？这夏弯弯居然在意这个，骆星斐无奈的摇了摇头。我不漂亮吗？我要是妖怪的话，我也要当一只狐狸精，可以魅惑人心，把我们的小王爷迷得神魂颠倒的。一会儿进宫了，你不要说话，安安静静的待着便是。有本王在，定不会让你有事的。王爷你这么好啊，没想到王爷你这么疼惜我，那我这个弱女子可要多谢王爷的保护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夏弯弯等人被人给带到了御书房。大胆妖物，还不束手就擒！你在说什么啊？这老头儿有病治病了，干嘛出来吓人呢？还不承认？把他给带过去。是。别他妈碰我，我自己会走。你这是要反抗吗？你们不必碰他，他自己会走。行，今日便给王爷一个面子。这个老头看着胸有成竹的，到底要搞什么啊？无论干什么，肯定没有好事。你一会儿小心一点，不要说什么。好，原来被人保护的感觉是这样的呀。几人一走进来，夏弯弯就被一个从天而降的铁笼直接给关在了里头。我去！夏弯弯被吓了一跳，骆星斐的心里也是一咯噔，他瞪向了罪魁祸首温老将军，后者却反应极其平静。王爷不用慌张，只不过是以防这妖物到时一时气急，做出伤人之事。解开！王爷，解不开！本王让你解开！骆星斐气得不行，正要发火的时候，坐在上面的骆敬霄就小心翼翼地开了口：“皇叔。”听到骆敬霄的声音，骆星斐勉强地找回了一丝理智。他看了他一眼，扭头又看了一眼夏弯弯。没事，我在这儿待着吧，也没啥不好的感觉，还不错。骆星斐冷冷地看着面前的几个人，说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本王的侧妃怎么就变成了你们口中的妖物？本王真是越发的好奇了。哼，王爷怕是还不知道侧妃娘娘房中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打哪儿来的吧？一听他这么说，骆星斐就微微的皱起了眉毛。他扭头看了一眼夏弯弯，后者耸了一下肩膀。东西打哪儿来的很重要吗？当然重要。王爷，你可有想过，这些东西它来的不清不楚，若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是他变出来的呢？你翻他房间了？骆星斐上前一步，一双好看的眼睛散发出冷光。臣也只不过是为了收集证据，所以你就趁他不在翻了他的房间？该死的老东西，居然敢进夏弯弯的房间！她是本王的侧妃，你居然趁着本王和他不在，没经过本王的允许擅闯本王后院，去翻他的房间？王爷，现在是计较这些的时候吗？老臣也不过是为了大局着想。本王看你是为了你自己的私心呢，你可真是好样的，竟敢趁着本王和侧妃不在偷偷的潜入王府，你可知道这是什么罪名？
一听骆星斐竟然要把罪名反扣到自己的身上，温老将军心虚的就答不上来了，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找什么样的话来搪塞过去。说不出话了？你王爷，爹爹他不是故意的，还请王爷莫要动怒。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话？行，那这件事情就算是臣的错，臣万不应该因为一时情急就做出了如此不幸之事。臣现在知错了，日后王爷若是愿意怎么罚，臣都认了。但现在最要紧的是什么？是让这个妖物说出来这些东西都是从何处而来。从何处而来与你有何关系？这是本王跟侧妃自己的事情。王爷，他扭过头看向了坐在那儿的骆敬霄。皇上，您瞧见了吧？王爷现在都被这个女人给迷成什么样子了？他摆明了就是中了这个女人的邪，这会儿都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若是再任由其这般放任下去，他日必定酿成大祸呀！闻言，骆敬霄的眼睛就眨呀眨呀，看了一眼骆星斐，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了。我相信皇叔的眼光，他绝对不可能会喜欢一个妖物。可是夏弯弯的这些东西又是从哪儿得来的呢？这些东西总不能真的是凭空变出来的吧？温老将军也把那些个东西给我瞧了，确实都是从未见过的。而且现在看来，皇叔他确实是比以往更加的护着他。除了我之外，我还没有见过皇叔这么护过谁呢。看皇叔这副样子，他不会真的是被迷惑了之类的吧？你不必提起皇上，皇上他什么都不知道。可是臣要让皇上定夺的，若是这事儿说不明白，这个妖物日后祸害天下，这必定引起大乱。你能不能别一口一个妖物的叫住我呀？碰点我的什么事情就不够你嘚瑟的了？蝙蝠上插鸡毛，你算什么鸟？你怎么说话的？大胆妖孽，还不认错？我错在哪儿了？错就错在我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吗？可是我伤人了吗？我没有吧？哼，我不仅没伤人，还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你凭什么说我做错了？冤枉人也不是这么冤枉的。就凭你那些自己头发上见识短，没有见过我这些稀奇玩意儿，你就说我是妖物？你是看见我变身了，还是看见我露尾巴了？我是没瞧见，但我和皇上都需要一个解释。你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如果单单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小玩意儿，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那这个如何解释？温老将军说着，就把自己怀里面揣着的对讲机给拿了出来。这东西竟然可以隔空传话，请问这不是妖物，这是什么？嘿呦，隔空传话就一定是妖物吗？没文化真可怕！别跟我扯这些，你若不能清楚地说出到底是从何而来，那就证明这些东西都是你幻化出来的。所以无论怎么说，你们就是把我当成妖怪了呗？夏弯弯往后一靠，脑子里面急速的运转着，怎么解释？解释不清啊。总之现在都是他单方面的推断，我拿不出证据，他也拿不出证据，先咬死不承认，看他有什么后招。不是把你认定成妖物，而你就是。我承认什么呀？我发现你们这些人真是无可救药，无理取闹。我再说一遍，我不是妖怪，我是活生生的人。哼，妖怪当然不可能说自己是妖怪。那我说你是猪，你承认吗？我怎么可能是猪？那看吧，猪也不会承认自己是猪。夏弯弯，真是好笑，这对讲机现在人人都有，你凭什么说这是我弄出来的？哼，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该死，他不会是查到了吧？皇上，臣派人去查了。一开始夏弯弯藏得紧，无论臣怎么查，就是查不到蛛丝马迹。就在臣即将要放弃的时候，臣终于发现，他就是市面上弄出了对讲机，又开了那些奇怪店铺的老板。靠，果然是知道了，店铺竟然是他开的。骆敬霄吓了一跳，他之前就听说过民间有一些店铺里面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有些没吃过的玩意儿，自己还买过一些回来吃。有什么奶茶呀、火锅呀，那些个奶茶竟然是用纸装的，还不会漏水。这火锅用的香料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还以为是哪一位能人异士弄出来的，真是没有想到竟然是夏弯弯。你有什么证据说那些店铺是我开的呀？我倒是希望那些店铺是我的，这样我就有数不清的钱了，还至于现在穷的兜里比脸都干净？你不承认也没用，我若是没有证据，断然不可能把这事儿往你身上去安。我已经找人打听过了，那些店铺的老板就是同一个人，他为了不引起其他人注意，都是以面具示人，所以确实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样貌。但是我却在你的房间里翻出了那老板所佩戴的面具。说着，温老将军便将怀里的面具直接给掏出来，扔到了夏弯弯的面前。你这怀里边挺能装啊！夏弯弯一咬牙，什么都有。哼，东西多了去了，证据也不少。夏弯弯，你该如何解释？光凭个面具能证明什么？夏弯弯说着，就看了一眼骆星斐，想看看他知道自己是那个人之后的一些反应。就见他表情淡然，似乎是早就知道了一些什么。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的，所以我还叫来了人证。一听他还叫人，夏弯弯便是微微的眯起了眼睛，没有说话。参见皇上，参见王爷，参见各位主子。是他，那个在店铺里唯唯诺诺的、最不爱说话的小孩。当时他家里出事的时候，我可还给他拿了不少的钱，让他去救急呢。怎么又来这种事儿？好人当真是没有好报啊！你是谁？民女是神仙快乐奶茶店的员工。好，那你见过你们家老板长什么样子吗？没见过，只不过之前老板在他换衣服的时候，民女路过时不小心瞧见了，就见他肩膀处有一块红色的胎记。是吗？夏弯弯，你说你不是他老板，那我倒想问问你，你在肩膀上可有一处红色的胎记啊？闻言，夏弯弯一下子就不吭声了，心里同时也没了底。
在肩膀处，我上哪知道去？我后背又不长眼睛，从小到大也没人跟我说我肩膀处有胎记，说不定是诓我，让我自乱阵脚呢。哼，是吗？那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后背干干净净的，嫩得跟刚出炉的豆腐似的，还真就没有什么胎记。胡说无凭，你需要证明给我们看。温老将军说着便要上前，夏弯弯立马就往旁边躲去。怎么着？你还要当众掰我的衣服是吧？臭老头老不孝，你可真是割鼻子换面吃，你不要脸！我也是正常解嘲而已，你以为谁稀罕看你啊？哼，我看你真是急不可耐呢。王爷，事已至此，你还要护着他吗？洛星斐没有说话，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他居然还想检查夏弯弯是否有胎记，真是个不要脸的老东西。行，既然王爷害怕自己的侧妃娘娘被人看，那不要紧，就由王爷你和然儿你们2个人去检查，这样然儿不可能撒谎，王爷也不可能撒谎，双方都有人可证实。你说臣说的是不是啊？若是这样，那便解释不清楚了。爹爹说的有道理啊，要不然光是我一个人看，王爷也不会认为我说的是实话呀。倒不如我跟王爷2个人一起去看。皇上，你说臣说的是不是啊？也行，皇叔，你就跟王妃娘娘一块儿去瞧瞧吧。听骆敬霄下了命令，洛星斐额角的神经突突直跳，眼底翻腾着不知名的情绪。哼，王爷，怎么，皇上的命令你都不听了吗？把笼子打开，你不将笼子打开，他怎么出来？你是想让本王在这儿把自己的侧妃扒光吗？万一洛星斐要是一会儿把夏弯弯给放走了怎么办？犹豫片刻，温老将军还是点了一下头，回头看了一眼他身后的侍卫。那侍卫明了地上前，用钥匙把门给打开。你干什么？侧妃娘娘不要见怪，这个只不过是防备你之后逃跑所做的措施而已。这铁链子是用特殊的材质打造的，无论是多么厉害的兵器，都无法将它砍断。侧妃娘娘一会儿回来，我便叫人给你打开就是。洛星斐没有说话，只是直接揪着那个侍卫的衣领，把他给提起来，在他惊恐的目光之下，反手抓住他的铁链，绕住他的脖子，用力一勒。只听见咔嗒一声，那侍卫惊恐地瞪大了双眼，嘴角流下了一抹暗红的血迹，接着便是身体一软，断了气息。洛星斐就像是丢垃圾一样的把他给扔到了地上，所有的人都被洛星斐给吓了一跳，包括夏弯弯。我操，狗儿子好狠啊，手就这么大，直接一言不发把人给干掉了。王爷，你这是做甚？当着皇上的面，你竟敢杀人，你可是没将皇上放在眼里。不用把朕给放在眼里啊。骆敬霄小心翼翼地开口，皇叔想杀便尽管杀，朕是不会怪你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一听骆敬霄这么说，夏弯弯险些没有笑出声来，温老将军的嘴角也忍不住地抽搐一下。怎么，你手底下的人本王杀不得吗？他拿个铁链子要拴在本王侧妃的身上，这便是羞辱。你的人羞辱本王的人，本王不该杀吗？臣也只不过就是按照该做的事情行事而已。王爷若是有何异议，可以向臣来说，又何必为难手底下的人？哼，本王就为难了，你能奈本王何呀？算了吧，还是先去确认一下胎记之后再说吧。洛星斐牵起了夏弯弯便走，三人来到了一间没有人的屋子。夏弯弯站在那儿，看着站在自己身侧脸色有一些阴沉的洛星斐，知道他是在紧张什么。不用这么盯着我的肩膀看，要是有你盯也盯不没，要是没有你也不用担心了。闻言，洛星斐没有说话，随即伸出手，轻轻地拉下夏弯弯的衣领，然后就不动了，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少女嫩滑的肩膀不说话，脸色也没变。怎么样啊？有没有啊？妹妹，你可真是好生厉害啊，深藏不露啊！一听他这么说，夏弯弯的心里面一咯噔，还真有啊！洛星斐闭了闭眼，把夏弯弯的衣领给拉上去，随即一语不发，转身便走。怎么样？有没有胎记？有，女儿亲眼看见了，确实有胎记，王爷瞧见了。果然啊，夏弯弯，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好辩解的？胎记也有了，面具也有了，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也有了。是我承认。夏弯弯事到如今也不想再隐瞒什么，而且也藏不下去了，不是吗？如果单单只是因为夏弯弯开了店铺，店铺里有许多奇怪的东西，你就断定他是妖怪的话，那是不是有些太过于武断了？哼，那不如让侧妃娘娘解释一下，你店铺里的那些东西究竟是从哪儿来的？我一个朋友做的，他最爱做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是我拜托他做的。荒唐！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就算是一个人手工再强，可是也绝对不可能做出他没有见过的东西。你到现在还在撒谎。我没撒谎，你凭什么认为我在撒谎呀？你若是没撒谎，那你说呀，那个人是谁？闻言，夏弯弯的嘴巴张了张，一下子就不说话了。来人啊，将这妖物给我捉起来！是。温老将军身后的侍卫听令，便是立即上前。夏弯弯见此，心中一阵咯噔，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呢，一旁的洛星斐便把他给拉在了自己的身后，长安也抽出了刀。怎么，王爷到现在还要护着这妖物吗？之前他差点变成怪物的时候，你拼命的护着他，现在他确实是个妖物，你居然还要护着他？光凭一些从未见过的东西，你便能肯定他是妖物，不如你让他直接现出原形，
他若是妖物的话，那现在应该是他的化身嘛。你不如让他露出本体啊。看来王爷确实是被他迷惑了。来人啊，为了让王爷能够平安无事，速速将妖物拿下。若是王爷要拦，便先将已经被控制心智的王爷擒住，但要小心，莫要伤了摄政王。我说，要不然你们别为难王爷了。怀疑我是妖怪，但你又拿不出证据来，可是又想把我关起来是吧？可以，我跟你们走。小婉婉，本王不是让你把嘴闭实吗？那你真以为这种时候你能护得了我吗？他们这是摆明了要刁难你，你若是不把我交出去，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可是本王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把你带走啊！不要紧的，他们关不了我几天。小婉婉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他有对策？见他不说话了，夏弯弯便走上前来。你们抓我吧，但是你们必须要找到证据证明我是妖怪，光只凭这些怕是难以服众。你也不希望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把我给处理了吧？当然，你放心，证据我一定会找到。温老将军身后的2个侍卫立马上前，直接就把他给摁住，硬拽着往外走。骆星斐看着被往外拽的夏弯弯，眼中的担心都快要溢出来了。可后者却回头对他抛了一个媚眼，又隔空亲了一下，一瞧自己又回来了。这次的他倒是轻车熟路，直接就往牢房里头的床上一坐，大大咧咧的看着外面的侍卫。骆星斐回到王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派人去调查关于夏弯弯的一些细节线索。你们谁啊？放开我！我没有钱给你们。谁要你的钱？王爷，怕什么？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看到我们闯进来，你就着急忙慌的要跑，怎么？做什么亏心事了？也没做什么亏心事。你有一个女儿是吧？是，小人确实有一个女儿，名叫小蝶，乖巧又懂事，长得还漂亮。最主要的是，她还没有找过男人，没有嫁人呢。你知道你的女儿都干了什么好事吗？她做错了什么事啊？她冤枉本王的侧妃，陷害她，害得本王侧妃含冤入狱。你说她犯了什么错？哎呦，王爷，你可千万不要误会啊！我跟那个不孝女早就已经断绝关系了，都不联系了。那个该死的小贱人，我还以为她是飞上枝头变凤凰，就让我过好日子呢。感情是惹了一身的麻烦，让王爷来找我，真是该死的贱东西。你女儿有你这样的父亲，还真是可悲呀！你放心吧，冤有头债有主，本王不会找你的麻烦，但前提是你必须要帮本王一件事情。王爷请说，小人一定赴汤蹈火，再送辞。是吗？岂止是让你伤害你的亲生女儿吗？如果小女真的做错了什么事情，那小人一定不会放过她。无论她是我的女儿也好，还是什么样的人也罢，凡是做错了事情，她就别想着好。小人一定会大义灭亲。王爷请说，小人该怎么办？为了自己的安全就去伤害自己的女儿，她倒也是真是厉害。不过正好也合了我的心，毕竟之后我还要靠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爹爹，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吗？你着什么急呀？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女儿还是有些担心了。说是王爷到时候找出其他证据证明夏弯弯不是妖物的话，我们不就白努力了吗？哼，怎么可能？他这辈子都别想找到证据。你放心，我已经想到对策了。骆星斐他就算是再厉害，可是他心中有骆敬霄那个蠢货，而那个蠢货从始至终都怕我，所以无论是骆星斐还是骆敬霄，我从来都没有放在眼里过。夏弯弯这次必死无疑。听到他爹这么说，温然便是暗暗的松了一口气。与此同时，骆卓义也知道夏弯弯被当作妖物给抓起来的事情，心里十分的畅快。再想到夏弯弯之前对自己那一副得意嘚瑟的样子，他就直接来到天牢找他。哟，侧妃嫂嫂在这里待的还真是安稳啊。哟，这不是二王爷吗？怎么来这儿了？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坐个牢，他们嘚瑟的要命，臭显摆啥呢？这不是听说侧妃嫂嫂被关进牢房，本王担心，就想过来瞧瞧你。看来侧妃嫂子在这儿待着还是挺开心的嘛。一般吧。哼，你这么安稳的待在这儿，本王也算是放心了。听二王爷你这话里的意思，是挺关心我了。当然了。骆卓义看着夏弯弯，眼中的幸灾乐祸很是明显。要是没什么事儿，二王爷便走吧。夏弯弯，姓温的老头是什么德行，你怕是还不知道吧？落到他手里，你就别想好了。你就是特意过来跟我说这件事情吗？我跟骆卓义什么仇什么怨呢？我坐个牢，他还特意过来挑衅我，真是有意思啊！不然呢？哼，你不会真以为本王是过来关心你的吧？来，伸手，我给你个宝贝。本王不需要。骆卓义把头给扭到了一旁，定没有好事。哼，我又不是傻子。你真不要啊？要是不要的话，我告诉你啊，错失这次机会，你可就找不到第二次这么好的机会了。这宝贝，我可不是谁都给的。见他这副样子，骆卓义的心里也开始好奇起来。难不成是真的有什么宝贝？什么东西啊？你自己看看呗。便张开了手，随即这额角的青筋突的一下就爆起来。夏弯弯，骆卓义看着自己手里头的那个开塞露，气的呀脸红脖子粗。他
他是抖了又抖，随即手掌一握，开塞露在他的手里头爆开。本王让你笑！说完，直接就把开塞露扔到了夏弯弯的脸上。夏弯弯张嘴笑得太过猖狂，他这么一甩，就直接甩进了他的嘴里，这甜腻腻的感觉瞬间在嘴中爆开。夏弯弯忍不住的呕了一口。哼，活该！这个时候还不忘拿这东西来挤兑本王，你说你是不是活该？靠，洛卓义，你居然把开塞露甩到老娘我的嘴里，我跟你拼了！吼着，他便伸出了手，一把就拽住洛卓义的头发，然后就用力的往后薅去。啊，夏弯弯！哎呦，这洛卓义疼的呀，那眼眶子一下子就红了，他那脑瓜子重重的磕在了铁栏杆上。就这样，夏弯弯也不肯放过他，只见那一脚蹬着牢笼，双手用力的往后一转，大有一副要连带着他的头皮一起给扯下来的架势。夏弯弯，真是太可怕了！来人啊，还愣着干什么？这一喊，旁边的人才敢上前。夏弯弯一瞧他们来了，一下子就松开了洛卓义的头发。洛卓义往后一个踉跄，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他抬起头来，捂着自己生疼的头皮，表情可怕的就好像是要生吞活剥了夏弯弯一样。怎么，要打人啊？夏弯弯！洛卓义十分生气地爬起来，高大的身体直打晃。他伸出手摸了一把自己的头发，就见自己的头发掉下来一小撮，那根部还带着血呢。夏弯弯，二王爷，你现在知道什么叫风水轮流转了吧？这有的时候人在外面也未必会比在这里面好啊。夏弯弯，本王杀了你这个该死的女人！王爷，您冷静一点。若是您打了侧妃娘娘，摄政王那边属下们没法交代啊。那本王这儿你们就好交代了。你看他把本王的头发揪成什么样了？要不然您揪回来，揪属下的。哼，夏弯弯，本王就等着给你收尸。哼！说完，他便甩袖离去。熊样，跟老娘我斗，嫩着呢。夏弯弯连王爷的头发都敢揪，他还有什么事情是干不出来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要是一会儿他揪我该怎么办啊？看什么看？夏弯弯发现了他的视线，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这头长安得到了牢里的消息，便是第一时间通知给了洛星斐。无论何时何地，夏弯弯总是能干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你去再提醒提醒那个男人，示意他之后要怎么做。闻言，长安点了一下头，便转身离开了书房。洛星斐看了一眼窗外挂在半空的月亮，随即摘下了对讲机，按下了按钮。夏弯弯，躺在牢里床上刚刚睡着的夏弯弯听到了洛星斐的声音。我在。对讲机里面传来洛星斐温柔的声音，一句吃饭了吗胜过千言万语。没有。你这个时候还开我的玩笑，怎么能这样啊？听夏弯弯这会儿还能够叽叽喳喳的，就知道他没什么事儿。洛星斐笑了一下，还行吧，也没有多害怕，能忍。本王很快就会接你回来。那如果那个温老头他拿我跟你的小皇帝做选择，你会选谁啊？毕竟我看得出来，那个温老头明知道皇上是你的短处。夏弯弯吸了一下有一些发堵的鼻子，所以老是拿他做文章。如果你就这么把我救出去了，皇上怕是会有难处吧？即使这样，你也无所谓的吗？夏弯弯问完这句话之后，那头便没了声音。死洛星斐，在他心里，我永远比不上他那个侄子重要。想完，夏弯弯重新躺回到床上，带着委屈跟气，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睡到了后半夜，他就隐隐约约的听到有一些声响。他睁开眼睛，就看到有几名蒙着面的男人走进来，直奔角落里的小蝶而去。你们干什么？该死的，他们疯了吧？竟然敢跑到牢房里头来行凶！救命啊！夏弯弯眼睁睁的看着其中的一个黑衣人戴上了一个像是利爪一样的铁手套，然后就狠狠地刺进了小蝶的腹部。来人啊！快来人啊！有人在牢房中杀人了！可无论他怎么喊，外面都是一点声响都没有。他眼睁睁地看着小蝶的内脏被掏出来，他不敢置信地瞪大了双眼。